吁！哎呀！你是何人？怎么会从山上滚下来？萧爱低垂着头，眼珠子一转，最终决定维持原主的人设，走白莲路线。这种冷傲的将士肯定会心生怜惜，不会为难他的。君爷，小女子是被山贼掳走的，这座山头就是山贼的老巢。小女子拼命逃脱，却不识路，一不小心滚下来，求君爷救小女子一命啊！稍等，在下禀告了王爷，凭王爷安排。你是谁家的姑娘？小女子是云海伯府二房嫡女萧天爱。将领眼眸深邃，还是个贵族千金，多了几分拘谨，不敢再看他的眸子，以示尊敬。原本心里浮现的一丝心动顿时消散。云海侯府的千金不是他能冒犯的。既然是山贼作乱，无常，带一队人，该杀杀，该罚罚，剿灭了吧。堂堂洛府城外，岂可盘踞此等宵小？是，王爷稍后，区区山贼，片刻即回。好威风，好霸气啊！这才是真正的男人。以前那些哥们儿在他面前都跟软脚虾似的。萧姑娘，遭此大难，你有何打算？小女子听山贼说过，是大房堂姐想要害我，怕我抢了太子的婚事，哪怕我完好归家，名声也有损害，将来难有好的归宿。此生只求青灯古佛，了却残生。这副表气冲天的做派，他都忍不住浑身发麻。白莲也不是那么好学的哈。你不想找你堂姐讨个公道，她害你这么惨？萧爱摸不准他的心思，不过既然装圣母，那就要装到底。还是不要了，终归是一家人，我一个人遭了罪，已经无法挽回。为了家族，我甘愿自己咽下这点委屈。堂姐能做太子妃，对整个侯府都有好处。若是揭穿堂姐，祖母和大伯都会很难做，对家族也不好。就当我不知道是他做的吧，只能怪我命苦了。萧爱好悬，没吐出来。这是个深明大义的好女子，为了家族牺牲自己，太可怜了。至于堂姐，回府再收拾她。姑娘真是善良。这话听着怎么有点讽刺的味道，不像是夸奖。萧爱摸不准她的心思，这么一看她，发现她双眸之中泛着一层淡淡的白色，双眸茫然而无神，说话的时候毫无焦距，没有看着他。心中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难不成他是个瞎子不成？没等他想办法证实，隆隆的马蹄声响起，无常带着人回来了，盔甲的颜色暗沉许多，空气中顿时弥漫起了血腥味。启禀王爷，一小股山贼悉数剿灭，被云海伯府大房雇佣，想要破坏二房嫡小姐的名声，证词都记下了，也画押认罪，您看该怎么处置啊？萧姑娘已经决定不追究了，既然遇到，就送她回府。本王亲自为萧姑娘证实清白，希望她以后诸事顺遂。真是个善良又热心的好王爷，多谢王爷，小女子感激不尽。未曾请教大名，将来小女子定会报答今日之恩。这位是当朝战神燕王殿下，王爷救人无数，遇到王爷是你的福气，无需挂齿。战神燕王，皇上幼弟。
原主的记忆里有。萧爱爱惊呼出声，怪不得军容整肃，原来是战神呢。让萧姑娘坐本王的马车，给本王牵一匹马来。王爷，您的眼睛，本王还能骑得了马，无需多言。居然真是个瞎子啊！好可惜啊，这么帅，气质这么好，天妒英才啊！不必了，怎么能抢了王爷的马车？咱们挤一挤，我看马车这么大，应该能坐得下。燕王第一次有了别样的神色，哪怕眼睛浑浊，萧爱爱也从他眼中看到了意外。孤男寡女皆可同坐，萧小姐的好意，王爷心领了。你放心坐马车，王爷这边我会照顾的。规矩真多，很想说他已经没了名声，不在乎的，却想着自己白莲的人设，乖乖上了马车。萧爱爱确定无人看到，浑身瘫软，靠在软榻上的大枕头上，才有心思考着自己现在的处境。想起前世外公早已去世，没等看到她嫁人，直到父亲去世，母亲也病重，时日无多，她才明白父母的苦心，眼泪不知不觉落下来。那一世，那个男人不知道，他提出分手的那天，是他刚办完母亲的丧事，正需要安慰的时候。关于他在现代的一切都结束了，现在就让他作为萧天爱重新活一世吧。他会吸取教训，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从这一刻起，他就是萧天爱。曾经失败的萧爱爱就此死去，想通了心事，迷迷糊糊的睡着了。这具身体太弱了，需要好好打磨锻炼才行。虽然过了最佳习武年纪，但是吃点苦头还是能练出大成境界。不说踏雪无痕，飞檐走壁，自保还是足够的。爱爱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我可怜的女儿啊，养在深闺这么多年，温柔善良，不曾大声跟人说过一句话，蚊子都不拍死一只，更别说与人结怨。怎么就被山贼掳走，生死未卜呢？我这些年供奉佛祖的银子都白花了，让我女儿遭此大难。不行，不能再等了，天一黑，爱爱处境更危险。我不管什么名声，只要爱爱活着，母亲不肯去报官，不去找人，我回娘家雇人去找，高价悬赏，什么都不做，我会疯掉的。萧斌想起母亲的话，在太子选妃这个节骨眼儿，侯府万万不可有什么不好的名声传出去，谁要是不遵从，就是跟整个侯府过不去。家族荣誉大过天，母亲心里已经牺牲了爱爱，毕竟对于整个家族来讲，一个未出阁的女儿舍弃了也不算什么。可那是他唯一的女儿，眼珠子一般养大，他作为父亲总不能舍弃她，不能保护女儿，他还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父亲？还是我去吧，太太在家候着，我去报官，发动所有关系找爱爱。双管齐下，务必找回爱爱。沈氏取出钥匙，直接拿出一叠子银票，每一张都是1000两的大面额，足足10万两，塞给萧斌，像是塞给他一叠字纸似的。饶是萧斌习惯了沈氏的财大气粗，还是被惊到了。整个伯府主子奴才200-300号人，一年的开销也不过2万两银子，在世人眼中已经是很奢靡了。他媳妇儿倒好，出手就是10万两，不愧是天下首富沈家的女儿。当然了，这也是岳父宠女儿，世人大多数重男轻女，他的老岳父却是个奇葩，重女轻男，独宠这个长女，家产都恨不得都搬空了给他。至于儿子，哼，想花钱自己赚，他们家宠女儿的规矩就是从老岳父那里学来的。赶紧的呀，愣着干嘛？
太太，你说贼人掳走爱爱，会不会是为了勒索银子呀？有可能，不过能用银子解决的事情都不叫事儿，多少钱都给，只要咱们爱爱没事儿。好吧，太太等我的消息。肖斌赶紧出门，已经耽误半天，必须抓紧时间。二叔这要去哪儿呀？三妹出事儿了，我这个当姐姐的心里很是担心，所以想来陪着二婶儿，遇到事儿也好出出主意。祖母都是为了这个家好，二叔可要体谅祖母，别有怨气。哼，大小姐有心了，只是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老爷有怨气了？虽说你是侯府最尊贵的嫡长女，可尊卑孝道更是要讲究的。我家老爷可是你叔叔，哪有做侄女的教训叔父的道理？二婶误会了，天蓝没有教训叔叔的意思，只是提醒一句，你也要多保重。三妹吉人自有天相，肯定会没事的。不过呢，即便是回来，名声也有损，好的夫婿难找了。二婶儿可要有个心理准备呀。我的女儿就是一辈子不嫁人，我也养得起，不需要大小姐操心。大小姐还是担心一下自己吧，这太子妃的位置可不。只要爱爱平安归来，一切都是小事儿。府里事儿忙，没心情招待你，回你院子去吧。干脆下了逐客令。以前没发现这个侄女儿嘴巴这么毒，心肠还黑得很，分明是见不得自家爱爱好。亏得他以前经常送她衣裳首饰，女儿有的也会给她一份。那时候一口一个叔叔喊得甜，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既然二叔不欢迎天蓝，天蓝告辞了，希望三妹平安归来。转身就走，本来就是来打探二房的动静，不让他们贸然行动。只要过去一夜，三妹的名声彻底毁了，拿什么和自己争？府里的下人暗地里找人，真正上心去找的没有几个。这一波稳了，小天爱，我才是侯府最受宠的小姐。平时的嫉妒加上这次太子对她的好感，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让萧天蓝最终走出了那一。姐姐回来了，是燕王殿下救了她。姐姐果然吉人天下，福泽深厚，算命的说的一点不差。什么？在哪儿呢？我可怜的女儿啊，可有受伤，遭老罪了。那些贼人呢，可有找到？萧天蓝脑子一阵轰鸣，怎么会这样？贼人要是供出他来，那可怎么办呢？燕王可是战神呐，碰到了也能活着，顺手就给剿灭了呢。一家人以最快的速度到了门外，燕王站在马车旁边静静等候，丝毫没有燕王的傲慢。哎，我的乖女儿，快让阿娘看看受伤了没有啊！多谢殿下救了小女，在下感激不尽。王爷请进府喝杯茶水。萧天爱早醒了，肚子饿得很，不客气地抓着盘子里的点心就吃起来，吃得正欢。听到沈氏激动紧张的声音，赶紧塞进去，使劲往下咽，只是一不留神给噎着了。人呢？都死哪儿去了？赶紧迎接小姐回府呀！萧洛，你这个小兔崽子，快扶着你姐姐呀！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老娘怎么生出你这个棒槌来？沈氏看着女儿泪眼汪汪的样子，一腔火气冲着儿子撒出去了。萧天爱一手抚着心口，使劲地抻着脖子，恨不得变成乌龟的脖子，把噎着的点心给咽下去。他的眼泪细碎是给噎的好吧？姐，你回来可太好了，以后可不敢自己出门，弟弟我一刻不离的保护你。就凭你，文不成武不就的，你姐指望你保护，黄花菜都凉了。让你外公去镖局，高价找几个会武艺的女护卫来，以后你姐的侍女都得会武。彪悍的娘亲呢？傻里傻气的弟弟，这一家子好奇葩呀！让王爷见笑了，
我家太太性子直爽，也是太担忧女儿，怠慢王爷了。那个，咱们进府说话哈。太谢谢燕王殿下了，您不愧是咱们大燕的守护神，小女承蒙您搭救，感激不尽。老爷，今儿个我给你的银子都给燕王，作为谢礼，改日重新备份厚礼，重重酬谢。都给呀。银子重要还是你女儿重要啊？当然是女儿重要了，女儿是老子的命，些许银子算什么？无常仰头望天，头一次遇到人直接给自家王爷塞银子的。他本以为王爷不会收，毕竟王爷救人无数，从没要过报酬，没想到王爷居然收下，顺手递给自己。些许小事，无足挂齿，恋爱无碍，但也受了点不小的惊吓。你们找大夫给他看看，本王不打扰你们团聚，告辞。改日有机会再见。马蹄哒哒，在萧家人的注意下离开了。你咋还没走？我是担心天爱妹妹，特意留下来看看她呢。你这么说我很受伤呢。哎呦，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妥妥一白脸表嘛。还是姐姐关心我，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姐姐了呢。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心里最想念的就是姐姐了。果然姐姐也是懂我的，知道我最想看到的就是姐姐，特意来看我呢。我好感动呢。是吗？姐姐也是一直担心你呢，坐立不安，只有亲眼看到你平安，心里才踏实呢。佛祖保佑妹妹平安归来，日后必有后福的。姐姐自然不放心了，我平安了，这太子妃的位置可就多个人选，姐姐岂能睡得着？踏实就怪了。我也是觉得我后福长着呢，姐姐你且看着吧。她这是话里有话呀，难道她知道什么了？妹妹这话从何说起？姐姐可从未那么想过。不打扰你们一家团聚了，姐姐先走了，明天再来看你。好，姐姐慢走，我也是受惊不小，要是能有姐姐的朝凤存珠头面压惊就更好了，我等着姐姐啊。萧天蓝的笑容都快挂不住了，那副攒珠头面是他最喜欢最贵重的首饰，他倒是敢开口，好说到此了。哼，先收点利息，让他放点血，以后再慢慢收。乖女儿，你没事吧？咱不稀罕他的破头面，明儿个去你外公铺子里随便挑。娘亲啊，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别人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看他肉疼我就高兴。你呀，机灵鬼，大小姐心眼多，心气儿高，咱不跟他玩。听娘亲的，乖巧听话，和以前一样，可又觉得好像不一样。沈氏摇摇头，只要女儿平安回来就好了。萧天爱见识到了古代贵族的奢华，恕他土鳖了。4、5个丫鬟围着他伺候着，从洗澡到穿衣吃饭，他就动嘴。等大夫来看病，已经是傍晚了。隔着屏风，手腕上搭着一根红绳，传说中的悬丝诊脉，了解一下。这能诊出个屁呀！他从小就是爱玩爱闹的性子，比男子汉都要淘气，没少恶作剧。这种古代的八宝床，床边有着小抽屉，方便放一些私密物件。无聊之时随手打开，里面有颗绣球，眼珠子一转，想起电视剧里演的情节，塞到腋下，想看看这个大夫的水平怎么样。可怜外面的老大夫，咋摸不着了呢？得亏他医术高超，还能感觉到细微的跳动，时断时缓的。想吃什么多吃点儿，想要什么都满足他。小姐这身体太弱了，回天乏术啊！什么？大夫，求求你，你再想想办法，不管用什么药，我们都愿意买。我女儿还那么小，她怎么就没救了呢？老夫开些补品吊着吧，
能活多久看他的运气了。好吧，不管多贵的药，你随便开，我家不差钱，只要人没事儿。沈氏财大气粗，只要能救，多少钱他都舍得。好像惹祸了，乖宝啊，可有哪里不舒服啊？娘亲，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说不定是大夫看错了呢，感觉好得很，哪儿都好呢。您看我的脸色，像是很虚弱的样子吗？哦吼，有个爱落泪的母亲，该怎么哄啊？是挺好的，你好好休息，娘明天再来看你。今天肯定是累坏了。好吧，娘亲慢走。萧天爱也是真的累了，一沾枕头就很快睡着了。在沈氏眼里，就是病得更加厉害，说那些话都是安慰他呢。捂着嘴走出屋子，生怕吵着他。这个美丽的误会就此产生了。沈氏对他更加百般的疼爱，每一天都跟最后一天似的。萧天爱心大，还以为沈氏被他安慰到了呢。等萧家二小姐病重身体不好的传闻传遍洛城，他想解释都没人信了。一觉醒来满血复活，神清气爽，看着乳白色绣着淡色小花的帷帐，萧天爱回神，我穿越了，现在是萧家二房大小姐，侯府千金，大家闺秀呢，可得保持好这个人设，不能再放飞自我，当个女汉子继续单着了。古代的美男嘛，怎么着也得骗，不对，是谈一场恋爱。小姐醒了，奴婢伺候洗漱吧。小姐，奴婢哪里不对吗？您盯着奴婢看了好一会儿了。没事儿，就是有些后怕，以为再也见不到东陵了呢。小姐受委屈了，奴婢看到小姐平安也是高兴，只是，小姐，奴婢本不该说，可是春灵、秋灵丢了小姐，太太震怒，被关进柴房。他们失职，本该处罚，可奴婢求小姐，看在他们从小伺候小姐，别把他们卖到阿杂之地，哪怕许个小厮奴才都行，只求能落个清白身子。春灵、秋灵是随他出门的大丫鬟，被人骗开，掳走原主。沈氏迁怒他们，要找人牙子卖了呢。不是他们的错，我会求母亲放人的。你们伺候我多年，我用得顺手了，没想过处罚他们的。谢谢小姐，奴婢们一定会好好伺候小姐，忠心不二。东陵忍不住落泪，他伺候小姐多年，很了解她的性子，他对主仆尊卑看得很重，奴才就是奴才，不会有太多的感情。实在不忍心姐妹受苦，试着求她，想不到她没有责罚，还让他们继续留在身边伺候，心里是真的感激。早上很丰盛，但是东陵每样只给他加2筷子，多吃一些就蹙着眉。闺阁小姐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不能崩人设。吃了5分饱，东陵的脸都快皱得没法看了，只能放下筷子。小姐，您先消消食，歇一会儿，待会儿吃药。今儿个太太来传话，不用去给老夫人请安，好些了再去，老夫人那边她去说。晨昏定省，笑比天大。原主记忆中，这位老夫人对他可不大喜欢呢。知道了，我去院子里走走。院子很大，各色花草开得鲜艳，处处精致。沈氏却不大满意，觉得小了，没有地方建造池塘假山，种些垂柳。看着小300平米的花园，嘴角抽抽。是他见识浅薄了。古代的贵族生活比他想的更奢侈。熟悉了一下环境，就在亭子里用药，慢慢喝下去。萧天爱眼神一亮，前世修炼的功法顿时活跃起来，一阵阵暖意从胃里散发。这药对他练功有很大的帮助呢。小姐可是嫌苦，不吃不行的。奴婢准备了您喜欢的蜜饯，喝完了舔舔嘴儿。这药其实并不苦，萧天爱一口闷干，东陵及时送上蜜饯，酸甜的味道顿时压下药味，满足的眯起眼睛，像是吃饱的猫儿似的。女儿啊，
今天觉得怎么样了？很好呀，娘亲不用担心。古代礼数很多，尤其是勋贵家族，子女见到父母是要行礼的。萧天爱站起来，还没行礼就被沈氏扶着了，拉着他坐下，看他的脸色还好，放心了一些。只是这口气儿还没及时松开，萧天爱突然脸色涨红，面带痛苦。爱爱，你怎么了？来人呐，快请大夫扶小姐回屋啊！满院子丫鬟都吓坏了，有人去喊人，有人送她回屋，慌而不乱。整个侯府都被惊动了。萧天爱躺在榻上，已经想到问题出在哪儿。补药的药效被吸收，没有收敛好，散在全身，所以看着像发烧。其实他并没有感觉不舒服。女儿啊，你坚持住，娘请最好的大夫给你治病啊。昨天还好好的，咋又这么严重呢？实在不行，我去求大哥进宫，找太医院的院士张大人来看看。今儿早上母亲还说爱爱是装病呢，阴阳怪气的敲打我呢，说我溺爱女儿，将来难嫁人。他们一个个的都见不得爱爱好，谁会真心帮你啊？早说让你谋个差事，结交些人脉，你不当回事，现在后悔了吧？你又没有继承爵位，谁会把你放在眼里呢？萧冰长叹了口气，被他骂得抬不起头来。他性格懒散，文武都不擅长，又厌烦朝中的勾心斗角，守着太太孩子安稳度日，以为在侯府的庇佑，他做个富贵闲人就好了。谁想到女儿一出事，府里处处靠不上，母亲不上心，兄长怕府里名声有损，不肯报官寻找，太太难免有怨气。他要是继承爵位，会娶了你这个没教养的商女吗？谁家媳妇儿跟丈夫最顶嘴的，三从四德，沈家没教导你的吗？我侯府的嫡子，还轮不到你嫌弃。儿媳的错，惊扰了母亲。母亲说的对，是儿媳心急担心，失言了，还请母亲开恩，请了张玉一来救救爱爱吧。沈氏心里憋屈，却不得不忍下来。婆母就是儿媳的天，教导训斥，媳妇儿只能受着，敢顶撞就是忤逆不孝。他这一房虽是嫡子，却是次子，没有继承爵位，不能代表侯府去请御医的，只能老夫人和大房才有资格。张御医是院守，伺候的都是皇上和各院娘娘，不是谁想请就能请得来的。先请府里惯用的大夫来看看。老夫人坐在榻边，看着萧爱爱通红的脸，眸光深沉，不知道想什么。沈氏一颗心沉入谷底，她试都不肯试，这是不想欠了张院守这个人情。母亲，求您去试一下，爱爱也是您的亲孙女儿啊，您就能看着她受苦不管的吗？你是对老娘不满呢？爱爱生病，老娘也心疼，可院守又不是马上就能请来，老娘不是找了大夫来看了吗？大夫还没说救不下呢，你就去耗费人情请人家来，院守的人情是那么好欠的吗？女孩子不能太娇气，都是你们给宠的。看看天蓝，嫡出大小姐都没她这么折腾。萧天爱虽然发着烧，脑子却不糊涂，运转心法，吸收药力。此时看父母为他着急，这个所谓的主母又这么刻薄，心中怒极。娘亲，我没事的，你别担心了，不用请院守，一会儿就好了。祖母说的对，这不还没断气儿呢吗？何须大动干戈？这一次要是给女儿用了人情，将来祖母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怎么请得动人家？话是听着有理，只是怎么听着那么不入耳呢？尤其是老夫人脸色黑了几分，这是诅咒老娘生病啊！你看你交的好女儿，这是对老娘有意见。哼，
老乞婆，太可恶了！祖母，都是爱爱的错，你别再骂父亲了，是我说错了，我哪里敢诅咒祖母，愿意用我的性命来换取祖母长命百岁呢？我哪里说的不好，让祖母误会？祖母打我骂我，我绝无怨言，求你别骂父亲了好不好？爱爱，你还病着呢，可不能哭。你爹没事，皮糙肉厚的，骂两句又不会少块肉。当娘的教训儿子，谁也拦不住。你顾着自己的身子就好了。不，女儿心疼父亲，也是孝顺。爹爹疼爱女儿，女儿自然要加倍回报，否则枉为人子。感谢那些抢走自己男朋友的白莲们，她深得其中之精髓。这些话说得自己都起了鸡皮疙瘩了，表里表气的，一副伟大又甘愿牺牲自己的孝顺女儿的形象，顿时立起来了。爱爱，爹的好女儿啊，爹没事的，你别担心。哭坏了身子，爹也不活了。萧冰不顾形象的嚎啕大哭，连带着萧天洛也跟着哭，满屋子哭声震天响，老夫人脑仁一阵阵的疼，脸颊紧绷，他们这是逼着自己妥协呢。萧天爱一阵无语，娘亲哭也就罢了，爹和弟弟两个大男人哭什么鬼啊？不是说古人都讲究流血不流泪吗？感情两人有点不靠谱啊。都别哭了，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家谁去世了呢。女儿倒是无所谓，倒是祖母年纪大了，可别说咱们哭丧呢。萧天爱一开口，哭声戛然而止，老夫人浑身哆嗦，眼珠子瞪得老大，死丫头坏得很，就是诅咒她呢。大夫的到来解决了这个尴尬，还是上次那个大夫。回禀老夫人，二小姐的病也在老夫预料之中，昨天就说了，好好养着吧，不太乐观。果然今日就恶化了，老夫重新开点药，吊着命吧。不能想想办法，还这么小，之前好好的，到底哪里出了毛病？气血亏损，惊吓导致的肝胆失调，各种原因吧。脉搏实在不太妙啊，像是弥留之际的老人，恕老夫无能，老夫人可另请高明啊。萧冰脸一垮，又想哭了。他的女儿哟，还没长大嫁人，就这么没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天太残忍了。没等老夫人发话，侯府大管家亲自领着一位精神硕丽、气度温和的中年人走进来，很是恭敬。张元首，敢问您是来？老夫人也很意外，她还没派人去请呢，张院首怎么会来？这位居然是御医院院首张文达，皇帝的脉案就是他负责。除了几个皇族中人和内阁重臣，等闲人家根本请不动他。听闻府上二小姐病重，老夫得燕王殿下委托，帮二小姐看看。燕王？老夫人很纳闷，他家和燕王素来无往，怎么会送来这么大一个人情？不管怎样，先看病重要。这位院首倒是没弄那一套悬丝诊脉，萧天爱伸出一只手来，让他把脉。我看一下小姐的脸色。望闻问切，中医四大要素，因为是规格千金，前3项都给省了，其实是不对的。张院首见多了宫里的娘娘们，看他一眼不算失礼。而且他还有些好奇，能让燕王这么看重的女子，到底是怎样的风华绝代？只是一看老人，有些失望。虽然很美，气质温柔，眼波水润潋滟，五官精致，但是没有太惊艳，也少了些端庄大气，不像是能做主母的料子呢。萧天爱很奇怪，他这眼神可不像是瞧病的样子，倒像是衡量某种货物呢。张院首收敛起别的心思，专心看病，瞧了舌苔，问了丫鬟日常饮食。
虚不受补，没大碍的，将养一段日子，慢慢会好的。老夫调整一下方子，7天之后再来复诊。真的吗？太好了，不愧是院手，医术就是高，您可救了我家爱爱的命啊！分内之事，太太无需客气。没事就好。咱可要谢谢燕王殿下，是他请来的张院手啊。那10万两银子送的值吧？只要钱花到位，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呢。王爷收了咱的钱，自然惦记着咱闺女。10万两，沈氏，你……母亲放心，媳妇儿的嫁妆银子不用宫中出1分，人家王爷救了爱爱，拿少了人家可看不上。那句败家娘们儿给堵了回去，硬生生噎了回去，气得转身走了。萧天爱也是目瞪口呆，知道娘亲送了燕王银子，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多。记得以前网上有闲人计算过，古代1两银子等于现代多少钱？他好像记得10万两要是换算现代的钱，得有500万呢。燕王攀了我500万，亏他之前还觉得燕王高风亮节，施恩不图报，大英雄大侠客呢。哼，合着他是奔着自家的钱来的。等着，总有一天全给他要回来。沈氏看着老夫人肉疼的样子，一阵解气。老娘就是有钱，就爱给女人花，气死你！阿言做得对，为夫都听你的，有你这样的贤内助是为夫的福气。小姐，你怎么样了？院手大人，小姐脸色好难看。哪里不舒服？心疼，肉疼，浑身都疼。500万没了，他恨不得原地去世。张院手像是察觉到他的心思，眼底闪过笑意。嘿，他还挺皮的。有了燕王的例子，沈氏让人给他送了大笔的诊金，张院手毫不客气地收下，告辞离开。见过殿下，萧家2小姐无大碍，臣开了方子，调养一段时间就会好了。殿下大可放心，倒是萧家2房都是妙人。大家以为王爷是收了他家银子才会救人呢，殿下，您是因为这个吗？张院手满脸的好奇，谁说男人就不八卦了呢？他更好奇的是，这个萧2小姐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让他请了自己来。10万两银子虽多，在他眼里却不过是9牛1毛。确实是为了银子，毕竟人家花了钱，总要办点事儿。昨天都在传2小姐病重呢，看来传言是不可信，没事就好。挺乖巧一小姑娘，死了多可惜呀。性命无碍，但是身体是真的弱。这些闺阁小姐为了保持身材，没病也给饿出病来了。不过老夫瞧着那小姑娘对你收了她的钱，很肉疼呢。说来你年纪也不小了，这些年东征西战的，没个安定，现在四方稳定，你也为朝廷付出良多，该考虑个人问题了。这满洛城的千金闺秀还不由着你挑啊。算了，我这样就不拖累人家姑娘了。不说这些，手谈一句，你的眼睛看不到怎么下棋呢？他们可以说是忘年交了。燕王从小聪慧，文武双全，琴棋书画也都有所涉猎，水平极高。跟张院手结缘也是因为棋艺，两人是棋友。燕王没出征之前，经常在一起下棋。算了吧，你忙你的去吧，我一个废人，不耽误你了。梁总管，替我送客。陈院手想说什么，最后叹了口气，默默离开。他是战神，有自己的骄傲，同情的话只是对他的亵渎。你俩打算磨蹭到什么时候啊？本王眼瞎了，耳朵没聋呢。见过王爷，萧2小姐的情况都打听清楚了，向您汇报。说吧，萧家2小姐萧天爱
可以说是泡在蜜罐子里长大的，也没什么出色的才艺，除了是全国首富沈家的外孙女，没啥特殊的。这次太子选妃，估计就是看中沈家的财富了。年纪大点的叫宋延峰，小点的叫许志安，都是他收养的孤儿，留在身边多年，最是忠心。太子随后提了一句，不过商贾总归是贱籍，太子詹事朱泰给驳回了，不了了之。少詹事刘广孝倒是提议可以纳个侧妃，不过萧家二房很宠这个女儿，断不会让女儿去做妾的，估摸着戏不大。就因为这一句，大房嫡女就要害二小姐，不是说病重吗？怪倒霉的，祸从天降呢。太子妃的人选可有定下？不曾，皇后打算办一个赏花宴，邀请各府嫡女亲自选拔。消息传出来，各府都忙着准备衣裳首饰，落成的成衣铺子接单子接到手软呢。还有首饰铺子，好的头面都涨了3成，都卯着劲儿争夺太子妃的位置呢。哼，未来的皇后呢，谁不想争？继续打探，下去吧。长公主那儿，咱要不要去拜会啊？回府有2天了，不去不好吧？不必了，她不想管我这个弟弟。我又是废人一个，没必要上门讨嫌。长公主府不来人，咱们也无需理会。您是他的胞弟，皇上又不是亲的，他也太狠心了，一点都不关心您。我不能给他荣华富贵、奢靡享受的生活，关心我有什么用？我这个长姐，从小就自私爱享受，和我相差10多岁，不亲近也能理解。我又不是3岁孩子了，没人关心，还哭鼻子不成？话是这样说，但是长公主对王爷太冷漠，荣华富贵比亲情都重要的吗？事实证明，还真的是这样的。萧天爱身上的烧渐渐退了，再次吃了陈院手的药方，没有那种情况出现，沈氏终于放心了，也高兴往陈府和叶王府又送了2份重礼。老夫人知道，气得吃不下饭，还没有办法发作，那叫一个气哟！小姐，宫里送来的帖子，半个月后赏花宴，咱要不要去啊？赏花宴，这次可是皇后亲自督办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太子选妃呢。大小姐那边也得了帖子，翻箱倒柜的倒腾衣裳首饰呢。您要是不去，可以说是身体不舒服，没人会怪您的。为什么不去啊？萧天爱还没报了原主的仇呢，他萧天蓝想当这个太子妃，也要问他答不答应。利息都没送来，这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呀。明儿个咱们去给祖母请安去，顺便看看我的好姐姐。小姐，醒醒，该起来了。萧天爱觉得一只蚊子一直在耳边嗡嗡叫，吵得他睡不好。走开，打扰老娘睡觉，小心我揍你啊！东林愣了一下，小姐以前起床没这么难喊啊，更不会说这么粗鲁的话。之后就剩下无奈，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喊她。东林姑娘，二小姐怎么还没起？给老夫人请安，可不能晚了呀。她是萧天爱的教养嬷嬷，是宫里退出来的，沈氏特意请来教养她规矩礼数。许是自己是少女被人轻视，不想让女儿也被人诟病，平时宠着，学习上却从不放松，立志要把她培养成合格的大家闺秀。秦嬷嬷在她院子里一言九鼎，原主都很怕她。秦嬷嬷早，小姐身体还没有恢复好呢，贪睡些也能理解，不劳您出手，我再喊喊她。别以为做主子的就能够为所欲为，一言一行又有大家气动，作息更要规律，早起是必备的习惯，越是松懈，身子越难好。小姐，快起来了，秦嬷嬷来了呢，你可不敢贪睡，会挨板子的。快扶着小姐起来，洗漱穿衣。起这么早啊？不给饭吃啊？二小姐，别耽误时间，还要去二太太那里呢，请安晚了，老夫人会不高兴的。女孩子家的岂可只顾着口腹之欲？
萧天爱看他这副样子，想起了前世很火的那部琼瑶阿姨的戏，和里面的容嬷嬷有一拼。嬷嬷，你咋不姓容呢？祖宗姓秦，自然姓秦。小姐想给我改姓吗？那可是不行的。我不是府里的家生子，也没卖身，小姐管不到。哼，一点都不好玩。昨天休息好了吗？没有不舒服吧？还好，就是起得太早了，没睡够，肚子还饿。谁定的规矩？一大早的折腾，这不是折磨人吗？小姐慎言，这是孝道，关心长辈是小辈的本分，怎么能是折腾人呢？此话若是传出去，一个不孝懒散的名声可少不了。秦嬷嬷说的对，可不敢胡言乱语。待会儿有点心，你先垫垫。好吧，女儿晓得了，以后不说了。嬷嬷呀，你走路都没有声音的吗？要是晚上这么走，能吓死人呢。小姐的行走还没练好，等小姐练到我这个样子才算成功。既然小姐身体好了，就继续上课吧。辛苦秦嬷嬷了，东陵，这个月给嬷嬷加2成奖金。老夫人住的地方叫荣和院，取荣养天和之意。大嫂今日来得早呀，见过大伯母，见过姐姐。哎呀，快起来，无需多礼。天爱身体好些了吗？身体这么弱，可得好好养着呢。谢大伯母关心，好多了。3房4房是庶子，不得老夫人喜欢。进来之后，拘谨地坐在下手。他们的女儿是没有座位的，站在各自母亲身后。见过母亲，见过祖母。起吧，天爱好些了。老祖母惦记，好多了。老夫人说起家里的一些安排，首要的是宫里的宴席。府里只有正房2位小姐能去，没3、4房的事儿。进了宫，可不比在家里。这次更是皇后、太后都会参加，各宫娘娘也在，可不能丢了府里的脸。天蓝，你是姐姐，多照顾些天爱，万万不能出了岔子。祖母放心，我会的。二妹一向乖巧听话，祖母不用担心。那就好，你处事周全，懂事大方。祖母请了情艺大师宋先生，你好好和先生学，给皇后太后留个好印象。好，老身也取出一半嫁妆来，只留点好物件，给孙子孙女打赏用，其他的都交给你来管吧。沈氏，你呢？老夫人都拿了，她好意思不拿的吗？只要沈氏的钱冲入宫中，就等于进了自己口袋，还愁没银子给女儿买首饰衣裳。自己多少嫁妆，他们心里没点逼数的吗？整个侯府卖了，都比不上自己库房的一角。当初嫁人，父亲生怕委屈了自己，沈家一半的财产都给自己带走了，轰动了整个洛城呢。可一时间想不出合理的理由反驳，心里那个憋屈。萧天爱看这方式势在必得，老夫人更是耷拉着眼皮，很是不善地盯着沈氏。他要是敢说不字，一肚子大义规矩等着压他。大伯娘这个主意真的不怎么好，满洛城这么多人家，没谁这么做的吧？原主这嗓子喊破了，都像是在呢喃细语，此时说出来更是不带半点烟火气。各府有各府的规矩，别人怎么做，咱们没必要照着来。天爱，你还小，不懂这些，让你母亲决定吧。他蹦出来凑什么热闹？我是不懂，可也知道，不是自己的东西别伸手，做人不能太贪，小心遭报应。弟妹，你是怎么教孩子的？顶撞长辈，他的礼数教养呢？大嫂这话怎么说的？爱爱又没说你，你生个什么气？难道爱爱说的不对吗？不说这个，长辈说话，小辈就不应该插嘴。弟妹，还是赶紧表个态吧。
祖母，孙女是为了侯府的名声好，不得不冒犯了大伯娘。虽说孙女是晚辈，可也是家里的一员，也是为侯府好的。大伯母的提议看似公平，其实不过是在耍小聪明。满洛城的勋贵都不傻，她多少嫁妆，我母亲多少嫁妆，能一样的吗？尤其是在选太子妃这个节骨眼上，传出去外人会怎么看？好说不好听啊，还请祖母三思。确实是这个道理，真的是逼着媳妇儿把嫁妆充公，外人会怎么看她这个婆婆？天爱，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大伯娘？我管这个家容易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每天战战兢兢、精打细算的，都是为了什么？到头来还被晚辈说我贪小便宜，我可太难做了。哎，够了，快给母亲道歉。一家主母可没那么好做，她一片苦心，你怎么可以这么误会她？哎呀，这么辛苦的呀，大伯娘，对不起，天爱不知道，误会你了，你别哭啊。哼，算你识趣。既然这样，娘亲，你辛苦一些，帮大伯娘分忧好了，省得人家说咱们光吃不干活。你也试试，这一家主母有多不好当。这怎么可以？我是侯府夫人，哪有二房掌家的道理？是大伯娘说辛苦的，娘亲是为你分忧呢。大伯娘怎么不领情，还误会娘亲呢？大伯娘，你不能出尔反尔呀。母亲，媳妇儿在家里就帮着父亲打理生意，别的不说，打理铺子、管理庶务不输男儿。府里要是日子不宽裕，你让我打理，不出1年，保管收益翻倍。做不到，媳妇儿给您补上。老夫人是知道她的本事的，还很不喜。世人都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安心相夫教子才是正道。可是银子不香吗？勋贵家里也没余粮啊，翻倍的收益谁不心动？方氏傻眼了，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沈氏要是和自己一起管家，他还怎么往自家划拉银子？萧天来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咱们可是侯府清贵人家，真可以商贾贱籍一般，沾满了铜臭味，没得被人瞧不起。大姐啊，出嫁从夫，你倒是说说，谁是贱籍了？你清高不爱富贵，干嘛带着金钗？多俗啊！哎呀，鞋子上这是东珠吧？手上这个是红宝石镯子。你这一身上下没个千把两银子拿不下来。对了，大姐你阅历多少？哪来这么多贵重首饰啊？我的嫁妆补贴的，姑娘家的总得有几样体面首饰。天爱你的更贵重呢，有什么资格说你姐姐？哼，是的呢，可我没嫌弃这些东西沾了铜臭味啊，这样的臭气多来一些。我没姐姐那么清高，不嫌臭，表里不一，惺惺作态。哎呀，东陵，扶小姐一把，我恶心。这是病又犯了吗？你这孩子身体还没好利索，可不敢生气啊。母亲，媳妇儿先退下了，天爱她。走吧，都走吧，一大早的都不让人清静。天爱身子不好，别来请安了。这怎么可以？孙女每天都在惦记着您，祖母的衣食住行有一点不妥当，孙女这心刀割似的疼呢。谁都别拦着，哪怕刀山火海，只要有一口气在，我都得来给祖母请安。看到祖母好，我的心才是自己的。孙女的一片孝心，日月可见。好了，你祖母知道你孝顺，身子养好了，才能更好的孝顺祖母。走了，走了。沈氏听得嘴角一抽一抽的，她哪儿学的这么多肉麻的话，有些听不下去了。老夫人更是脸色古怪，你可拉倒吧你，说的比唱的好听，脸不红吗？萧天爱觉得
自己还没能深刻地表达出自己的孝心，别拦着我，我能说一个时辰不带重样的。有些遗憾的被沈氏扶着出去了，老夫人气得饭都不想吃了。方氏母女灰溜溜的赶紧溜，三房四房看了一场大戏，心情舒畅，彼此对视一眼。大房可不是二房的对手呢。快开饭，饿死宝宝了！祖母真小气，饭都不管。都是被你气得吃不下饭了，哪还想留饭？唉，是母亲不好，连累你也被人说了。母亲，你怎么会这么想？我也没觉得商贾不好呀，人家清白赚来的钱，又没吃他们家大米，都是嫉妒，我不会在意的。真的吗？沈氏红了眼眶，以前女儿最不喜欢沈家，觉得沈家是商户，害她在小姐妹面前抬不起头来，对沈家避之不及。此时听她这么说，心里很是宽慰。萧天爱也从原主的记忆之中调出这段，有些尴尬。原主也是个表表，吃的用着都是最上等的，还嫌弃人家沈家，和萧天蓝没两样。不只是他，时下贵族都这毛病，既想学商贾赚钱，又贬低商户，恨不得撇得清清楚楚，生怕沾上铜臭气，有损君子风度。真的比金子都真。唉，也不怪你，士农工商，朝廷定下的，谁也没办法。不过咱们也不能被人欺负了。大嫂今儿个太过分了，府里的产业要是没有沈家照应，能赚那么多钱？自从我进门，府里的日子改善多少，他们心里没点数的吗？以前谁舍得吃燕窝鲍鱼的，现在老夫人每天一碗血燕，从哪儿来的？大小姐身上多少首饰，她从宫中得了多少好处，但我不知道的吗？既然他们不领情，娘亲就教他们认清现实呗。爱爱的意思是，从沈家得来的便利都给他去掉，只有失去才会知道珍惜。以后他想长这个家，可得看您的脸色才行。先聊者见，他今儿个敢做初一，咱们就能做15。商户对勋贵有种天然的敬畏，哪怕沈氏有无数嫁妆，心底其实不够自信。方氏可是正经的官宦千金，对他向来不大瞧得上。沈氏以前忍着，现在听女儿一说，他不想再忍了。讨好你得不到尊重，老娘还不稀罕了呢。最重要的是女儿挺他，他不能让女儿失望。那个宋琴师很有名的吗？琴技大家，很多人家都做上课。爱想学，母亲把他也请来。什么大家不大家的，都是待价而沽，还不是认钱的。这次请他来，只束修就上千两呢。不要了，花了那么多银子，没必要大姐一个人学，我和姐妹们凑个热闹就好。行，我去和老夫人说，她平时总说自己一碗水端平，庶子嫡子都一样对待，其实还是偏向大房。那2房庶出可没好脸色，能让他们留在家里，还是想博个好名声。太太、小姐，早膳备好了，吃饭。天大地大，吃饭最大。秦嬷嬷站在一旁纠正她的用餐礼仪，为了多吃点儿，她愣是做得一丝不错，没给秦嬷嬷发作的机会。他们母女俩其乐融融。大房可就阴云密布了，母女俩发了好一通脾气，早饭也没胃口，心的还在后边呢。老夫人传下话来，让所有的小姐都去上宋琴师的课。哼，他们也配上宋先生的课？祖母明明说了，只跟我一个人上的。是二小姐想听，其他小姐不去也不好，所以老夫人干脆让小姐们都听听。小天爱，又是他故意跟我过不去是吧？等我做了太子妃，把你许配一个恶毒的人家，让你一辈子没好日子过。今天是夏令伺候，他更活泼一些，对府里的八卦消息很是灵通，一路上嘴巴不停。萧天爱因此知道了许多府里主子的绯闻，比如侯爷在外养了外室，侯夫人气得要死，却因为大小姐的婚事不敢闹。
三房老爷又得了一件新鲜物件，花了不少银子。三太太正和他怄气呢。萧天爱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回应一句。夏琳说的更起劲儿了，15、16的女孩活泼爱玩，萧天爱很喜欢她的性格。小丫鬟抱着她的琴，这是沈氏花大价钱买回来的凤尾琴。萧天兰每一次看到，眼珠子都绿了。自己才是侯府嫡小姐，却用不上这么好的琴。她一个二小姐，处处拔尖儿，一次一次的累积，最终下决心害了原主，已经印在脑海里了。此时一看就懂，要是换做她前世，肯定觉得这是鬼画符。已经印在脑海里了，此时一看就懂，要是换做她前世，肯定觉得这是鬼画符。伸手拨弄一下琴弦，声音悠扬，心里乐开了花儿。以后姐也有拿得出手的才艺了，装13的利器呀。不好意思，在下来晚了，让大小姐久等。姐姐来了，正好，宋先生刚到，误会我是姐姐，省得我解释了呢。我以为只叫大小姐一个人呢，才会有此误会。大小姐好，这位是？她是我妹妹，二小姐萧天爱，仰慕先生琴技，过来旁听的。咱们开始吧。祖母说了，府里的小姐们一起学，还是等等姐妹们吧。先生不介意吧？不介意的，人多还可以相互竞争，也是好事儿。这是传说中的凤尾琴吗？天哪，想不到宋某还能见到凤尾琴，若是能弹奏一曲，此生无憾了。对琴师来讲，能见到传说中的琴，人生一大喜事儿。萧天爱客气笑笑，没接他的话茬。只是初次见面，你有憾无憾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想走白莲的路子，可不是圣母，没那么多同情心。二妹，先生这么喜欢，不如借给先生了却一番心事。府里的庶妹们陆续进来，看着两人的修罗场，自觉躲在后面，不敢掺和。若是原主，萧天兰说的话都会听，哪怕心里不乐意，也不会反抗。一来性子软，不会拒绝人；二来她是府里最尊贵的嫡出大小姐，觉得低她一等，不敢反抗她，怕被祖母教训。可惜萧天爱才不惯她毛病。拿我的东西做好人，你脸咋那么大呢？大姐说出来了，妹妹我也不好拒绝。萧天兰脸色一喜，就知道她不敢不听话，正要吩咐丫鬟拿走。不过嘛，这琴可是外祖送我的礼物，我都舍不得弹呢。看在姐姐的面子上，100两银子，租给姐姐一个时辰吧。你跟我要银子？不应该的嘛，这架凤尾琴可是价值万金，100两可是友情价呢。换做别人看一下我都不舍得。宋先生是你的先生，我们都是旁听，姐姐想要孝敬先生，这点钱都不舍得吗？你商贾果然一身铜臭气，都带到府里来了，没得被你玷污了。什么破琴，当我稀罕呀？总有一天我会比你有更多的好东西。得意什么呀？肤浅虚荣，侯府的脸都被你丢尽了。那就等姐姐有了再来我面前显摆吧。我是肤浅虚荣，总比有些人用着商贾的东西翻脸就骂人的要好吧。我若是记得不错，姐姐这只玉簪是父亲送你的吧？你要是真有骨气，以后我们二房的东西你一样别沾，以前收了的也都还回来。我还敬你一句表里如一。拿人的手软，萧天兰被他说的脸颊火辣辣的烧得慌，半天憋不出一句话来。宋林没想到无意的一句话惹得他们闹起了矛盾。是在下失言了，两位小姐切勿争吵，咱们开始上课啊。丫鬟们上前把他们分开，各自安顿好。其他小姐坐在后面，神色复杂。二姐现在还是柔弱包子样，却比以前会说，多了些说不清的东西。宋林的琴技自然是极为高超的，讲解的也很清楚，亲自示范指法，萧天爱获益匪浅。有了原主的基础，学得很快。好了，
小姐们都试着练习这段，哪里不会我再纠正一下。理论之后就是实习了，小姐们都试着弹了一下。萧天爱也扶起了凤尾琴，优美的乐曲伴随她的弹奏，盖住了其他声音，引来众人侧目。好，非常好，二小姐很有天分，学得很快，大家都向二小姐多学习。哼，不就照着请好，怪我而已。先生别忘了，是谁请你来的，你该对谁负责。那好，大小姐来弹一下这段儿。萧天蓝成功吸引了注意力，也拉下了一波仇恨。抬手抚琴，宋林就站在他身边亲自指点。弹完之后，指出好几个错音。大小姐，好的琴能让曲子更优美，但是本身的修养技能更重要。高超的琴师是不会被外物所束缚，哪怕是最普通的琴，也能弹出最美的曲子来，才能称之为大家。大小姐的路还长着呢，任重道远。之后的课比这段更难，萧天蓝又被点名几次，一张脸黑了红，红了又绿，都能开染房了。倒是萧天爱，只要他教的都弹得非常好。宋林虽然不好夸奖他，眼神里满是赞扬，更让萧天蓝气愤了。课下休息，萧天蓝真想拂袖离开，又不想看着萧天爱得意，直接找到他。萧天爱，你非要跟我过不去吗？姐姐这话怎么说的？我可不曾对姐姐有任何不敬。难不成你自己笨，我得装得比你更笨，才能让你满意吗？你觉得你有那个资格让我跟你伏低做小的讨好你吗？先生严厉一些，是为了更好的教导姐姐。严师出高徒嘛，这不是姐姐想要的吗？发现她越发的牙尖嘴利了。二妹，你说实话，是不是还在肖想太子妃的位置？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姐姐哪来的自信，觉得太子妃的位置非你莫属了？就算我不想，多少大家千金会争，你觉得就凭你能争得过吗？还有，姐姐好像忘了，我上次被掳走的事儿，可还没查清楚呢。那些山贼可是跟我说过，谁是幕后主使？姐姐想知道吗？你胡说！我不想知道，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要上课呢，不许你说胡话。萧天爱的笑声像是索命冤鬼似的，让他背脊冒凉气。这点心理素质还想跟我斗？哼，留着你慢慢玩吧，钝刀子割肉才更疼。下了课之后，萧天蓝还想着萧天爱可能知道自己做的那些事，神思不熟。先生一走，他匆忙离开，回到自己的一柳院，全家居然都在，就等他回来。萧斌出了趟门，一回来先看闺女。哎呀，雪晴辛苦了，看看爹爹给你买了什么好东西啊！你不是要去宫里赴宴，正好带着，肯定比谁都好看。满屋子的漂亮绫罗绸缎，最新样式的首饰钗环、胭脂水粉、香露帕子等等，都是女孩子最喜欢的东西。谢谢爹爹啦，只是爹爹是不是还给大姐准备了一份？天蓝和你亲姐姐没两样，咱们也不缺这些。哎，不是小家子气的姑娘，吃姐姐醋了吗？没事的呀，姐姐是嫡女，代表侯府的脸面，打扮的光鲜亮丽，咱们脸上也有光呀。萧斌满意的点点头，沈氏讽刺一笑，不想看自家丈夫犯蠢的样子，她忍不住想抽他。我一直是这样想的，可是今天上琴艺课，姐姐说我一身铜臭气，只会显摆、肤浅、虚荣，侯府也跟着丢脸，就因为我没有让先生碰我的凤尾琴，她还说先生是专门为她请的，不能教导我们几个妹妹，先生夸我学得好，她都不高兴呢。天蓝一直很懂事儿，哎，不会误会了吧？是吗？或许是我想多了。大伯娘还想让母亲把嫁妆充公呢，当然她也会把自己的嫁妆拿出来，可她那点嫁妆能和母亲比吗？我知道这些外物爹爹不在乎，都是一家人嘛，可我不想别人
把咱们当傻子，用着咱们的，还嫌弃咱们的东西满是铜臭，我听着难受。哎呀，爱不哭，爹爹知道你委屈了，回去和你大伯说说，让他管教你姐姐。不用，我不能让爹爹和大伯闹矛盾，就是女儿都不孝了。姐姐骂我，我不会还嘴，一定会忍着呢。爱长大了，不用忍着。爹爹虽然没本事，可也不会让你受委屈呢。只要你做得对，就算你大伯不高兴，爹爹也不会忍他。我知道爹爹待我最好，不如这样，爹爹这次别给姐姐送东西，你看大伯怎么说？东西是咱们的，送是情分，不送是本分。生米恩，斗米仇的古话是有道理的。你爹啊，就会做好人，爱大方，可惜人家不领情，说不定还笑你傻呢。咱们不缺那点钱财，可我不想送了人，还落不下一句好，反而被人处处算计，亲兄弟还明算账呢。老爷该长点心了。哎，太严重了，大哥不是那样的人。那你就按照女儿说的去试试，试试不就知道了吗？爹爹，你的钱好像都是母亲的产业，严格来说，你可是个吃软饭的呢。哈哈哈，爹真的是吃软饭的呢。萧斌冷眼斜睨他，杀气腾腾。萧天洛求生欲上来，闭嘴望天，心里泪流满面。他在家里就是最垫底的那个，好惨呐！件事也该让爹爹知道。那次我被掳走，听到那些山贼说雇佣他们的是大户府邸的人，说是家庭内部矛盾，我挨着人家的路了，要把我除掉。爹爹，你说我能挨着谁的路呀？萧斌沉思起来，他不想说出那个猜测，可又不能忽视。萧天爱点到为止，说得太直白，他一时难以接受，让他防着大方一些，免得被他们算计了。吃饭吧，饿死了呢。练了一下午，先生夸我有天分，弹得好，假以时日，肯定会成为琴棋大家。是吗？我女儿这么厉害呢。娘亲不信，可以问问妹妹们。姐姐因为先生夸我，还翻脸了呢。她也太霸道了。没事，乖女儿，娘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先生，专门教你一个人。没关系的，我就喜欢看姐姐比不过我，就拿我没有办法的样子，有对比才有伤害嘛。一家人顿时呆住了，他好坏哟，不过想想那幅画面，好像很解气哟。姐，你变坏了呀？你姐那叫聪明，你也该跟你姐学着点，别整天瞎混，做点正经事儿吧。萧天洛委屈地揉揉脑袋，我莫不是捡来的，动不动就扇脑袋，我这么笨都是你们给打的吧？弟弟别在意，姐姐罩着你呢，缺什么跟姐姐说。萧天洛心大得很，那点小郁闷早散了，不过能得到些好处还是高兴的。真的吗？给点零花钱呗，我出门应酬没银子很不方便呢。100两够吗？一顿酒席钱，听曲儿都没赏钱，再加点呗，我的亲姐姐。200两，省着点花。不赚钱，你是不知道赚钱的辛苦。不过我有个要求，你再去玩，带上我也想出去逛逛。成交，包在我身上。姐弟俩嘀嘀咕咕，沈氏和萧斌乐得看他们姐弟感情好。只是想起大房，萧斌脸上多了一些忧虑。此时萧天兰得知二叔回来了，让丫鬟在门口去等着，想看看二叔给他带什么好东西了。只是左等右等，天色很晚了，还没有等到人来。想起萧天爱处处针对自己，一个可怕的想法浮现在脑子里。莫非他告状，二叔不送自己东西了？这可不行，他还想挑了最漂亮的衣裳首饰出席宴会呢。萧天爱，都是他，要是没有他，自己就是唯一的嫡女，二叔的东西也都是他的，他怎么不死啊？也晚上没睡好，等天亮了还没消息，心就更慌了。草草梳洗去找母亲，让他去问问二叔，他说不给就不给了，凭什么呀？这事回来的晚，没来得及送呢。二房要不是打着侯府的旗号，生意能做那么好吗？他要是区别对待，母亲也有办法来让他服软。不得不说，侯夫人这迷之自信，也是萧天兰傲慢自大的根源。
两人去了老夫人院子里请安，二房一家子都在。肖斌带给老夫人不少礼物，哄得她眉开眼笑，屋子里面笑声不断。二叔辛苦，这次出门又得了什么罕见物件了呀？不知道有没有新式的首饰段子呢？萧天蓝看着摆在屋子里的礼品，当然都是适合老人用的，忍不住问了出来。萧斌脸色僵硬了一下，想起昨天女儿的话，任谁被人这样理所当然的要礼物，心里都不大痛快。没什么新样子，上次回来我记得送给你不少了，好像刚半个月吧，哪有那么快上新品啊？倒是有几样头花，样子不错，待会儿送到你院子里去。老夫人察觉到萧斌的不对劲儿，不过这种事她也没有办法直接开口。严格说来，还是萧天蓝无理了，哪有一见面要礼物的？这要是年纪小，还能说活泼嘴甜，小孩子天真，可是都要出阁的人了，可就说不过去了。今天难得这么齐全，留下来陪老身用早膳吧。老夫人开口打断了尴尬的气氛，不悦地瞪了萧天，她低垂着眉眼，露出了几分委屈来。原来院里，萧天蓝看着几朵单薄的头花，一些吃食特产，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等送礼物的小厮一走，直接挥落在地上。大发叫花子呢？大户府邸人多口杂，有点风吹草动，不到半天就传遍整个府里。做贼似的，小心被秦嬷嬷看到，又要挨骂了。奴婢躲着嬷嬷走的。小姐啊，您是不知道，大小姐说了咱们老爷送给她的东西呢，说是打发叫花子呢，好过分嘞！哼，现在叫花子的眼界都这么高了吗？别理他，不作死就不会死，让他作去吧，正好让爹爹看清楚他的真面目。萧天蓝自认为自己做的小动作没人会知道，岂不知萧斌的小厮在门外都听到了，回来就禀告了萧斌，把他气得哟，去沈氏身边一通诉苦。亏你活了一大把年纪了，连女儿都比不上，他都看出来大房那一窝子没好人，你偏掏心掏肺的。我要是说的多了，还有人觉得我小气，挑唆你们兄弟不和呢。现在知道谁对你是真的好了吧？阿言，我都这么难过了，你不安慰我，还往我伤口上撒盐，我错了，以后都听你的啊。我可不敢，省得你娘又说我妇德有亏，不敬夫君了，又该教训我了呢。沈氏翻了个白眼，对老夫人怨念满满。从他进门那一天开始，他就看自己不顺眼了。萧斌这个人胸无大志，人也不够聪明，但是有一点儿是无数男人都比不上的，那就是待他是真的好，从不拈花惹草，这么多年连个通房丫鬟都没有。说来也是缘分，当年偶然相遇，他主动求娶，就是因为许诺他忠心不二，一心一意待自己，沈氏才会嫁给他的。这么多年过去，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现在沈氏对他贴补府里的事儿，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躲不过一些银子，再赚就是了，没必要闹得不开心。可惜大房侯夫人格局小，教养出来的女儿也是心胸狭隘，养得他们刻薄寡恩，自私自利。好在女儿点醒了他，不再傻乎乎的让人糊弄。想起女儿说的幕后主使很有可能是大房的人，沈氏眼底闪过阴鸷。真要是他的话，他沈阳的手段他们也该尝尝了。多年相夫教子，真当老娘提不动刀了。萧天蓝这么闹腾，二房都不放在心上，他总不能厚着脸皮上门来要吧。侯夫人知道没有教训女儿不懂事，反而跟侯爷诉苦，二房这是要上天呢，不把他们大房放在眼里。这一任云海侯名萧渊，字敬方，比起萧斌多了一些威严肃穆，毕竟是当侯爷的人，官威还是有的。听见他啰嗦这个，顿时不耐烦了。你这是什么道理？合着二弟欠咱们的，非得给你送多少东西才行啊？你当自己是谁呢？谁都得捧着你的臭脚啊！这么多年，你收了二弟多少东西，又给人家送过几次？侯爷的话句句怼得侯夫人脸色涨红。咱们才是大房嫡出，
他做生意打着侯府的旗号，要他些东西不应该的吗？你居然这么想的？方氏，你脑子糊涂了。侯府的买卖还是人家沈家多照应呢，否则哪儿来的新鲜货物卖啊？老夫才发现你是这样自私的人呢。侯爷，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我做这些不都是为了这个家的吗？要不是你为了这个家，老夫岂能容你？打今儿起，不准占二房便宜，好歹是官宦千金，你家就叫你不知足的吗？侯爷，你说我就说我娘家可就过分了。我嫁你这么多年，生儿育女，孝敬公婆，操持家务，没功劳也有苦劳，怎么就不得你一个笑脸呢？不知所谓，谁家主母不做这些啊？回到府里还要听你唠叨扫兴，哼，你自己歇着吧。当晚，云海侯歇在妾室屋子里，方氏那个恨呐，都怪在二房身上，对二房更恨了。他恨不恨的，萧天爱才不在乎呢。收到一张帖子，是她最好的闺蜜户部尚书的小姐夏疏影约她出门逛街呢。正想出门逛逛，在府里闷得都要发霉了。秦嬷嬷安排好人手，带着丫鬟侍卫，浩浩荡荡的出门玩了。哎，这边！疏影，好些天没见，你还好吧？我倒是还好，都是你出了事不跟我说，我担心好些天呢。不约你，你都不来找我，都传你身体不好，我瞧这气色还不错，身体怎么样了？好多了，传言都爱夸大，其实没那么严重。那就好，以后可不能一个人出门了，多危险！记得喊我一声，我比你聪明，比你能打。你这么傻，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萧天爱有点慌，姐妹儿，你这样不给留面子的吗？原主话不多，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夏疏影说的多，她乖巧听着，极大满足了夏疏影的倾诉欲。那个，你想做什么衣裳？我帮你看看。天爱打断他的话，人家掌柜的都看了他们好几眼，这是绸缎铺子，不是茶馆。好吧，去拿你们最新的布料来，我要进宫穿。哎，你的衣裳准备好了吗？萧天爱想起那一屋子没穿过的衣裳，觉得自己一天一身都穿不过来，到时候随便挑一件就行了呗。看你都没想好，这次进宫，整个洛城的千金都会去，咱可得大放异彩，不能被人给比下去了。听说几位王爷和贵公子都会出席呢，说不定能遇到心仪之人呢。其实也是一场变相的相亲宴，萧天爱不大感兴趣，他还没有享受够滋润的闺阁生活，嫁人什么的不着急。颜色太素了不行，太艳丽也不行，这匹淡黄色就不错。就它了，我那儿有几样点翠珐琅首饰，搭配着很好看。真的吗？我拿红玛瑙和你换，父亲刚送我一串红玛瑙项链呢，你戴着肯定好看。户部尚书家的小姐不缺钱，夏疏影也大方，原主也是金银堆里泡出来的，可以说是俩女土豪，能玩在一起也是各方面原因。女人没有觉得衣服多的，萧天爱也选了粉白色缎子、鹅黄淡粉，想想就觉得娇俏可人，肯定养眼。她的白绫风啊，这种粉嫩颜色最相配了。正聊着热闹，萧天蓝跟着一位穿着红衣的小姐走进来，看她的样子，对这个女子都有巴结讨好呢。二妹也在呀，你出门怎么也不喊姐姐一声？和他一起进来的是当朝皇帝景佑帝的族叔，淮南王的嫡出孙女，挺仪郡主，深得皇上喜欢，在洛城贵女之中是顶尖的人物。萧家这样的侯爵和人家还差着两级呢。见过姐姐，我想喊你来着，不过听说你心情不大好，丫鬟都罚了好几个，
就没去打扰你。见过品仪郡主，郡主这身红衣真是尊贵又漂亮，和郡主的气质很配呢。品仪郡主对原主印象不大好，娇滴滴软兮兮的，一点没有大货千金的自信大方。此时听她夸赞自己，说到了她的养处。二小姐身体还好？谢郡主关心，挺好的。郡主请坐。不卑不亢，温婉从容，品仪对她印象更好了。她可真会拍马屁，品仪郡主对她都没有笑得这么温和过呢。她好不容易搭上郡主的路子，可不能被她得了好处。郡主啊，我听说铺子里新来了一些新的绸缎样子，咱们先选料子吧，省花艳正好穿。品仪郡主喜欢艳丽的颜色，大红洒金的，天蓝绛紫，最后选定了天蓝色，毕竟是宫宴，穿着大红不合适。郡主，相比天蓝，我觉得湖蓝更好，活泼一些，配上金丝珐琅的首饰，肯定很漂亮。你眼光真不错，就这匹湖蓝的吧。你觉得绣什么花样子好呢？不用太繁复，裙边绣上青竹，做成长款裙子，更显身高。也只有郡主这样的气质才能撑起来。好，就按照你说的去做。我很期待做出来的效果。想不到萧二小姐对服饰搭配这么精通，以后来府里玩啊。承蒙郡主看得起，有空会上门打扰的。萧天蓝完全成了陪衬，气得脸都扭曲了。品仪郡主也真是的，她能有什么眼光？别被她给忽悠了。品仪郡主人还不错，虽然傲慢，但是没有颐指气使，萧天爱觉得值得一交。而且萧天蓝这么巴结她，肯定身份高贵，有求于她。自己和郡主搞好关系，还能给她穿小鞋，哼，气死她！此时的萧天蓝的脸色已经恨不得吃了自己呢。高兴，第4块点心往嘴里塞了。东林咳嗽一声，二小姐最近很贪嘴，饭量多了许多，要是不知节制，吃成胖子怎么办？萧天爱想起今天吃的早饭，已经让东林和秦嬷嬷绿了脸。出门的时候，马车里都没有准备点心呢，再吃又得唠叨了。于是依依不舍地放了回去。萧二小姐怎么不吃了？我家丫鬟怕我吃成胖子了，吃3块了都，不能再吃了，否则午饭又得给我减了呢。委屈巴巴的样子，配上那软糯甜美的小脸，软萌可爱的不行。品仪郡主都想捏捏她软嘟嘟的脸颊了。不能放肆吃好吃的，确实挺痛苦的。想保持身材，一味的饿着是不可取的。改天啊，我带你去骑马，蹴鞠打马球，保管你吃多少都不胖。真的吗？谢谢郡主了。我虽然不会，但是我可以给你加油呐喊呀。难怪郡主身材这么好，会骑马的人就是不一样。拍马屁可是一种艺术，要让被拍马屁的人舒坦。还没觉得你是在拍马屁，太露骨了，显得自己谄媚低贱，被拍的人也觉得庸俗肤浅。萧天爱活了30多年，深得其中精髓，几句话让品仪郡主心情大好，看他更顺眼了，想要好好疼他宠他。恰好他也没个妹子，多个这样乖巧可爱的妹子玩着也不错。萧天蓝根本插不上嘴，气得脸都扭曲了。他请来的郡主自己没得了好处，反而成全了萧天爱了呢。夏疏影性子活泼，也经常蹴鞠郊游，和品仪郡主有过几面之交，也能搭得上话，反倒显得他被冷落了呢。选好了衣裳，下一站就去银楼了。掌柜的捧着账单，夏疏影按照自己的印记，之后可以去府里结账。轮到萧天蓝了，他指着萧天爱道：“找他钱，郡主的也一并签上吧。”品仪郡主眼睛闪了闪，认真喝茶，不掺和他们姐妹的争斗。她可真是会坑他人之慨呀。
还把郡主的给算上了。自己要是不签，就是看不起郡主，这点钱都舍不得花。你不是想巴结郡主吗？怎么能拒绝给郡主签单呢？这个人情还是落在他身上，毕竟是他请来的郡主，而且以前他们一起出门都是萧天爱签单，这一次也没什么不对。就连之后的首饰钱、茶水钱、午饭钱都得落在他身上。舒莹有些不满萧天蓝的做法，但是人家家里的事儿他也不好插手，只能让萧天爱自己来处理。大姐，你的阅历比我还高3成呢，我也想签了单子，可是力不从心呢。郡主，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实在是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之前出门大姐的账单都是我付的，我连弟弟的阅历都填进去了呢。家里有规矩，私人买的东西是不能走公账的，大伯娘掌管侯府，管得很严呢。我总不能连母亲的阅历都给花用了吧。不过父亲这次回来送我一套金丝烧珐琅的头面，和郡主的衣裳很配，我送给郡主，咱们一见如故，算是我的一点小心意啦。死丫头，居然敢自报家丑，你不要脸，我的脸还要呢。二妹，别说的这么可怜，谁不知道你外祖家是大燕第一首富，你会缺银子用吗？要不是郡主在，萧天蓝都忍不住心里的怒气了。谁家的规矩，自家女儿要外祖家养着，我姓萧可不姓沈，我读书少，不大懂这是什么道理，回府问问祖母去。你萧天爱，你是故意的吧？别在外面丢人现眼的，连累了侯府。大姐，我知道错了，我签就是了，你别生气。东陵，你回府去取我的首饰盒子来，当了银子给人家结了账，要是被祖母知道我奢靡无度，会不喜欢我的。够了，别演了。郡主，你别相信他胡说，二婶嫁妆丰厚，二房的日子不知道多奢靡呢，他会没钱，说出去也得有人信。萧天爱这是多看不起原主呢，原主这么窝囊的吗？任他欺负多年。不过换做自己，坑不死你，老娘跟你姓。啊，不对，本就是一个姓。哎呀，算了，演戏呢，虽然对手不高明，也要敬业不是？这样啊，我很少管院子里的事，不知道的。那好吧，东陵去和母亲要钱，就说大姐让我给她付账呢。顺便问问大伯娘，二房的钱用不用交给大房？前几天他还想让母亲把嫁妆冲入宫中呢，我年纪小，不知道这是哪门子道理。郡主、疏影，你们说说，谁家有这样的规矩吗？媳妇儿的嫁妆都是私人所用，再没下线的家族也没让媳妇儿嫁妆充公的道理。侯府夫人都是个精打细算的。他可真敢，家里那点事儿都给说出来了，真的是要撕破脸皮的吗？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母亲的名声也臭了。好歹毒的心肠，以前的窝囊样子都是装的吗？天蓝小姐，你这个样子可不对了。我要是有这么可爱的妹妹，肯定每天疼着宠着，你怎么可以凶她呀？你约本宫出来，本宫也不差一件衣裳钱，你让妹妹帮你付账，本宫可没脸收。不是的，郡主，我是真心想孝敬你。二妹她故意让我丢丑，姐妹之间拌嘴，让君主见笑了，拿来我签，连二妹的一起签了。大小姐签你自己的就好，郡主的我们小姐付了，这是沈家的产业，老爷疼外孙女，哪怕姓萧也愿意养着小姐。萧天爱眼睛瞪得老大，他是真的不知道呀，沈家的产业呀，那他这一出不是白演了？掌柜的，你也不给个提示，不带这么坑人的呀。萧天蓝只关心衣裳首饰，女孩子的物件，哪里知道这些，被他们联合挤兑。更重要的是，连郡主都不喜欢他了，气得眼泪掉下来。萧天爱，你故意让我丢人，现在满意了吧？我告诉祖母去，你欺负我。大姐，你这话从何说起？
明明是你欺负我呀！我知道你不满这次爹爹出门带给你的礼物，说是打发叫花子，我都忍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父亲也没送我好东西啊，礼物只是心意，你不满意也不能扔了呀，赏给下人也行。爹爹已经尽心了，我也是一样的礼物，每次都一样的呀。你这样做，爹爹和我都很伤心呢。你还说，我撕烂你的嘴，我让你说！不要啊！救命啊！我不说了，我不敢了！姐姐，别打我！大小姐，有话好好说，动手就不对了。小姐哪里说的不对，自有人去查证。你做没做过，心里清楚。送大小姐离开。好，你很好，你给我等着！我好怕呀！萧天蓝转身就走，他怕自己忍不住，在郡主面前已经丢脸了，不能让他得意。他一走，屋子里的气氛陡然一松。小姐，老爷要是知道大小姐欺负你，肯定饶不了大房那一脉。你有气别忍着，老爷多疼你，肯定会帮你的。别和外公他老人家说，都是一家人，大姐是嫡女，脾气大一点也应该的，我受这点委屈不算什么，家和万事兴嘛。你去忙吧，记得别乱说呀，我不想让外公和娘亲担心。掌柜的重重点头，心里却打定主意，小姐心善大度，他可不能看着小姐被欺负，一定要告诉老爷和姑奶奶去。这就是白莲的精髓，你越无辜越是大度，越不让人说，他们就越觉得你可怜，自发为你出头，名利双收的好事儿。哼，怪不得那么多女人都乐意装白莲呢。别演了，人都走了，给谁看呀？我演得很差吗？你们都看出来了呀。两人齐齐点头。看来还要多磨练，提高演技呢。姐妹，人间不拆哈，看破不说破，咱们还是好朋友。人间不拆，就是人家装的时候别拆穿呀。我演得很辛苦的，自认很完美，也不让我多得意一会儿。两个人哈哈大笑，乐得直不起腰来，关系一下子拉近许多。萧天爱也笑了，对敌人怎么演都过分，在朋友跟前还演，就失了真诚，也太累了，更不会交到真正的朋友。何况他们都不傻，要是否认，人家也不会信呢。想让我们不拆穿你也行，请客必须请客。好说，吃饭贴息我全包了，今儿个咱玩个痛快。女孩子们也是有她们玩的地方，那些高档饭店茶楼都有后门，也有专门的包厢伺候这些姑奶奶们。午饭因为有品仪郡主在，东陵不好阻拦，眼睁睁看着她吃了一只鸡、一只鱼，小炒肉1盘，鲍鱼3只，烤羊排3根，可以说除了他们俩吃的，剩下的全给她清了。摸摸肚子，终于有了饱的感觉。自从川来，可怜的她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店家，置办一桌同样的饭菜，让丫鬟们吃，马夫婆子也都招待好，想吃什么就点，记我账上。咱们休息一会儿，等他们吃好了再去听戏，行吗？你倒是体恤下人，哪有只让马儿跑不让马儿吃草的道理，不值一提啊。你以前不吃这么多的，和我一样啊，现在怎么吃这么多？确定没问题的吗？别说了，都是累呀。上次不是受伤休养好多天，吃了那些补药，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饿。丫鬟却担心我吃胖了，不敢给我多吃。我今儿个是超常发挥，平时不吃这么多的。可别说出去啊，否则没人敢娶了，不把人家福利给吃穷了呀。你太可爱了，我好喜欢呐。姐姐，你这么说很容易让人误会的，我性取向正常，喜欢帅哥美男，不搞百合的。你那是什么眼神啊？哎呦，小姐们注意仪态，被人听到了还做不做人了？
疏影啊，做人有意思嘛，平时端着就端着了，没人在，该乐呵就乐呵。咦，小天爱，你变坏了，再也不是我认识的小可爱了。我现在也很可爱呀。三个人笑闹一场，喝了茶休息了一会儿，下一站去茶楼听戏。他们不知道的是，隔壁的包厢里，一个身材高大穿着玄衣的男子端着杯子里的酒，许久没动弹，一脸的一言难尽。现在的女孩子都是这个样子的吗？茶楼正是热闹的时候，叔叔先生唾沫横飞，说着燕王的丰功伟绩，引来客人们阵阵掌声。燕王，大英雄，大燕的战神，哎呀，可惜眼睛瞎了，他还救过我呢。提起他，就想起他收了自己10万两银子的事儿，欠我500万，萧天爱心里就不舒服。可惜他一个侯府的闺阁少女，人家堂堂燕王，8竿子打不着的2个人，连人家面都见不着，更别说从他手里夺回自己的钱了。哎呀，谁说不是的？算起来，我还得喊他一声堂叔呢。他14岁上战场，战功赫赫，大燕有现在的和平安稳，都是他的功劳。他是大燕的守护神，眼看四海升平，众蛮夷臣服，他却出了这样的事儿，不得不交出军权，回王府养老。他才24岁，那么年轻，余生可怎么过呀？谁说不是呢？皇上嘉奖无数，可再多的荣宠也没有健康的身体重要啊。萧天爱却没有他们那么单纯，从里面听到了浓浓的阴谋算计。自古以来，战功赫赫的大将军最是让皇上忌惮，功高盖主，哪个皇帝乐意看到？更别说燕王还在民间有这么高的声望，眼睛怎么瞎的，恐怕只有燕王自己清楚了。燕王妃肯定很幸福，能嫁给这样的大英雄，燕王府一脉躺在功劳簿上，也能有几代富贵，不需要咱们杞人忧天。燕王还没娶妻呢，你生病把脑子烧糊涂了，人尽皆知的事儿都忘了吗？没娶亲的吗？我以前也不关心呀，我也没想嫁给他，他娶不娶的真没在意。那正好娶一个呗，堂堂燕王，战神王妃，满洛城的贵女还不任他挑呀。这个时候嫁给他，也不知道是福气还是灾难。当然是福气了，燕王除了战功赫赫，还洁身自好，身边连个通房丫鬟都没有，铁汉柔情，能做他的妻子肯定很幸福。哎，24了，又是尊贵的王爷，身边没女人，不会打仗受伤，伤了要害了吧？哎，这个很难说，暗箭难防，男人有几个不偷腥的？有古怪。2个人都喷了茶水。不许你这么说他，燕王怎么可能不能人道呢？那你们怎么解释他不找女人的事儿啊？跟你说个秘密，不许外传啊。燕王有个青梅竹马，就是太子太师的孙女施宣瑶，熟读诗书，才华横溢，不输男儿，真正的书香闺秀，和燕王感情深厚。我听说太子不是想要纳了施宣瑶的吗？后来怎么不提了？施宣瑶也是个奇女子，不想嫁给太子，所以自梳了发，出了家当尼姑了呢。太子还怎么娶？要不是施家是他的老师，悠悠之口难堵，他都敢诛灭施家9族了呢。天哪，还有这么回事儿！我说怎么好久没有见施宣瑶露面了，好凄美的爱情，我好感动啊！难怪燕王不娶妻，也是在等着他呢。太子好过分了，拆散他们一对有情人，这一波瓜吃得爽了。萧天爱听得眼珠子都忘了眨，最终被燕王折服。如此重情重义的男人，确实让人敬佩。哎，这么说，太子这个人也不咋样啊。这次选妃，你们怎么看？喝茶，非议太子是要插头的。反正咱们没戏，看热闹就是了。
两个人都不想说太子眼里有着忌惮之色。说起燕王，就不能不说长公主了，她的同胞姐姐。她那样的大英雄摊上这么一个姐姐，太糟心了。可不是嘛，听说长公主自从燕王回来，一次都没有去看过他，还新纳了2个面首，整日里饮酒作乐，荒唐至极。偏生皇上还宠着她，长公主的封号女儿都不给，一直让她站着，多少御史弹劾都没奈何她呢。养面首？萧天爱听得津津有味，皇家果然够乱。哼，皇家的人都被他丢尽了，公主养面首都会注意点影响，他倒好，生怕人家不知道呢，换了一茬又一茬的，太不像话了。偏宜郡主很不耻长公主的为人，可谁让她会讨皇上欢心呢？又长得美艳动人，30多岁的人了，正是女人最成熟的年纪，勾得无数少年郎魂不守舍，以长公主的面首为荣，经常有面首争风吃醋，大打出手，一点体统都没有。萧天爱这一下午吃了满肚子的瓜，都要撑着了，都是关于皇家内部的八卦，也知道了一些皇家的事儿。金上正值春秋鼎盛的年纪，是男人最成熟最有魅力的中年大叔，英明睿智，雄才大略，难得的明君，在百姓之中声望刚过45的寿辰。太子是中宫嫡子，性子阴冷，脾气不大好。太后不是皇上生母，只是个妃子。传闻当年金上继位，他出了大力气，所以皇上很是孝顺，入主慈宁宫，皇后都不敢有丝毫怠慢，真正的后宫之主。萧天爱听到这儿点了点头道：所以说女人的最终极目标不是皇后，而是太后。男人不一定能靠得住，但是儿子一定靠得住，做婆婆比做媳妇儿更滋润。品宜郡主和夏疏影愣了半晌，头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好有道理呀。别看皇后都做了婆婆了，后宫的大权还在太后手里掌握着，她的凤印还没有太后的懿旨管用呢，日子过得可没有表面的那么光鲜。今日最大的运气就是认识了爱爱这样一个妙人，相见恨晚呢。哎呀，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的有脑子啊？哼，合着我以前是个傻的呀？没有，只是觉得更有意思了。这个时代，女子不方便在外面吃晚饭，回府晚了可不行，女子是没有夜生活的。傍晚时分，他们散了，约好了下一次相聚，依依不舍地分开。他们离开之后，隔壁的包厢传来爆笑声，滚！一声怒喝之后戛然而止。2个侍卫打扮的男子落荒而逃，居然还是那个玄衣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这姑娘再一次刷新了他的认知，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偏生说的都有那么点道理，让人想不出反驳的话来，只能用歪理来形容。回到府里，萧天爱还以为萧天蓝总会闹一场，找老夫人和侯夫人撑腰呢，哪知道一点动静都没有。第二天请安，没事人一样，甚至比以前还对自己热情几分，十足好姐妹模样。萧天爱也不拆穿她，配合得极好，一幅结有媚宫的温馨画面。今日上的是文化课，也不讲什么深奥的四书五经，就学女诫女则，练练字儿，说一些流传的诗文典籍。女孩子嘛，认字儿就行了，又不上科举，上课很随性。先生是个60多岁的老秀才，摇头晃脑的念着诗文，知乎者也的，听得萧天爱一阵头疼，而且还是竖版的字体，要不是有原主的记忆，他直接变成睁眼瞎。小姐们，课本抄一遍，字体要公正，老夫待会儿检查，哪里不懂的也可以问。老秀才教书才不会一句一句的给你解释呢，就是读一遍，你自己领会，不懂的再问，好像这样不足以显示他的水平高似的。萧天爱没着急写，先读了一遍，
好歹是大学生，这点古文连蒙带猜的，好歹懂了。老先生看着作业，原本敷衍的神色，看到萧天爱的字儿，顿时亮了起来。二小姐的字儿进步很大呀，哈哈，不错不错。谢先生夸奖。小人得志，不就是被先生夸两句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二小姐，你何故如此书写呀？而且这个断句也不对呀。哎，这样吟诵一番，好像更有味道了。哎呦，善，大善，二小姐大才呀！且上前来，老夫想和二小姐切磋一番。先生今儿个吃错药了？先夸了他的字儿，又夸他写的作业，大家都写的一样，怎么读他的就不一样了呢？前世的无数知识熏陶，哪怕不是古文系的，讲解出来的道理也让先生茅塞顿开。两个人讨论了足足1节课，直到午膳，先生才依依不舍地放人。这还不算，先生抖着山羊胡子，亲自送他出门。二小姐读书的天分甚高，可惜啊，不是男儿身。若能苦读10年，状元不敢说，二甲进士绰绰有余。如此才学，真可惜了呀。不敢当先生这么夸，小女子献丑，胡乱写的，先生不怪我鲁莽，已经很感激了。先生再次摇着头，要不是看她是女子，说什么也要禀告侯爷，如此人才埋没了，太可惜了。萧天蓝嫉妒的眼珠子都绿了，宋琴是夸奖他，郡主青睐他，现在连老先生都对他赞不绝口，真是邪门了。自从他这次回来，自己所有的风头都给他抢走了。人还是窝囊软趴，可怜弱小的样子，可做的事儿却总能压着自己一头，气死了都。顾不上上演什么姐妹情深，绷着脸回自己院子。二姐，你好厉害呀，先生从不夸人的，今儿个夸你2次了都。你们好好学，先生也会夸奖的，说不定今天先生心情好呢。怎么会，他就没心情好过。别看教咱们读书，其实心里很看不上，根本不上心。能教咱们认个字儿啊，都觉得多委屈他似的。刚开始启蒙可没少挨板子呢。就是，月老脾气越臭，咱们花的银子请了他呢，可惜没人管，咱们挨了打也只能忍着了。两个人一左一右围着他，萧天爱找到前世放学同学一起回家的感觉，各自回到自己的院子。沈氏和萧斌已经等着他了，夏莲赶紧把他经历的壮举跟他们讲了一遍，萧斌高兴得很。真的吗？先生真这么说呀？早知道该让爱爱去书院读书了，咱们家还能出个女才子呢。书院收女弟子的吗？会收些启蒙的贵女，读到10岁就不能去了。家世尊贵的能读到12岁，最出名的就是施家小姐，读到14岁，才名远播。伯仲书院的山长都想收她做关门弟子了，很惋惜她不是个男儿身。施宣瑶出家做道姑那个，倒是个奇女子。杨亲，今天先生也可惜我不是男儿身呢，女儿也很聪明呀。是，我们爱爱也很聪明，比你那个蠢弟弟强。你要是个男孩子，你弟弟是个女孩子就好了。幽怨地看了姐姐一眼，摇着头长长叹气。人家家里都是重男轻女，自己家倒好，儿子是草根，时不时拎出来打击一下。午膳很丰盛，沈氏和萧斌不断给他夹菜，萧天洛低头扒拉米饭，像是被遗弃的小狗儿。爹娘疼姐姐，姐姐疼弟弟，别难过哈。姐要是真疼我，给点零花钱呗。你又蹭你姐的零花钱，当老娘是死的吗？我这不是快要秋猎了吗？我看中了一匹上好的西凉马，您不给我买，我姐肯定会给我买的哈。好吧，我给你买，但是有个要求，你得让我陪着去看看，
别被人给坑了。没问题。不准去！你姐姐能去那种地方吗？出了事儿，老娘剁了你！没事的，我就在马车里看着，帮他砍砍价，多带几个护卫，没那么容易出事儿呢。阿娘，你放心好了，难不成你让我一直不出门吗？我都要发霉了呢。沈氏最经不住女儿撒娇，很快妥协。哼，保护好你姐，有一点意外，零花钱减半。娘亲不说，我也不能让姐有事儿啊，拼了命我也会保护好姐姐的。萧天爱看他瘦弱的小身板，闪过沉思，要不要让他也练练武？这个时代可是很危险的，有个强壮的身体可是很重要的。二房的其乐融融和大房的低迷消沉形成鲜明的对比。云海侯很忙，虽是闲散王爷，还是得上朝应酬，加上养着外室，府里又有2房妾室，和侯夫人一起吃饭的时间很少。萧天蓝发了一通脾气，又摔了茶具和花瓶。侯夫人等他发完脾气，你老跟他较什么劲儿？嫁给太子才是你目前最重要的事儿。只要你成了太子妃，老夫人都得看你脸色，何况她一个妹妹，那时候还不有的是手段来收拾她。太子妃是那么好选上的吗？萧天爱也会参加宴会，她的琴技和书法都让先生赞不绝口，听说绣技也大有进步，已经能绣出双面绣的帕子了呢。之前太子就对她有些心动，她要是处处出众，哪怕做不了太子妃，一个侧妃还做不得的吗？倒是我样样不如她，拿什么吸引太子啊？别人咱们动不了手，收拾她还是可以的，你不必把她当成对手，交给母亲安排。萧天蓝没问他的打算，母亲掌家多年，他出手比自己厉害多了。眨眼间到了赏花宴这一天，各府小姐们天不亮就起来梳洗打扮，终于等到这一天。萧天爱也一样，不过他已经修炼出闭着眼睛任由丫鬟折腾的本事。你摆弄你的，我睡我的，这样的本事让丫鬟们忍俊不禁。到了早膳之时，饭菜的香味飘来，猛然睁开眼睛，该吃饭了呀！哎呀，祖宗啊，你可不敢吃了，喝点燕窝粥就行了。这可是在宫里，你总不能一直去净房吧？宫里的人都是神仙吗？他们不撒尿吗？哎呀，那倒不是，可是麻烦呀，小姐，咱就忍半天，穿着这么漂亮的衣裳去净房也不方便啊。好吧，这哪是去赴宴啊，这是去遭罪了。听你的了。那个燕窝粥我可不可以喝2碗啊？不可以，进宫必须谨言慎行，谨守规矩礼数。冲撞了贵人，小姐一人身死倒是小事，株连九族，罪过就大了。嬷嬷，你别吓我，那我不去了还不行吗？不行，皇后娘娘亲自下的帖子，谁敢不从？抗旨的罪名，小姐也担不起。小姐也无需太紧张，我会陪着小姐，时刻提点小姐的，一般不会有事儿。萧天爱只好认命，打扮妥当，沈氏亲自送她出门。我家爱爱就是漂亮，长成大姑娘了呢。多大也是您的姑娘呀，娘亲放心，我会听齐嬷嬷的话的。我还没有去过宫里呢，就当是去见识一下啦。萧天蓝也打扮好了，过来和她会合。2人一个府里的小姐，自然要坐一辆马车。待会儿进了宫，还要请姐姐多多关照妹妹呀。好说，咱们姐妹一心，同心协力，定不会丢了侯府的人。那是自然，有姐姐这样细心的人在，肯定不能够啊。2人打着嘴官司，一起出了门。刚要上马车，一辆更加精致富贵的马车停在门口。夏疏影露出脸来，哎，坐我的马车，咱们一起。不好意思，不能陪姐姐一起了，姐姐别介意呀。萧天爱和夏疏影约好了一起走的，本就没打算和萧天蓝一起，不想看他那张虚伪的臭脸。
你不是说帮我弄头发的吗？我特意让丫鬟留了一些呢，为这个没少挨母亲说。他很期待萧天爱会弄什么发型，没看他拿什么特别的东西啊。马车辚辚，走了2刻钟才到宫门口，下了车的贵女们相互寒暄，同时暗暗打量别人的衣裳首饰，妥妥一大型修罗场。夏家的马车和侯府的马车一起到，萧天蓝先下来，走到相熟的姐妹堆里，互吹得正热闹。夏疏影和萧天爱走了下来，刚才还热闹的场面渐渐安静下来，瞪大了眼睛看着他们。所有人都落在他披散在肩头的头发上，居然是卷发。萧天蓝同样震惊，他分明记着刚才在自家门口夏疏影的头发还不是这样子的呢。随即震怒了眼神，好一个萧天爱，肯定是他搞的鬼，他宁可让外人出风头，都不愿意拉扯自家人，胳膊肘往外拐呢。夏小姐，你这个怎么弄的？好漂亮呀，头次见到这么弄头发的。我听说外邦人有这样的头发，不过人家是天生的，还有黄颜色、红颜色的，民间传言他们是恶鬼转世呢。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夏疏影都来不及开口，就被圈在中间了。肃静，时辰已到，众位贵女请进宫。官宦独有的尖利声音响起来，众人只好收声，按照家世品鉴站好位置，在官宦的带领下进了宫里。萧天爱眼珠子滴溜乱转，偷偷瞄着四周，红色的宫墙，低着头的官宦宫女，威严肃穆，让人忍不住生出敬畏之心，不敢有丝毫不敬，感觉自己跟选秀的宫女似的。这么严肃的地方，打死他都不会在这里生活呢，能把他给憋死。只是他没想到，很多事儿都不以人的意愿来，兜兜转转，他和这座皇宫结下了不解之缘，愣是住了大半辈子。参见皇后娘娘、太后娘娘，各位娘娘，娘娘万福金安。都起来吧，瞧这一屋子花骨朵一样的女孩子，哀家心情就大好。年纪大了，最喜欢看这些鲜活年轻的人儿。太后这是看腻了臣妾，难道臣妾不美不年轻的吗？她娘家是云州布政使司、封疆大使，又和太后有些远亲，生得太后喜爱，撒娇卖萌是常态。陈妹妹，今儿可是众位小姐们露脸的时候，说起来都是晚辈，你和晚辈们吃什么醋呢？都知道你美你年轻，我们这些老人比不了，只能享子孙福了。这是讽刺他膝下无子呢，是陈贵妃最大的痛处。哼，说起子孙福气，皇后娘娘最有发言权，皇后都没说，兰姐姐倒是显摆上了。这五皇子还年幼，可得好好教养，将来啊，好帮衬太子一二呀。好了，你们有的是时间聊天，以后回了后宫，你们聊上3天3夜，本宫也不管。今日是赏花宴，是各位小姐的主场，别冷落了小姐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母后，有劳您把关了。皇后一向贤淑，哀家就是来看看热闹。毕竟太子是你的儿子，你才是正经婆婆，你拿主意就好了。这还没开始呢，各宫娘娘就是一场不见血的争斗。众位小姐们低垂着头，大气儿不敢喘一下。萧天爱倒是不紧张，反倒同情未来太子妃了。这已经不是修罗场，简直是18层炼狱。俩婆婆不好对付，各宫娘娘又没一个善茬，没点本事被他们撕吧撕吧能活吃了。太子选妃不会选世家太雄厚的，将来后族强大与社稷不利，所以会在书香门第的一些2等侯府里选。教养不差，也有一定的底蕴，就有依附太子，只能成为太子的助理，而不会喧宾夺主，尾大不掉。自古以来，皇后的人选都让人很头疼。
皇后已经选定了几个心仪的人选，其他贵女只是陪衬，没有大的意外就会在他们之间选出一个来。众人一一上前回复，皇后太后都会夸赞两句，不至于冷场，之后就赐了座位。到了萧天蓝，她身姿款款，端庄典雅，只看外表很有做正事的风范。云海侯嫡女萧天蓝参见太后、皇后娘娘，祝愿太后长寿安康，娘娘万事顺遂。不错，云海侯教的好女儿，知书达理，端庄稳重。平时都有什么消遣呢？谢太后夸赞，臣女喜欢练琴，请了琴艺大家宋先生教导，也有读书和女红消遣一二。女孩子家的就该多读书，女红也很重要。虽说有绣娘，但是亲自给丈夫绣荷包做衣裳，意义不同，感情也不一样。谢皇后娘娘夸奖，臣女定会更加努力。萧天蓝心中得意，看来太后和皇后对自己都很满意，开门红了。暗骂心中的欢喜，坐在位置上看着别人露脸。等到下书影了，太后和娘娘们看惯了千篇一律的闺女们，顿时觉得眼前一亮。哟，这个女孩子打扮的倒是别致，你这头发怎么弄的？女子爱美是不分年龄的，太后今年也不过40出头，并不显得老态，和皇后坐在一起跟姐妹似的，反而不像是婆媳，所以他们才不和。毕竟皇帝不是太后亲生的，皇后怠慢几分，太后不乐意，拿出婆婆款来收拾她，长年累月，不说你死我活，也是刀光剑影。一点小把戏不值一提，待会儿您派了嬷嬷来，臣女交给嬷嬷知晓。好看是好看，只是略显轻浮，不够端庄，谁家主母会这么妖艳的？皇后娘娘教导的事，臣女回去就拉直了，臣女知错了。这还不是姑娘家的吗？别拘束太过了，这般年纪正是花儿一般，活泼娇俏才好呢。不用紧张，下去吧。谢太后娘娘、皇后娘娘教导。萧天爱因为是次女，不算正经嫡出，所以站在最后，是来凑热闹的，看着太后和皇后掰腕子，吃瓜吃得爽。终于到她了，小心翼翼走上前，还踩了裙摆，差点摔倒在地上，引来阵阵低笑，脸一下子就红了。见过太后、皇后娘娘，臣女萧天爱，云侯府二房嫡女，臣女初见天颜，惶恐之至，哪里做得不好，求娘娘们大量。头都不敢抬，说话更是透着小家子气，不够大方。虽然衣裳别致，也没有引起两位大佬关注，摆摆手赐了座，话都没说。这正是萧天爱想要的结果，自己这么优秀，一旦被大佬看中，难不成要落入这个人间地狱？太可怕了，死也不要。他就这样苟着看看热闹就好了。至于其他贵女们的嘲笑，他才不在乎。众人皆醉我独醒，俗人岂能理解我这样的高超智慧？一场自我介绍已经到了50，御膳房送上5膳，每一道都精美的跟艺术品似的，这可是国宴级别的待遇啊！萧天爱不客气地下筷子吃起来，只是量太少，又是分餐，各自吃个人的，其他贵女只是浅尝辄止。这种场合谁敢大吃大喝？得亏他坐在角落里，没人发现。吃完了自己的饭菜，突然看到隔壁桌上的盘子基本没动，自己面前却是空盘子满桌子，这就尴尬了，就显得他能吃。哼，没吃过好东西吗？好歹也是侯府小姐，成何体统？这位姐姐，你喝西北风火这么大的吗？饭菜不就是让人吃的吗？我吃得干净，是不浪费粮食，是对御厨们劳动成果的肯定。姐姐这么说我很伤心呢。你闭嘴！惊扰了贵人，你吃罪得起吗？
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了？这个锅我可不背，还要让你背上。启禀太后皇后，这位姐姐夸赞御厨们的厨艺高超，一不小心给吃光了，心中感激太后皇后，请我们吃了这么好吃的御膳，感激涕零。明明是她吃光的好吧？低头一看，顿时傻眼了，自己桌子上的饭菜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他那边，而自己面前摆着的是满桌空盘子。要不是青天白日，他都以为是做梦了呢。萧天爱冲他眨眨眼睛，姐姐宅心仁厚，不浪费一餐一饭，实乃我辈楷模，我们都要向姐姐好好学习呢。女子气得满脸涨红，偏偏想不出理由来反驳他，闹大了也会让太后皇后不喜，只能硬着头皮认下，站起来行礼，一言不发。何该如此？你是哪家小姐？勤俭节约乃是老祖宗传下的美德。来人，赏！臣女国子监祭酒林家嫡女林倩倩，谢过太后赏赐。国子监祭酒，书香门第，难怪教养出这样懂事的女儿。好，本宫也赏，这个荷包你收着吧。皇后也赏了一个精美的荷包，林倩倩懵懂收下，晕乎乎回到自己的位置。皇后赏了她一个荷包，起码也能得个良娣的封号，甚至还可能是侧妃，正妃她也不敢想，林家还差点儿。这可是第一个确定能留下的人，引来无数人羡慕嫉妒的眼神。林倩倩也没想到会因祸得福，得了皇后的青眼。恭喜林小姐啦！林倩倩心中说不出的复杂。萧天爱继续吃菜，都想夸一下自己，真是好人呢，帮助了别人，还能赚一顿御膳，真是个小机灵鬼。可惜了，只能锦衣夜行，不能跟人显摆，一大憾事呀。午膳用过，娘娘们休息片刻，小姐们可以去休息，也可以在院子里赏花。1个时辰之后，表演才艺，那时候才是重头戏。太子等皇家适龄男子都会出席，除了太子选完，谁有心仪的人选也可以定下来。能出席这种宴席的男子，都是深受皇上宠爱的青年才俊，顶级权贵，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钻石王老五。萧天兰是不想和萧天爱在一起的，看到他那张含笑无辜的脸，就恨不得挠花了才解气。但是出门在外，不能让人看出她们姐妹不和，只能亲热地拉着她去了外面的亭子里叙话。夏疏影自然是要跟着萧天爱的，之后又加入了文渊阁大学士的嫡女颜玉娆，翰林院学士顾家的顾琳琅，太常寺徐家的徐翩仙，都是这次太子妃入选的主要竞争对手。萧天爱吃得多，很快想去进房，秦嬷嬷陪她一起去。小姐，进宫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的？咱能消停一会儿吗？真不是闹着玩的。嬷嬷，还不都是怪你呀，我吃不饱受不了呢，忍不住呀。要不咱们打个商量，以后我随便吃，到了外面不至于饿得太狠，我也能忍。身材不要了吗？想要窈窕身段，不控制口腹之欲怎么能行？没得商量。秦嬷嬷就是个没得感情的机器，想都不要想。我保证不会吃胖的，嬷嬷都没试过，怎么知道我不能保持窈窕？这样吧，咱们试1个月，我保证1斤肉都不长。小姐就是说破天也不行，除非我不做你的教养嬷嬷，小姐想怎么样都行。一点都不知道变通，没劲儿啊。两人边说边走，一个穿着灰色太监服的宦官走过来，喊秦嬷嬷。秦嬷嬷直觉不妙，这是想调开自己搞事情。萧天爱则是满脸兴奋，搞事情好呀，姐最不怕搞事情了，没点事情反而不正常了呢。起码萧天兰憋得坏呢，生怕她会被选中了。嬷嬷你去吧。秦嬷嬷拒绝的话还没有说出来，萧天爱已经走了，东张西望，像只花蝴蝶似的，反而更自在。
钱嬷嬷心中有种很不好的预感，小姐纯良温顺的外表下，怕是藏着一颗比天还大的胆子。拐过一道小路，刚一露脸，迎面有人撞上来，一盆热水扑面而来。这点小场面还想算计他，太低级了。这位姐姐没摔着吧？怎么走路的都不看人，害得我摔倒，主子怪罪下来，你吃罪得起吗？哎呀，对不起啊，我眼瞎手笨的，伺候不来你这么大款的女官大人，惹不起本小姐躲得起。至于贵人怪罪，哼，本小姐又不是宫里当差的，怎么着也怪不到我身上。谁说她窝囊软弱了？欺负她都不敢放个屁，这就是情报说的软弱窝囊，分是犀利难缠。宫女自然是侯夫人收买的了，这两人还是她拐了几个弯，花了大价钱才收买到的呢。只是让萧天爱狼狈一点，没办法在贵人面前露脸，很简单的事儿。可惜他们注定是要为轻敌付出代价。萧天爱收拾了宫女，心情大好，哼着歌儿继续去进房。前面亭子好像有人呢，他赶紧收敛起散漫的动作，揣着手恢复端庄的淑女模样。渐渐走近一些，他看清楚亭子里的人。哦吼，还是熟人呢，准确来讲是个他惦记许久的人。今天是赏花宴，聚集了洛城家世不凡、才情卓然的贵女们，估计燕王也想选个王妃呢。萧天爱觉得自己真像了，四处看了看，没人伺候，就他自己坐在那儿，想着他是个瞎子，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怪可怜的。姑娘是何人？有事吗？他不是瞎子吗？怎么知道自己进来了？本王是看不到，可耳朵能听到，鼻子也能闻到你。你身上有墨绿香露的味道，脚步轻盈，肯定是女子。燕王厉害了，咱可是熟人呢。小女子萧天爱，您从山贼手里救我回来那个云海侯二房嫡女，还记得不？本王还没老呢，记性没毛病。我这不是提醒您一下，您可是王爷，贵人事多，要是不记得，小女子多没面子呀。啊，我看您一个人没人伺候的吗？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倒杯茶吧。会下棋不会？要是没事儿，陪我下盘棋。棋艺原主自然学过，不过智力有限，第一级阶段知道规则走法。燕王这样的大人物肯定智谋如妖，和他下棋肯定是被虐的份儿。不，好呀，王爷别嫌我棋艺差就好了。开始吧，王爷你看不见，我帮你下，你告诉我走哪儿就行了。这个主意不错，就依你，让你3个子儿。谢谢王爷，我就不客气啦。萧天爱又发现他一个优点，很有君子风度，要不是眼睛瞎了，肯定是最佳的夫婿人选。满洛城的贵女哭着喊着要嫁给他呢。哪怕让了3个子，萧天爱这个臭棋篓子也不是人家对手。眼瞅着他执着黑子就要把自己包围了，不出3招准输。他才不想就这么认输呢，嘴角扯了扯，露出坏笑来，在他眼前挥了挥手。燕王毫无反应，彻底放心了。真的是个瞎子呢。抬手换了他2颗棋子，局面顿时对自己有利了。他可太聪明了。你输了。怎么会？我跟你讲，现在是势均力敌，不信咱找个裁判，看看棋盘上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可没有欺负你看不到，绝对是大实话。你不知道吗？我的记忆力很好的，每一步我都能记得住。你也喊了你的步数，我脑子里有清晰的画面。你确实输了。还能这样？那么多步子呢？王爷，你肯定记错了。眼见为实，我发誓真的没坑你啊。好吧，我相信你，因为但凡有点良心的人都不会坑我一个瞎子的，何况我还救过你2次。萧姑娘肯定是善良的好姑娘，不会欺负我的。
您这么信任我，怪不好意思的。不过不好意思也不耽误他欺负人家瞎子。对得很，我都说了不欺负你呢。不过说起救命之恩，嘿嘿，王爷收了我家钱，咱是两清了。拿这个谢恩图报，我是不认得的。哼，我能让你报答我什么呀？好像你也没那个本事啊。萧天爱被堵得无话可说，可真是事实。比如说现在，让我让你几步棋，这可不能够。不会的，继续下。我说了，相信萧姑娘的良心。看着威严冷酷的王爷，居然把希望赌在对手的良心上，莫名觉得憨憨的有些可爱。王爷啊，您这可不行，良心值几个钱啊？能当饭吃吗？宁可相信世上有鬼，也别相信别人的良心。尤其是这个人还是你的对家，你会死得很惨的哟。就像现在，我换了你的棋子，你却相信我的良心，输得冤不冤啊？是挺冤的。谁能想到萧姑娘这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会欺负我一个瞎子呢？燕王眼里虽然蒙着一层白霜，萧天爱却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委屈。原以为战功赫赫的燕王会是冷漠无趣的性子，想不到这么可爱。好啦，我跟你道歉，一盘棋而已，你闭着眼睛都能赢我，不欺负你眼瞎，我能赢的吗？还要不要继续啊？你的奴才去哪儿了？还没回来吗？估计有事忙去了。我一个闲散王爷，又是个瞎子，宫里人最是踩高捧低，谁会惦记我一个废人呢？王爷，你这么想可是不对的。你怎么会是废人呢？眼睛虽然瞎了，心可不能盲。你这样的大英雄，岂能被这样的小挫折给打败？萧姑娘高看我了，这可不是小挫折。一个瞎子称什么英雄啊？不说这个，继续下棋。萧天爱只好闭嘴，继续下。两只手在棋盘上飞舞着，忙得很，也有点累了。看到旁边摆着的精美点心，拿起来就吃。这味道真不错。不知不觉2盘点心都被他吃光了。燕王的脸颊又紧绷了一下，端起茶盏喝茶。燕王放下茶盏，他赶紧续满。瞎子可不能自己倒茶，烫着怎么办？哪知道燕王把手伸向盘子，想拿点心吃。萧天爱傻眼了，刚才觉得太好吃，一不留神给吃光了，这可不能给人家留下一个贪吃的印象。眼睛一眨，鬼点子就上来，快速把盘子收起来。王爷，你想拿什么啊？有点饿，我记得有准备点心的，吃一块垫垫。哪有点心啊？王爷说的是以前吧？这帮狗眼看人低的奴才，欺人太甚。你可是保家卫国、战功赫赫的大将军，居然连点心都可口，人心不古啊！你真的饿了呀？我帮你去找点吃的来吧。算了，不用麻烦了，谢谢你为我抱不平，真是个善良的好姑娘。嘿嘿，还好吧。喝茶，你喝茶，这茶喝的倒是不错，比我府里的都好喝呢。这是顶级的明前龙井，一向只供给宫里，自然比外面的茶要好。你陪我下棋，我送你2斤回家喝吧。这多不好意思呢，举手之劳，哪能要你的东西啊？萧天爱脸皮子再厚，也做不到连吃带拿的事情来。何况他也没做什么，陪人下棋还欺负人家是瞎子，偷子儿换子儿，要不他早输了。没关系的，一点茶叶不值钱的。刚才我侄儿送给我2斤，你拿着吧。好茶能让懂茶的人喝，才能实现它的价值。太谢谢王爷了，多不好意思啊。要不我也送你一样礼物吧。你好像也不缺什么啊，等我想想，送你一样别样的礼物吧。好，我等着呢。
燕王微微一笑，坚毅的五官顿时变得柔和，犹如春风拂过水面，更添俊朗。萧天爱看直了眼，美男在前，又是个瞎子，不看白不看。花园凉亭，俊男靓女，隔着棋盘款款相对，好一幅唯美至极的画面。楚王赵承安走过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心中意外又惊讶。这位小姐是哪家的呀？以前怎么没见过？云海侯家嫡次女萧天爱，萧二小姐，很热心善良的小姑娘呢。天爱，她是二皇子，楚王赵承安，以后就认识了。参见楚王殿下，臣女无礼，殿下恕罪。无需多礼，难得燕王赏识你。你们刚才干嘛呢？回禀殿下，下棋呢。哦，谁赢了？楚王来了兴致，看向棋盘。燕王爱下棋，只是他眼睛瞎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和他下。刚摆好棋盘，有事走开一会儿。这姑娘倒是厉害，能和皇叔下棋。哎呦，不错，能和皇叔下的旗鼓相当。二小姐棋艺挺高的嘛。他这一夸，饶是萧天爱的厚脸皮也红了脸。高个屁呀！毁了多少步棋，偷了他多少个子，自己都不记得了。能下成这样，完全是欺负他眼瞎。小姐，啊，嬷嬷喊我呢，臣女告退。抱着盒子刚要离开，突然觉得袖子里沉甸甸的，脸上顿时纠结起来，脚步停了一下。怎么了？需要本王帮忙吗？啊不，没事儿，谢王爷，脚麻了一下下，已经好多了，多辞，您留步。他这才想起来，吃过了燕王的点心，污蔑人奴才看不起他，克扣他点心，盘子给藏袖子里了。这时候没办法拿出来，只能带走。得亏古人袖子够宽大，他小心翼翼走着，倒是没露馅儿。小姐，你没事吧？没有，好着呢，能有什么事儿啊？太有意思了，这小姑娘真逗啊。承安，你不该这么早回来，我们的棋还没有下完呢。能入了皇叔的眼，这姑娘有什么特别的吗？长得倒是还行，就是有点娇怯，太弱了，养在闺房尚可，娶回来做主母，怕是撑不起一座后宅。只可惜了宣瑶姑娘，你们多好的一对儿啊。承安，慎言，来，接着下棋。待会儿咱们也去看看热闹，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选一个王妃了。皇叔比我还年长2岁，侄儿让您先选哈。太后对你的婚事很是上心呢。我这副样子，别拖累了人家好好的姑娘了，自己陷进这泥潭也就罢了，何苦多一个人受苦啊？皇叔，你别这么想。不说这个，下棋。我说你下，刚才我和二小姐就是这么下的。回到花园，太后和皇后已经回来了，再次召集贵女们说话。这次就在花园里。萧天爱偷偷坐在萧天兰下手，萧天兰瞪他一眼，去个净房都这么磨蹭。刚坐好，没留神，袖子里的盘子滚了出来，咕嘟嘟溜出去老远。所有人目瞪口呆，这是什么意思啊？盘子要是有意识，肯定会吓得瑟瑟发抖，这么多双眼珠子盯着他瞧，好可怕呀。最后力竭，咣当一声摔在地上，嗡嗡地转了几圈，终于安静下来。可是此时已经滚到太后他们脚下，都不错眼地盯着盘子瞧着，最后纷纷看向萧天爱，他的脸色唰的一下白了。萧天兰也傻眼了，萧天爱，你找死也不是来这里胡闹的呀，别连累我呀。夏疏影一脸担忧地看着萧天爱，太后怪罪下来可怎么办呀？不管萧天兰怎么埋怨他，此时也只能站起来跪下求情。圣妹顽皮冲撞了太后、皇后娘娘，
陈女是姐姐，没教导好她，陈女愿意代她受罚。萧天爱也木着脸走出来跪下，只是这一跪，另一只盘子跟着滚出来。相似的历史再次上演，萧天爱爬下去想要抓住盘子，都没来得及，只好趴在地上行了个五体投地的大礼。老天爷呀，降一道雷，劈死我算了。萧天爱这个尴尬哟，死的心都有了。萧天蓝则是恨不得现在就掐死他的好，一次是意外，2次就是故意的了。你进宫是来搞笑的吗？寿妹该死，请娘娘们责罚。别那么紧张，多大点事儿呀？太后，你说是不是呀？萧二小姐挺逗的，你能说说为什么带着2个盘子吗？本宫瞧着像是宫里的东西呀。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啊，这种官窑烧制的盘子很是珍贵，莫非是想偷偷带走？这样的官窑盘子可值不少钱呢。太子殿下到，楚王殿下到，燕王殿下到。3人走进来，给太后皇后请了个安，赐了个座位，这才注意到地下跪着的2个人。这是怎么了？他们犯了什么错？阴冷之中带着懒散的声音响起来，不是燕王和楚王的声音，只能是太子了。萧天爱不敢抬头，不过听声音，太子不像是个好脾气的人。启禀太子殿下，云海侯府的2小姐想偷宫里的盘子，没藏好，当场被抓。既然太子殿下来了，您看着该怎么处罚？颜玉娆是萧天蓝最大的竞争者，才名相貌都不差他。这一次萧天爱丢脸，正好踩着他落井下石。不是的，颜小姐，事情都没有调查清楚，你怎么能如此诬陷我妹妹？萧天蓝大着胆子解释，他比萧天爱更了解这件事的严重性。不至于吧，好歹是侯府，再怎么样，爱也不会偷2个盘子的。二太太沈氏和本王有过几面之缘，出手大方，处事得体，她教养的女儿不可能做这种事儿。严小姐有亲眼看到吗？没有根据妄下结论，这是污蔑诽谤，还要承担责任呢。燕王话音一落，所有人都若有所思地看向他。这么娴熟的语气，萧家2房什么时候搭上这尊大佛了？皇叔这么维护他，莫非你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吗？本王回城救过2小姐一命，恩人和被害者的关系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吧？太子作为储君，一言一行关系匪浅，说话可不能这么随意。太子脸色怒色一闪，他可真是没把自己放在眼里呢。好了，一点小事儿，不管怎么样，萧2小姐这么做都有失体统，举止不够端庄，这事儿就算了吧，你们退下吧。还是偏袒太子，给萧天爱打了个标签，举止不端。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吗？萧天蓝此时恨透了这个妹妹，都怪她。哼，皇嫂真够公平的。萧天爱听出来了，太子不喜欢燕王，2个人不对付，甚至到了公开撕破脸的地步，这可不妙啊。皇后被他嘲讽的脸色正红，心中也是怒极，燕王太嚣张了，随即冷笑，一个瞎子而已，看你猖狂到几时。萧天爱抬起头来，小心翼翼的，卑微的像蚂蚁似的，可否听臣女说2句？你说，本宫倒是好奇，你揣着2个盘子，到底打着什么主意？还能说出花来吗？皇后没好气的训斥一句，说破大天，一个举止不端的罪名总是少不了的。臣女还未来得及和娘娘们请示呢，待会儿不是有才艺表演的吗？这是臣女的道具啊，表演需要用到2个盘子呢。臣女以为这样普通的盘子，娘娘们财大气粗，不值几个钱的小事儿，没想着和娘娘们禀告，私自使用了。臣女知罪，任凭娘娘惩罚。萧家丫头说的有理，2个盘子而已，咱们皇宫
什么时候在乎芝麻大的小事儿了？传出去还不够人笑话呢。哦，哀家想起来了，你母亲沈氏可是首富沈家的女儿，当年陪嫁，足足有沈家1/3的家产啊。富贵堆里泡出来的娇小姐，可不在1-2个盘子呢。好了，这件事儿都不许再提了。小贱丫头，既然是你的道具，你先开始吧。表演的不好，哀家可是要罚的呢。谢太后，臣女献丑，不敢说好。先生说臣女的字还看得过眼，想着赋诗一首，这填词白釉盘子，色泽莹润，臣女想把诗词题在盘子上，更有趣一些。没想到会闹出这样的误会，是臣女的错。嘿嘿，不怪你，这个主意不错。那就开始吧，考验的可是你的诗才和书法，2样才学呢，哀家拭目以待。众人无话可说，不管是真的假的，谁也不能把小偷的名声安在他的头上。太后都帮他证明了，谁敢质疑太后？笔墨都准备好了，盘子也捡起来摆在桌子上。今日是赏花宴，又有这么多娇俏如花朵的姐妹们，臣女就以花来作诗了。脑子里想着前世的经典诗词，感谢老祖宗的智慧，给了无数穿越者装诗词高人的机会。宫中赴宴花满园，千朵万朵竞芬芳。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萧天爱稍稍改动了一下，这样更应景。簪花小楷工整清秀，不错，好一个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萧二小姐大才，字也写得奇好，力道十足，平时肯定没少下功夫，没有10年8载的练习是写不出来的。论起琴棋书画，整个大宴楚王都是排得上号的人，人称才子王爷，君子典范，读书人之中名气很大。他这个点评不可谓不高。谢楚王殿下夸奖，差点冤枉人家姑娘，多温顺的人儿啊，你受委屈了。来人，拿哀家那副红玛瑙的镯子赏给他压压惊。萧天爱，名字也好听，是个可人。姐是谁呀？这点小场面岂能难得住姐？我可是最机灵的小东西呢，从小和老师家长斗智斗勇练出来的脑袋瓜子，加上丰富多彩的学识，岂能难得住她？皇后和太子的脸色不大好看，只是太后发话了，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忤逆太后，只能忍着。萧二小姐开了头彩，咱们就继续吧。下一个谁来表演啊？咱们是击鼓传花呢，还是毛遂自荐呢？太子说呢？毛遂自荐吧，孤的太子妃要有才有胆量，胆小怯懦之辈可当不起太子妃的头衔。太子很狂啊！臣女颜玉娆，文渊阁大学士嫡女，愿为太子献舞一曲。又是颜玉娆。萧天蓝气地掐着手心，突然脸色大变，他的手指居然酸软无力，使不上力气。这可怎么办？他接下来表演的是琴艺。二妹，陪我去进房好吗？我有点紧张。萧天爱刚才转了一圈，竟顾着陪燕王下棋了，没来得及去。不管他打的什么主意，去了肚子里的存货再说吧。两人悄悄离开，颜玉娆已经开始献舞了。换了一身淡紫色的薄纱衣裳，手挽着长长的彩带，妆容也画得艳丽一些，身姿婀娜。太子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若隐若现的效果是最为引人遐想。且说姐妹俩去了净房，萧天爱浑身舒坦，我有大事跟你说，萧天爱，你必须帮我。呵呵，冷笑的态度很明显，有你这么求人的吗？还必须帮你？你脸大呀！整个侯府的人都对我寄予厚望，
父亲更是花费无数人脉和钱财打通关节。我要是做了太子妃，侯府也能更进一层。你要是不帮我，回去我会和祖母说你是故意的。你想清楚了，二婶在祖母面前的处境怕是更难了。我的手使不上力气，肯定是严玉瑶那个贱人算计的我。待会儿你替我抚琴。你在威胁我？威胁也好，请求也罢，总之你我都是萧家的人，一荣俱荣。我是为了我自己吗？我也是为了侯府好，将来你也沾光呢。太子妃两人你也看到了，脾气暴躁，阴晴不定，这样的夫君，你觉得能得到幸福吗？幸福？咱们这样的府邸，有几个能有幸福的？我只知道，太子妃是我能争取到最好的婚事，只要出了门，我风光无限，谁管你在府里怎么样？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见了我都得行礼问安，伏低作响。包括我，对吗？你就说帮不帮吧。行吧，既然你非要往火坑里跳呢，我成全你就是了。有个做太子妃的姐姐，想必我在洛城也能横着走了。你也记着，以后想欺负我，就想想今天的事儿。萧天蓝点点头，今日这一步走出去，他就有把柄抓在萧天爱手里了，以后想要对付他就难了。可什么都比不上太子妃重要，他只能这么做。他们没发现的是，他们一走，一个穿着藕荷色衣裳的女孩子走了出来，眼里闪过沉思。回到花园里，颜玉娆已经表演完了，现在是徐翩仙表演。她当场绣了一幅双面绣，简单的吉祥纹，面料却是宫里才能用的明黄色，心思不可谓不深。明黄色可是只有皇家人才能用的，这个荷包不管谁收下，都代表了接受它。萧天爱开了眼界，人生果然比电视剧更精彩，争宠的段数一个比一个高，这还没进宫呢，就杀得刀光血影，阴谋算计层出不穷。萧天蓝心中恼恨，徐翩仙这个贱人小觑他了，心中的压力就更大了。下一位谁来呀？臣女献丑了，请娘娘成全。好，二小姐诗书双绝，想必大小姐不输妹妹。你要表演什么呀？臣女从小练琴，今日就抚琴一曲，请娘娘们多指教。好呀，皇上最喜欢听本宫抚琴。萧小姐既然师从宋林大师，想必也是同道中人。本宫期待萧小姐接下来能带来怎样的惊喜。萧天爱看他怎么演，虽然答应了替他表演，但是本事是自己的，这次之后他休想碰琴了。臣女比不上陈贵妃娘娘万分之一，初次在这种场合下表演有点紧张，可否用屏风遮挡一下？哎呀，些许小事，抚琴需要平心静气，焚香净手，萧小姐想遮挡一下也是应该的。太监很快派人取来一架屏风，摆好了萧天蓝带来的琴。哎，给姐姐打个下手吧。好吧，姐姐吩咐，妹妹不敢不从呢。萧天蓝愣了他一下，他这张嘴就不能闭上？两人一副姐妹情深的样子，去了屏风之后稍稍准备，一声高亢嘹亮的琴音响起，众人好像看到雄鹰鸣叫，俯冲而下。陈贵妃和楚王顿时直起腰板，寻常琴曲都是由缓入急，徐徐渐进，像是讲故事一样，开端到高潮有个过程，他倒好，上来就是高潮呢。萧天蓝也吓得够呛，他又闹什么幺蛾子？可是又不敢阻止，只能看着他继续抚琴。外面的人看不到，萧天蓝可是眼睁睁看着萧天爱从软糯无辜的娇软小姐瞬间变成杀伐果断的大将军似的，像是变了一个人一般。琴声高亢，一声急过一声，众人犹如置身于万人厮杀之后，心脏都跟着跳动加速，眼前好像浮现出了尸山血海，四处杀机。足足厮杀1刻钟，琴声减缓，却带着缕缕悲伤。
像是百战而还的将士。虽然胜利了，但是死去的将士最终也是回不来了。那种遗憾无奈深入人心，燕王感触最深，双拳紧握。没想到一曲琴音居然能表达了这样深邃复杂的感情，真让人佩服。琴音袅袅，众人久久回不过神来，耳畔好像还残留着那种震撼。好琴，好曲，萧家的姑娘果然不俗。燕王先开口道，率先鼓起掌来，其他人也回过神，跟着鼓掌，兴奋不已。能听到如此激昂振奋的琴声，不虚此行啊！萧天蓝却满心的愤怒和无奈，他弹的这首曲子自己闻所未闻，关键是那么复杂的指法，快速的手指变动，给他10年时间都弹不出来。现在谁都知道自己弹过这首曲子，以后再有人让自己表演，怎么办呢？萧天爱缓缓地吐出一口气，饶是他的体力也累得够呛。这是他前世听来的一首秦王破阵乐，原本是几样乐曲合奏才能有这样的效果呢。此时为了让萧天蓝好看，他也豁出去了。大姐，你太厉害了，妹妹好崇拜你啊，有你这样的姐姐，妹妹真的是太开心了。太监上前撤掉屏风，露出萧天蓝难看的脸，萧天爱惊喜崇拜的模样，十足的小迷妹呢。萧小姐，这是什么曲子啊？本宫从未听闻过呢，是哪位大家所作吗？萧天蓝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实在是他一问三不知啊，说2句就得露馅。萧天爱心中解气的很，你以为威胁我帮你弹琴就能得偿所愿了吗？哼，我萧天爱的便宜是那么好占的吗？我能让你享受无上的荣耀，也能让你跌入尘埃，所以不是自己的东西别伸手，后果不是你能承受的。回陈贵妃娘娘的话，姐姐太累了，难以回答，可否稍作休息，再来回禀诸位娘娘？哎呀，看我见猎心齐了，忘了这么高体力的弹奏，确实是很费心神。快扶着你姐姐去休息，以后有的是时间聊曲子的事儿。谢娘娘大度。姐姐，我扶着你，小心点儿。能走得动吗？没人注意到，颜玉娆眼里满是怀疑，脸色阴沉。之后的表演就没有什么出彩的，萧家姐妹成了今日的赢家。至于将来会怎么安排，就看太后和皇后的博弈了。萧天蓝再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宴席结束了，小姐们纷纷恭喜他，有酸溜溜的，有极度不服的，莺莺燕燕，吵得人脑瓜子疼。萧天爱抚着额头，突然倒在了一旁。妹妹在家就体弱多病，许是今日劳累过度，撑不住晕倒了呢。府中有她常吃的药，先回府吧。众人原本嫉妒萧天爱的诗书双绝，此时变成了同情。合着是个病秧子呀，这样的身子骨能诞下健康的子嗣吗？天蓝担忧之余也是五味杂陈。他是不相信萧天爱是真的身体不好，估计又是他装出来的，为的就是不嫁进皇家。他拼尽一切为之奋斗的东西，人家视若敝履，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动静有点大，惊动了燕王和楚王，尤其是燕王眉心紧蹙。去请陈院守，二小姐的药一直是他开的方子，这么多天都没治好，他的医术可是不行了。燕王这句话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不少。第一，他很熟悉萧天爱的身体，只给皇上太后等顶级贵人看病的陈院守都给他看过病。第二，燕王很担心萧天爱，甚至因为他对陈院守不满意了，还是秦嬷嬷做事老道，上前掐了萧天爱人中一下。萧天爱咳嗽2声，虚弱地睁开眼睛。这是哪里啊？我怎么了？小姐，您晕倒了，许是今日忘了吃药，太累了。东陵，快扶着小姐出宫去吧。多谢燕王殿下关心，小姐是老毛病了，不敢劳驾陈院守，老奴等告辞。好吧，仔细照顾好小姐，需要什么来本王府里找。
小姐可是我救回来的，她要是不好，我的心血岂不是也白费了？秦嬷嬷再一次扶了扶，匆忙离开。楚王眼中满是趣味。皇叔，你对这位二小姐关心过头了呀？莫非……别瞎说，我倒是没什么，坏了人家姑娘名节，可就是大罪过了。走了，我也回府了，你自己玩去吧。皇叔，你打发小孩子呢？我还想去你府里蹭饭吃呢，咱们俩光棍儿凑一对过呗。呵呵，滚蛋！谁喜欢跟你过呀？找你的美娇娘去。我可没什么美娇娘，皇叔，你就是我最重要的人，比父皇都亲。太子还留在皇后宫中，外面的事儿很快有宦官进来禀告。皇儿，萧家大小姐就不错，咱就定下她行吗？太子把玩着手里的玉佩。什么事儿啊？母后怎么不跟我说说呢？没什么，那个二小姐身子骨弱，还没出宫就晕倒了。你皇叔好像挺紧张她的，些许小事不值当一提。哦，皇叔紧张她，那我可要好好看看。他可是有个首富外公呢，比起劳什子云海侯，姑更看重沈家的财富。只是个外孙女，又不是沈家的人，沈家会在乎她的吗？母后看你就是想跟你皇叔叫板，他在乎的东西你都想抢回来。你是太子，至于跟个瞎子较劲儿吗？没得让你父皇不喜。听母后的话，皇位重要，等你继位，想怎么收拾他，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他只是瞎了，又没死呢，姑这口气就咽不下，不就是打了几年仗吗？宣瑶居然为了他如此待姑，他不死，宣瑶不会死心的。说到底，还是为了那个狐妹子。你要是还这样执迷不悟，母后现在就派人弄死那个贱人去，勾得我皇儿如此荒唐，母后岂能容他？好，你容不下他，喜欢谁你就娶了谁，姑没意见，反正都是女人，除了宣瑶，谁都一样。母子俩因为婚事不止一次争吵，太子拂袖而去，皇后气得心痛。沈氏和萧斌早早等在门口，看到他回来，心肝柔二的喊着，一人一边。哎呦，脸色这么差，进宫不顺利吗？小姐都晕倒了呢，中午没办法喝药。哎呦，赶紧熬上呀，以后再不去了，我家爱爱这么弱，无福消受啊。萧天蓝跟着下来，嘴角泛着冷笑。二房一家子都这么蠢，一辈子成不了气候。侯夫人也派了贴身嬷嬷等着她，没有亲自去等，毕竟她管理一大家子，事情多得很。萧天蓝虽然看不上二房的不上进，却也羡慕他们一家子的感情。他家是长房，看似荣耀，其实内里自己清楚，一家人冷漠得很，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亲情。眼神中闪过一丝落寞，很快消散，跟着嬷嬷回大房，还有大事和侯夫人商议。萧天爱眼尖，看着秋文走路不大对劲，裙子上好像有血迹。安抚好父母，喝了药，洗澡换了衣裳，整个人又活了过来。你去查查大小姐身边的秋文怎么了，身上可是有伤？不用查，肯定有的呀。小姐以为谁都像您这么好脾气，从不责罚下人。侯夫人和大小姐都有拿丫鬟发泄的习惯，秋文身上就没好过。夏玲啊，你这话有歧义哈，还发泄呢，开车可不好。什么开车？奴婢没有啊。我的梗无人能懂，寂寞如雪呀。找些上好的伤药给秋文送过去，也是个可怜人。好，
好嘞，小姐心善，秋文肯定会感激小姐的。奴婢发动3寸不烂之舌，定会把秋文收买到咱们这边。以后大小姐要是使坏，咱也好提早防范呀。小机灵鬼，就你聪明，去吧，拿点糕点糖果，受了委屈吃点甜的，心里就没那么苦了。赏花宴过去了，所有人最关心的就是太子妃的人选，只是久久不曾定下来，各府都忐忑不安，挖空心思去打探消息。不管怎样，萧家姐妹这次进宫结果还是非常好的，贵人们都很赏识。只是二小姐身体弱，未出宫就晕倒，有点可惜。太后特意派了御医来诊治，赐了不少补品。有了养病的借口，萧天爱终于能睡到自然醒了，不用早早起来去给老夫人请安，和大房内2人相看两相厌。殊不知皇后都要气死了，萧天兰做太子妃，太子没意见，侧妃选了颜玉娆和顾琳琅，林倩倩不出意外得了个良娣的封号。只是到了太子那儿，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非要把萧天爱也纳进来。庶妃也罢，侧妃换一换也行，要是正妃也没意见，非他不可了。不答应他的条件，这婚他也不着急结了。皇后听了他的要求，狠狠摔了茶盏，还是为了和燕王怄气。他对萧二小姐关心过头了，只要是他在乎的东西，太子就必须要夺在手里。何况二房很疼爱这个女儿，能乐意做个妾室？要是做太子妃，她那个身子骨能撑得住吗？太子打小就泡在蜜罐子里长大的，要星星不敢给月亮，任性跋扈惯了，这辈子唯一吃过的亏就是在施宣瑶身上，看燕王那是格外的不顺眼。太子直接钻了牛角尖儿，要不是燕王战功赫赫，又是他的长辈，早弄死他了。休养了几天，补药又是不要钱似的往肚子里灌，不死皮突飞猛进，牛皮境界大成，隐隐要突破到铁皮境界。到了那个时候，徒手接白刃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哎呀，果然习武还是靠着钱堆起来的。在屋子里闷了这么些天，课也没上，都以为他卧床休养呢，礼品倒是收了不少。小姐，不如去花园里转转，老闷在屋子里也是不行的。您要是累了，奴婢让人抬个轿子来。萧天爱其实是在积攒体力，一举突破到银皮境界，身子好的能打死一头牛。好吧，那就出去转转，不用轿子了，晃得我头晕。边走边聊，不知不觉地走到偏了一些，一阵尖利的骂声从假山后传来。让你跑，害得老娘一阵好找，伺候你这么个倒霉玩意儿，老娘倒了8辈子血霉了。说，以后还敢不敢乱跑了？哎呀，累死老娘了。紧跟着是一阵拍打声，估计是动手打人呢。萧天爱很是意外，在府里还有这种事儿，心中好奇，走过去看了一下。大胆，你是哪一房当差的？何故打人啊？哎，小姐恕罪，惊扰了小姐的雅兴，奴婢该死。老奴是大房当差的，侯夫人的陪嫁嬷嬷，马上就走。慢着，这位哥儿是谁？这不好说吗？有这么难以启齿？大伯娘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孩子，你来说，他为什么打你？你又是谁啊？不该说的别说话。你不会说话吗？我是府里的二小姐，需要我帮你吗？你是大房那个庶子？天哪，怎么弄成这副模样？大胆刁奴，庶子也是主子，岂能有你一个奴才肆意打骂？大房还有庶子，我怎么没有听说过？侯府世子是萧天兰的胞兄，在外求学，很少回来。大房虽然有2房妾室，但是都没有生养，哪里冒出来这么大一个庶子来？很久以前的事了，那个姨娘还是侯夫人的陪嫁丫鬟，
不过生了孩子，身体不好，挨了2年就去了。侯夫人说是养在膝下，这么多年大家未曾见他露面，大多都忘了这号人呢。要不是今儿个咱们碰到，奴婢也想不起来。我饿得受不了了，想找点吃的，不是有意冒犯你的。二小姐，这是大房的事儿，您一个闺阁小姐，不好管长辈院子里的事儿。我刚准备好饭菜，哥儿就不见了，这不着急吗？老奴这就带他走，不让他污了您的眼。萧天爱眼神一怒，抬起一脚，直接把他踹倒在地上，痛得他哎呦哎呦躺着叫唤。看着萧天爱的眼神没了之前的轻慢，多了一些畏惧。哼，好你个老刁奴，你欺负哥儿还拉扯本小姐，这是我弟弟，被你搓磨成这个样子，你当本小姐眼瞎吗？我何曾说过他碍眼了？怕是碍着大伯娘的眼了吧？东陵，带着他，咱们去给祖母请安。我倒要问问，堂堂侯府就是这样对待府里的少爷的吗？二小姐，还是不要闹大的好，家丑不可外扬。何况这是大房的家务事，咱们插手不占道理。嬷嬷说的我自然懂得，就是因为抱着这样的心思，老刁奴才敢这么欺负他。哪怕他不是府里的少爷，只是个普通少年，我也不能不管，事关正义原则。再说，我需要在乎大房的想法吗？秦嬷嬷神色复杂，像是重新认识的她，只好让开了路。东陵喊来丫鬟，扶着少年去了老夫人院子里。二小姐好，这时我要见祖母，见了她自会解释的，还请嬷嬷通传一声。孙女见过祖母，多日未来给祖母请安，很是惦记。祖母身子可好？比你都结实啊，3天2头病症，只要你没事儿，老身就更好了。他是谁呀？祖母仔细看看，可曾觉得眼熟？贺嬷嬷，你去吩咐厨房准备点好刻画的粥饭，待会儿给他吃，孩子饿坏了呢。少年看着桌子上的糕点，咽着口水，眼里都冒着绿光了。先吃点垫垫吧，喝点水，别噎着。少年狼吞虎咽地吃着，老夫人很是不悦，只是仔细一看，心中惊疑不定。二丫头，你从哪儿找来的人？还不说实话，你想急死祖母呀？祖母这话问的，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自然是在府里找到的呀。她还被伺候的婆子又打又骂的，孙女最见不到这个，多问了几句，没想到里面的事儿可多着呢。祖母，你也看出来了，她和府里的少爷长得有5、6分像呢，尤其和大伯，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都不为过。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啊？哎呦，天正，是樱桃上的那个庶子，夫人不是养在膝下吗？有段时间生病了，送去庙里祈福休养，怎么变成这副样子了？贺嬷嬷是老夫人最信任的嬷嬷，伺候她快1辈子了，对府里的事情比萧天爱都清楚。去把那个毒妇给老身找来，我可怜的孙儿哟，让他看看他做的什么孽。侯夫人回到自己院子，眼皮子一个劲儿的跳，心慌意乱的。难道是天蓝的事儿不顺利？哎，我这心总是不踏实，好像有大事要发生呢。萧天正这个庶子早几年都忘在脑后了呢，看一眼都恨不得掐死他，怎么会想养在身边？夫人，老夫人请您过去一趟。唉，这才刚回来，有什么事儿啊？奴婢不知，夫人去了就知道了。知道了也不告诉你，又不是你的奴才，你使唤谁呢？侯夫人也不敢耽搁，带着人就去了老夫人这儿。看到萧天正，哪里弄来的野孩子呀？没得脏了母亲的地，母亲找我来，难不成就为了他啊？听他这么一说，老夫人更生气了，拿起茶盏就砸在他身上。你给我跪下！当年怪我瞎眼在，
怎么就给老大挑了你这么一个毒妇？野孩子，你巴不得我侯府的少爷都是野孩子，就没人跟你争家产了，对不对？这个家落在你手里，迟早得完。母亲，你消消气儿，儿媳哪里做错了？您给我机会改，气着您的身子，儿媳万死难赎其罪。说话间，沈氏和3房、4房的太太都来了，都一头雾水的，不过看着侯夫人挨训，眼底都闪过几丝快意。请安坐下，侯夫人更是尴尬羞愤，一向高高在上的她，此时跪在地上让妯娌们看热闹，这辈子都没这么丢脸过。萧天兰也赶来了，跟着跪在地上。祖母，母亲可是一家主母，有话咱们好好说，别气坏了您的身子。他巴不得气死我，就没人管着他，侯府就是他的了，想怎样就怎样。盼这一天，你怕是盼了许多年了吧？天兰，祖母疼你，可你娘做的事儿，真不叫人事儿。你看到那个少年了吗？侯府的3少爷，你的亲弟弟。你娘说，养在膝下，就是这么养的。你要是看他碍眼，老身自己养，用得着装贤惠大度，差点毁了孩子。侯夫人猛然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天正。萧天兰也是一脸的惊愕，这个弟弟他有印象，不过好多年过去了，他早忘了自己还有个庶出弟弟呢。母亲，不是这样的，儿媳有派了奴才照顾他的呀，还是我的陪嫁嬷嬷最信任的人，就怕伺候的不周到。儿媳承认这些年是忽略了他，但是吃食用度未曾有丝毫克扣，请母亲明鉴。就是大伯娘让好嬷嬷打骂天正，您是没见着，还做成什么样了？养恩大于生恩，侯府的血脉，大伯娘怎么能忽略呢？她可是喊你一声母亲呢，逢年过节的就没有想过她一次？也就这孩子命大，能活到这么大。天爱，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大嫂，你理亏词穷，也别拿孩子撒气啊。长辈要有长辈的样子，你做的这些事儿，哪里配得上他一声长辈了？别吵了，孩子，你说说，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的？萧天正神色怯怯的，像是受了惊的小兔子似的，浑身颤抖，居然爬到萧天爱脚下，依赖的看着他。这里的人只有这个姐姐最好了，其他人都好凶啊。萧天爱头疼，你来我这儿几个意思啊？祖母问你话呢，你就是说每天吃的什么，住在哪里，有没有读书啊？吃的只是稀粥，一天就1顿。嬷嬷说了，饿不死就行。我是丧门星，谁都不喜欢我呢。读书是什么？我不知道。唉，可怜的孩子呀，府里的奴才都不至于吃这种苦。太太，我记得您给过我包子吃，那是我吃的最好的一次了。您是除了姨娘对我最好的人呢。沈氏都忘了多久之前的事儿，他居然记得这么清楚，沈氏心更酸了。好孩子，以后饿了就来找婶婶，婶婶管你吃饱啊。真的吗？萧天正眼里满是惊喜，又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生怕是自己听错了。母亲，我没有，肯定是奴才自作主张，私自克扣，我真的有养他呀。侯夫人不甘心地辩解，小畜生这个时候冒出来，这是要毁了他的大事啊。天兰正是选太子妃的重要关头，府里不能有任何不好的事情传出去。母亲，媳妇儿知错了，是我疏忽了这个孩子，您要是罚我，我都认。只是母亲，等太子妃的人选定下来，媳妇儿认打认罚，绝无怨言。老夫人脸色阴沉，闭上眼睛思考良久。
罚他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太子妃的位置。侯府一步登天的机会不能有闪失。沈氏，这孩子跟你和天爱有缘，你受累，养在身边吧。老夫人最终开口做了这个决定，这是要按下这件事，一切以太子妃为重。母亲三思，爱身体不好，我整天照顾她都忙不过来，可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呐，还请母亲收回成命。沈氏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儿，这孩子要是到了二房，外人还不定传成什么样子呢。老爷的外世子都敢说，他才不愿意为大房背这个锅呢。老夫人脸色难看得很，沈氏可不是面团子，任由他搓扁捏圆。这样吧，祖母，给他单独安排院子，派您信任的人伺候着，就说是大伯养在乡下的孩子认祖归宗了。母亲和我抽空会帮着照顾的，毕竟是一大活人，责任重大，我们也不敢随便揽在身上呀。老夫人沉默片刻，最终只能认可这个办法。这笔账先给老大家的记上，以后再收拾他。一个数字而已，这样安排也没错。萧天爱拉开了这出戏，又亲自画上了结局。看似光鲜富贵的大家族，人情冷暖更加淡薄，怕是除了这个孩子的生母，无人真正关心过他。哪怕他的亲生父亲也忘记了自己还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老夫人倦了，对侯夫人是失望至极，看着就心烦，挥手就要打发了众人。祖母，那个刁奴怎么处置啊？这孩子是你发现的，就跟你有缘，你说呢？跪在地上的侯夫人猛然抬头，眸子底下的怨恨怎么都掩饰不住。萧天爱才不在乎他怎么想，自己做错了只会怨憎别人，你倒霉的时候还多着呢，让毙了吧。好，就依你。祖母抬爱了，孙女不过是按照规矩来的，虐待主子，残忍刻薄，千刀万剐都不为过，留他一个全尸已经是侯府心善了呢。哎呀，我头有些痛，孙女告辞了，孙女告退了。沈氏让人扶着他，三房四房也纷纷告退，那孩子却拽着他的袖子不肯松手，眼底满是依赖。暂时安置在母亲那里，等安排好的新院子再送他离开，毕竟是半大孩子，养在女儿院子里也不合适。萧斌父子前后脚回府，看着屋子里多出的孩子，都是一头的雾水。此时的萧天正已经洗干净换了衣裳，白净漂亮，还是个小帅哥呢。这是谁啊？和咱们家人还有点像呢。爹，不会是你养的外世子吧？萧天洛被父母嫌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一张嘴什么都秃噜。哎，不会说话就闭嘴。你爹我是那样的人吗？妾室老子都不稀罕，会养外室。有你母亲，此生足矣。当着孩子面呢，瞎说什么？正经点。你俩秀恩爱回房间里去，还没吃饭呢，你以为都看饱了？爹啊，姐给你找了个小弟，开不开心？意不意外？姐，咱能不卖关子吗？惊吓倒是有，惊喜却没多少，到底怎么回事啊？萧天爱添油加醋地说了他的凄惨遭遇，萧天洛握着天正的手，眼圈都红了。云海侯回府被老夫人喊过去，教训了足足1个时辰，灰头土脸地回到院子里，满肚子的火气都撒在侯夫人身上。大房的争吵声足足吵到半夜，萧天兰隔着院子都能听到父母的争吵，一阵心烦意乱。这样的家他是一天都不想待下去，只要做了太子妃，无上的尊荣等着他呢。不得不说，有时候蠢点儿过得更开心，他倒是会做美梦。第二天，侯夫人亲自去见沈氏，带了好些礼物，话里话外是要把萧天正接回大房去，他敢不接，云海侯都敢休了他。不过就算是这样，云海侯都没露面，
没有安慰这个受了诸多苦难的庶子，更在乎的是他的面子。萧天爱听着夏琳说的那边的情况，端坐在梳妆台，丫鬟伺候她梳头化妆呢。昨天萧天洛又说起买马的事儿，今天又出门去帮他看马。至于他懂不懂相看马不重要，重要的是出去玩。我又不是奶妈子，干嘛要哄着他睡啊？一晚上愣是没睡好。不行，今天说什么也得让他自己睡，老睡我屋子，像什么话呀？他初来乍到，没有安全感，自然需要人陪了。过几天安排好院子，就让他回去。不过奴才们伺候的再好，终究是奴才，需要家人的关心。你多费点心，长大了你们兄弟也能互相帮衬。平白捡这么大一弟弟，多好的事儿啊！好事你咋不留着？就会骗我。萧天洛嘟囔着，总觉得自己掉坑里了，稀里糊涂他咋成了自己的事儿了？成啊，让他住我这儿我也没意见。萧天洛打了个哆嗦，就是亲姐弟8岁就分开住了，娘要是知道了能扒了自己的皮。当我什么都没说。三人也没吃早膳，去外面吃去。萧天洛知道一条早餐一条街都是卖早点的，什么烧麦、肠粉、阳春面等等，都是老字号铺子。各地的美食汇聚，只有你没听过的，没有你吃不到的。走到大门的时候，管家招呼伙计往院子里抬着一个个盒子。这是买的什么呀？像是瓷器盒子，府里添置这么多瓷器干嘛？启禀二小姐，都是茶具，库房缺了不少，得补上。哦，茶具啊，我看看。哎呀，这是汝窑的天清一色，这是钧窑的三彩，都是好东西呢。我说管家，真没有必要采买这么好，反正也是被砸的命，多可惜啊！想必你更清楚大房这段日子砸了多少茶具了吧？管家讪讪一笑，拱拱手不说话。这一事儿又不稀奇，满府的下人们不说，心里却门儿清得很。萧天兰也恰好出门，听到他的话，顿时怒了。萧天爱，背地里编排我们，这就是女婿的规矩。大姐怎么说的？我不过是实话实说，难道这些茶具都是我家用了吗？明儿个去给祖母请安，咱们说道这件事。侯府是所有人的家，可不是你们一房的。虽说有点家底，可架不住这么糟蹋的吧？你……萧天兰气得说不出话来，真是见鬼了！以前在自己面前屁都不敢放一个，现在嘴皮子开了光似的，张嘴就噎得人难受。哼，少装好人！你杖毙奴才的时候可没一点心软，手上沾着人命，睡觉就不做噩梦的吗？大姐可真长了一颗生母心，也不心疼被搓磨那么多年的弟弟，倒是心疼一个虐待弟弟的刁奴了。要说后悔吧，还是有那么一点的，没能斩草除根，连那个老刁奴的家人一起收拾了。我真是心太软了呢，下次可要吸取教训了呢。我要是大姐啊，就不会这么对我，除非你将来打死也不会来求我。天正啊，过来，这可是你的亲姐姐，以后见了嘴甜点儿。大姐这么善良的人，肯定会赏你一些好东西的。对了，初次见面，大姐对弟弟没点表示的吗？萧天爱招呼天正上前，少年脸上满是抵触，歪着头不想喊人。萧天兰眼神闪烁，想起他弹奏的那首曲子，心中有些后悔，怎么就按捺不住性子，看到他肚子里的火气就止不住的往上拱。自从他找山贼劫走了他，每一次看到他就恨不得彻底毁掉。这就是做了坏事之后的心虚在作祟，每一次见到他就会后怕心虚，只有他消失了才能过这个坎儿。今日出门没准备，改日给弟弟补上，咱们走。萧天兰匆忙离开，背后还能感觉到萧天爱戏谑的眸子，一阵阵的懊恼，还带着深深的无力感。
到了米园街，老远就闻到香味儿。萧天爱顾不上教导弟弟，肚子咕咕叫，掀开帘子往外瞅，还有吃肉，多多的肉。小姐，回去带好了木梨再下来。萧天爱也不去茶餐厅，就挨着摊子吃。萧天洛很快就饱了，萧天正却是来者不拒，跟萧天爱有的一拼，两人的肚子都跟无底洞似的。秦嬷嬷早被东林拉着排队，管不着他们。萧天洛去买糖葫芦，付钱的时候才觉得不对，他怎么成小厮了？以前伺候他姐一个，现在还多个弟弟，这日子越过越回去了吗？二小姐，我家王爷有请。你家王爷？哪位啊？他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的吗？萧天爱看他五官周正，身板挺直，浑身充满军武气息，大概知道是谁了，但是不能轻易开口。你请我就去，我不要面子的吗？小姐勿怪，卑职的错，没和你讲清楚，我家主子是燕王殿下，有件大事儿事关小姐，务必请小姐一叙，就在对面茶楼。等我弟弟回来，一起过去吧，歇歇脚，蹭顿饭吃。宋岩峰好脾气笑了笑，心里却在吐槽：你刚才吃了3个包子，1碗肠粉，还有2个牛肉烧饼，还要蹭饭？二小姐莫不是个饭桶？萧天洛举着7、8串糖葫芦回来，人人有份。萧天爱顺手接过，递给宋岩峰1串。辛苦将军了，送你吃。燕王请咱们吃早点，空着手不好，就拿它当礼物啦。姐，你别寒碜人了，谁拿这玩意儿当礼物的？丢不起那个人。礼轻情意重，燕王是那种在乎钱财的俗人吗？别小瞧这个东西，我敢打赌，他不一定吃过。你说，你们主子吃没吃过？我送他吃，会不会失礼啊？不会，哪怕1棵草，只要小姐相送，都是一份心意。瞧瞧人家，不愧是王爷的人，就是会说话，学着点啊。许志安看到宋岩峰举着糖葫芦，哈哈笑了起来。宋将军，请问你几岁？宋岩峰面无表情，这位二小姐不走寻常路，他能怎么办呢？不过可以留给他来应付，看他还笑不笑得出来。我去茅房，你送二小姐进去，跟着伺候吧。许志安没多想，快点回来，别想偷懒。等他看到满手举着糖葫芦的萧天爱出现在面前，笑容有些僵住。二小姐好，王爷等着您呢，请进。这边有份儿，很好吃的，将军当差辛苦啦。轮到许志安僵硬着脸色。萧小姐来了，冒昧请你来，唐突了，请坐。萧天爱坐在他下手，糖葫芦放进盘子里，取下1颗没有核的，夹在他面前。没关系的，上次在宫里王爷帮我说话，还没有谢过王爷呢。买了点好吃的，燕王尝一下，聊表心意嘛。燕王虽然眼瞎，但是行动没问题。习武之人6时敏感，自己可以吃饭。塞进嘴里尝了尝，僵硬了片刻。好吃吗？好吃，谢过萧小姐了。说正事儿，太子欲纳你为侧妃，你怎么看？什么？他有病吧？太子妃呢？太子妃选的是谁啊？静姐，你们姐妹一正一侧，皇后觉得是一段佳话。夹你娘的头啊！萧天爱都想现在就去打爆太子的狗头。萧姑娘人品才华俱佳，与人做妾，想必小姐是不愿意的。死也不愿意啊！既然如此，本王会帮小姐解决这件事儿。说来惭愧，萧小姐这次是受本王连累了，太子本意是想对付我呢。因为是家小姐，王爷的青梅竹马白月光，为了拒绝太子，出家做了道姑那个。白月光？哎，就是心中的挚爱，唯一的那个人，大家都这么说。大家说是就是吧，只可惜了宣瑶大家闺秀，锦衣玉食，今日却落入道馆受苦。
萧天爱挺同情他的，战功赫赫又怎么样？眼瞎了，爱人出家了，好惨一男的。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掉太子，他都装病了，还不肯放过。我会请皇兄出面，不让太子胡来，皇上总会给我几分面子。用得着惊动皇上吗？要不我偷个人，名声坏了，太子总不至于给自己戴绿帽子吧？萧天洛一口茶喷在地上。姐，亲姐，可不敢闹着玩，爹娘的脸也没了。从长计议，燕王殿下肯定有主意的，你别添乱。领地说得对，本王不会让小姐名节有亏的，将来还要许配一户好人家呢。哎呀，我身子弱，性子软，有点门第的人家都不会娶的，长不了家，生不出孩子，去回去当祖宗供着吗？反正我没想嫁人，名声什么的也不在乎，恶心太子一下也不错。真不用，太子睚眦必报，会报复整个侯府呢。你大姐这个太子妃也保不住啊。哼，大姐还没做太子妃呢，眼皮子都翻到天上去了，这要是给她做了，还不得上天啊？上面俩婆婆，下面侧妃妾室一大堆，萧天蓝的脑子能玩得转才怪。他自认为的福窝其实是个巨大的火坑，可不管怎样也是太子妃，足够他嘚瑟摆谱的。萧天蓝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太子妃，还得问问萧天爱答不答应。燕王看他不说话，以为他在担心自己的婚事，心里有些愧疚。不如趁着此时未曾定下来，我为小姐择一门好亲事，名花有主，太子总不能夺人之妻啊。而且他知道我对你无意，就不会这么执着地针对小姐了。啊，燕王可有人选？公侯伯这些爵位之中，选个品行不错的次子，本王亲自保媒，还是没问题的。不能做当家主母，可以做个嫡次子的正室，过些简单的日子，倒是挺适合他的。先谢过王爷了，容我回府和父母商议一下，毕竟婚事需要父母做主才行啊。好，本王静候佳音。正事到此商议定了，萧天爱又想起蹭饭的事儿。王爷，吃早膳了吗？没呢，小姑娘不介意，一起吧。不介意的，燕王别想我们人多闹得慌就好了。说起来，我被太子惦记，还是被你老人家给连累的呢。哎呀，无妄之灾，挺冤的呢。燕王手指顿了顿，本王不过24，很老的吗？这可真是一个不愉快的话题。对不住了。没关系，王爷也是受害者，咱们算是一条线上的人了，理应共同进退，和恶势力抗争到底。不过呢，咱们已经是自己人了，之前我母亲送您那些钱。萧天爱看到燕王，就想起自家那10万两银票，500万呢，要是能要回来最好了。什么银子？有这事儿吗？萧天爱给噎了一下，装傻呢？这就是不想还了。谈钱果然伤感情，没法继续了。是吗？或许是我记错了。小二呢？你们店里的招牌菜都有什么？挨个上一份。要不到钱，只能好好吃一顿了。萧天爱跟霜打的茄子似的，需要美食来抚慰。他没注意到燕王喝茶的嘴角都快翘到耳朵根了，心情大好。这家茶馆虽然不是专门的酒楼，大厨做的几道补汤还是很好喝的。萧天爱喝了一盏党参鸽子汤，一股暖流从丹田升起，浑身的肌肤顿时紧绷起来。银皮境界竟然在这个时候突破了。我吃好了，你慢慢吃吧，我就告辞了。燕王自然看出他这是借口，小姑娘的胃口他可是很清楚的，还特别爱吃，
满桌子茶点羹汤都没咋动呢。后会有期。严峰，送送萧姑娘。萧天洛也有些意外，不过姐姐的话听着就是了，扶着她行礼告辞。萧天芳有样学样，眼神还流连地看了糖葫芦一眼。包厢里只剩下燕王，他摇着头笑了笑，居然拿起碟子里的糖葫芦咬了一颗，慢慢吃着。倒是会省钱呀，不过味道还不错。按说沈氏不该缺了他的花销，还惦记着那些钱，只能说这姑娘会过日子。想起他要钱被自己装傻拒绝，心里肯定很憋屈。燕王有种欺负小孩子的恶作剧感，感觉还不错。洛城权贵之中，适龄的嫡次子，未婚的优秀才俊，收集一下。小姑娘怪有意思的，本王送她一场好姻缘。是，卑职马上吩咐下去。萧姑娘瞧着娇娇柔柔的，胆子可不小，卑职就没见过哪个姑娘跟主子说话一点不怵的。说来也是，她可不怕本王。心思有些恍惚，他10年征战，身边的女人少得可怜，等这次回来，每一个见过他的女子都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喘，好像他是洪水猛兽似的。甚至市井流传，燕王眼若铜铃，口若血盆，身若蛮熊，浑身黑毛，生猎敌人，甚至食其肉饮其血，西北蛮夷俱为他的凶残，才会纷纷退兵。且说萧天爱回到马车里，屏退了下人，往罗马市集出发。路上需要1个时辰，足够他打坐调息，恢复正常的。终于，一道耀眼的荧光闪过，随即恢复正常。萧天爱猛地睁开眼睛，走到哪儿了？还需要多久？禀小姐，快了，再有1刻钟就到。那小子，找死啊！快停下看看小姐，伤着小姐，你们几条命都不够赔的。哼，下来！只听一声怒喝，骏马嘶鸣一声，居然被人拽着前蹄，硬生生落回到地上，马脖子也被人箍住，一动不敢动。天哪，太猛了！真正是移动操作猛如虎，硬是用蛮力解决了一场危机。小姐，您没事吧？我没事，这是……小姐，都是他突然跑过来，马受惊了，差点害了小姐。不过也是他控住了马，没有出意外。您看怎么办？小的一时莽撞，冲撞了小姐，还请小姐恕罪。你真的是用手控制住我家的马的？行啊，厉害了，练过武艺？小的自有家贫，这一身力气是天生的，从小就比别人力气大，不过吃的更多，爹娘都给吃穷了，只能独自出门讨生活。小姐若是看得上小人这身力气，小人愿意肝脑涂地，只要能管饱饭就行。萧天爱兴趣大增，这小子是个人才，天生神力不说，这手变脸的功夫就不是谁都能做到的。大胆，小姐身边岂能用你这种来历不明的人？小姐，咱别被他给骗了，油嘴滑舌，不像老实人。小的莽撞了，嬷嬷勿怪。冒昧问一句，你们这是去哪儿啊？这一片我熟啊，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说。我叫方大勇，您可以去打听，谁不说我方大勇讲义气，做事稳妥。我们不需要，经了马的事儿就算了，你可以走了。好吧，多谢小少爷。慢着，你对罗马市熟悉吗？会挑马不会？小姐找我可就找对了，小的10岁就在马堆里混，任何一匹马打眼一看，小的就能说出它的年龄、品种、身体情况，保证让小姐买到最好最便宜的马。不瞒小姐，小的平时就靠着帮人看马赚些嚼用，很多老客户直接来找我呢。行吧，带路吧，要是买到合适的马，本小姐有赏。谢小姐，您就瞧好吧。东陵这次说什么也不敢让萧天爱自己在马车里了，陪着他上了马车，要是有个意外，他也好帮小姐做个人肉垫子呀。
很快到了罗马市集，空气中充斥着刺鼻的马粪味。小姐，这么臭，你干嘛要来这种地方啊？萧天爱也低估了这里的环境，这里不仅卖马，还有各种牲口，相当于洛城最大的畜生交易地，味道自然好不了了。小姐，小的有相熟的贩子，您可以在外面的院子里等。您说想要什么样的马，小的让他们牵来给您挑。就这么办，你小子还有点用啊。院子打扫得很干净，马贩子们也都知道那些贵人是不愿意进去，想出这样的办法来招待客人，自古以来商人都是最精明的。很快，方大勇领着几个马贩子，每个人都牵着几匹马走进来，每一匹都高大神骏。萧天洛爱不释手，挨个看过去，挑花了眼。萧天爱也跟着看，其实也不懂，就是看热闹。方大勇，你看哪一匹好？要温顺的小母马。我不要温顺的，要日行千里，神骏非凡，方能显示本少的英俊潇洒。细胳膊细腿的，你确定能拿得住？摔断了脖子怎么办？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我付钱就听我的，要不咱就别买了。别介啊，都听姐姐的。萧天洛依依不舍地拍着一匹高大的青色骏马，被他一拍，凶恶地秃噜一下嘴，吓了萧天洛一跳。哎，姐，你看看他还敢凶我，别落到我手上，一天3顿打，看你还敢不敢？行啊，就照你说的，买了，1天3顿打。马贩子面面相觑，贵人的心思他们实在是看不懂，居然买回去打着玩，就为出口气。小姐，这匹马是真正的西凉马，最少也得800两银子，您可别跟畜生一般见识，一般人训不来，还没有被人骑过呢。算了，姐，我就那么随口一说。就是他了，弟弟啊，你刚才不还想要神骏的马吗？姐满足你。萧天洛能怎样？他能说我又不想要了吗？这马瞧着就凶，自己这小身板能扛得住吗？亲姐的死亡凝视让他只能点头答应了。咱也纨绔一回，买匹马回去打着玩。方大勇大喜，想不到这位小姐这么大手笔，这一单他能提不少钱呢，又能买点肉带壶好酒喝了，今儿个运气真不错。原以为逃不过虎头帮那帮杂碎的手心了，想不到遇到贵人还能赚了一笔。再找一匹小马驹来给我小弟骑。我可不可以要一匹成年的马？小马驹又不能骑。你还小，小马驹不仅仅是跟你骑着玩，是让他陪着你长大的。你亲力亲为的照顾他，以后他会是你最忠心的小伙伴。很多时候，动物比人都可靠。谢谢姐。除了大青马贵一些，小母马和小马驹都不算贵，1000两银子搞定了。没有做成买卖的马贩子有些失落，不过萧天爱每人赏了1两银子，没有让他们白跑，皆大欢喜的走了。小姐少爷买到了心仪的马，小的也功成身退，告辞了。不忙，说说吧，那帮人为什么追你？他们是什么人啊？方大勇惊讶地看着他，没想到他连这个都知道。他们是虎头帮的人，只要在罗马市里讨生活的人都得加入他们，说白了就是收份子钱。不仅是这里，整个洛城的闲散江湖人都得交。我和几个兄弟都不乐意，和他们打过几次，赢了几次，可这次虎头帮找来了洛城3怪出手，铁了心要弄死我，还要谢谢小姐帮我解围。虎头帮？天子脚下还有这样的帮派，朝廷也不管管？小姐有所不知啊，任何地方都不缺少这种黑暗势力，他们给官府都上了孝敬，打点好关系，谁会管啊？何况我们这些闲散游民，朝廷根本不当良民看，有他们管着还能减少麻烦，官府自然是睁只眼闭只眼了。这样子啊？你说你还有几个兄弟混得还不错嘛？小姐见笑了，勉强能填饱肚子。我们倒是想做个良民，可一没有手艺，二没土地，还不认字儿，只能这样混着了。重赏，以后多小心些，只要活着总会有希望的。
东陵赏给他5两银子，方大勇拿着感觉有些烫手。虽然看不清楚小姐的脸，但是能感受到她眸子里的关切。这一刻，他生出了誓死效忠的念头。可看到秦嬷嬷绷着的脸，想起自己这样的野路子，连给人小姐提鞋都不配，深深鞠躬，转身大步离开。心汉这新买的骏马都不坐马车了，牵着走，折腾一场，到了午膳时分，洛城最有名的酒楼樊楼就在附近。萧天洛带着他们去尝尝樊楼的美食，还是没到地方，迎面走来几个贵公子，骑着高头大马，手里拿着折扇，头戴金冠，真正的鲜衣怒马，富贵金傲的气息扑面而来。萧天洛看到他们几个，脸色却变得难看了几分。武安侯府的6公子屈从云，皇后外家成国公府的3公子索文石，还有督察院邵大人的小儿子邵廷，加上长公子的独子贺思远。这几个人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洛城中有名的纨绔子，还是最顶级那一层，后台强硬，无人敢惹的那种。勋贵自成小团体，萧天洛和他们也经常玩，但是仅限于酒肉交情，还是巴着人家那种。平时若是碰到，称兄道弟寒暄一番。可今天跟着姐姐出门，做弟弟的也是个男人呢，是男人就好个面子，不想让姐姐看到自己巴结讨好他们的样子，太丢人了，以后更抬不起头来了。他想躲，可惜路就这么宽，人家骑着马，第一眼就看到了他，还有他身边跟着的少女。田洛，我说今儿怎么没见你出来玩？原来是在陪美女呢。我介绍一下，哪家府上的？贺思远跳下马来，其他人跟着围上来，眼睛里都闪着灼热的光，恨不得把木犁钉出2窟窿来。萧天爱眼神一冷，他们没把弟弟放在眼里，准确来说是没把侯府放在眼里。见过诸位仁兄，这是佳姐，今日陪佳姐逛街，改日我请客，咱们再聚啊。要是一般人，闺阁之中的千金小姐肯定会给几分面子，毕竟大家同朝为官，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可惜纨绔子要是懂人情世故，知道做人，也就不能称之为纨绔了。别改天呀，既然碰上了，就请萧小姐也一起吃顿饭呗，人多热闹嘛。就是嘛，萧小姐给个面子嘛，我们都是你弟弟的好友，大家不是外人，不会惹人非议的。算了吧，侯府的小姐怎么能抛头露面和咱们吃饭呢？少廷，你说的可不对，萧小姐遮挡得严严实实，怎么算是抛头露面呢？相逢不如偶遇，说明咱们和萧小姐有缘呢。哥儿几个，你们说对不对啊？对极了，咱们少爷一表人才，不知道多少千金小姐想要嫁呢，萧小姐能和少爷喝杯酒，是你的福气呢。萧天洛拳头捏得嘎巴响，长这么大从未如此愤怒过。陪男人喝酒都是篓子里的钱儿，他们把姐姐当成什么人了？姐姐要是和他们坐一桌，名声彻底臭了，谁还敢娶？小天洛，你怎么说？诸位，咱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何必苦苦逼迫？佳姐若是陪你们吃酒，会有怎样的后果？你们不清楚的吗？哎，这有什么可担心的？要是你姐嫁不出去，爷娶了她，以后咱们就是亲家了，爷还得喊你一声小舅子呢。多少人想和爷攀亲戚，爷还看不上呢。你，贺思远，欺人太甚！我们云海侯府怎么着也是数百年的老牌勋贵，岂敢容你如此羞辱？今儿你们谁敢动我姐一根头发，就从我尸体上踩过去！哼，云海侯府算个屁啊，2流都算不上。你要是世子，小爷还看重你几分，不过是个2房少爷，老子跟你说话是看得起你。老子看上你姐，你就该乖乖送上。真以为老子不敢收拾你的吗？今儿我还非要看看这位美人长什么样子不可。秦嬷嬷急得团团转，护卫们刚要上前，
几个人的狗腿子已经不软不硬的把他们拦在外面。护卫们犹豫再三，都不敢拔刀。他们或许不会把小姐少爷怎么样，顶多羞辱一番，但是他们这些护卫要是敢出手，那可就死定了。不仅如此，连秦嬷嬷想去搬救兵都被狗腿子拦着了。士可杀不可辱，你们敢动小姐一根头发，小姐就敢当场撞死在这儿，死也要捍卫清白。贺思远被他们这副宁死不屈的样子给气着了，原本只是心血来潮动弄一下，既然他们不识趣，那就别怪他心狠了。好啊，跟爷玩这个呢？行，想死是吧？爷今儿把话撂在这儿，你要是敢死，爷就敢把你的衣服扒光了，让所有人看看这千金大小姐的身子有多嫩啊！贺思远，你他娘的不是人，禽兽不如！把人给爷抓来，给脸不要脸！在这洛城地界，还没谁敢这么不给爷面子的。我跟你拼了！萧天乐怒吼一声，和他们扭打在一起。东陵下的惊声尖叫，拉着萧天爱使劲躲。萧天芳不顾自己的小身板，想冲上去帮哥哥，被萧天爱拉住。你别去，不过多个人挨揍。姐，等我长大，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那就好好学本事，这样才不会被人欺负，才能保护好你想保护的人。弱小的时候就得忍着。谁都没有注意到，萧天爱把手里的一串珍珠手串取下来，眼看狗腿子一拳就要砸在萧天洛的肚子上，手指一弹，珍珠撞在了他的手腕处。等到了萧天洛身上，已经没有多少力道了。其他人同样如此，或是被弹中了腿弯，或者被打中肚子。萧天洛愣是跟4个人打成平手。少廷脸色发黑，明明是你先搞事情，调戏人家小姐，还怪人家不给你面子，皇子都没你这么嚣张的。算了，他好心好意劝阻还不领情，你就闹吧，捅破了天有长公主兜着，让他们一家子作去吧。屈从云和索时文站在一旁看热闹，一脸的幸灾乐祸。贺思远嚣张跋扈，人家有这个底气。皇帝和燕王那是人家亲舅舅，云海侯府这个亏是吃定了。又走出了几个护卫，比起之前的狗腿子，他们才是真正习武的打手，等闲不会出手。萧天洛就算本事再大，也不够人家2拳打的。2条腿给打折了，扔一边去，少来碍着爷的事儿。小姐怎么办呀？萧天爱面沉如水，看来白莲的人设保不住了呀。我想做个温柔如水的女子，咋就这么难呢？危急关头，突然远处一阵骚乱，快躲开，马群惊了！说时迟那时快，隆隆的马蹄声眨眼便到了。贺思远的狗腿子们慌忙躲开，护卫更是忙着保护主子，萧天洛就没人管了。萧天爱看他发愣，心中叹气，哎呀，到底是个孩子，遇事儿就没了主意了。去把你哥拉回来，别被马踩着了。他们聚在角落里，反而成为最安全的地方。瞧着马群冲破护卫的防卫，一蹄子踹在护卫的肚子上，喷的血飞出去老远。还有的慌不择路，躲在他们这边，此时不报仇，留着过年的吗？一脚伸出去，把人绊倒，小巧的脚丫踩在那个人的膝盖上，咔嚓2声，直接给踩断了。我的腿！此时不报仇，等待何时啊？揍他，揍死了也是白死。萧天洛回神，就是啊，趁火打劫的好机会，让你们打老子！突然，一块板砖出现在了他面前，用这个。萧天洛想也不想，接过来，冲那个人脑门子就是一板砖。护卫眼一翻，晕了过去。不会死了吧？到底是温室中长大的少年，杀只鸡都不敢。愤怒过后就是恐慌，板砖都吓得掉在地上。不会，没那么容易死。还有呢，你想想他们是怎么对咱们的，老天都看不过去了，让咱报仇呢。继续啊！萧天洛胆子又被激起来，看谁落单，扯着就打。板砖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再次大展神威，连连砸晕好几个，血都溅了他一脸，瞧着有些恐怖。萧天洛只顾着揍人，没看到自家亲姐抽空给自己递板砖，坏戳戳的样子，在乱糟糟的局面之中，怎么瞧着那么好笑呀？最后5成兵马司的人都出动了，才把局面控制住。贺思源等人除了狼狈点儿，倒是没受什么伤，冲着兵马司的人大骂：哼，怎么没踩死这个孙子？这事儿没完，想不想出气啊？当然想了，可他有2个好舅舅，咱们能怎么办啊？弄不死他也得让他出点血。看姐姐的。姐，你这干啥呢？用血给我洗澡啊？太恶心了吧！从现在起你就闭嘴吧，装死就好，天塌了也不能动，听到了吗？萧天洛下意识点点头，虽然不懂他闹哪样，却也知道他姐现在主意贼多。弟弟啊，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让爹娘和姐姐怎么活呀？萧天爱嚎的一嗓子，萧天洛顿时懂了，头一歪，身子一软，加上一身一脸的血，还真的像是重伤垂死的样子。贺思源脸黑的跟锅底似的，忘了这个倒霉家伙了，真是晦气。其他3人下意识离他远一点，人要是真死了，这事儿可就难办了。他们是？一个小头目看着萧天爱衣着高档，首饰精美，很好奇他们的身份。长公主的儿子是吧？好，我记住你了。我弟弟要是有个3长2短，我就一头撞死在皇宫门口去。我得要是问问皇上，长公主对朝廷做了多大贡献，以至于如此的嚣张跋扈。堂堂侯爷的少爷都敢当街伤害，朝廷就这么对待我们这些功勋家族的吗？派个人禀告府里一声，我们先去京兆尹击鼓鸣冤。哪家侯府的？不是被金马误伤的吗？贺少，卑职还有差事在身，不敢久留，您自便啊！告辞告辞。不顾贺思远阴沉的脸色，带着人赶紧跑。长公主的儿子打死一个侯府少爷，这事儿可不是他们这个小头目能掺和的。慢着，把他们拦住！贺思远多少有点脑子，事情闹大了，整个勋贵集团都给得罪了，皇上也轻饶不了他。贺思远对吧？你想怎么样？要把我也给杀了吗？行啊，动手啊！你们这些大男人欺负我一个弱女子，还要脸吗？就算是皇上，也没有草菅人命、目无王法的道理。不准告官，私了，你想要多少银子都行。我外祖是首富沈家，你觉得我会缺银子的吗？我一刀杀了你，想要多少银子你说话，我给你行不行啊？你，反正就是不准告官。贺思远只想拖着家里人来，母亲去求皇帝舅舅出面，打死一个府少爷又算多大的事儿？他以前打死的小官吏也是有的。弟呀，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狠毒的人？你死得好冤啊！苍天啊，你睁开眼看看，这头恶毒残忍的畜生怎么没有降下来劈死他？贺少，我家少爷或许还有救，你要是拦着不让走，这是故意杀人，其心可诛。长公主也要讲王法，我们侯府虽没有多大权势，可也不是小门小户的人家，由不得你这样欺辱。好歹给人找个大夫，不能一错再错呀。少廷，你哪儿投的呀？万一他们去告官怎么办？少廷急了，他今儿个就不该出门，被这么个东西连累，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他家和勋贵不是一体的，遇到了一起玩。督察院掌管官员风纪，监督全国，是最有实权的几个衙门之一，才不怕他一个长公主的儿子犯不着受他的鸟气。就算他们此时不告官，以后不会告的吗？人家家里长辈还在呢，太子可是有意娶了侯府嫡小姐做太子妃呢。我好心提醒，你爱怎么样随便你，告辞。
一甩袖子，带着护卫就要走。萧天爱趁机让自家护卫抬着萧天洛跟在他后面走，护卫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贺思远摆摆手让他们离开。小姐，咱们先去医馆为少爷治伤吧。哼，拿人俸禄就要尽忠职守，刚才你们放任主子被欺负，已经愧对你们的职业，现在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去京兆府击鼓鸣冤，动静闹得越大越好。弟弟就是死也要拉着他长公主下水。护卫几人都羞愧低头，留下2个人抬着天洛去京兆府喊冤，剩下的人去各地找些闲散混子，散播长公主之子嚣张跋扈、草菅人命、打死侯府少爷这样恶劣的事情。我送你们去京兆府吧。你赶紧上车，小姐和少爷都是好人，我方大勇不会忘恩负义的。不瞒你说，这马是我偷偷放跑的，没办法，我也打不过他们，只能用这个办法了。谢谢你啊，以后咱就是朋友了。方大勇挠挠头，跟个娇滴滴的小姐做朋友，这事儿可真稀罕。以为他就是随口一说，也没在意。要不要给少爷包扎一下呀？我这里有金疮药。我说小姐，公道虽然重要，但是性命更重要呀，还是先救人吧。你说的对，我带着药呢，已经包扎了。你不懂，这时候不去闹，耽误一会儿，小闹也闹不起来，只能吃哑巴亏了。咚咚的擂鼓声响起，京兆府都被惊动了。刚吃完饭，想和小妾温存一会儿，睡个午觉，被鼓声打扰，一脸烦躁地走出来。何人击鼓啊？午休都不让人休息。小的让人去问了，暂时不知，估计是升斗小民才会这么不懂规矩的。有头有脸的人家都会提前打通关节，审案的时候大人心中有数，知道该怎么偏袒他们。可是这次遇到的是不按常理出牌的萧天爱，温九思还不知道天大的麻烦正等着他呢。威武！声喊的抑扬顿挫，极有韵味。萧天爱还想亲自去见识一下古代的公堂是什么样子的，被秦嬷嬷死命拦着了。秦嬷嬷算是看透了，自家小姐自从被山贼掳走，性子变了许多，胆儿更是大破天，一不留神就要闹出幺蛾子。小姐，让老奴去，官场上那点猫腻，老奴比你更熟悉，算我求你了，你安心在马车里待着成吗？辛苦嬷嬷了，尽管闹，把天捅的窟窿有祖母和大伯呢，弟弟的委屈可不能白受了。秦嬷嬷嘴角绷紧，老夫人和侯爷知道你这么坑他们，不得气死呀。你有什么兄弟朋友没有？京兆府审案不是让旁观吗？带着人去看看。府尹大人要是害怕长公主的势力，想敷衍你就起哄，逼着他公平。这里有500两银子，尽管撒出去，我要让洛城都知道长公主纵容儿子做下的好事。用不了这么多，别怕花钱，我要效果。方大勇闭嘴卸了马车，驾着马去找人，留他自己在马车里等着消息。七远侯府3房嫡子，年方20，文采斐然，相貌俊朗，身高5尺3寸，通房2个。过5尺3寸太低了，还有通房，不是良配。我说王爷，您给萧姑娘选夫婿，可比公主选驸马都要严苛。您就说说吧，满洛城的勋贵、成年少爷，谁屋子里没有通房妾室的？2个已经是少的了，咱府里就没有。妥了，干脆这样，王爷，您把萧姑娘娶了呗。您救了她，话本子里不都是说以身相许的吗？好一段英雄美人的佳话。这个主意好，只要是男人都不愿意让喜欢的女孩子嫁给别的男人。谁说本王喜欢她了？嘴巴都绷住了，要是传出去坏了人家姑娘的名声，本王剁了你们俩。她才多大呀？老牛吃嫩草的吗？60老翁18姑娘，铁树开花，老牛嫩草，这才是男人做梦都想要的日子呢。王爷不过24，又是堂堂王爷，不是属下自夸，萧姑娘嫁给您是他高攀了。我一个瞎子甭祸害人家小姑娘了，继续找，
就不信找不出一个才貌双全、洁身自好的人了。不行，就往外省去找，那些封疆大吏的少爷，最好是本王麾下的，不敢慢待了他。王爷，出大事了！长公主的公子害死了云海侯的二房公子，人家告到京兆府了，满城都传遍了。二房公子？哪一个？不就是萧姑娘的嫡亲弟弟吗？哎呦，我去！王爷，大水冲了龙王庙了。什么一家人啊？长公主可是咱王爷的胞姐，王爷能不管吗？管是肯定管，不过管谁就说不定了。备马车，本王亲自去看看。传言都是夸大的，传来传去，萧天洛已经是个死人了。此时云海侯府也收到消息。你说什么？二少爷被长公主家的少爷打死了？不是打死，是打伤，生死未卜。快去，侯爷和二老爷都给我找来。人呢？怎么你回来，他们没回来？二小姐抬着去京兆府告状去了，京兆府要是不管，她就去皇宫告御状。老夫人刚缓过一些，听完又咯的一声，这一次是彻底晕了。又是找大夫，又是掐人中。等云海侯和萧斌夫妇赶到，老夫人刚好醒来。你生的好女儿，这是要毁了我萧家呀！他还要去告御状，把他能的要不要上天呢？母亲，天洛呢？有没有说天洛怎么样？你问他吧，别愣着了，赶紧去京兆府，别让他闯下大祸。浑身的血，生死未卜，属下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沈氏浑身散发着彻骨的寒意，一言不发地往外走。赶紧追呀！造孽呀！真是造孽！老夫人捶足顿胸，侯夫人和萧天来也赶到，眼里都是深深的担忧，还有彻骨的恨意。太子选妃的重要关头又出这种事儿，诚心要毁了他的前程呢。萧天爱窝在马车里，看着京兆府外的人越来越多，对方大勇的办事效率比较满意，还有心情喊来卖干果的小贩，买了2包瓜子嗑着吃。长公主府里，雍容美艳的长公主听了管家的汇报，眼皮子抬了抬。远儿打死人了，还是个侯府少爷。云海侯府，这次选太子妃那家，他们家不想选太子妃了，敢跟本宫叫板。母亲，你要帮儿子做主，多大点事儿啊，闹得要死要活，分明是不把您放在眼里。去把荣君白找来，听听他的主意。你呀，这么大人了，毛毛躁躁的，要学着稳重。贺思远虽说是长公主的孩子，但到底是外姓人，生父不过是外地一个小地主的儿子，有几分才华，考中了探花郎，加上相貌俊朗，被长公主一眼相中，招了驸马。只可惜贺家小门小户，目光短视，觉得她哪怕是个公主，嫁到贺家就是贺家的人了，理应为贺家当牛做马。贺母总想压她一头，还给贺探花纳妾来恶心她。长公主也不吃素的，弄了个意外，让贺探花亡故，撵走了贺家满族的人，留下独子蓄养面首，过自己的逍遥日子。有个这样的娘亲，贺思远长成这个德行也没什么意外的。荣君柏是长公主的第一面首，读过诗文，是个被仇家算计入了戏子的贱籍，不能科举，人长得好，学问好，被人举荐入了长公主府，迅速俘获她的芳心。一个面首，谁都比不过她。参见长公主殿下，见过贺少。荣君柏哪怕作为长公主的面首，对她也没有谄媚讨好之色，像是下属一样。君柏，坐吧。思远，你和君柏仔细说说，咱们要拿出什么法子来？小小的侯府都敢不把本宫放在眼里，看来本宫需要进宫和皇兄太后好好聊聊了呢。一个男人怎么能长得这么好看呢？思远。长公主又说了一声，贺思远才回过神，轻描淡写地说了一遍事情经过，也没大注意。
他敢不给爷面子，死了也是活该。云海侯倒是不必在意，怕的是惹怒了整个勋贵集团，他们联合起来，皇上都要忌惮3分啊。这事儿贺少做的有些过了，咱们不占理，总得走个过场，让皇上下台。最后的处罚无非是重拿轻放，罚俸禁足，做做样子。据传闻，太子也有意纳了这位萧二小姐为侧妃，来一段姐妹共侍一夫的佳话。燕王殿下和他也有些瓜葛，又闹了这一出，这位二小姐倒是挺倒霉的呢。燕王，长公主神色变了变，外人都知道他们姐弟不和，到底是因为什么不和，却不得而知。哪怕荣君白也不清楚，只知道提起燕王，长公主的心情就不好了。长公主，京兆府的衙役来了，要带少爷去过堂。哼，胆儿倒是肥，这个府尹也该换人做了，不大识趣儿呢。殿下，还是让少爷去走一趟。只是京兆府还好办，真的惊动了大理寺，事情不好收场了，皇上那边也会联系您识大体的。自始至终，他对贺思远正眼都没有看过一眼，说的话都当是放屁了。思远，你少给你舅舅找麻烦，你去走一趟，亮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君白，你做事儿稳妥周到，替本宫去看看，照顾好少爷。遵命。京兆府外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们，洛城要是有小报，妥妥的头条。萧天爱嗑着瓜子，也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些焦急，走出马车想找人打听一下。燕王府的马车也赶到，燕王高大的身影鹤立鸡群，萧天爱一眼就看到。燕王察觉到有东西砸向自己，下意识伸手接下，心中诧异，递给宋岩峰看了看。是瓜子吗？谁砸我？主子，是萧姑娘冲咱招手呢。那就过去吧，守护好周围，人多手杂的，别让人冲撞了他。许志安撇嘴，还说对人家没意思呢，考虑的多周到啊。王爷，什么事儿让您大驾光临的？今儿个怕是不行，府尹忙着呢。我跟你讲，你就没有见过这么恶劣的人，长公主了不起啊，嚣张跋扈不足以形容，天子脚下都敢调戏闺阁千金，暴打侯府少爷，也太没王法了。京兆府要是敢偏袒，我告御状去，弟弟受的伤不能白挨。萧姑娘，你知道我家王爷为何而来的吗？你们还没说呢，为什么呢？好叫萧姑娘知道，长公主是我家王爷亲姐姐，异母同胞，嫡亲的姐姐。我的天哪，不会是为了贺思远那个畜生来的吧？这还搞什么搞啊？萧天爱笑得比哭都难看，真是的，原以为这个侯府千金虽说不能横着走，好歹有点人身保障吧，是他天真了。万恶的皇权，侯爵算个屁，上面压着侯府的大佬一数一大堆，想过个安生日子都难。你们就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对不住啊，冒犯王爷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一个小女子一般见识啊。还能怎么办？真怂呗。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萧姑娘，哎，你弟弟怎么样了？你一个人在这儿，护卫和丫鬟呢？都死哪儿去了？沈氏和萧斌风风火火赶来，看到他一连串的问题，担心儿子的安危，看到女儿单独一人，更是着急。出趟门闹出这么大事儿啊！娘亲别着急，弟弟没事儿，受了点伤，性命是无忧的。我让护卫回府找人，秦嬷嬷和东陵都在公堂呢。爹，你赶紧去看看，他们官官相护的，可别没被人打死，反而弄死在公堂上，咱们上哪儿哭去啊？之前他没这么担心，好歹是侯府少爷，再怎么着也不能把人弄死。可知道燕王居然是贺思远的亲舅舅，心里就不敢肯定了。得亏燕王瞎了，要是给他看到萧天爱这样防备的眼神，肯定得掐死许志安，没这么坏事的属下。
许志安也讪讪一笑，赶紧躲远点儿。见过燕王殿下，小女无状，燕王勿怪啊。他心里也犯嘀咕，燕王来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让开，都让开！长公主府贺少驾到，你们这些贱民挡着路干嘛？找死的吗？人未至，跋扈的声音先传来。燕王剑眉紧蹙，杀气浮现。严峰，去教教公主府的人怎么做人。遵命。宋严峰一手扶着刀柄站在路中间，两边的百姓纷纷躲开，顿时把他给露出来了。你谁啊？说你呢，惹得我们贺少生气，没你的好果子吃，滚开！小爷可是为你好呢。长刀出鞘的声音响起，没等那狗腿子反应过来，宋严峰一刀划破了他的脖子，鲜血顿时喷洒出老远，百姓们惊呼声此起彼伏。哎呀！别怕，娘亲在呢。回去领30大板。为什么呀？这孙子敢在咱们面前称爷，一刀劈了他都是便宜他了。属下没做错的呀。血呼啦的吓着女眷了，没看沈太太和萧姑娘在的吗？你就不能扭断脖子？好吧，属下知错了。宋严峰颓然，他不过是想把场子弄得刺激一些，忘了娇滴滴的萧姑娘了，这一罚挨得不冤。看来以后要对萧姑娘客气点儿，王爷这态度不大对呀。马车里坐着的贺思远和荣君柏听着动静不对，下了马车，看到满地的血，贺思远瞳孔陡然紧缩，能看到冷漠的燕王，两腿更是打着颤。拖下去，弄干净街道。参见燕王殿下，府中下人无礼，冲撞了殿下，殿下恕罪。舅舅，别瞎喊，本王当年就说过，贺家的子孙我燕王府是不认的，当不起。萧天眼睛瞪得老大，燕王好像不大待见这个外甥啊，看来这其中有故事哈。若有所思地看了许志安一眼，这家伙耍着姐姐玩呢，故意被他误导，哎呀，吓死宝宝了。萧二爷，您先请。许志安，你留下，照顾好沈太太和萧姑娘。不敢当王爷这么称呼啊，您喊我一声萧二就是了啊。您先请，先请啊。他在朝中无官无职又无爵位，府里称呼二老爷，外人会客气地喊一声二爷，可哪敢让堂堂燕王这么喊他呀？我的个老天爷呀，会折寿的。一起进吧，您是长辈，无需和我客气，那我喊一声世叔好了。萧斌擦着汗，更不知道怎么办了，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沈氏，沈氏仰头望天，现在是纠结这个的时候吗？大大方方答应一声不就得了？好歹一把年纪了，燕王出于礼貌把你当长辈也没错。不过也太客气了，他也吓了一跳，忍不住看了看自家女儿，难不成？两人最终一起进了公堂，荣君柏多看了萧天爱一眼，紧跟其后，最后贺思远一脸怨毒地看着他们，深吸一口气，跟着走进去。太太，萧姑娘，坐下等吧，卑职准备了茶水，喝口茶歇歇。放心，我们王爷出面，不会有事的。不知道从哪儿滴溜出来的桌椅，茶水炉子一应俱全，椅子上都垫着松软的垫子，躬身行礼，请他们过来坐下，点心蜜饯也摆了2样。论起伺候人，还是得皇族。闲着也是闲着，你说说长公主和你家王爷的事吧。不得非议主子，卑职不敢。那我待会儿跟你家王爷说，你看不起我。好，我说还不行吗？您嘴下留情，否则我也得30板子。我家王爷和长公主都是先皇后嫡出，尊贵无比。公主之中，长公主更是享尽了宠爱。之所以起了隔阂，都是从长公主非要嫁给贺探花说起，先皇后不同意，我们王爷更是极力反对。可长公主
吃了秤砣铁了心，非要嫁给贺探花。就算这样，贺探花不是死了吗？也不至于不认这个外甥吧。虽然他畜生了点儿，但是毕竟是亲姐的儿子，王爷可以好好教导他呀。卑职偷偷跟您讲点秘闻，您可谁都不准说出去啊。什么秘密啊？远远看着两个人鬼鬼祟祟，像是交换情报的密谍似的，谁能想到是在聊八卦呢？萧天爱这么上当，许知安抛瓜的兴致也更高了。反正他早看长公主不顺眼了呢。先皇驾崩的时候，我们王爷正在外打仗呢，赶不回来。先皇后因为悲伤过度，紧跟着去了。帝后双双离世，举国震动呢。等我们王爷赶回来的时候，自然要问一下先皇后有没有遗言。生母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王爷该何等的悲痛。可长公主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来。王爷之后一查，你猜怎么样？怎么，长公主害死了皇后吗？还是贪了皇后的无数嫁妆？许知安奇怪地看着他，你想的更离谱。他这么捧场，极大满足了许知安的八卦心，还是和姑娘家聊八卦痛快。那倒不会，身外之物我们王爷从不在乎。是吗？那他还拿了我们10万两银子不还。许知安噎了一下，姑奶奶哟，咋还惦记那10万两银子呢？哎，你继续，我就随口一说，继续啊。先皇后走的时候，长公主根本没在身边伺候，忙着阻止驸马纳小妾的事儿，跟贺家那老婆子斗智斗勇呢。您说说，这得多没人性啊！亲娘病了不是急，只顾着男人。她也没见过先皇后最后一面，我们王爷当时掐死她的心都有啊。唉，可惜了，先皇后贤惠善良，人人夸赞，走的时候一儿一女都不在身边，心里该多伤心呢。长公主简直不为人子啊！谁说不是呢？一母同胞的姐弟俩，性子咋就天差地别呢？长公主也知道王爷怨对她，和金上走得很近，扒着金上的大腿，甚至还会从踩着王爷表忠心，就为了讨好金上，维持他奢靡荒淫的日子呢。金上最乐得看他们姐弟闹腾，现在又闹这一出，金上看热闹看得不知道多开心呢。按说你们王爷也是嫡子啊，金上是早早封了太子的嘛，为什么你们王爷不能继承皇位啊？姑奶奶，这话能乱说的吗？说说而已啊，出得我口，入得你耳，难不成你会传出去的吗？当然不会，姑奶奶，以后这话可不敢说啊，是要杀头的呢。其实这也不是秘密，先皇当年有2位皇后，我们王爷是继后，金上母亲是原配。先皇很喜欢王爷，不过金上毕竟在洛城，朝中根基稳固，加上先皇驾崩，我们王爷不在宫中，金上继位也是顺理成章了。看来皇家的事儿还真不少呢，今儿个这波瓜真够大的。公堂之内，府尹温九思一个头2个大，云海侯府的这位嬷嬷可是从宫里出来的，句句不离规矩，外面又围满了百姓，逼得他不得不去长公主府中拿人。人是来了，可燕王咋也给惊动了呢？虽说贺思远是燕王亲外甥，可早在他出生，燕王就传出话来，不认这个外甥的，肯定不会为他撑腰，那就只能是为了侯府而来。侯府什么时候搭上燕王这艘大船了？原本想请燕王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燕王却给拒绝了。本王是来旁听的，温大人该怎么审就怎么审。京兆府的衙门代表了朝廷，可不是温大人自家家里，这个位置不是谁都能坐的。是下官考虑不周，王爷恕罪。最终搬了太师椅，坐在下手主位。萧斌因为陪着他来，也混了个座位。至于之后而来的云海侯，则没那么好约，只能站着。萧天洛已经清醒，看到父亲，眼泪忍不住落下。父亲，儿子以后再也不能为您尽孝了。
活着就好，身上的伤怎么样了？萧天洛眼睛一闪，其实没多少伤，就是挨了2拳2脚，都是别人的血。儿子还撑得住，眼泪擦一擦。男人流血不流泪，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燕王训斥一句，萧天洛眼神古怪，赶紧拿袖子擦了擦。燕王又不是自家爹，干嘛训自己呀？秦嬷嬷眼神微闪，满含深意地看了燕王一眼。贺思远，当街殴打无辜百姓，你可知罪？温大人，犯人不该下跪的吗？怎么让他站着回话？温九思心里叫苦，想不到燕王这么厌恶这个外甥。燕王，你非要把事情做绝的吗？一点情面都不顾。朝廷有令，秀才以上功名免除公堂跪拜，身负官职，家族有爵位的也可免。他霍思远在这个范围吗？敢这么跟本王说话，可懂上下尊卑？本王跟你有什么情面？顶撞亲王，咆哮公堂，不敬朝廷，该当何罪？杖责50。你敢打我？我母亲可是长公主殿下，我大舅是皇帝，太后是我外祖母，最疼我了。小小的府尹，哈，信不信老子让大舅摘了你的乌纱帽啊？哼，朝廷有规定，公主出嫁可以继续享受皇族的待遇，但是驸马家族就不在此列。别忘了你姓贺，可不是姓赵。燕王的鄙夷和厌恶毫不遮掩，贺思远终于怕了，有些后悔来这一趟，下意识地看向荣君柏。荣君柏心中冷笑，面上风轻云淡，吃瘪吃够了，终于想起自己来了。不过也不能真不管他，长公主那儿也没法交差呀。参见燕王殿下，府尹大人，贺少无礼了，诸位看在金上的面子，饶了他这次，长公主殿下定会教导他的。燕王冷哼一声，低头喝茶。温府尹擦擦冷汗，下不为例。贺思远，你可知罪？贺思远抿着唇，有些蛮不讲理的嚣张话，可不敢当着燕王讲，真的会挨揍的。我们认错，贺少少年气盛，甘愿赔偿萧二少的一切精神损失和医药费，在下替贺少给二少爷道歉。侯爷，还请高抬贵手，长公主府感激不尽。云海侯作为大家长，只要他原谅了，这事就过去了。荣君柏直接冲他行礼，早看出他最好说话，毕竟伤的不是他亲儿子。好说好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小孩子打架难免的。二弟啊，算了吧，人家诚心道歉，天洛也没事嘛。哼，那叫没事儿，浑身血呼啦的算没事儿，非要咽了气儿，弟弟我白发人送黑发人才叫有事儿。那你想怎么样？父亲，大伯也是为了这个家，算了吧，这个委屈咱们就咽下去了，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谁让大伯是侯爷，您是弟弟呢？天洛懂事儿，我听大哥的，但是也请大哥记住，很多时候忍让换不来尊重，做人脊梁骨不能太弯了。萧叔说的对极了，张院守我已经联系好了，待会儿就过府帮二少爷治伤。至于赔偿，萧叔放心，本王会监督，不能委屈了二少爷。云海侯被弟弟怼，心里的火气一拱一拱的，可又被燕王一声萧叔给惊着了。我的老天哪，二弟走了狗屎运了，燕王如此看重他，什么时候的事儿？二房藏得够深的呢。双方调解好了，温府尹亲自送走了一帮瘟神，这府尹做得太难了。萧天爱和许占聊得那叫一个火热，从他嘴里听到不少宫里的狗血八卦，什么太后关心燕王，对燕王最好是因为先皇后和太后关系好，太后和先皇后还是同族的姐妹，对太后颇为照顾等等，
他看着许志安，那叫一个惊奇。燕王那么冷硬寡言的人，居然有这么爱八卦、爱聊天的下属。不是说什么样的主子养什么样的奴才吗？到他这儿完全变了样。沈氏一眼又一眼地挽着许志安，你一个大男人蹲地上和女人说这些，长舌妇一般，还有个男人样子吗？里面完事儿了，百姓们看了热闹，纷纷散了。关于燕王厌恶贺思远和长公主不和的话题再次传遍了。王爷多谢相助，可否去府中，容侯府聊表谢意？不必了，侯爷无需放在心上，本王和侯府也不熟。云海侯面上尴尬，心里暗恼二弟这个棒槌，哄媳妇儿都忘了堂堂王爷还在呢。王爷怎么判的？和解，赔些财物，道歉。萧姑娘放心，陈院守会帮令弟治伤，肯定能恢复的。哼，没有打断那个畜生的狗腿的吗？财物能抵消我弟弟受的伤和屈辱吗？以后有机会再打断他的腿。现在想想要多少东西吧。你不是挺喜欢钱的吗？多要点儿，本王给你做主。王爷这话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呀。在你眼中，我是财迷吗？多要些补品，给弟弟补身子吧，那种有钱也买不到的。好，依你。云海侯彻底被忽视了，看着眼神虽然无神，神色却很温和的燕王，还有小女儿神他的侄女儿，他觉得自己好像真像了。告辞了燕王，萧家人终于可以回府了，都是心有余悸，心中很是复杂。这次有惊无险，下次呢？陈院守已经等在侯府，老夫人亲自招呼，可惜他寡言少语，态度冷淡，除了喝茶还是喝茶。老夫人还想请他帮自己请个平安麦，只好作罢了。萧天爱姐弟都受了惊吓，没去给老夫人请安，直接回了院子。沈氏和萧斌总得露面，安抚一下老夫人。陈院守是来看病的，又不是陪老婆子聊天的。萧天洛一回来就溜了，早看完早回家，心中把燕王再次骂了一遍。老夫可是太医院院守，又不是你王府的私人大夫，你使唤的倒是顺手啊。这次回去得跟他好好掰扯，起码也得给点好处吧。侯夫人和萧天兰最担心的是长公主恼了侯府，私下给皇后上眼药。太子妃的事儿岂不是没指望了？怎么样了？小孩子做事太毛躁了，怎么能闹上公堂呢？那可是长公主哎，皇上的亲妹妹，是咱们惹得起的吗？沈氏心事重重，又担心儿子，哭了一场刚缓一些，被他一问，火气又拱起来。长公主怎么？长公主就能草菅人命的吗？咱们府好歹也是侯爵，有头有脸的府邸，又没做错事，怕他干啥？我这不是为侯府好的吗？你也不想想，天兰若是成了太子妃，咱们和公主府就是姻亲，闹到公堂，长公主将来会怎么对待天兰啊？大嫂，这不还没定下来的吗？小心空欢喜一场。一句话戳得侯夫人心窝子疼，可是又没话反驳，毕竟这事儿只是传言，并未定下来，还牵扯到燕王。现在各府的夫人们都装糊涂，宴请都停了，只等皇后太后最后的抉择呢。大嫂，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就算真的选中，太后皇后不和，天兰是站谁一边，还是两头倒，做那个墙头草呢？这太子妃明说了吧，就是听着好听，个中滋味你细细品，她能好当？那也是太子妃，天兰这么乖巧懂事儿，太后皇后都会喜欢的。都住口，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你们妯娌多年一向和睦，都少说两句。天落其人自有天相，已经没事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们还没有那个底气跟公主府对着干。沈氏，你大嫂也是为了这个家好，当然你心疼孩子的心情我也理解，那也是我的孙儿，我能不心疼？来人，去库房
取了那只500年的人参，给天洛送过去，好好补补身子。母亲，那是您压箱底的老参，留着吊命的。人没事最重要，人参能再寻来。冰儿，你管好孩子，最近少出府了。天洛伤成那个样子，想出门也得出得去呀。只是他学业不能耽误了，请母亲恩准，请了先生来府里教吧。请呗，你当娘的不该为了儿子的学业上心的吗？反正你也不缺银子使，这个银子得宫中出。我儿是顾全大局，为了侯府受的委屈，要不我去长公主府说道。你好了，从宫中出，都退下吧，吵得我脑仁疼。老夫人看着侯夫人有些不满，一点大局观都没有。你现在哄着沈氏，等天兰出嫁，不得送几样好东西添妆吗？当初选了沈氏做2房太太，就是看中沈氏赚钱的手段。侯夫人这个家当的就是太顺畅了，做什么事儿都能有钱使唤，忘了这些钱都是谁赚来的。老夫人想着这些，抽空要敲打一下老大媳妇了。太子妃选上了，花销才刚开始呢，陪嫁、喜宴、送礼都需要花大钱呢。真以为太子妃是那么好当的吗？阿爷别生气，大嫂就那脾气，你们妯娌多年，犯不着为她气着自个儿哈。她还没那么大分量。老爷啊，我想着咱们是不是该分出去单过了？单过？你要分家的吗？这可使不得，母亲不会答应的。哼，我就是跟你提个醒，这一步迟早是要走出去，否则大房这个样子，咱们迟早被他们连累死。而且你把他们当兄长尊敬，出了事儿他可只顾着自家，可曾把你当弟弟护着。天洛的事儿可真是伤了我的心，更别说天爱那次被绑，你能说是巧合的吗？大嫂为了那个太子妃人都魔怔了呢，这要是给她如愿了，不定怎么作呢，你且看着吧。沈氏也没想着他会现在就做决定，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先在他心上种下一颗种子，日后大房会给他浇水添肥，种子自己会长大。你这是看不起老夫的医术呢？萧天洛嘿嘿干笑，从燕窝里取出一个熟鸡蛋来，心中暗骂：姐姐出的什么馊主意，人家一眼就看出来了。小小年纪不学好，心眼儿耍到老夫身上。您喝茶，我们姐弟这也是没法子呢，总不能任他欺负了吧？这年月好人难做呀。老夫是大夫，有自己的职业操守，从不弄虚作假。萧天爱唰的一下递上1000两银票，脸色那叫一个纠结，好像拿出了他的血似的。陈院手手一翻，银票像是没出现过似的。万事好商量，伤筋动骨100天，老夫开些药，有病治病，没病强筋健骨，除了上点火，对身体无碍。辛苦陈院手了，医者仁心，你老是个好人。这老家伙也是个心里黑的呢。哎呀，好人难做呀，小姑娘别夸老夫，老夫不经夸。方子给你，告辞了。我送送您。陈院手，您缺徒弟吗？看我弟弟怎么样？好叫姑娘知道，御医是世代相传，不收外人的，所以抱歉了。这样子啊，是小女子莽撞了，院手勿怪。不过这个规矩不好，谁能保证家中子孙就一定有学医的天赋？收徒弟却能择优而取，还能更好的造福百姓。就像书院似的，大儒桃李满天下，教的是治国的学问。院手要是桃李满天下，救下的可是无数性命，功德比那些大儒强100倍。东陵啊，替我送送院手大人。夏玲，吩咐厨房做点吃的来，中午都没吃饭呢，饿死了都。哎呦，姑娘高见，老夫佩服啊。等他离开，萧天爱指着自己疑惑地问俩弟弟：
我做了什么了？什么都没做呀。老头佩服个啥呀？没糊涂吧？因为姐姐的话给了他一些提示。姐，你真的想让我学医啊？可我都不识字呢。不学医读书又不成，你说说，你们和那些寒门苦读数十年的书生能比吗？习武也别说了，从小就没凹下筋骨，典型的文不成武不就，难道这么混一辈子啊？要是家世显赫无人敢惹，也能做个纨绔子弟，就像贺思远那种，有个皇帝舅舅，大粗腿可以抱。可惜啊，没那么好的命。哎呀，看见你俩我就发愁。今儿个贺思远的事儿刺激到了萧天爱，两个人低垂着头，心中羞愧。原先还觉得日子能过，现在被他这么一说，唉，人生艰难。长公主府中，贺思远也老实了，委屈巴巴的看着自家娘亲。荣君把已经讲完事情的经过，长公主一脸黑的没法看。这个好弟弟还真是一点脸都不给自己留呢。半天没说话，管家进来呈上一张纸，是燕王差人送来的单子，说是侯府的赔偿。拿来本宫看看，我这个弟弟做的有多绝。要是长公主有所准备，看完单子上一系列价值连城的宝贝，险些气得撕了单子。哼，这些东西买他萧家满门的命都够了，他非要这么恶心我的吗？抖擞着丢在地上，荣君柏捡起来，人参是500年打底，雪莲、鹿茸、灵芝等等珍贵补品都是有价无市，真要是拿出来，长公主都得大出血。燕王既然赏识萧家，为他们出面，殿下就当是消财免灾了。事情说大不大，闹起来咱们也不占理，更犯不着闹到皇上那儿。皇上日理万机，显得殿下太不懂事了，所以本宫只能捏着鼻子认了是吧？先给他们，总有一天要让他们连本带利给吐出来。咱家的东西是那么好拿的吗？让人准备好了，送到萧家去，就说本宫说的，有些东西不该伸手就别伸手，小心没命花。老夫人把云海侯找来，给他商议长公主赔偿的事儿。老夫人的意思是，这个赔偿不能要，还要送点重礼，不能让长公主记恨他们家。母亲，现在不是咱们要不要的事儿，是燕王和长公主姐弟俩较劲儿呢。咱要是这么做，就是跟燕王过不去，得罪了燕王啊。真是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云海侯顺风顺水活了大半辈子，头次遇到这么棘手的难题。燕王一个瞎子，将来也就那样了。长公主却胜券正龙，而且是女子，女子最记仇。要我说，咱宁可得罪燕王，不能得罪长公主。可燕王毕竟是战功赫赫的战神王爷，就算瞎了，瘦死骆驼比马大，也不是咱们能抗衡的。功高盖主，是福是祸，没了胜券，最多做个富贵王爷。没了爪牙的老虎，有什么可怕的？儿子知道了，这就去和二弟说，您歇着吧。只是等他到二房，看着满院子的礼物盒子，有些晕。真不愧是皇家人，这红宝石一出手就是一匣子，这色泽上等呢。哎呦，这么多一般大小的珍珠可不好找啊，做挂珍珠链子正合适。哎呀，二弟呢？你咋能收了呢？快给人送回去！你是想害死侯府全家吗？凭什么呀？我家天落的委屈白受了。来人还说我小心没命花，那个嚣张，我这个气哟，还非要收了。有本事他来杀了我全家，我敬他是个人物。哎呀，你可闭嘴吧，你想死啊，也别拉着侯府满门啊。送到小姐院子里，让她收好了。这么多东西你都给天爱了，她一个姑娘家的，拿这些也不怕遭了贼啊？什么贼？家贼嘛。不然你说送哪儿啊？
冲入宫中吗？大哥，咱们萧家好歹是传承数代的老牌勋贵，犯不着钻营算计，安生过日子，总差不到哪里去。你也别整天泡在女人堆里，对女儿多上点心。女孩家不比男孩子，总归是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能护着，嫁了人就摸不着了。天知道怎么受婆婆男人的气呢，多疼着点儿，毕竟是自己的骨肉啊。云海侯脸色涨红，他当弟弟的倒是教训起自己这个做兄长的了，能耐了呀。不过养外室的事，他确实做得不太体面，说不出反驳的话来。二弟攀上燕王，今非昔比呢，心疼女儿家的，等天蓝出嫁，你这个当叔叔的好好表示一下，多填补些嫁妆，到了夫家也能直起腰杆子来呢。哎呀，好啊，那是应该的，亲侄女一家人嘛，做叔叔的怎么也会表示的。不过总不能越过大哥这个亲爹，否则不是打大哥的脸吗？我的银子都留着给爱爱攒嫁妆，大哥都知道嫁妆丰厚，在夫家过得好，我自然也要为女儿好好准备着。大哥，好自为之吧，弟弟先走一步。萧斌拱拱手，不看他羞愤的脸，心中对这个亲哥哥有些说不出的失望。萧天爱看着一屋子的东西，喜滋滋的挨个看看。秦嬷嬷排着他身后，饶是见多了好东西，也忍不住啧舌。哎呦，除了珍贵补品药材，就是珍珠玛瑙宝石，送到珍宝阁，随便打几样头面，都是极漂亮尊贵的首饰呢。不过瞧着像是老物件，据说是先皇后的陪嫁，都落在长公主手里，不会是……有什么不对吗？燕王真够意思。嬷嬷，这些东西可值10万两银子。秦嬷嬷面色古怪，只这一匣子珍珠穿成珍珠帘子就得10万两银子，更别说这些宝石了。单说那一颗紫色宝石呢，当今皇后怕是都没有呢。小姐可得仔细收好了。这么值钱呢？萧天爱觉得自己该恶补一下珠宝的价格了，药材和珠宝分开收藏，送到库房里去吧。这么大的动静惊动了各房的人，侯夫人更是嫉妒的眼珠子都红了。那么多珠宝，要是给自家女儿该多好呀！二房也真是，就这样留在自己房里，一点表示都没有，好歹给几个姐妹分点汤啊！还有那个庶子，长在了大房似的，有本事他一辈子别回大房。一桩桩一件件，自从萧天爱被燕王送回来，大房就没一件顺心的事儿。月色渐渐爬上枝头，原本熟睡的萧天爱听到3更的棒子声，猛然睁开眼睛，悄悄起来，随便把头发扎了个马尾，顺便摸出一身男装胡乱穿上。今晚上他不修炼，要出府办事儿去。这次贺思远的事儿让他心中起了危机感。从小喜欢独立的他，不容许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那种听天由命、祈祷人家发善心、放过自己的感觉，太糟心了。这个二小姐当的也不够稳妥，将来的危机怕是会更多。起码一个长公主府，别说她，就是整个侯府都不够人家一只手收拾的。不死功到了银皮境界所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皮肤刀枪不入，还有身体的轻盈，五官更敏锐，躲开府里的护卫，轻松跃上墙头，像一只灵活的猫咪，3下5下跑出侯府，出现在了洛城街道上。罗马市集西北角的一间破房子里，方大勇正和几个兄弟商议事情，人人脸上都满是愁绪。人死鸟朝天，干脆和他们拼了，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没到那个份上，咱们虽然贱命一条，但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死了容易，活着可难了。大哥，你今日太冒险了，人家高高在上的侯府千金少爷哪用得着咱们出手？今天可是不少人在集市上打探，马老六更是气得要死啊，非要找出这个放跑马的人，要不是被官方带来的人给缠住了，迟早找到咱们身上啊。
大勇哥肯定有自己的打算，咱们帮了他们，他们肯定会报答咱们的。别做梦了，那些大家族的人眼皮子都长天上了，心肠又黑又毒，能报答咱们才稀罕了呢。嘘，静声，有些不对劲儿。空气中有一股子不属于这里的味道，而且太安静了，叶宵都没有叫一声。来的是高手。没等他出去查看，一道银光冲他心口刺来，方大勇怒喝一声，下意识往旁边一滚，显而又显得避开这一记杀招。嘿呦，还是有两把刷子呀，有意思。玉面书生，方大勇脸色难看至极，虎头帮为了除掉自己，真舍得花钱呢。玉面书生齐名的还有铁腿老怪、蛇娘子，人称洛城三怪，是洛城价格最高的杀手。你们自己了断吧，还能留个全尸。怎么着呀？爷爷今儿心情可不太好，你们的血那么脏，不想沾了我的剑，早死早超生，说不定还能投个好胎呢。你们要杀的只是我，放我兄弟离开，我自裁。大勇哥，不要啊！要死一起死！要杀就杀，唧唧歪歪娘们似的，烦不烦？彭玉林抚额长叹，今儿个死定了，这俩憨货火上浇油，都死了，谁报仇啊？找死！爷爷成全你们。危急关头，萧天爱挡在他们面前，双手合十，夹住玉面书生的长剑。白皙的手掌看似柔弱无力，却让玉面书生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刺不下去也拔不出来。萧天爱坏心一笑，玉面书生全力夺走长剑的时候，手一松，玉面书生冷不防一屁股墩儿摔在地上。你是何人？敢管我们洛城三怪的事儿？报上名号，某家手下不杀无名之辈。道不平有人踩，少爷我今儿个管定了，仗着武功高欺负百姓，还三怪呢，我可是三混蛋吧？听好了，少爷是来无影去无踪，专管世间不平事，铁面飞侠方天洛。什么铁面飞侠？根本没听过，这个名号不像是道上的人给起的，倒像是自娱自乐喊着玩呢。小心！方大勇惊呼一声，萧天爱愣神之际，呼呼的风吹着他的头发都飘散在脑后。老怪居然偷袭！哼，糟老头子阴得很！老贼啊，你找死啊！缠着他，人多欺负人少呢，咱也不能怂。就是看我力劈华山！两个混子没什么招式可言，但是平时打斗积累的丰富经验，比任何招式都管用。一刀一棍，愣是逼着他没法救援老怪。少侠饶命啊！我们也是收人钱财，冤有头债有主。你找主家去啊！求你放过我的一条狗命吧！滚吧！这么大年纪了，不好好养老，非要出来祸害人。遇到小爷算你走运，以后别让小爷碰到你害人，否则定斩不饶。铁腿老怪心中一动，这小子怕是个初出茅庐的楚儿，自己就是试着求一求，他居然答应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少侠，你答应我放我走的，做人不能言而无信啊，非大丈夫所为。萧天爱蹙着眉头，他不喜欢杀人，打走了就是，何必非要人性命呢？少侠，老贼心狠手辣，杀人无数，斩草除根，不能留后患。他走了，咱们以后的日子就危险了。救人救到底，少侠不可负人之人啊！先缓着，待会儿再说。那边玉面书生已经有些慌了，老怪居然栽了。他腾出手来，下一个就是自己了，出手越发凌厉，招招冲着要害来。快来帮忙，扛不住了！都闪开，放着我来！不出10招，白面书生也被生擒了。痛快！小爷我英勇无敌，盖世无双，2个杀手不过是小爷的开胃菜而已。来，说说吧，谁雇的你们？
手底下都干不干净？小爷在考虑怎么处置你们。他们做杀手的，谁手上不是鲜血累累，死不足惜。少侠千万不能心软，放了他们走，不知道多少人会遇害呢。也是啊，是我天真了，那就杀了吧，你们动手吧，我不杀没有还手之力的人。其实是他不敢杀人，鸡都没杀过，杀人真的是太为难他了。不过高人的逼格不能丢，不能漏怂。少侠饶命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你刚才答应放我走的，小老儿保证从此金盆洗手，放下屠刀，绝不敢再沾一点鲜血。哼，谁告诉你我是君子的？我就乐意反悔，不行吗？姑，小爷我高兴，你有意见？我又不是佛祖，你放不放下屠刀的关我何事？不过倒是能成全你去见见佛祖，说不定他乐意封你个佛呢。彭玉林不跟他废话，捡起地上长剑冲他心口扎下去，彻底了结了他们。实在是他心里是怕这位心思多变的少侠，万一他又改了主意呢？萧天爱不忍心看，说杀人容易，可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自己面前，还是不大敢。赶紧上后吧，说说以后的打算。方大勇四个对视一眼，都有些懵。咱不熟吧？他是怎么个打算？不过都压下心里的疑惑，熟练地搜了他们身上的财物。这里本就是黑暗混乱之地，死几个人是常事。化粪池子里一丢，不出2个月，烂的骨头都没了。宋金刚去做这些事，方大勇把财物都堆在萧天爱面前，等他决定。要是没有他，自己兄弟几个才是被丢进化粪池里的命。哎呀，居然这么多的钱，他们就这么随身带着呀？足足有数十万两。萧天爱现在眼界已经宽多了，几十万两银子已经只能当做是数字了。方大勇，你留下，你们2个去门外守着。萧天爱觉得方大勇能用，本来他就是来找他的，想扶持他，成立自己的消息渠道，培养人才，不求杀人，只求自保。没有自己的势力，他心中总归是不踏实，没有安全感。这些钱正好拿来用，方大勇有情有义，可以信任。他们聊了足足1个时辰，宋金刚回来，也被留在门外。3个人排排坐在台阶上。萧天爱回到自己屋子里，已经5更天了，神不知鬼不觉，俏皮的吐吐舌头。今晚收获巨大呢。小姐，该起了呢。困着呢，又不用去给祖母请啊，让我睡会儿吧，别喊我。怕是不行，老夫人派人传话来，待会儿都得去荣养院，宫里传话来，大小姐被选中为太子妃了。确定了？大伯娘如愿了。哼，挺好的，省得上蹿下跳的折腾。啊，有没有说我太子不是想纳我恶心燕王的吗？没有，圣旨快到了，小姐得洗漱打扮，全家人都得去接圣旨呢。打水，我要洗澡。慌什么慌啊，我还病着呢，催得我烦了，我还就不去了呢。还有弟弟呢，跟他说养着就好，不用去给大房装面子，想让我们一家去捧他的臭脚，做梦去吧。这孩子比以前喜欢赖床了呢，这要是到了夫家，哪还能这么自在呀？那女儿就不嫁，一辈子陪着母亲。傻孩子，哪能一辈子不嫁的呀？快吃吧，那边还不定怎么显摆呢。娘亲，你吃了吗？陪我一起吃吧。娘跟你一样赖床的吗？早吃了呢。你自己吃吧，我还不知道你。真吃了你的饭，你又吃不饱了。萧天爱傻笑，没办法，练功饿呀，大不了落个吃货的名声。沈氏看他眨眼睛吃完1桌早膳，肚子都不见鼓，眼神古怪。吃得饱吗？要不让他们下次多准备点儿。饱了呢，府里有规矩，哪能随便夹，我多吃点点心就行。娘亲，你不必担心。母女俩边聊边走，说说笑笑到了荣养院，其他人都到齐了。
老夫人有些不悦，就你俩会磨蹭，这么大的日子不会早点吗？啊，娘亲，我有些头晕，哎呀，我不行啊，要不您送我回院子里躺着吧。老夫人面色一变，死丫头，故意的吧？宫里的人要是看到府里人不齐，侯府的脸往哪儿放？二房已经躺着一个了，2个人都生病，像什么话？不是说没大碍了吗？怎么还头晕脚疼的？比我老人家的身子骨还不如。祖母每日里有参汤燕窝养着，自然硬朗，孙女可不敢和祖母比。去给二小姐端一盏参汤来，好好补补，省得外人说我苛待孙女。谢祖母，祖母身体康健是我们小辈的福气呢。二妹，咱们姐妹在一起的日子可不多了，将来有空来太子府小住几日，我帮你相看王公贵族家的好儿郎，二妹也有个好的归宿。萧天爱乌沉沉的眼神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不想搭理你，非要找不自在。侯府不是好归宿吗？大姐还没嫁人呢，就嫌弃娘家了？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是几个意思？大姐倒是解释清楚，别说一半留一半的。妹妹我心思浅，不懂你的弯弯绕绕。天爱，你大姐可是为你好，太子府来往的都是什么样的青年才俊，能和侯府比的吗？侯府固然重要，可抬头嫁女，谁不想嫁个府邸更好的人家？不过除了太子妃，这满朝怕是找不到更尊贵的身份了呢。齐大非偶，门当户对最重要。我不求女儿大富大贵，只求顺心安乐。大小姐可记得谨言慎行，皇后太后多少妃子皇子的，多少双眼睛看着你呢。我们家爱爱可受不住那份尊贵。都少说2句，大喜的日子这是干嘛呢？非得气死我老婆子的吗？儿媳不敢。2人连忙俯身请罪，萧天爱跟着扶了一下，面带无辜。老夫人看她这副样子，心气儿就不顺。这二丫头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到了，内侍已经到了排放口了，咱们准备着吧。老夫人打头，一行人去了前厅。侯爷和萧斌、3老爷、4老爷已经等着了，按照规矩站好，只等内侍来宣旨。奉天承运，云海侯府嫡女萧氏天蓝，公良贤淑，德才俱佳，特赐为太子正妃。洋洋洒洒数篇夸赞勉励的话，萧天爱跪在地上听着昏昏欲睡。这太监咋不去念经啊？圣旨都能念得咿咿呀呀的。钦此平身，太子妃接旨。内侍终于宣读完了，萧天爱只听到平身2个字，下意识站了起来。内侍还以为她是太子妃呢。太子妃天姿国色，真正是才貌双全，咱家恭贺太子妃了。萧天爱，你要点脸，我才是太子妃。内侍傻眼，认错人了。沈氏也头疼，他咋站起来了呢？这事闹的。公公勿怪，这是二小姐不懂规矩，听到你喊平身没弄明白，才会冒犯了公公呢。不是说了平身了吗？不能起来啊？那我接着跪下。扑通一声，重新跪下。其他人只好重新整好队形，再次跪好了。臣女萧天蓝，谢皇上恩典。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一嗓子又让满屋子人傻眼，不知道是谁噗呲一声笑了出来。二小姐太逗了。内侍嘴角抽抽几下，宣了这么多次旨意，头次遇到这么奇葩的事情呢。不过这句话说得好，皇上可不得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吗？萧天蓝气得都要哭了，故意的，他肯定是见不得自己风光，非要搅和自己的好事。电视上都是这么说的。
满屋子的人都跟着喊，谁能想到这里没这个规矩啊？天地良心，谁知道这里没这个规矩啊？萧天蓝只好按捺下心里的委屈，接过圣旨，之后供奉在香案上，接旨仪式就算完成了。内侍坐在一旁喝茶，目光总绕着萧天爱打转，眼里满是趣味。萧天爱对宦官也有些好奇，电视上演的都是变态猥琐的样子，他倒是相貌堂堂，眼神清亮，瞧着不像是坏人。公公，小女子失礼了，请勿怪哈。啊，无碍，二小姐倒是真性情，太后很惦记你呢。咱家姓汪，小姐喊我一声汪内侍就好。汪内侍好，您脾气真好，待人也和气。宫里的内侍都跟您一样的嘛。汪内侍看他眼神好奇，天真无瑕，一点没有歧视和轻蔑，没来由的心中一暖。多久没见过这样纯粹剔透的眼睛了？这么干净的人儿，不该沾染了皇宫那个大染缸啊！其他人咱家就不知道了，二小姐好奇心别那么大。刚才你说的万岁万岁万万岁挺有意思，那么皇后该怎么说呢？千岁千岁千千岁，祝福的话小女子瞎想的，翁内侍请勿怪啊。二小姐客气了，最近城里事儿多，您要是得空出去转转散散心比较好。啊，我晓得了，江内侍吃点心，这道蛋黄酥是咸味的，还顶饱。别客气，您尽管吃。汪内侍心中说不出的暖意，出宫太急了，真没吃饱。二小姐心细善良，是个好姑娘。老夫人那边完事儿，看着她和内侍聊得欢，心中的火气又窜上来。她可真会闹幺蛾子。取来准备好的荷包，辛苦公公走一趟，一点小意思，留着喝茶。汪内侍手一翻，荷包立马不见，跟魔术似的。收荷包也是技术活儿。哎呦，谢过老夫人，咱家告辞。教养嬷嬷，皇后之后会亲自派来，大小姐好好学着吧。萧天爱取出帕子，包了那一碟子蛋黄酥塞给他。汪内侍路上吃。老夫人嘴角紧绷，恨不得拍开他的手。汪内侍呆滞了一下，随即收下。谢过二小姐，二小姐是个好的，老夫人好福气呢。恭送公公。汪内侍一走，老夫人就要发作。萧天爱见势不妙，旧计重演。啊，祖母，孙女头晕得很，怕是旧病犯了，孙女告辞。只把老夫人气得胸口一鼓一鼓的，想发作，却被他给堵回来，差点撅过去。莫切息怒，哎，年纪小，回头我好好教导他。人家内侍都没生气，你也别生气了啊。一个没了根儿的宦官，卑贱的奴才，你堂堂侯府小姐，跟他有什么说的？太不顾体统了，有失身份了。我又不是大姐，要做太子妃，身份体统看得比命重。我就跟人说了2句而已，祖母气什么？而且人家就算是奴才，也是皇上的奴才，祖母慎言才是。老夫人后知后觉，怒气冰消雪散，不想看他那副纯真无害的模样，说出的话能气死个人。萧天爱，你给我站住！大姐有事啊？你要是想摆你太子妃的架子，趁早歇着，我可不吃你那一套。你就是嫉妒，嫉妒我嫁给太子，非要闹出点幺蛾子，显出你的存在感。其实你心里就是不满我嫁得好，我看透你了。我警告你，你给我安分点，等我嫁到太子府，有你好果子吃。哎呀，这是威胁我呢。大姐还是三思后行。你别忘了，当初那琴是谁抚的？太子要是知道你作假，你觉得你还能做这个太子妃的吗？你敢？我为什么不敢？你不总说我想跟你抢的吗？我要是不做点什么，岂不是白担了这个名声？萧天爱觉得他脑子秀逗了，非要来挑衅，让他清醒一下也好。你视若珍宝的东西，在我这儿
弃如敝履。安安生生嫁你的人，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若是非要来跟我较这个高低，我不介意成全你。不过我是没有什么损失，大姐怕是要难过了。那你刚才为什么几次捣乱？我能放心吗？我头一次接旨不懂嘛，心思深沉的人才会把人想得那么复杂。我话都说得很清楚了，你非要胡搅蛮缠。我是不怕丢人，希望大姐也能够豁得出去。说完打个哈欠，带着东林回自己院子补了回笼觉去。而此时皇宫之内，太后的慈宁宫，燕王双手扶着膝盖，简单的坐着，都有股子大马金刀的气势。江儿，你坐，在母后这里不用客气，咱们母子没那么多规矩。母后安好，礼不可废，儿臣还没那么脆弱。你这孩子还是这么犟，母后看你这样，这心里就跟针扎着似的。来人，快伺候燕王坐好，谁敢有一丝怠慢，哀家绝饶不了他。宫女连忙扶着燕王坐好，茶水点心又换了一遍，太后这才满意。母后近日身子可好？儿臣不能亲自伺候身边，很是不安。嘿，哀家知道你孝顺，你照顾好自己，就是对哀家最大的孝顺了。今日招你来是关于你的婚事，你也老大不小了，该娶个媳妇儿，知冷知热的照顾你，哀家也能放心。有劳母后挂念，只是儿臣还没那个打算，不想连累人家好好的姑娘，还是不要了吧。那怎么行呢？就是因为你身子不便，更需要人不离的伺候。你只是眼睛看不见，身子好着呢。要是能留下一儿半女，哀家九泉之下见到你母后，也能有个交代了。比起先皇后，燕王眼神不可控制地波动一下，双拳握得更紧了，唇角紧绷，没说答案，也没说拒绝的话。听说你对云海侯府的二小姐挺关照的，改日宣她进宫来，哀家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姑娘，能入了我儿的眼。没有的事儿，那姑娘是个单纯可爱的孩子，儿臣看她跟小贝一样，真没有别的心思。她贪吃爱玩，小孩子性子，更是什么都不懂。母后，您别吓着她了。嘿，还说没意思，这就护上了。哀家有分寸，不会欺负了你的小姑娘的。陪哀家用午膳吧，身在这宫中，连个陪哀家用膳的人都找不到，怪寂寞的。你要是娶了媳妇儿，你媳妇儿也能孝顺哀家，尽你的孝道了呢。母后说的是儿臣考虑不周了。一顿午膳，又是一番母慈子孝。太后又赏了燕王一些东西，这才打发他离开。贴身女官安玉婉扶着他躺下，太后却毫无睡意，满腹心事都写在脸上。她的母亲是太后的陪嫁嬷嬷，深得太后信任，整个慈宁宫都在她的掌控之中。皇后见她都喊她一声安姑姑呢。太后是在想燕王的婚事，为什么不从聂家选一位小姐呢？聂家近些年可有些弱呢，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聂家是太后的母族，也是燕王的外家，关系最是亲密。太后的心事也就能和安姑姑说一说。你不懂，燕王这孩子我看不透，与其操控他的婚事惹他厌恶，不如成全他，我们的关系才能牢固。别看他对我挺尊敬的，可心里怎么看我这心里没底，毕竟不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呀。您虽然没生下一儿半女，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是您，皇上都得孝顺您。这满大宴的女子，您是顶顶尊贵的，名分大过天，有这个名分在，燕王怎么着也得孝顺您呢。您操持他的婚事也是为他好。就你嘴甜，逗我老婆子开心。您还不到40呢，怎么就是老婆子了？
奴婢瞧着，皇后都没您年轻呢，可不能说老。哼，别提那个蠢妇，太子就被她给教得不成样子，心胸狭隘，夺人所好，哪有一点明君的样子？他别得意，谁说太子就一定会是皇上呢？让他们母子俩去作去吧，看他们能落下个什么下场。话里满是不屑，还有一丝怨怼。安姑姑可不敢非议皇子，低着头装作没听见。刚走出慈宁宫没多久，太子殿下来了，避开吧。薛高扶着他站在路边，等太子的銮驾经过。停下！哎，这不是皇叔吗？瞧这个方向，去给太后请安了。怎么只带着一个奴才呀？这要是磕着绊着可不太好，毕竟皇叔看不清路的。要不姑去和父皇求求情，恩准皇叔进宫赐了轿子坐，您这大功臣坐个轿子也是应当的嘛。薛高眼底怒色一闪，骂人不揭短，王爷可是太子的亲叔叔呢，太过分了。好啊，太子孝顺本王，本王自然笑纳。下次进宫等着太子安排的轿子，先谢过太子了。太子不愧是国之储君，这份孝心就很难得。太子没想到他居然这么说，脸色沉了下来。好说，姑一向守礼。对了，那个萧小姐据说被山贼掳走过，还被贺思远调戏呢。这种女子啊，一看就不是安分的。既然皇叔稀罕，姑就放她一马。反正太子府中最不缺的就是女人，这种货色呀，配皇叔刚刚好。只是她姐姐是我的太子妃，皇叔要是想娶她，这辈分可不好算呀。真愁人呐，也不知道姑这未来岳家肯不肯把小姐嫁给皇叔。毕竟皇叔这样子，谁家姑娘也不乐意跳这个火坑呢。哼，哪里是火坑，还不一定呢。太子不忙吗？有时间跟我在这儿闲聊，不如请我去你府里坐坐，咱们叔侄好好聊聊。太子最烦的就是他这种万事不在乎的模样，好像一拳砸在棉花上似的。他越平静，越让太子觉得自己跟小丑一样。不好耽误皇叔，姑要去父皇那儿呢，改天再和皇叔聊。皇叔慢走。恭送太子殿下，殿下慢着点儿。话是好话，可从他嘴里说出来，总带着一点嘲讽的味道。太子脸色阴沉，心底冷哼一声，一挥手让工人继续走。云海侯府，萧天爱悠闲地嗑着瓜子，不过没吃，都放在小盘子里。对面的罗汉榻上躺着萧天洛，哀求着萧天爱带他来湖边的亭子里乘凉。躺在罗汉榻上，指使亲且剥瓜子，惬意地享受着微凉的清风。萧天爱剥了1刻钟，不够他一嘴塞的。哎呀，不剥了，闲的咱俩。瓜子这种零食就得自己剥，吃的才有意思。咱们出府玩去呗。你觉得我像是能出门的人吗？姐，你可比以前好玩多了，以前可没老想着出府。哎，天芳呢？今儿没黏着你，都快成小跟屁虫了。送学堂了，男孩子要学本事，应该多读书，老是闷在内宅，能有什么出息啊？不是说请先生来府里教的吗？你送哪个书院了？你觉得大伯娘现在有心思给他请先生？随便找个小书院先启蒙，之后再找好的书院，他都不认字儿，这时候多好的书院也都是白瞎，跟不上进度还被同窗嗤笑，不如先启蒙。你真不出去啊？听说樊楼新上的孜然牛排、炙烤金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的，说白了就是炖羊杂，起了好听的名字，你不想尝尝啊？萧天洛因为养伤一直吃得清淡，嘴里早淡出鸟来了，真是他亲姐儿，总能戳中他的弱点。那咱就去尝尝，吃完就回来。这就对了嘛，让大清丁喂着去，多点点菜，姐换衣裳去。
大庆是萧天禄的小四，打小伺候他，很是伶俐，为人也忠心，对少爷的命令言听计从，萧天禄身边第一人。等他们到了樊楼，凉菜已经摆上，酒水准备的是玉露春，淡雅清香，很适合他们喝。哎呦，这不是萧老弟吗？这么快伤就好了？看来也没多严重呢，我还以为怎么着也得躺半年呢。萧天洛心里犯苦，真是冤家路窄，又碰到这个混不吝的。哼，陈院手医术高超，好了一些，出来散散心。屈兄这是要走？原本要走的，这不遇到萧老弟，怎么也要陪你喝2杯啊？对了，贺兄被长公主禁足了呢，他要是在，那就更热闹了。萧天洛实在不想和他一起喝酒，下意识看了萧天爱一眼，这家伙诚心粘上来，该怎么办？萧二小姐好啊，在下倒是很好奇，二小姐怎样的天姿国色，贺兄都栽在你身上了呢？老带着木梨不闷的吗？出门就大大方方的，半遮半掩，爷们儿这心养得厉害，看来二小姐深谙其中之道啊。屈从云原本以为这姐弟俩总要消停几个月，想不到他们倒是不安分的，这么快又出门了。上次害得自己被父亲好一顿骂，月例银子都罚了半年。屈从云，有什么冲我来，动我姐试试，老子跟你拼了！贺思远老子都不怕，怕你个屌！弟弟霸气，敢骂姐姐，盘他！屈从云一行人眼珠子瞪得老大，萧二小姐真是天真，她一个人还是个伤残患者，敢跟自己一群人叫板。萧天洛信心大增，姐说盘他们必须得盘。屈从云欺人太甚，不揍你，你当小爷好欺负？众人都傻眼了，你声势浩大，跟武林高手似的，合着连人家一招都打不过，你是来搞笑的吗？弟弟啊，你没事吧？诸位客人，你们可瞧着了，屈公子纵奴行凶，要害我弟弟性命呢。什么仇什么怨，屈公子，你要对一个重伤之人下此毒手，我们萧家就这么好欺负的吗？大庆，快去找郎中，去京兆府报官，我倒要看看天子脚下还有没有王法了。东陵，你去皇宫找太子，说是有人打他小舅子，打他可是打太子的脸呢。可不敢报官，二小姐有话好好说。你们还敢禁锢我们，控制我们自由，没法活了，我从这楼上跳下去好了。屈少爷那样羞辱于我，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说完做事就要趴在栏杆扑下去，一群公子哥终于慌了神，真要出了人命，他们也得给人抵命。别，可不敢跳，二小姐勿怪，我们也没碰着你，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你们说没碰，可人言可畏，天知道别人会怎么污蔑我呢？谁敢说二小姐一句坏话，我们第一个不答应。你们发誓，要是有一句谎话流传出来，全家死光光。好，发誓，我们都发誓。屈从云气得要死，原本看他们姐弟俩连个护卫都没带，欺负也就欺负了，想不到闹成了这个样子。现在你满意了吗？哼，不满意，我弟弟还生死未卜呢，你伤了他，可不是红口白牙一句誓言就能算得了的。屈从云也是个狠人，当即把刚才的护卫拎出来。是这狗奴才自作主张，少爷我可没下令。来啊，打断廖七2条腿，扔出去，给二小姐出气。萧天爱脸色一变，没等他出言阻止，这个叫廖七的护卫已经被同伴给打断了腿，刚毅的脸上冷汗直冒，硬是没喊一声痛。二小姐可还满意？要不要我把她脑袋也给剁了，送给二小姐当囚题啊？屈从云恶毒阴狠的笑容，胆子小的看了都要做噩梦呢。
他笃定萧天爱一个闺阁姑娘，看到这样血呼啦的场面，胆子都吓破了，哪里还敢跟自己为难？这一局他又胜了。至于牺牲一个护卫不算什么，这种莽夫满大街一抓一大把。萧天爱心中气愤，姓屈的看似纨绔，心眼跟筛子似的，一眨眼一个主意，比贺思远更难对付。可惜他遇上的是萧天爱，一个奴才的狗命也配和我萧家狄少爷相比？屈少爷，你家主子和奴才都一般大的，把我当小孩子糊弄呢？你就是今儿个把你的护卫都杀光了，也比不上我弟一根头发。屈从云脸色一变，这个二小姐不好对付呢。那你想怎么样？长公主那样的赔偿，原样来一份。难不成你觉得自己比长公主要高贵？萧天爱最终说出了自己的目的，就是讹财。有那些钱给他们败家，不如给自己修炼了用。不可能，我们侯府哪里有长公主府的家底厚啊？杀了我也赔不起啊！屈从云脱口而出，长公主府里的赔偿可是燕王亲自拟定的，价值不可估量，一个3等家族都能买下来。减半吧，本小姐很通情达理的。大庆，拿笔墨，让屈少爷写下欠条。你们都有份，侯府赔不起，你们都要平摊，都画押上，谁也跑不掉。诸位少爷愕然，这是池鱼之殃，磨磨蹭蹭不想签，他们就是看个热闹，咋还得破财了呢？真的想法很奇怪，屈从云自己倒霉，怄得要死，现在看大家一块儿倒霉，反而乐呵了。捡着有份儿，该签的，总不能让少爷我一个人担着，兄弟就该有难同当，不想把我当兄弟了。众少爷无奈，只能挨个签了字，苦着脸看着萧天爱，这一下总行了吧？哼，都是一个朝里更是的，抬头不见低头见，好好说话不行吗？非要逼着我撕破脸，下次对我们府里的人客气点。弟啊，都认清楚了，谁敢跟你装大爷，你就躺着跟他说话，咱倒要看看谁才是爷。萧天洛点头，突然觉得这样坑人的感觉咋那么爽呢？虽然面子有些挂不住，但是面子和那么多好东西比起来，好像钱比较香。哎，不敢不敢，二小姐言之有理，告辞。诸位少爷勿怪，我们姐弟也是迫不得已，冤有头债有主，谁惹的事儿你们恨谁去。这是把仇恨拉到屈从云身上，众人敷衍的拱拱手，纷纷离开。屈从云想不到萧天爱还来这一手，一肚子的火气没地方发作，天知道他又能做出什么事儿来。行，萧二小姐，本少爷小瞧了你，咱们走着瞧。好得很，本小姐等着屈少爷来送财，希望武安侯的家底足够厚实。屈从云再次落了下风，脸色黑得跟墨汁似的，一甩袖子快速离开。他怕再不走被这个娇滴滴的二小姐给气吐血。少爷，您没事吧？大夫，没事，本少爷皮糙肉厚，结实得很，这点小场面能伤着少爷我？不吹牛你能死啊？我不陪着你可别冒险，别真觉得自己扛揍，可是姐姐我保护你呢。姐，你保护我什么了？我咋不知道？你姐我运气好，有我在你身边，百邪不侵，化险为夷，这还不够吗？你觉得不对？啊，对得很，我姐是这世上最漂亮最有福气的人儿。两个人笑闹着回包间，楼底下再次传来喧闹声，酒楼还真热闹，吃个饭还一出出的戏。萧天爱也不忙着吃饭，爬在栏杆上看热闹。这不是聂世子吗？来吃饭呢？酒楼不就是让人吃饭的地方吗？你们是谁？别挡着我的路，我吃完还要回书院。我们呐，这可得好好说道说道，我们是长公主的人，说起来咱们还是亲戚呢。无耻小人，让开！提起长公主，聂世子心中厌恶，
多一眼都不想看到他们。哎，怎么骂人了呢？还就不让了？今儿你想在这儿吃饭，也要问问我们答不答应啊？掌柜的，剩下的桌子我们全包了，从今天起，谁想吃饭都得问问我们兄弟答不答应。说也行，包厢300两，大堂100两，还剩下3成的空桌，大概4000两吧。2位有银子，小的就包。好说，记在长公主府的账上，凭我们兄弟在长公主面前的宠爱，些许银子算得了什么？掌柜的不说话，拿出账本让他们签了单，回账台后打自己的算盘了。你们欺人太甚！小崽子，就欺负你了，有种你来打我呀！哎，冲这儿打，来呀！这个聂世子又是何方人物？能被称为世子，怎么也得是个公侯家族，还怕他们2个贱人？聂世子是隋国公府的世子，隋国公府就是先皇后的母族，也就是燕王的外祖家。这俩人，一个叫崔护，一个叫崔阳，还真是一对堂兄弟。2人读书不怎么样，倒是会讨女人欢心，也能舍得下脸来，一起入了长公主府，做了面首。隋国公府自从先皇后去世，一向低调，跟太后走动都少。现在燕王伤了眼睛，更是不愿惹事儿，低调做人。这俩人就是摸准了聂世子不想惹事儿的心思，故意欺负他呢。燕王的外祖家呀，理应是中鼎之家，顶级权贵，这么低调可不大好。燕王帮咱们不少，你也去帮帮他的人。2个不要脸的贱人也敢欺负堂堂世子，什么世道？萧天洛看了自家姐姐一眼，意味深长，对燕王的事情姐姐好像格外不平呢。此时聂世子已经被逼得俊脸涨红，真想狠狠扇了2个人的脸，却想起外祖母的教诲，心中叹口气，硬是忍下去。崔护兄弟原本还有些紧张，毕竟是国公府的世子，真打了他们也是白打，赌的就是他不愿惹事儿，闹大了丢的也是隋国公府的脸面。聂世子，相请不如偶遇，请世子一起小酌一杯，世子可愿赏脸？原来是萧兄，那就叨扰了。世子客气，请上来。小二，添餐具，加几道菜，今儿我们好好招待聂世子。小姐好，在下聂风，字坤白，您喊我坤白就好。不用客气，我是天洛的姐姐，你是天洛的朋友，也喊我姐姐就好了。坤白，挺好听的名字，不如喊你小白吧。聂坤白笑容僵硬，明明很好听的字，怎么就变成了小白了呢？世子啊，吃菜，我姐就这样。你看她温温柔柔的，像个大家闺秀、千金小姐，又美又温柔，岁月静好。可你千万别让她开口，扎心不说，还特爱说实话，更是语出惊人。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吃你的饭，有这么说自家姐姐的吗？姐姐待你不好吗？还说我坏话，想死啊！萧天洛给聂坤白使了个眼色，现在知道了他姐有多表里不一了吧？聂坤白很喜欢他们姐弟相处的方式，没那么多规矩，随意轻松，感觉很舒服。萧天爱不知道这个小世子的脾气，感觉是个老实腼腆的孩子，不好太随意，毕竟初次见面，人设必须端着。吃饱喝足，重新上了茶点，开始叙旧。萧天爱早憋着一肚子的问题了。小白，就是俩不要脸的面首，你干嘛怕他们呀？让人揍他呀，牙给他打掉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对你不敬。你堂堂世子，被那么俩货欺负了，丢的可是你国公府的脸。唉，我是不怕他们，但是祖母一再下令不许惹事儿，要是长公主因为这事儿去府里闹腾，借着祖母，就是我的错了。尤其是现在表哥受伤回来，更不能给他添麻烦。我是不想让表哥难做，他现在已经很难了呢。
不惹事儿，但是也有别的法子让长公主吃这个亏。低调不代表隐忍，那俩贱人就是看你的顾虑才肆无忌惮地羞辱你的。姐给你出个主意，保管收拾了那两贱人，还让长公主闹不起来。叶坤白正是少年自尊心最强的年纪，心里一肚子的火气早憋不住了，只是为了家族硬生生忍着。若是能报复那俩人，自然是100个乐意。姐姐你说，我都听姐姐的。小嘴真甜，有时候报复不一定要用拳头，示弱也是一种办法。低声教导一番，聂坤白的眼神大亮，小姐姐真厉害，这么损。不对，厉害的主意也能想出来，虽然有点无赖，但是想想长公主嚣张的样子，能让她吃瘪，心中一阵畅快，气死她最好。姐啊，好好的孩子，你别给教坏了。小白，不对，坤白，你现在知道了吧？我姐一肚子坏水呢。就你这蠢样，姐要是再不想点办法，早不知道被人欺负成什么样了。就像刚才屈从于一帮人，你能对付得了？对付敌人就要无所不用其极，招不在损，有用就行。小姐姐说的对极了，我下午还有课，先告辞了。小姐姐，等我的好消息。药王的处境不大好呀，狡兔死走狗烹，不知道能不能得个善终。可惜了，那么好的人。等他结账走人，隔壁的包厢，燕王面对一桌子菜，食之无味。听着宋阳峰汇报刚才的事儿，眼底一阵阴鸷。王爷，咱就不帮我国公府啊，世子都能被2个面首轻贱，长公主太过分了。这不是皇上想看到的吗？让皇姐来给我添堵，给外祖家添堵。她只是皇上手中的一把刀而已，偏偏她甘愿当这把刀。且容她嚣张2年，这时候和外祖家走得近，反而惹得皇上忌惮，离得远一些更好。你们说说，萧二小姐什么心思？谁都不敢出头，她居然一点都不忌讳。本王该说她蠢呢，还是天真？嘿嘿，自然是仰慕王爷了，爱屋及乌呢。要说王爷和二小姐挺有缘的呢。燕王手指敲着桌面，久久沉思，眼神深邃，一言不发。2个心腹属下对视一眼，都不敢再说，揣着手沉默地陪着他。长公主今儿个心血来潮，带着面首们出门逛街，恰好是崔家兄弟今日随行伺候，荣君柏未幸福之时，他们兄弟是长公主最宠爱的人。殿下，这葡萄可是奴家亲自选的呢，甜不甜啊？甜，阿阳给本宫选的，自然是最甜的，不过没你的小嘴儿甜。殿下，您又取笑奴家了，奴家给你尝尝，奴家这嘴儿有多甜。殿下，您厚此薄彼，奴家也要呢。好，都是本宫的宝贝儿，今儿个本宫好好疼你们。吩咐一声，去城外庄子上小住2日。2人大喜，到了庄子上就是他们的天下。把长公主伺候好了，他们的好日子就要来了，起码能和荣君柏抗衡1、2。殿下，随国公世子拜见您呢。长公主脸色一沉，对国公府的每一个人她都不想见。不必了，大街上不便，她要是想见我这个表姐，就去府里吧。世子说给殿下赔罪的。长公主心中纳闷，掀起马车帘子，聂坤白恭敬地站在马车旁，拘谨腼腆的少年还有些紧张，看到他马上深深行礼。见过表姐。坤白呀，你给我请安，不怕你祖母责罚于你。他不是说过没我这个外孙女的吗？怎么不怕我这个表姐带坏了你？长公主，昨儿中午在樊楼，晚辈冲撞了府里的2位贵人，惹得贵人不快，特意来给殿下赔罪的，还请殿下大人不计，有气冲着我来，要打要骂，晚辈都受着。
只求殿下万不可去府中惊扰祖母。坤白给殿下和府里的贵人赔罪了。你说的什么贵人？本宫没听懂。崔家兄弟啊，他们不是长公主的人，真是财大气粗呢。4000两银子包场，就为了不让坤白吃口饭。长公主这么宠他们，坤白想想，万一您觉得我冒犯了他们，去和祖母闹，坤白可就做了大孽。祖母身子骨不好，自从之前长公主上门，卧床半年多，一直小心养着。坤白万不敢因为我的一时义气，惹得祖母生气，坏了身子骨。坤白万死难赎其罪。长公主本就是风云人物，现在被侄儿拦着请罪，还是给她面首赔罪，一下子引起了无数人的好奇心。你胡说八道什么？让开！本宫没心情跟你废话。长公主是贪慕享受，但是不傻。聂坤白说来赔罪，其实就是给自己难堪呢。堂堂世子给2个不入流的面首赔罪，他答应，整个勋贵圈子也不能答应啊。这小子居然来这一手，这下闹大了。樊楼的账单还在呢，坤白可没胡说八道。崔家2兄弟就在车上吧，长公主把他们喊出来，我们当面说一下。他就是仇种崔家兄弟都在，才来拦车的。就是啊，出来露露脸呗，又不是大姑娘，见不得光了吗？聂坤白，你故意的吧？再说一次，让开！长公主这话说的，我赔罪都错了吗？您要怎么不客气啊？打我骂我都行的，反正我长这么大也没见你客气过。长公主气炸了肺，这小崽子居然如此无赖，胆儿肥了他。车夫紧紧勒着缰绳，生怕一个不好碰着他，麻烦就真的大了。怕什么来什么，2匹高大的骏马突然暴躁地踢着腿儿，甩着脖子，很是不安。马车晃动之间，长公主没防备，跌落在地上。崔家兄弟没办法躲着了，慌忙爬下来。长公主，您没事吧？废物，马都管不好，要你何用？2位贵人好，昨日多有冒犯，还请原谅则个。昨日左思右想，惶惶难眠，2位若是不原谅我，我这心里实在难安啊。够了吧，聂世子，我们也没怎么着你，做出这副样子，也不嫌丢了你国公府的脸。聂坤白脸色一白，委屈又无助，顿时惹来无数同情。他算什么东西啊，也敢呵斥堂堂世子爷？就是脸皮子揣在兜里的货色，卖身的玩意儿，祖宗8辈的脸都丢光了，还好意思说人家丢脸？哎呀，谁让人家会跪舔呢？攀上高枝了，世子爷都不放在眼里。嗨，什么世道？能是什么世道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呗。哎，据说这2人伺候人的功夫那叫一个厉害，篓子里的茧儿都比不过呢。亏他们还是读书人呢，圣人都跟着蒙羞。一人一句对着他们指指点点，崔家兄弟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愤怒的瞪着聂坤白。你们还在生我的气，可不敢和祖母告状，我给你们跪下行吗？祖母年纪大了，经不住这个。我表哥又残废了，因为我的事儿让表哥祖母生气，我真是万死难辞其罪。长公主眼睛瞪得老大，她要是真的跪了2个面首，皇上都要震怒，满朝文武都不会善罢甘休。够了，无需你赔罪。周围的百姓都看不惯，有那些大胆的嬷嬷见不得好好的少年被他呵斥。2个吃软饭的面首也配受了世子爷的跪？聂世子可舍不得，这样的阿杂货哪配得上呢？这种人简直不配做男人，欺人太甚了。我呸！别让老婆子见到你，见一次吐你一次。贱婢，你敢吐我，也非撕了你不可。婆婆，快走，别伤着了。姓崔的，你要打我，不准欺负旁人。婆子丝毫不怕，快来看看呀，长公主的面首打人了。小白脸儿吃软饭的货也敢当街打人，还有王法没有？
你打，冲着老身这儿打，打死老婆子算你有种。周围的百姓大怒，你还敢打人？太不要脸了！不知道是谁起的头，烂菜叶子扔在他身上。让你欺负人！于是众人捡着什么砸什么，石头、牛粪满天飞，加上臭鸡蛋，甚至还有小孩的尿布片子。聂坤白看得直乐呵，还真是什么都敢砸呀！快保护长公主上马车！殿下，还有我们，不能带着他们，否则这些人不会让殿下离开的。他们做的孽，让他们自己受着。连累了长公主已经是大罪，快走！长公主脑子嗡嗡的响，已经没有思考能力，差点晕过去，跟做梦似的。出趟门而已，怎么会出这种事儿？此时哪里还顾得上他的心肝儿？车夫一挥马鞭，众人让开，冲出人群，留下绝望的崔家兄弟。叶坤白反倒是躲起来，站在一家铺子的牌匾后面，看着崔家兄弟被砸的那副惨样，缩着脖子替他们疼得慌，脸上的得意不止。这个办法真不错，让你们欺负我，活该！最后还是京兆府巡逻的人把他们解救出来，众百姓一哄而散，街上的人陡然一空，衙役傻眼了，什么情况啊？你们这些刁民敢砸我，我可是长公主的人，把他们抓起来，统统抓起来！抓谁呀？你跟我说该抓谁？随即翻着白眼儿，不就是个卖身求荣的软骨头吗？命令谁呢？崔阳环顾四周，店铺都关上门，鬼影子都没一个。不带这么欺负人呢，欺人太甚，没法活了呀！许是伺候长公主久了，把自己带入到妾室的位置，人也变得有些娘娘腔，听得衙役们浑身的鸡皮疙瘩。最后把人送回长公主府，说是回去调查。谁都知道这事儿没法查，法不责众，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拖着呗。不过这事儿还没完。第二天早朝，御史纷纷上奏章弹劾长公主，纵容面首欺凌权贵，以下犯上，行为恶劣，必须重罚。景佑帝头大，对长公主很是不满，你好好过你的富贵日子不行吗？非得搞事情。先是儿子打了云海侯的公子，又是面首欺负世子，这是要翻天啊！朕知道了，长公主算是后宫之事，朕回头让皇后处理，朕绝不偏袒。陛下，区面首，竟敢公然羞辱堂堂国公府世子，这是何等的目无尊赏，何等的嚣张张狂啊！他们哪来的胆子？无非是长公主的纵容。皇后处置长公主，臣等没意见，但是这两个伤风败俗、丢人现眼的面首，必须重重处置。爱卿说怎么处罚呢？每人重打50大板，以儆效尤。哼，治标不治本，那些奴才最会装样子。长公主若是拦着，谁敢真的下狠手打？他们可是长公主的心肝呢。长公主要是护着，奴才们能有什么法子？景佑帝看了他一眼，一向对政事不上心，难得今儿个发表意见。皇儿，你说该怎么处罚才好啊？他们对长公主忠心耿耿，伺候的也上心，长公主也离不开，干脆名正言顺陪在长公主身边好了。去了世，编入宦官之中，还能领一份俸禄呢。不少大臣忍着笑意，楚王这招够狠够损呢。就依皇儿所说，江和平，你去监督办好此事。老奴遵旨。燕王府内，宋延峰眉飞色舞地讲着聂坤白做的好事，乐得不行。聂世子性情淳朴，大不像是能想出这个主意的人。他和萧二小姐一起吃的饭，会不会是……那还用说，二小姐最擅长扮猪吃老虎，示弱装可怜，肯定是她出的主意啊。不过是真有效，长公主这次又栽了大跟头，怕是要气死了呢。她最见不得不平之事，虽是女子，
却有一副侠义心肠。坤白和他姐弟俩一起玩也不错。外祖母小心过了，这个世道不是你低调就能获得尊重的。准备马车后礼，我去国公府瞧瞧。公主府，江总管带着人来传旨，长公主难以置信。什么？要把崔阳、崔梯给阉了？啊，不行，万万不行！我要进宫找皇兄去，他们做错了什么？要这么残忍的对他们呀？殿下，你可要救救我们兄弟啊！我们不要做太监，还不如死了的好。皇上下旨，你想死也要问问皇上答不答应。怎么着，你俩是在质疑皇上的决定吗？咱家这就带你进宫，和皇上亲自说道说道。借他们18个胆子也不敢，哭得更伤心了。殿下，咱家说句不中听的话，他们是犯了众怒，忘了自己什么身份。殿下确定要为了他们去惹怒陛下的吗？长公主自然不会，她的一切都是皇上给的。皇上若是厌弃了她，谁会把她一个出嫁守寡的长公主放在眼里呢？哎，殿下放心，咱家带了宫中手艺最好的刘一刀，他们俩的性命尽量保住，顺便调教一下规矩，以后更好的伺候殿下呀。来呀，带走。不，殿下，救我们呀！两人声泪俱下，真正是悔得肠子都青了，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死是不可能的，若是真的有骨气，就不会舍下脸面做面首了。他们的哀嚎声像是刀子一般，一刀一刀割在长公主心里。这不仅仅是2个面首的事儿，而是皇上对她的敲打。公府的小崽子一向老实，突然闹起来，要说没人指使，他是不信的。这个人除了自己那个好弟弟，还能有谁？来人，备马车，去燕王府。楚王下了朝，来燕王府蹭饭吃，顺便说起这件极有趣的事儿，显摆自己的聪明。长公主肯定舍不得，不知道气成什么样子呢。让她嚣张，越发的荒唐无度，皇家的脸都被她丢光了。好歹是你长辈，不言长辈之过，你这张嘴啊，少说几句。谁都跟你似的，什么心思啊都闷在肚子里。我要是你，早憋死了呢。长着一张嘴，除了吃饭不能痛快说话。我这个皇子当着忒没劲儿啊。王爷，不好了！慢慢说，天还没塌下来呢。楚王淡笑，一个皇叔，一个皇子，除了皇上亲自来，能有什么大事是他们处理不了的？长公主，是长公主来了，杀气腾腾的，来者不善呐。王爷，您看，他来就来呗，怕他呀？王爷，你都说来者不善了，还想让本王怎么着？且听听他怎么说。反正他一直这样，谁都比我这个弟弟重要。母后疼他那么多年，比不上一个姓贺的。我能指望他良心发现，对我关怀备至的吗？说话间，长公主已经风风火火闯进来，王府的奴才想拦又不敢拦，只能追着她跑，一脸的为难。你们都退下吧，不必伺候了。见过姑姑，您这怒气冲冲的，谁惹的您啊？没你的事儿，我和燕王有话要说，你回去吧。好叫姑姑知道，阉了那俩兄弟是侄儿我提议的，跟皇叔无关。姑姑要是怪的话，怪我就好。我也是为了姑姑好，人家御史非要打50大板呢，侄儿救了他们呢，姑姑不该谢我一声的吗？哼，你倒是有孝心，少跟我这口花花，你俩一丘之貉，都不是好东西。赵无疆，你不是自诩铁骨铮铮，敢做敢当的吗？怎么让你侄儿替你挡箭？你也知道亏心，不敢面对我呢？皇姐此次来所谓何事？不会是看我这个瞎子过得好不好？无疆有些受宠若惊呢。我这回京几个月了，难得皇姐想起我来了。
长公主眼里闪过心虚，看着她布满白雾、毫无焦距的眼睛，没有觉得心痛难过，只是深深的负罪感和心虚。不是吗？黄姐怎么不说话？给弟弟我送什么补品了？我可不仅仅是眼睛瞎了，还有一身的暗伤，御医让好好休养的。先谢谢黄姐惦记。少跟我扯这些，你心知肚明，就是见不得我好过。我问你，崔家兄弟的事儿，是不是你在背后指使？从小你就一肚子坏水，好人都是你做，拿着别人当枪使。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你。我警告你，别动我的人，否则我掀了你这燕王府。上次思远的事儿，我就忍你一次了。你真当我脾气好啊？不是啊，姑姑，你怎么这样啊？难道那2个面首比同胞弟弟都重要吗？对，就是这样。起码我孤独寂寞的时候，他们陪着我，哄着我，让我开心快乐。我知道你们都瞧不上我，鄙视我，那又怎么样？我会在乎吗？我是长公主，最尊贵的长公主，这大燕的天下，有什么是我得不到的？哼，我就爱华服首饰、美男美酒，享受人生。你们要是把我当亲人的话，就应该宠着我，护着我，而不是指责谩骂。皇上都看开了，我的亲弟弟倒是嫌弃我了。这算哪门子亲弟弟啊？你不可理喻！楚王被他歪理气着了，他居然这么想。长公主殿下说得很对，我没用，不能给你什么了，也请你这个做姐姐的别来烦我，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挺好的。你当我是想来的吗？是你先废了我的人，不该给我一个交代吗？哼，长公主要什么交代啊？旨意是皇上下的，你找他去啊。你不是把他当亲哥哥的吗？他宠你护你，给你想要的一切。我一个废物王爷能给你什么？哼，你知道自己比不上皇兄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仗这么多年，手里会没攒下好东西，还帮着外人来坑我。现在原样还回来，这件事我就原谅你了。燕王怒极反笑，站起来走下凉亭，高大健硕的身影，杀伐凌厉的气势，让长公主下意识后退2步，面带惧色。你想干嘛？我可是你姐，你敢忤逆我，就是大逆不道。哟，你还知道大逆不道，还知道长幼尊卑，孝顺礼数啊！你可以养面首，可以奢靡享受，都不算什么。可你万万不该，在母后最需要人的时候，为了个男人，让她凄凉的走。午夜梦回，你就没想过，母后那么疼你，挖心挖肺都不为过，你就忍心看她一个人在宫中忍受折磨，但凡有一点良心，都做不出这样忤逆不孝的事儿。是母后让我回去的，怎么你就怪我？她说自己没事，不用我市集的呀，你干嘛怪我呀？母后疼你，不舍得你辛苦，你就心安理得的受着，一点不担心她的身子。也是，从小你心里就只有你自己，何曾有过别人？跟你说什么也是浪费感情。今儿我还明白地告诉你，母后的嫁妆，你趁早还过来，你不配那些东西。现在给我滚出燕王府，以后别踏进半步，别怪我不给你脸面。约束好你那个废物儿子，下次犯到我手里，腿给他打折了。你教不会他安分，我来教他。还有外祖家，外祖母有一点不好，你应该知道我的手段。现在马上滚！一声低吼，犹如暴怒的雄狮，
吓得长公主一屁股坐在地上，满脸惊恐。伺候的丫鬟赶紧扶着她匆忙离开了。哪怕知道燕王瞎了，可背后还是如芒在刺，灵魂都能被他看穿似的。长公主彻底冷静下来，有些后悔走这一趟。从小这个弟弟就老成稳重，对他也很好，父皇那时候很宠他，赏赐的好东西大多进了自己的院子，从未对他有半句重话。燕王等他们离开许久，还站在远处，神色中满是悲痛和怀念。他荒唐糊涂了半辈子，何必为他气着自己呢？我不是气他，只是替母后不值。不说他了，去樊楼喝酒吧。好啊，顺便敲打他们一下。国公府的世子，他们也敢慢待，不想开了吧？说来也奇怪啊，到现在还不知道樊楼的东家是谁呢。咱们这样的身份都查不到，里面的水深着呢。那位都不在乎，咱们操什么心啊？一家酒楼而已，能翻起什么浪来？那倒也是，他家的酒水很烈，不像是江南那边的，倒是有些西北那边的味道。不会是西北安插在洛城的探子吧？楚王胡乱猜着，燕王没接话。这家伙看似清风朗月，翩翩君子，其实是个话痨，一个人能说上半天。倒是跟自己2个下属有的一拼，有他在就没安静的时候。他们也是樊楼的常客，掌柜的亲自请他们上楼。燕王鼻子微微一动，萧二小姐是不是也来吃饭？王爷您怎么知道的呀？就在刚路过这个包厢呢，和夏家小姐一起逛街逛累了，吃饭歇歇脚。楚王更是眼珠子瞪得老大，他们自始至终在一起，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二小姐可否一起？本王请客，想来二小姐会给面子的。燕王心情大好，站在原地等掌柜的去请示。掌柜的进来说燕王要来，他一脸懵，跑出去一看，还真是燕王跟那个小白脸楚王。燕王殿下，你也来吃饭啊？快进来吧，我们刚上的菜还没吃呢。二小姐，你只看到皇叔，怎么不请我呀？这个啊，谁让燕王殿下太显眼了，你倒是像个跟班呢。不好意思，疏忽了。楚王殿下，一起哈。参见燕王殿下，参见楚王殿下。出门在外，无需多礼，坐吧。夏淑莹小心坐下，心中发苦，怎么把这2尊大佛给招来了？萧天爱倒是不受影响，问了2个人喜欢的口味，加了菜，像是好友聚餐似的。楚王殿下，我脸上有花，你老是看着我干嘛？萧小姐长得好看，本王忍不住多看2眼，小姐勿怪。夏淑颖满脸愕然，楚王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难不成看上爱爱了？楚王也很好看呀，小白脸似的。不是，你这什么形容啊？也多有阳刚气息啊，哪儿像小白脸了？阳刚说的是燕王殿下，你嘛，顶多算是清秀，不过没有娘娘腔，还行吧。楚王张张嘴，无话可说。我可谢谢你，没说我娘娘腔。吃饭吧，凉了不好吃了。哎，你吃啊！吃饭就堵上你的嘴，堂堂楚王，是你能开玩笑的吗？今日伺候的是许志安。许志安胡乱一家，左右燕王也不挑。你歇着吧，我帮王爷布菜。这个鱼肉很好吃呢，你干嘛不让王爷尝尝？老家那几样，不会换换胃口？鱼有刺儿，万一卡着嗓子怎么办啊？拜托，燕王是眼睛瞎了，又不是没有行动辨别的能力，有刺儿他能不知道啊？许志安如遭雷劈。是啊，他为什么会潜意识觉得王爷废了呢？
楚王也傻眼，所有人都小心翼翼地伺候皇叔，甚至连瞎子这个词都不敢说，生怕刺激了他。这位姑奶奶倒是胆大，说出所有潜意识里的话。哎，你别瞎说，王爷都那样了，你说他该有多伤心啊。王爷勿怪，他就这个样子，心思单纯，什么都不懂，冒犯之处您勿怪啊。哎，真的不用这样，燕王不需要同情怜悯，也没那么脆弱，不用觉得他生活不能自理。王爷，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很对，萧小姐通透伶俐，说到我心坎上了，谢谢你。不用谢，咱们之间无需客气。二小姐什么时候和我皇叔这么熟悉了？莫非你少开玩笑？小姐面子薄，别吓着人家。皇叔居然也懂怜香惜玉啊！楚王殿下，我要是你就不开这种玩笑。为什么？萧小姐心虚了？皇叔可是大英雄，大燕的战神，不知道多少女子爱慕他呢。萧小姐不用觉得不好意思。不是的，你想啊，我年纪小，没想那么多，可你这么一说，我心动了。将来要是真的有戏，你是不是还得喊我一声婶婶呢？这一下不仅仅是夏疏影咳嗽，燕王都给呛着了。许志安更是惊为天人，冲他伸出大拇指。燕王彻底呆滞，她真的是养在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小姐，这么大胆的话怎么说得出来？夏疏影都要吓死了，都想捂着她那张嘴，吃饭都堵不上，简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玩笑，开玩笑呢，食不言。哎，吃饭。萧小姐，人不可貌相，看来本王要重新认识你了呢。萧爱爱呵呵一笑，就差翻白眼了。口花花的男生最是花心。茶水重新沏上，撤下残羹，开始聊天。最热门的话题自然是长公主的面首被皇上阉了的事儿。只是燕王是长公主亲弟弟，这个话题不好说。夏疏影就说起1个月后秋猎的事儿，楚王来了兴致。皇上今年会去，你们这些小姐也能跟着，到时候我给你们猎一头大猎物来开开眼。狗熊吗？那玩意儿太凶，不会出现在猎场的，肯定被清理了。老虎还是野猪，要不然野狼？都不是。二小姐，你姑娘家怎么净想着这些猛兽啊？不该喜欢小兔子啊、狐狸啊这种小玩意儿吗？你说兔兔吗？那也算是大猎物。楚王，您对大猎物是不是有什么误解啊？大猎物说的是野鹿、山羊、獐子、狍子这些，野鸡、野兔什么的都是寻常。不是皇叔啊，跟他聊天咋就这么累呢？亏你能受得了他。所以燕王是大英雄，你是风流王爷呀。楚王气得要死，他诚心的吧？夏疏影忍笑忍得肚子疼，他怕楚王气出过好歹来，岔开话题。对了，哎，你会骑马吗？秋猎可是要骑马的，你能行吗？萧天爱还真不会，没来得及学。别着急啊，还有1个月，本王可以教你们。夏小姐会不会骑马呀？一起学吧。我多少会一些，爱就不大行了，胆小得很。我们学骑马，他连马都不敢碰呢。1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够呛能学会。没关系的，我准能学会。咱们秋猎见，倒是需要做2件骑马装，我衣柜里没有，咱们下午就去做。我要红色的，如同烈火一般闪耀，骑着白马，想想就很美呢。你确定能学会骑马？你府里有白马给你骑？哎，聪明，肯定能学会。先做了再说。衣裳没有多的时候，小皮靴子也要几双。不知道霓裳阁有没有好的皮子？我那里有上好的皮子，从西北带回来的。你们量了尺寸，我让府里的师傅给你们做鞋子。
保管结实舒服。谢谢燕王了。楚王啊，你可学着点儿，这样和女孩子聊天是娶不到媳妇儿的。切，我堂堂楚王会缺了媳妇儿？多少千金闺秀哭着喊着要嫁给我呢。哦，是吗？那你为什么还没有娶妻啊？世上女子千千万，想找一个情投意合白头偕老的却很难。楚王张张嘴，想不出反驳的话，只好闭嘴。话题就此打住。夏疏影提出告辞，他们还要去做衣服，两位王爷也没摆谱，送他们出来。萧天爱落后2步，他觉得燕王好像不大高兴，话也少，还以为他是因为长公主的事儿呢。王爷，长公主做的孽跟你没有关系，你是为她烦恼吗？不是啊，我早跟她断绝来往了。我府里有好几匹上好的骏马，你抽空过来，我帮你选1匹。真的吗？太好了，王爷府里的马肯定是最好的，您可是大将军呢，弓马娴熟，有您指点着，下一个马术高手就是我了。燕王惊讶，我只答应送你1匹马，何时说过教你骑马了？只是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什么时候来？提前说一下，我准备一下。麻烦王爷了，给你带好吃的啊。留步，拜拜。拜拜。燕王不懂拜拜是什么意思，像是告别的话，下意识跟着说了，又觉得不符合自己冷酷的人设，脸色有点微微的不自然。皇叔啊，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对萧二小姐这么好了，真是个不一般的姑娘呢。想了一会儿，实在没什么形容词，只能这么说。确实挺不一般，或许是我救过她，她很信任我。更让我意外的是，她从未把我当瞎子看，是仅有的一个人。皇叔，你不会真的喜欢她吧？可别呀，你要是娶了她，我岂不是真要喊她婶婶？哎呦，她才多大呀，还没我大呢，我怎么喊得出来啊？瞎说什么呢？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岂会祸害人家小姑娘？只是觉得她不一般，想帮她找个好归宿，护着一些，跟长辈一样。你这张嘴啊，真的该收拾了，换一个姑娘不得臊死啊？呵呵，是啊，谁家姑娘有她脸皮厚的？瞧着娇娇软软，其实一点都不软，那张嘴比我都厉害。皇叔偏心啊？没看她怼我好几次，你真舍得她嫁给别人啊？燕王不说话，眸光深邃。楚王看不懂，两个人都不说话，想着心事。两人心情大好，继续逛街，还需要去选一些搭配的首饰。突然，人群之中一阵骚乱。这是娶亲啊，瞧着不大热闹。穷人家这么办婚礼的吗？夏疏影觉得自己这个闺蜜有时候精明的厉害，什么都懂，可有时候又单纯的跟孩子似的，一些常识都不懂。什么娶亲呢？纳妾而已，还是不入流的妾，一顶小轿抬进府里。娶亲都会有新郎官的，代表对女方的重视。哦，这样啊，纳妾，懂了。师妹，你不能嫁！等等，你听我说，做妾没有出路的。快点走，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这可是长公主府里的，能被贺少爷看上，8辈子修来的福气呢，总比你做戏子强100倍。你这什么师兄啊？是为了你好，还是想毁了你呀？妈妈，麻烦你稍微等一会儿，我和师兄从小一起长大，和亲兄妹一般，我就他一个亲人了，能得到他的祝福，我也好心伺候贺少。媒婆撇撇嘴，暗骂一声狐妹子，挥挥帕子。那就等你一炷香，大家伙儿走这一趟可不轻松啊。师妹，贺少不是良人，我可以去找淮南郡王爷帮忙，他最喜欢我的戏，肯定有办法的，你真的不需要作践自己的。师兄，真没必要，这是我自愿的。贺少还没有娶妻，我进府不用伺候奶奶，守着规矩，只要伺候好他，生下一儿半女，余生
都有盼头了，别担心我，我会好好的。萧天爱看明白了，这是一个戏班子出来的戏子，长得真好看。都怪我没本事，保护不了你，我都懂。你是怕我脾气暴躁，平白丢了性命。姓贺的在后台都能玷污了你，能有几分真心啊？你能过得好才怪，我怎么能不担心？都是命，咱得认。现在这样也挺好，我该走了。师兄好好的，别让我担心。萧天爱看着都心酸了，又听说是贺思远做的孽，心里的火气突突的往上冒。真正是冤家路窄了，又碰上这个渣子。只是戏子在古代是下九流，地位甚至连妓女都不如，他欺负2个戏子，没人会帮他们出头的。这不是吉秀楼的商凤鸣吗？淮南老郡王很喜欢听他的戏，我去郡主府做客，听过几折子，唱的是真的好。可惜了，碰到姓贺的，太倒霉了。商凤鸣，名字倒是好听，人也好看。萧天爱不是圣母心，看到不平事就要管，实在是背后没有大粗腿给自己抱，闯了祸不只是自己倒霉，全家人都要被连累。他只好歇了蠢蠢欲动的心。只是他硬着心肠不管，贺思远总能刷新他的忍耐力。邵凤鸣，给你脸不要脸，现在追上来想干嘛？老子今儿可以做主，问你一句，到底愿不愿从了贺少？你师妹都比你识时务，有贺少罩着你，你的吉秀楼准能成为将来的第一戏班，还需要看人脸色辛苦求生吗？哈，贺思远真够恶心的，男女通吃的嘛。可闭嘴吧，走吧，别脏了耳朵。商凤鸣满眼的恨意，一口痰吐出来，狗腿子袖子一挡，好歹没吐在脸上，心中大怒。给你脸不要脸的东西，细胳膊想跟大腿斗，反了天了你！来人，给老子带走！还就不信了，收拾不了你一个戏子，进了长公主府，看你还怎么嚣张！只是他们小觑了商凤鸣，别以为戏班子都是弱不禁风，打小可是需要苦练功夫的，堪比半个习武之人。哈，看不出来啊，还有2把刷子呢。这个戏子挺有个性的。好一个商凤鸣，敢跟老子动手！想想你那戏班子上上下下几10口子，惹得老子不痛快，一个都甭想活。赤果果的威胁，偏偏还是事实。长公主府想灭他一个戏班子，一句话的事儿。商凤鸣双拳紧握，没有继续挥拳砸向他那张可恶的脸，因为他知道，即便杀了这个狗奴才，对贺思远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反而赔上了自己的全部。跟老子动手，老子玩死你！现在乖乖跟我走，伺候的贺少高兴了，少不了你的好处。要是不答应，后果你自己掂量。哎呦，演的是哪一出啊？当街抢人啊？你家主子好像被关禁闭的吧？要是告到京兆府或者督察院，你一个狗奴才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你谁呀？知道我家主子是谁吗？大姑娘家的，不待在府里绣花抚琴，少管闲事儿。来人，张嘴！敢这么跟本小姐说话，你个狗奴才，信不信本小姐弄死你？你主子也不会为你出头。东林心里发苦，好好的又惹长公主干嘛呀？不过小姐发话教训一个狗奴才却是不能怂的，上前啪啪2巴掌，用尽了全身力气，愣是扇的那个狗奴才愣住了。他还真敢打呀！痛倒是没多痛，只是脸面丢大了。不过这么一打，他反倒是怂了。敢问小姐是哪家贵人啊？小的不敢啊，改日让我们贺少亲自登门赔罪。哼，是上门找茬吧？也不怕告诉你，我是萧家2小姐。以前那贺思远不把本小姐放在眼里，
现在我大姐可是太子妃，她敢动我一下试试？原来是二小姐呀，小的再也不敢了。您大人大量，别和小的一个奴才一般见识啊。轿子里那个戏子一起给我送回来，今儿个这事儿本小姐管定了。商凤鸣感激地看着他，现在这个世道能遇到肯为陌生人出头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小的真没办法，少爷点名要的人，您要是真想要他，劳驾您去府里走一趟。萧天爱也知道不好办，贺思远都派了奴才去抬人，说明对这个师妹的重视，不过还是想试一试，自己也是尽力了。滚吧，做人收敛些，助纣为虐也就罢了，还敢仗势欺人，为虎作伥，小心遭了报应，第一个拿你开刀。谢小姐教诲，小的记下了。萧小姐，多谢救命之恩，商凤鸣铭记于心，感激不尽。路见不平而已，商老板无需客气，只可惜我人微言轻，令师妹没能救下来。不敢当小姐这么喊，凤鸣一个小班主而已，今日之事是我莽撞了。师妹被那畜生玷污，除了跟着他也没有第二条路能走啊，我不该追着他，没那个本事救他，反而惹得他伤心。要是进了长公主府，还被那个畜生厌恶，日子怕是更难过啊。现在想想，那个畜生或许一开始就是冲着自己来的呢。师妹不过是替自己挡了灾，心中更是刀绞一般的痛。你以后打算怎么办？还能怎样？日子还得继续过。以后萧小姐需要我们吉秀楼唱堂会，商凤鸣随叫随到，我也只能有这点用处了。告辞。等一等，以后遇到难处可以来侯府找我，商老板这么重情义的人也是不多了呢。谢谢小姐好意，凤鸣敏感妩内，感恩不尽。商凤鸣终于走了，萧天爱看着他的背影，眼神深邃。东林都快急死了，小姐想什么呢？不会看上那个戏子了吧？这个念头一起，脸色惨白。老爷太太知道了，还不得气死呀！人都走远了，别看了。我说，哎，你干嘛为一个戏子出头啊？这下好了，彻底得罪惨了长公主府。哎，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娇娇软软的小姑娘，总是做些惊天动地的事儿。我就是看不惯，这世道总得有人在绝望之时能被人拉一把，就能熬下去了。反正长公主府我也得罪了，不差这一次。别忘了，我现在可是有个好姐夫撑腰呢，怕他干啥？顺便给他添点堵，气死他。夏疏影心中突然有些惭愧，记起来自己跟所有的俗人一样，明哲保身，自私势利，自愧不如。走吧，天色不早，该回府了。改天听听商凤鸣唱戏，不给他钱，好歹受点好处啊。你呀，我都看不懂你心里想些什么。想听他唱戏还不简单，10天有5天是在淮南郡王府唱呢。咱们去找品仪郡主玩，前几天他还念叨你呢。那感情好呀，这个什么吉秀楼的都快成了郡王府的专属戏班了，可见他是有真本事呢。两人往自家马车走去，路边一个乞丐拖着残废的腿爬上前几步，低垂着脏乱的头。小姐，行行好，赏口饭吃吧。去一边去，死乞丐脏死了，别碰小姐的衣裳，滚开了。怪可怜的，买些包子给他吃吧，不值几个钱，就当做善事了，没必要发火，火气大对身体不好。是，奴婢这就去。萧小姐教训的对，奴婢知错了。无需如此，没有教训你的意思，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你也没错。毕竟这样的乞丐冲撞了主子，也是你的失职，你也是为你主子好的。毕竟是夏疏影的丫鬟，萧天爱不好教训。东林直接提来一整笼屉的包子，都给了他，心中同情他，又添了10几文钱。你，活着就好，
要是实在约不到东西吃，就去云海侯府外面的街道，我遇到了给你点吃的，好歹饿不死。谢谢姑娘。乞丐头也没抬，骨节分明的大手紧紧攥着包裹，声音沙哑之中带着点哽咽。要谢就谢我家小姐吧，是我家小姐心善。乞丐这才抬起头看向他们的背影，满是复杂。突然，萧天爱猛然回头，和乞丐的眼神看了个对眼，犀利明亮，吓得乞丐连忙低头，心跳急速。萧天爱嘴角扯了扯，不动声色。这个乞丐不简单呢。当天深夜，丫鬟们伺候他歇下，院子里的人也都睡着了，整个侯府也沉静下来，陷入寂静的夜色之中。萧天爱猛然睁开眼睛，如练穿上男装，神不知鬼不觉，再次溜出了侯府。参见老大。几个人赫然是他那天晚上救下的方大勇等人，此时一个个的变了模样，衣裳换成了利索的武士服，哪儿还有一点落魄的样子。有了萧天爱的支持，他们用抢来的本金迅速发展自己的势力，笼络不少闲汉，收集情报，打探消息，隐隐的有了帮派的雏形了。此时缺少的就是自己的产业，只等有了自己的资金链，就能成为一股不得了的地下势力。老大，你让我们收集的情报都收集好了，我说给你听。方大勇咳嗽一声，开始讲述，居然是随国公府的消息，还有长公主府，甚至还有太子楚王的。萧天爱想干嘛？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是下意识想了解更多一些，这样才有安全感。经历了长公主府的那件事，萧天爱觉得自己想要做个安分千金小姐的愿望不大好实现，实在是靠山不够硬。虽然方大勇打听的都是一些大众都知道的消息，但是萧天爱还是从里面看到了一丝蛛丝马迹，比如景佑帝对长公主的宠爱，看似恩宠，其实是借她来给燕王添堵呢。还有先皇对燕王很喜欢，那时候很多人是看中燕王的，哪怕金上早早封了太子，也架不住老皇帝偏心，想传位给燕王。只可惜燕王为了抵御外敌，先皇驾崩没在皇宫，金上就这样继位了。所以燕王双目失明回到洛城，看似灾祸，实则对他是有好处的。毕竟谁也不会拥护一个瞎子做皇帝，金上的忌惮少了许多，燕王才有富贵日子过。皇家可真乱。萧天爱听完只有这样一个念头，只有这样一个想法。方大勇讲完这些，说起最近发生的事儿。虎头帮那边约咱们讲述呢，老大，你看他们约在什么时间？地点定在哪儿啊？虎头帮，咱们找他们的麻烦，他们倒是不死心。怎么个讲法呀？你打探清楚了吗？讲述就是划地盘，收保护费，比如马场的贩子，码头上扛包的苦力，走江湖摆摊的下九流，甚至那些青楼赌场，都得给咱们孝敬。咱们用这些钱养活兄弟们，伤了死了的都需要抚恤，需要花的钱海了去了。萧天爱秒懂，谁的拳头硬，谁占的地盘就多，收的保护费就多。明天这个时辰吧，地方你来定，我来会会这个所谓的帮主有多厉害。啊，还有件事，帮我找一些可靠忠诚的护卫，我有用，武艺要高，人要讲义气，银子不是问题，30-50个就行了。方大勇是知道他的身份的，那次萧天洛被揍，府里的护卫没人护着主子，任由主子被欺辱，这样的护卫要来何用？萧天爱打算把二房的护卫都换成自己的人。30-50个难找，武艺高的心气儿傲，不肯屈居人下，一般身手的忠诚度不够，属下会尽量找的，这个急不得。宁缺毋滥啊！对了，城里的乞丐很多吗？他们是不是自成帮派？乞丐自然是多的，每年都有遭了灾的难民来城里讨生活，岂不知天子脚下更难生存，所以乞丐很多。
没听说他们有什么帮派，就是一个资历老的乞丐压榨新来的。别以为同是沦落人就能互帮互助，恰恰相反，欺负同类最狠的还是同类人。萧天爱明白了，这个时代是没有丐帮的，遇到可怜的能帮就帮一把吧，好歹是条性命，就当是做善事了。今天先这样吧，我先走了，抓紧时间去办长公主府的事儿，重点监督。贺思远新纳了个戏子小妾，能打探到他的消息，尽量关照一二。是，属下记下了，老大慢走。萧天爱第二天想赖床，却没能如愿，一大早接到了淮南郡王府的帖子，品仪郡主邀请他过府听戏呢，只好爬起来梳洗打扮去赴宴。这种小姐妹之间的应酬是少不了的，何况品仪郡主人也不错，萧天爱很喜欢和她一起玩。你真够磨蹭的，都快50了，早知道我该去你府里接你了呢。出门遇到点事儿耽搁了，你要是来接我，咱俩都得迟到呢。果然攀上太子府，架子就是大了呢。萧儿，你大姐没来吗？萧天爱抬头，是颜玉娆，竞争太子妃的落败者，他家和屈从云是姻亲，又闹了一场，现在见面会有些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感觉。我大姐学规矩呢，皇后娘娘派了4个教养嬷嬷呢，整天忙得一点空都没有，所以一切宴请玩乐都给停了。没办法，太子妃可是未来的皇后娘娘，母仪天下，一言一行万人瞩目呢，可不敢粗心大意。哪像严小姐，侧妃就没那么严苛了，还能出来玩，真好呀。萧儿，你少得意，你大姐做的太子妃，你就不想想你能找到什么好的夫君？有这么一个尊贵的姐姐压着一头，你的日子怕是要辛苦了。萧天爱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冷不丁想起燕王那张俊朗冷清的脸，说是嫁给他就是太子的婶婶了，是他长辈，算不算压着他一头呢？只要太子一日不登基做皇帝，他就得一日给自己行礼。想想他便秘似的脸，感觉还挺爽的。多谢严小姐关心，我不在意的，大姐嫁得好才能庇护我们这些妹妹，高兴还来不及呢。以后看谁敢欺负我，太子可是我姐夫呢，落城不说横着走，谁都要给我几分面子。谁要是敢不开眼的找茬，我就找太子姐夫告状去。平白得了这么大一靠山，我为什么要和姐姐攀比争抢呢？躺着就能赢，干嘛要自己奋斗？燕小姐，难道你们府里的姐妹都见不到姐妹嫁得好的吗？颜玉娆一口气差点没上来，她还有脸说，在樊楼讹了屈家表哥无数宝贝，分明是想打自己脸，笑话自己没选上太子妃呢。燕小姐脸色不大好呢，是哪里不舒服吗？可要好好调理身子，将来进了府，整天病蔫蔫的，怎么伺候主母呀？颜玉娆肺都要气炸了，不带这么扎心的，尽朝自己的痛处戳。萧儿，别装得满不在乎的，我就不信你一点都不在意。萧天蓝可不是什么大度之人，姐妹情深的，不用跟我们演，谁还不懂姐妹之间那点事儿啊？我发誓，真的不在意。姐姐嫁给太子妃，我是10000分的高兴。我们府里真的是姐妹情深，难不成你们府里的姐妹跟仇人似的？颜玉娆差点吐血，闲聊天而已，你他妈的发什么誓啊？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天爱，你才来，我都问你几次了，快来看看我的新衣裳，漂亮吗？哇，很漂亮呀！也就是郡主能驾驭这么贵气的衣裳，我是不敢穿的，气场撑不住。天一郡主被他拍得咯咯直笑，跟下了蛋的小母鸡似的。郡主，我和疏影做了2件新式的骑马装，参加秋猎穿，你要不要看看？真的吗？赶紧跟我说说什么样式的。你这丫头，说起女红，你在这些小姐里面可是拔尖的呢。
萧天爱不卖关子，画了图样给他看。便衣郡主脑子里浮现出衣服做出来的样式，简直太喜欢了，恨不得马上穿上。你这小脑袋瓜怎么想的？以后你就是我亲妹妹，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灭了他。好呀，谢谢郡主啦，我可真的要抬出你的名号了呀！有郡主撑腰，我也是街上最霸气的仔仔啦，不用怕那些侯世子、公府世子，他们可讨厌了，总想欺负我呢。说的是屈从云的事儿，便衣郡主也听到了，扫了颜玉娆一眼，吓得他连忙低头行礼。萧天爱，你还敢告状，十足的小人！就这么说定了，本宫罩着你。玉台子上突然铿锵声大响，满场子长矛飞舞，武生翻着跟头，极其考验戏子的功力。萧天爱都被吸引了，上了妆的戏子都是一个样。萧天爱看了好一会儿，才找出商凤鸣。他的眼睛更清亮，动作更敏捷，怪不得能轻松撂倒几个奴才呢。啊！诸位小姐们唰的扭头，神色复杂的看着他。不能叫好的吗？以前没关心这些，不大懂。他是真不懂，心中吐槽：你们齐刷刷扭头，胆子小的都要被吓着了呢。天一郡主越发喜欢他的真性情。没有这个规矩，不过小姐们要矜持稳重，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啊？这样啊，没坏了规矩就行了呗。看戏跟哑巴似的，多没劲儿啊！对了，老郡王不是很喜欢吉秀楼的吗？为什么不养在府里，做你们郡王府的私人戏班子？吉秀楼是老班主一手创下的，立志打造洛城第一戏班。商凤鸣让他看到了希望，只是没等到那一天，人就没了。留下遗嘱，希望商凤鸣能把吉秀楼发扬光大。所以我祖父也不好勉强人家进入郡主府呢。原来是这样，老郡王仁义，只可惜了商老板的师妹被贺思远给糟蹋了，好可怜呢。你怎么会这么想？难道不是吗？贺思远的小妾能有什么好下场？哼，那女戏子可不是什么好人，你可别被她给骗了。戏班子的规矩，很少有女子唱名角的，偏生这个彩云是个例外，在吉秀楼里也算是二把手了，可见他的手段。要是仅此一项也就罢了，他借着进府的机会没少勾搭我大哥，不是个安分的。贺思远那个人荤素不忌，稍有点姿色的就走不动道，最好上手。天知道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啊！萧天爱傻眼，想起那天小师妹含泪连连、依依不舍的可怜样，合着是朵小白莲加绿茶呀，真是浪费了自己的一腔感情。商老板知道吗？哎呀，你对商老板关心过头了吧？我可提醒你，这些戏子连人，多个闷子打发时间也就是了，走得太近了，对你的名声可不好。萧天爱明白了，堂堂郡主哪会管一个戏子那点闲事儿？谢谢郡主提醒，我也是刚认识，跟贺思远沾上关系，才多问几句呢。我当然知道你是有主意的，只是怕那些心眼不干净的往你身上泼脏水。闺阁小姐看似娇贵，其实规矩多着呢，我都得小心，何况是你。萧天爱笑得真诚，谢郡主，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呢。别嘴上说谢，改天替我画几套衣服的样子，算是回报吧。启禀郡主，针线房那边有几个细节看不懂，可不可以请萧小姐过去指点一二？哎，到了你表示感谢的时候了，劳驾你走一趟。好说，小事而已，不过午膳记得给我留着，不许抠抠我的肉肉。知道了，贪吃鬼。萧天爱跟着嬷嬷去了针线房，有点偏远。他倒是脸不红气不喘，东陵有些撑不住，萧天爱就让他找个水榭等着，他回来再喊他一起走。针线房的管事嬷嬷亲自迎出来，
问了几个细节，萧天爱也没私藏，毫无保留地指点一番，绣娘们才茅塞顿开，夸了一车的彩虹屁，萧天爱才脱身离开。府里因为开席宴，人手不大够，原本领路的嬷嬷被人叫走了，萧天爱谢绝了针线房派人送自己，他还记得路，没必要非要人送，自己一个人走反而更自在，没必要时刻端着小姐的仪态。瞧着枝头上好看的花儿，还蹦出来摘下一只，偶尔逗逗蝴蝶，撩撩蜜蜂，像只活泼的小兔子。哼。一个男子的轻笑让他连忙收敛，花儿枝也扔进草丛里，规规矩矩地站好。惊扰了小姐，小姐勿怪，你继续，在下只是路过。倒是让公子见笑了，是小女子失仪了，抱歉。公子随意，小女子告辞了。小姐稍等，不知道你是哪家府里的小姐，可否告知姓名，相逢即是有缘呀？哦吼，被人问名字，这是对自己有意思？矜持，必须要矜持。不敢当公子询问，只是私相授受不大合适吧？是在下唐突了，小姐勿怪，小姐慢走。哎呀，这一出公子小姐的，跟戏本子上演的才子佳人一般，好欢喜，好羞涩呀！萧天爱僵硬着手脚离开。且慢，那边是往前院去的路，小姐迷路了吗？是吗？萧天爱一脸迷茫，一条条的路瞧着差不多，是迷路了吗？宋小姐，你是来赴宴的吧？随我来。没法子，只好跟着人家公子屁股后面走了。他倒是希望并肩而走，可惜不合礼数。好烦呢，遇到祸水难言不能撩，什么世道？小姐，小姐！没走多远，碰到来找他的东陵。我在这儿呢。谢公子引路，告辞。提着裙子跑向东陵，满心冒着粉红泡泡，眼瞅着快要到冬天了，怎么还能春心萌动呢？东陵看着小姐红润的脸蛋，水漉漉的眸子，心中哀嚎，这是对人家公子看上眼了？也不知道是哪家的，真是太好看了，他瞧着都脸红呢。东陵忍不住回头，又看了那个公子一眼，他居然还没走，还冲着东陵点点头，吓得他慌忙回头，那位公子是哪家的少爷啊？我哪知道？你跟人家走半天，居然连是谁都不知道。你们不总是教我矜持含蓄的吗？哪家大家小姐直接问人名字的，所以我就没问。他要是问我了，我也没回答。我聪明吧？东陵看傻子似的看着他，心累得不行。大家小姐是得矜持含蓄，可得分什么时候。遇到这么个极品的公子哥，可遇不可求的好事，简直是天赐良机。一回到了花厅，午膳也刚摆好，喜滋滋坐下来准备开动。哎，你脸怎么红了？容光焕发呀！遇到什么好事了，还容光焕发？哎呦，老祖宗规定的食不言的规矩很有道理，免得被呛着。能和郡主玩，高兴呗。很红吗？我没觉得呀，走路热的吧？那你多吃点儿，辛苦了。这个好，谢郡主。双老板演完了？演得真不错。谁要是觉得好，可以打赏一道菜，人家戏子也要吃午膳呢。哎，你关心他，也可以赏一道菜啊。萧天爱看着自己桌子上的精美饭菜，郡王府的厨子自然是极好的，才舍不得赏人呢。自己吃都不够，赶紧塞2口。算了吧，想必郡王府不会亏待了他，我就不赏了。我是关心他，却还没有到舍得把嘴里的饭食送他的地步。我又不是戏曲发烧友，没那捧戏子的爱好。长公主殿下到。参见长公主殿下。免礼了，不请自来，品一勿怪啊。
长公主眉眼高傲，直接走到主位坐下。原本应该霸气睥睨的出场，她做出来愣是变成了跋扈无礼。殿下能来蓬荜生辉呢，这不是不敢打扰您安宁，没敢给您下帖子吗？倒是我疏忽了。是疏忽还是不敢请啊？怕皇上不喜。殿下说笑了，没有的事儿。殿下开玩笑的，郡主勿怪。今日出门办事儿，听说郡主家里热闹，来瞧一瞧，没别的意思。大家随意，继续用膳吧。殿下，您也饿了，让厨房做点可口的，您用一些。荣君柏说话了，长公主总要给他面子，嗯了一声，这一茬就算过去了。偏宜亲自去安排厨房重新做了饭菜，其他人哪儿还敢吃，战战兢兢陪着笑脸。不过其中不包括萧天爱，他和长公主本就不对付嘛，加上有燕王撑腰，更不鸟他，继续吃自己的。这样一来，就显得他格外显眼了。萧二小姐叫什么来着？回禀殿下，萧天爱，您喊我萧二就好。哼，你倒是胃口好呀。凉了就不好吃了，确实对胃不好，殿下也要注意养生，别吃生冷的食物，小心拉肚子。长公主眼一瞪，居然想不出合适的话来教训她。诸位贵女都忍不住为萧天爱捏把汗，她胆子可真大。不知殿下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萧天爱一看，哎呦，这不是送自己回来的蓝洋祸水吗？难不成他是这郡主府的主子？长公主本就好男色，瞧着这一张俊朗的脸，什么火气都消了。是锦南呀，许久不见，越发俊朗了。族叔身体可好？待会儿我给他请个安去。祖父很好，吃得好，睡得好，白天听听戏，逛逛园子，万事顺遂。听闻殿下光临，特意吩咐我好好招呼殿下呢。萧天爱终于从夏淑莹口中知道，这位蓝洋祸水赫然是郡王府的世孙赵锦南。大燕皇族姓赵，赵家人的基因都不错，燕王赵无疆、楚王赵承安都是俊朗无双。长公主也就解解眼馋，赵锦南这样的皇子凤孙，她是不敢碰的。那就好，长辈安康是你们小辈的福气呢。殿下所言极是，你喝茶。晚辈毕竟是男子，留在此地也不合适，冒犯了诸位贵女们了。你呀，就是爱讲究。这么多人在呢，大大方方的聊聊天，说说话，谁能传出什么闲话来？留下来陪陪我家君柏。今日他谋了个6品的编修差事，庆祝一番。赵锦南面色微变，他堂堂郡王府的世孙，和一个戏子出身的面首道贺，他也受得起，只是长公主的面子不能不给。恭喜荣公子了。不敢当，有机会向世孙请教一二，世孙的学问也是1等1的好。几位大儒多有赞扬。好说好说。萧天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极为下饭。怪不得长公主喜欢养面首呢，换做她能无视礼法教条，也想养了。别改日了，今日就讨教一番。来的时候路过百宝阁，淘换了几样好物件。君柏，让锦南帮你长长眼，他在文玩古董方面研究颇深呢。还请世孙指教，在下在文玩一项确实不足，先谢过了。好说，略懂1二，先酬了。下人捧上一个红木漆盘，铺着同色的细绒布，摆着一块巴掌大的玉佩，光泽莹润，瞧着就不是凡品。汉白玉的质地，雕工细腻，是扬州雕工，大气中透着婉约，不错，最少值500两银子。赵锦南碰了一下，就把玉佩的来历说了个清楚。还真是的呢，君柏眼光不错，瞧着好看就买下来了。
萧天爱坐的位置恰好看清楚，不自觉地撇撇嘴，恰好被赵锦南看到了，眼神一动。这位小姐可是有话要说？唰的一下，众人的目光再次齐刷刷看向他。我不大懂，你们继续啊。让你说你就说，畏畏缩缩，一副小家子气的样子。好歹有个首富的外祖家，不该没见过好东西啊。说我就说我外祖家就过分了。萧天爱心中骂着他，故意找茬呢。那我随便一说，哪里说错了？长公主别生气啊。玉是好玉，雕工也是上乘，但是雕刻着3条鱼呢，双鱼相对，中间还起着一条小的，它不挤得慌吗？这不就是说多余吗？寓意不好，像是哪个正室夫人埋汰小妾，暗示她多余呢。众人一瞧，哎，还真的是呢。图案都讲究吉祥，图个好彩头，是在下疏忽了。小姐说的对极了，敢问小姐名讳？我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吧？又回到之前的院子里的话题，这一次他是正大光明的问：小女子云海侯府2房嫡女萧氏天爱，见过师孙。萧小姐好，赵锦南受教了，多谢小姐解惑。长公主看他们眉来眼去，心里不爽。继续下一个。这一次端上来的是一串佛珠，据说是高僧开过光的，包浆浓郁，触手生温，极为适合年长的老人。锦南，若是瞧得上眼，送给你祖父戴吧，这可真的是件古物呢。谢过长公主了，祖父肯定喜欢。慢着！萧天爱还没来得及回到自己的位置，觉得佛珠的味道不大对劲儿。他近些日子一直在研究蛇娘子留下的那部毒经，对各种毒药有所了解，甚至尝试过自己配制2样，闻多了毒药的味道。佛珠的檀香之中藏着一丝毒味，也就是他五感敏锐，换做一般的太医都闻不出来。萧小姐，哪里不对吗？萧天爱拿起佛珠放在鼻子下，仔细闻了闻，突然一用力，咔嚓一声，一颗佛珠居然给捏碎了。萧天爱，你大胆！知道这串佛珠价值多少吗？居然故意损坏，你眼里可有我这个长公主？长公主怒不可遏，当场就想让人把她拖下去弄死。殿下，稍安勿躁。萧天爱已经把佛珠放回到盘子里，碎裂的佛珠里赫然滚出一粒粒褐色的小圆珠，像是药丸子。佛珠藏着药丸，怎么看着都透着阴谋的味道。勾纹草加上五毒粉，常年佩戴把玩，人的身体渐渐衰弱，不出2年准保归西。怎么可能？长公主脸色惨白，她没想过要害淮南郡王啊。我知道殿下不会害祖父的，殿下自然不会蠢到亲自送来有毒的礼物，一查便知。殿下肯定也是被蒙蔽的。来人啊，去查查这串佛珠的来历。铁衣郡主安排好了午膳，带着人走进来，吩咐人摆在长公主面前。瞧着气氛有些不对，这是怎么了？没事儿，一点误会而已。都别等着本宫，继续赏玩。萧儿，你也一起来，本宫瞧着你懂得挺多的嘛。看来这才女的名声并非浪得虚名。不敢当，看些杂书随便说说而已，长公主不怪罪，天爱感激不尽。檀香珠子里藏着东西，你都能闻出来，倒是多才多艺呢。我呢，没别的爱好，独独爱吃，对味道很敏锐，一点不对味都能闻出来。那镯子味道不对，想着小心无大错，才试一试呢。幸亏我鼻子灵通，要是郡王爷因为手串出点什么事儿，长公主也是沾了一身骚，没得让2家子生了嫌隙。殿下无怪我多管闲事才是。哼，这么说，本宫还得赏你了。萧天爱就知道他总想给自己找茬，
心里憋着气的，看看谁让谁不痛快。谢过殿下赏赐了，那块多余的白玉瞧着就不错，不如赏给我吧。长公主噎了一下，她说要赏你的吗？脸皮子倒是厚。成，赏你了。谢殿下。赵锦南看了她好几眼，这姑娘倒是个真性情的人。这是一对白象，祥瑞之兆，一整块羊脂白玉雕出来的，可遇不可求，难得是一对儿。诸位开开眼。长公主吃的不多，很快就吃完，喜滋滋的显摆自己的宝贝。怎么样，这样宝贝没买亏吧？确实难得，殿下好眼光，留着压箱底最好了。小儿，你说呢？我要是说了，殿下别生气哈。你说，本宫不是那小心眼的人，玉是上等玉，雕工也是名将，无可挑剔。但是呢，这一顿所有人都看向她，长公主更是咬着牙，确定了，这姑娘跟自己犯冲，遇着自己就没舒心过。你说，痛快说完，本宫恕你无罪。谢殿下，只是呢，这像她没牙呀。那又怎样？没牙就没牙呗。郡主是个好捧哏的，他俩能演一出相声了呀。没牙那是死象牙，谁家会养2只死象，多不吉利呀。哦，这样啊，还真是呢。长公主原本极喜欢这对白象的，成双成对，寓意多好呀。可听她说完，一肚子的火气，恨不得直接摔了才好。这还是一对儿更有意思了，妥妥的死对象嘛，情侣都不能留了。当然，要是怨侣就送给他，死对象嘛，对象死了好找下家呀。哎，你可真逗，一套一套的，可乐死我了。赵锦南咳嗽一声，傻妹子还笑呢，没看长公主那脸色，黑的都没法看了。还没完呢，女人撒娇的时候不总是说抢你的死相，估摸着就是打这儿来的。一阵阵喷笑声，这一次不只是品仪郡主，很多贵女都忍不住，满屋子笑声，夹杂着喷茶声，尤其是她还捏着嗓子撒娇似的来了那么一嗓子，形象生动得很，可逗死人了。赵锦南无奈，眼底也含着星星点点的笑意。姑娘哟，你嘴巴痛快了，没见长公主都要气死了。好，好得很，萧小姐博学多才呢。下一个物件，本宫倒要看看你还能说出什么花来。哎呦喂，殿下哟，这可不敢摆，金蝉那是吐钱的，您这金蝉它没钱呀。殿下舍了吧，您这一堆稀碎呀。你闭嘴吧你。好吧，您说了不怪罪，不生气的嘛。殿下，什么事儿？这些死相没钱的金蝉您不要了吧，赏给我呗，我帮您解惑，总有点辛苦费吧。哼，你很好，萧天暗是吧？本宫记住你了，赏你了。这点子东西本宫还没放在心上。谢殿下，我大姐是太子妃，太子是我亲姐夫，咱们梁府也算是亲戚呢，殿下记着我也是应该的。我要是哪里做的不好，您找我那太子姐夫去。长公主一个字儿都不想和他说，怕自己给气晕过去，留下一盘子宝贝走了。不知道是谁起的头，满店的小姐们笑得花枝乱颤。诸位小姐，我有话说，你们的钗环乱了，妆也花了。哎呦，真的呢，这可怎么办呀？金灵儿，快扶小姐我去补妆。郡房在哪里啊？赶紧给小姐我梳妆。一眨眼的功夫，满店的小姐都不见了，只剩下凌乱的茶几，只剩下赵家兄妹俩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一句话毁了自己的宴会。我说的是实话，一片好心呢。算我求你了，闭嘴吧。
好了，准备送客人走了，瞧你做的好事。饭也吃了，曲也听了，今日谢谢郡主款待，告辞。我送萧小姐，妹妹，你留下来还得招呼客人呢。品仪郡主意外地看了自家大哥一眼，没有说话。萧小姐见多识广，在下佩服，不知改日可以邀请小姐出门切磋探讨一番。几个意思？想追我的吗？男女授受不亲，这个不大好呢，师孙。小姐喊我的名字就好，无需客气。锦南，锦绣南山，挺好听的啊，会不会唐突了？不会，锦绣是我妹妹的名字，我叫锦南。我怀疑是祖父懒得动脑筋，直接让妹妹取名锦绣。也很好听啊，你对郡主真好，我也想有个哥哥宠我呢，可惜啊，只有不争气的糟心弟弟。萧小姐是锦绣的朋友，也是我妹妹了，我也会护着你的。这家伙太会撩了，初次见面，两人却没有多少生疏，一言一笑都满是自在随意，两个人都走得很慢，恨不得一条路走上一天。美好的气氛终于被打破了。嘿呦，稀罕了，你们俩怎么搅和在一起了？不会说话就闭嘴。什么叫搅和在一起？听听，这是人话吗？参见燕王、楚王，您二位怎么会来？小女子告辞，不打扰你们的谈事了。别急着走啊，就是为你而来呢。为我而来？我什么都没做呀。楚王爷，您开玩笑的吧？找个地方慢慢说吧。他没法子，只好嘟着嘴跟在后面。你紧张什么？本王很可怕吗？燕王居然先开口，还是送命题。没有啊，王爷怎么会可怕？我紧张是因为对您的尊敬啊，怕冲撞了您。无妨，我不是小心眼的人。楚殿下，你们还没说为何事过来呢？今儿你们府里这么热闹，外面都传遍了，那串檀香佛珠的事儿查出来了，一家殷实商户的祖传之物。老夫人刚过世，刚50来岁，不算高寿，儿孙正好需要钱，就把佛珠给卖了。哪知道其中还有这样的内情呢？那家人才想起来，好像家里的老人没有活过60的，原以为是命，想不到是这串东西惹的祸根呢。萧天爱，你这次也算是做了好事呢。哎，你那鼻子莫不是狗鼻子，够灵的呀？骂谁呢？他可不是肯吃亏的主儿，当然灵了。楚王可得小心了，别给我闻出不该有的东西来呢。哎，你倒是说说，我能有什么出格的东西？见不得人的，你说出来，爷有赏。您先赏，万一和长公主一样输不起，不认账怎么办？给你，爷是那小肚鸡肠的妇人吗？你说长公主小肚鸡肠，她可是你姑姑呢。下次她找我算账，我就把你推出去顶缸啊！咱有难同当。你倒是会钻空子，有福呢。有福当然我自己想了，你是皇子呢，福气多得用不完。你让我说，我可说了呀。今天早上是从哪个姑娘的香闺里爬出来的？哪家青楼的红牌姑娘吧？还不是一个呢，最少2个，一个茉莉香粉味儿，一个桂花香粉。哼，楚王爷，我说的对不对啊？能耐的你，这都知道，说清楚了，爷可是洗了澡的，你都能闻出来。您是洗了澡，内衣也换了，但是外衫没换，所以我才说您歇在青楼里。要是在府里的妾室床上，肯定会准备有衣裳的，青楼没有啊。服了，你厉害。只可惜自己的人设是乖乖女，规格千金，否则还能和她开车，调侃一下腿软不软，这车能给她开到天上去。怎么瞧着不太高兴了呢？没有不高兴，只是不想说话。不用担心长公主找你算账，我会帮你的。谢谢燕王殿下，您可记着了啊。对了，上次说送您一样东西呢，您挑一样。刚
刚才从长公主手里弄来的东西，借花献佛送给她了。你不是说这些东西寓意都不好吗？长公主都被气得够呛，都是长公主的东西。你就不懂了吧？东西要看在谁手上，本小姐就有本事化腐朽为神奇。就说这个玉佩中间的鱼换成一道门，就会变成双鱼跃龙门，谁能说不好？这个金蝉啊，嘴给它划拉开，塞进钱不就行了吗？至于这对白象嘛，有些不太好办，只能改造成彼此交融、死也要同穴的恩爱白象。动物比人痴情多了，一生方死，另一方不会独活，这个你就别想了。哎，金蝉送给你呗，我让人重新雕刻了。我要那一对白象，我喜欢忠诚，忠于伴侣也是一种忠诚。好吧，我让人重新雕刻，做好了给您送府里去。您将来的王妃有福气呢，王爷这样忠诚负责的夫君可不好找。我等着，我的王妃嘛，哪知道在哪儿呢？有人肯嫁给我就满足了，没谁会觉得有福气。毕竟我这个瞎子，给不了他幸福。萧天爱总感觉这个男人身上担负着很沉重的担子。燕王殿下，喝茶。燕王刚一伸手就塞进手里了。萧小姐，你不是说我只是眼睛看不见，并不是废了吗？今儿怎么突发恻隐之心，同情我的吗？自然是同情。王爷本该是翱翔天空的雄鹰，振臂一呼万人谨从的大英雄，混在这里挺让人心痛的呢。您要是年老了也算一回，卸甲归田，安享晚年，含饴弄孙，可您还这么年轻呢，换做谁都会叹一声惋惜呢。不过我相信王爷会坚强的，英雄永远都是英雄，并不会因为挫折而消沉颓废。这姑娘胆儿真大，什么都敢说呢。她说的太有道理了，才女的名声绝非是浪得虚名。多谢萧小姐开解，冲着你这份信任，我也不能消沉颓废呢。对了，前几日说要给你一匹白马呢，今天遇到了，不如去我的马场，你挑一匹。你还有马场呢？好呀。哎，你别忘了要叫我骑马呢，咱们喊上夏姐姐和郡主一起吧，人多热闹。此时的客人还没走完，不少人路过这里。参见楚王殿下、燕王殿下、世孙。燕王低头喝茶，楚王看向远处，只留下赵锦南来应付这些桃花们。你说，要是皇上整天面对着佳丽3000、争宠妖媚的，会是怎么样的心情啊？不准妄自付费金上，你胆子倒是不小。说说嘛，闲聊呗，皇上又听不到。好吧，不可跟别人这么说，肯定很开心了。男人最大的梦想就是美女环绕，大权在握。错了，皇上肯定在想，哎，这是哪个妃子来着？瞧着面熟，那个是谁家女儿来着？好烦呐，认不清了怎么办？脸长得咋都一样呢，衣裳也差不多，太难为我老人家了。燕王这么严肃的人都被他说的没忍住，噗呲一声笑出声来，皇叔都被他给逗乐了。小姑娘厉害了，能让万年寒冰脸的皇叔不顾形象的笑出来，他都做不到。走吧，晚了夜里就赶不回来了。打发走了诸位贵女的赵锦南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世孙，郡主说了，出城不易，还是明天一早比较好。今晚准备一下衣裳吃食，哪能说走就走呀？本来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看来不成了，那就明天了。郡主说的有理，我骑马装都没带，确实骑不得马。燕王、楚王、赵锦南，告辞了。你干嘛喊我们俩王爷，喊他名字？萧小姐，跟我们俩这么见外的吗？你不觉得世孙这个称呼很别扭的吗？只是个称呼，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明天见，萧小姐。
个小小的侯府小姐也敢跟本宫叫板，如此戏耍本宫，我要弄死他！萧小姐说的没错，都挺在理。人家还帮咱们挑出了那串有毒的佛珠，也是帮了忙的。公主气什么呀？别砸了，都是御赐之物，万一哪天皇上问起来没法交代，气大伤身，就当破财免灾了。你说的这叫什么话？我是心疼那点银子吗？我是在乎他在众人面前不给我面子。死丫头坏得很，肯定是故意的。贺少打了人家弟弟，两家本就不和睦。萧小姐才华出众，自有傲骨，自然不可能巴结讨好于你，情理之中啊。哼，都说文人都是惺惺相惜的，君白，你莫不是看上他了？干嘛一直为他说话？别忘了，你是谁的人？长公主居然这么看我，我是不善曲意逢迎，殿下一直知道我的性格，我只是实话实说。你如此污蔑我，君子重诺，打我踏进这座府邸，就对殿下忠心不二。殿下若是想找那些油嘴滑舌、小意奉承之人，另请高明吧，容某做不来。若是看我不顺眼，大可撵我出府去，我绝无怨言。殿下冷静一下，好好想想吧。居然就走了？走了？哎呀，看你，人家就是随口一说，真生气了。人家心肝脾肺肾挨着个疼，你帮我揉揉，我就不气了。梓潼低垂着头，识趣地走出去，同时把伺候的下人们都带下去，留下空间给他们独处。哎呦，这不是梓潼姐姐吗？怎么自己在这儿发呆呢？看上哪家公子哥了？跟少爷我说说，少爷给你做主啊。梓潼看不上贺思远这个纨绔子，他之前还对自己有过非分之想，还是求了荣君白，才在公主面前美言几句，让他能留下来。见过贺少，不敢麻烦贺少，奴婢很好。殿下和荣先生在议事，奴婢得空偷会儿闲，贺少勿怪。说是议事儿，谁都知道在做什么。贺思远有些奇怪，大白天的受了哪门子刺激了，就滚一堆儿了。想起荣君柏清冷如明月的容颜，心头火气。也看上你师兄了呢，怎么把你给弄进来了？哎，那身段那相貌，不是女子胜似女子啊，总有一天也非要吃下这块强扭的瓜。爷有气身还不够的吗？师兄他扛着整个戏班子呢，不可能伺候爷的。您这么快就不喜欢妾身了吗？委屈的眼神跟钩子似的，贺思远原本就起了火气，更加旺盛了。要不是梓潼在场，都要抱着他就在这花园子里沐天席地，别有一番滋味。梓潼脸红，这母子俩一个德行，皇室中有这样的人，金上也不嫌丢脸。匆忙扶了一礼，回自己屋子里，好歹落个清静。第二天，燕王已经吩咐好了马场那边，仔细准备好了，很重视这次出行，甚至仔细换了一身窄袖劲装，更添英武。只是侯府的下人派人传话来，居然取消了这次出行，理由更是奇葩，骑马服没做好呢，没合适的衣裳，不能骑马。燕王心中说不出该气还是该乐，还真是个小姑娘呢，打扮不好不想出门。问问针线房做好靴子了没有，给萧小姐送过去，可别等她衣裳做好了又没鞋子穿，还是没法出门。属下亲自走一趟，一定把话带到。顺便送给她一些上好的皮子，万一做的不合心意，让她府里的绣娘重新做。唉，王爷，您让选的那些贵族公子哥们还要不要见啊？只是不知道萧小姐喜欢什么类型的，咱也没办法帮她选呀。要不您抽空问问？知道了，再见她我会问的，你也调查清楚，就按我的要求来选，她值得更好的。啊，好嘞，
属下祖宗18代都给他查清楚了，万不能委屈了萧小姐。她人真不错，温柔大方，多才多艺，最重要的，心地善良，对下人好得很呐。本王待你不好吗？要不要送你去伺候她呀？您要是真的送，属下也乐意服从命令。萧小姐手下4个大丫鬟呢，属下还没有娶媳妇呢。老子都没娶媳妇呢，你着什么急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常去青楼喝花酒，那点俸禄花光了，看你拿什么娶媳妇儿。王爷连这个都知道。属下那是去应酬，从未过夜的。那更怂了，万花丛中趟出来，居然片叶未沾，人家姑娘该笑话你不是男人了呢。说的好像您沾过似的，还好意思笑话属下。大哥莫笑二哥，属下跟着您快10年了，您身边木蚊子都没一只，说出去都没人信呢。燕王在决定要不要劈死这个瞎说大实话的属下之时，已经先一步跑了。开玩笑，留下来挨削的吗？他又不傻。萧天爱没想到燕王在为自己的婚事操心劳力，比他爹娘都上心，知道了肯定会感动。燕王真是好人呢。与此同时，关于他和3位金龟婿们暧昧不清的流言也传遍了洛城。云海侯也听到传闻，和侯夫人心中盘算起了小算盘。不管嫁给哪一个，将来都是太子绝佳的助力。他们侯府看来是要时来运转了。大房嫡女是太子妃，二房嫡女是王妃，最次的也是郡王妃，谁敢惹？婚事可得早早定下来。于是萧天爱去老夫人那儿请安的时候，就看到笑得和蔼可亲的侯府夫妇，笑得他心里直打哆嗦。这是又想闹出什么幺蛾子呢？哎呀，几日不见，越发漂亮了呢。啊，大伯娘夸奖了，难道我以前不漂亮的吗？漂亮，从小到大都漂亮。这死丫头的嘴，一张嘴能噎死个人。大嫂有话直说，一家人不必弄那些虚头巴脑的。既然这样，我也开门见山了。天爱也不小了，这婚事也该定下了。天爱也争气，看上的都不错，不过也要早早定下来，免得被人说勾三搭四，行为不检点，好说不好听啊。大嫂，有你这么说自己的侄女的吗？传出去了，府里的小姐们都受影响。你不为侯府，也要为你的宝贝女儿想想呀。还有，我家爱爱怎么就勾三搭四了？你倒是说清楚，勾搭谁了？好了，老大家的不会说话，沈氏你别生气。外面都在传，天爱和燕王、楚王、郡王世孙一起喝茶聊天，关系莫逆。这3个人都是炙手可热的夫婿人选，趁着这个势头定下一门好亲，也是好事儿。不过呢，燕王就算了，伤了眼睛，算是残废人了，将来难有成就。就在楚王和郡王世孙中间选一个吧。祖母说的对，那燕王瞎子一个，残疾废物，但凡是有点家世的人家，谁乐意把小姐嫁给他的呀？不过呢，就算是残废，那也是战功赫赫的王爷，也是皇家人，好像轮不到咱们挑三拣四的吧。这话要是传到金上耳朵了，他会怎么想？一个大不敬的罪过安在侯府头上，也不算冤枉。老夫人原本听他说的还顺耳，可越说越是心惊肉跳，脸色渐渐白了。孙女只是偶遇几位贵人陪着喝盏茶，外面的人瞎传的，祖母可不能糊涂，坏了孙女名声不打紧，可要是连累大姐嫁不进太子府，偷鸡不成反蚀把米。那么爱，你说该怎么办？凉拌呗，人家都是皇族子弟，轮到我一个小小侯府小姐挑拣的吗？再说了，咱也甭跟这儿自作多情了，人家谁都没那个意思，咱们这儿上蹿下跳的，到最后一个都嫁不成，脸不疼的嘛。
还真是呢，媒婆都没上门，都搁这儿做什么春秋大梦呢？都退下吧，老大媳妇儿，你出门应酬也解释一下，就是说话瞎传的，都让底下的管事也安分点儿。谁问起来就说没影的事儿，去把老爷找回来，最近少出门，没看家里老婆孩子都被人算计的吗？亲爹娘还活着的，还轮不到他们来管我女儿的婚事。娘亲，为他们那些眼皮子浅的生气犯不着，咱们不点头，谁还敢按着我家人不成的吗？你要是知道避嫌，还能闹出这种事儿来？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子的呀。母女俩眼神交锋，沈氏最终没舍得训斥她。唉，眨眼间，我女儿也到了该嫁人的年纪了，早点定下亲事，早安心些。娘亲，女儿不嫁人，就陪着您和爹爹。沈氏也舍不得。傻孩子，哪有女儿家不嫁人的？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仇。你跟娘亲说实话，真的和他们没什么？要是有中意的，娘亲豁出这张脸跟你求了来。他是真没喜欢谁，就算觉得赵济南长得好，气质也不错，但是纯粹是欣赏，像是一件艺术品。真的了解生活，说不定这份美好就会被破坏了呢。谁也不喜欢，哎呀，别想了，人家对我都没那个意思呢。身子骨弱，性子软，没主见，不是当家主母的料。真是个傻孩子呀。长公主府里，狗腿子魏超跟他汇报城里的趣事，其中就有萧天爱的事儿，被3位皇子弟青睐，谁都会议论两句。那个女的这么抢手的吗？爷的眼光不错了，肯定是个绝色美人，只可惜那日没把她弄到手，否则就没他们什么事儿了。虽说是流言，但是能和3位爷坐在一起喝茶，这说明萧二小姐不是简单的。爷不是还没有正妻吗？干脆娶回来好了。他们都没提亲呢，爷先下手，算不算得了他们的美人？嘿呦，这个主意好啊！爷没发现你脑子挺活泛的吗？爷这就去找母亲，跟她商议一下。正妻的人选很重要，院子里多少通房妾室都随便纳，但是正妻必须长公主答应才行。长公主下意识就想拒绝，很快改变主意。哼，虽说我瞧着那个丫头就来气，但她要是做了我的儿媳妇儿，还不得任我搓扁揉圆的吗？燕王居然也动了心，他想要的东西，我偏生要抢回来。就这么办了，母亲找媒人去。母亲高见，只是他要是不乐意怎么办呀？哼，一个侯府小姐，本宫看上她是她的福气，敢不答应？放心，有母亲在呢，保管让你抱得美人归。淮南郡王府里，赵济南也听到小厮说着外面的流言。师孙，王妃让您过去一趟。母亲唤我何事？今日去请安，怎么没说啊？奴婢不大清楚，不过奴婢猜着应该是和外面的流言有关，连母亲都惊扰了，事情大条了。济南，坐下，母亲跟你商议件事儿。母亲有话只管吩咐，跟儿子商议。莫非这事与儿子有关？自然是与你有关。母亲问你，你和萧家二小姐是怎么回事啊？见过一次面，能有什么事儿啊？母亲别听外面瞎传，对萧小姐多不好呀。别急嘛，听母亲跟你说，萧小姐素有才名，她姐姐又选了太子妃，家世人品都算得上是般配。这门亲事母亲觉得行，就看你有没有意了。真的吗？那可太好了，只是萧小姐会答应吗？你可是郡王世孙，娶她一个侯府小姐是她的福气呢，她有什么理由不答应？我儿什么时候就这么不自信了？
改天母亲见见这位萧小姐到底有多好，让我儿这么看重。全凭母亲做主。萧小姐温柔娇憨，善良聪慧，品仪也很喜欢她，母亲也一定会喜欢的。那就好，母亲这就安排人去提亲了。谢母亲，儿子先退下了，您别太辛苦了。是夜，赵丽等所有人睡着了，轻车熟路去找方大勇，约好了今晚上和虎头帮的人讲述，好划分地盘。这关系到自己的收入，谁敢拦着自己赚钱，必须抽死他丫的。萧天爱脸上涂了一层姜汁或者锅黑，遮掩住他娇嫩的皮肤。在下傲山虎头帮帮主，这位小兄弟，你就是方大勇背后那个人？长得这么嫩，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你这帮主莫非是靠嘴炮打下来的？小爷年纪大小无所谓，能打得你跪下喊爹就是本事。你牙尖嘴利，希望你的本事能和你的嘴皮子一样厉害。既然你这么着急送人头，老子成全你。老规矩，3局2胜，怎么样？就依你说的，傲山，咱们自己窝里斗，怎么样都成。你找了杀手来对付咱们，可是坏了规矩的。今儿咱们连本带利跟你好好算算。第1局当然不会老大直接出手，宋金刚打头阵。两人大吼一声，没有什么花哨的招数，扑上去就纠缠在一起，也没用兵器，纯粹肉搏。只是宋金刚空有着一把力气，却比不上人家经验丰富，几十招下来渐渐不敌，硬撑着不肯认输。我们认输，点到为止。老大，对不起啊，我没用。知耻后勇，输了没什么，不能输了志气。等我找了拳术师傅好的来教导你，相信你会成为咱们的金牌打手。下一场我出场，咱们得胜一场才行，否则士气低迷，咱可就彻底输了。行啊，还懂士气呢。行吧，你上。你要是输了，咱们直接滚蛋。3局2输，还打个屁呀！你这口吐芬芳的，真的是个千金小姐吗？他们这群人只有方大勇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萧天爱突然看向火把找不到的阴暗处，那里似乎站着一个人，只是太黑了，看不大清楚。看来这个鳌山还有后手呢。方大勇出阵，鳌山这个帮主也不敢大意，亲自出战。行，好说，方大勇，你是个人才，老子倒是挺欣赏你的。你放心，我会点到为止的。鳌山经验丰富，可是毕竟太平日子过久了，有些养尊处优，没了打江山这事的冲劲儿。方大勇天生神力，人比他年轻小10岁呢。果然，方大勇稳扎稳打，愣是将鳌山力气耗尽，最后不得已认输。1胜1负，接下来一场就是决胜性的一场了，藏头露尾。鳌山，你尽找些见不得光的人，难道你这帮主的位置坐不稳？咱做的本就不是光明正大的勾当，藏头露尾才正常。小子，老子怎么做事儿，还用不着你来教。还有我这暴脾气，等着，等爷收拾了他，抽掉你满嘴的牙，让你嘴硬。兄台，怎么称呼呀？你呢？在下手下没有无名之辈，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先报名字。好，够狂，够傲，我喜欢。在下花满楼。咋又改名字了？你好歹改一个威风一点的呀！花满楼是个什么破名字？那就开始吧，你也甭报名字了，我也记不住。来吧，招招狠辣，力道生猛，砰砰之声不绝于耳，偶尔收不住手，打在废弃的木箱上，顿时4分5裂，碎屑满天飞，可见力道之大。众人牙酸，纷纷后退，人家这才是比武呢，跟他们这些靠着蛮力自己摸索的王八拳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萧天爱越打越心惊，
真是人外有人，自己银皮境界都和他不分伯仲，而且他在打斗上的经验远超自己。黑袍男子心中也是惊讶难当，江湖上何时出了这么年轻的高手了？武艺是高超，不过招式死板，凭着他的经验，一看就是闭门造车练出来的。黑衣男闪避之间飞到了仓库的阴暗之处，像是没有看到身边的杂物似的，被阻拦一下。萧天爱趁此机会砰砰砰两掌印在他胸前。这个男的到了暗处好像瞎了一样，明明在脚边的东西直愣愣踩上去，才造成此时的颓败。眼看就要得手，窗外突然跳进来2个黑衣人，齐齐出手，趁萧天爱躲闪之时救走了黑衣男。萧天爱想不到他还有这么厉害的帮手，心中惊讶更甚。这家伙不是江湖游侠，是有组织，是有后台的人呢。敖帮主，人跑了，你们输了。怎么是跑了呢？是不想跟你们计较，我们的人多着呢，要是都出来，吓不死你。萧天爱心中说不出的烦躁，这些黑衣人到底何方神圣？洛城的水很深呢，要么投降，要么把你们都给杀了。群龙无首，虎头帮照样是老子的。有本事你把人喊出来，换老子给你跪下。输就输了，出来混的，玩不起就别玩。姓花的，做事留一线，你不怕他们回来为我报仇？想不想的说句痛快话？再敢逼逼，老子先送你去见阎王，跟阎王爷逼逼去吧。我想。早说不就完了吗？死鸭子嘴硬，有意思吗？那些黑衣人什么来路啊？不是不告诉你，我确实不知道，花钱雇来的和洛城三怪一样，这个价钱更高。他们都属于一个很隐秘的杀手组织，叫逍遥阁的，只认银子不认人。杀手组织？哼，逃了最好，要是敢回来报复，老子蹲了他的老巢。参见新帮主。起来吧。方大勇和鳌山都是副帮主，方大勇居左，鳌山居右，以左为尊，帮中事务都听方大勇的。其他人的人事任命你们商量着办，我只要结果，不问过程。明天我起草一个新的帮规，成立稽查组和执法堂，不遵帮规者重罚不饶。小到一家一族，大到国家，都需要有明确的规定，方能长久发展。萧天爱前世也在公司做事多年，按照公司来管理虎头帮，倒像是那么回事儿。之后还有财务部门、人事部门，虎头帮彻底改头换面。这些都是后事儿。虎头帮最终网络整个洛城黑道，之后往全国发展，势力之大前所未有，隐隐成为全国第1大黑帮。慌忙回到自己院子，藏好男装，躺回床上休息，才发觉浑身疼得很。撩起衣服一看，很多地方都是黑紫发青，黑衣男的拳头不是一般的重。别给老娘逮着你，腿给你打折了。看来功夫还不够硬，等我到了金皮境界，能打你3个。真他娘的疼啊！疼得睡不好，早早起来，让丫鬟布置热水，泡个澡缓缓。一身的青紫，自然不能让丫鬟伺候，不知情的还以为他跟哪个男的鬼混了一夜呢，痕迹有些暧昧。萧天爱苦中作乐，越瞧越像呢，小说里不都这么写的吗？小姐，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什么不好了？东林啊，你一直很稳的，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呢，慢慢说。哎呦，我的小姐，这事高个顶不着啊！你听了你也得着急，长公主府和淮南郡王府双双来侯府提亲了，要娶小姐你呢。一大早说什么胡话？他们2家能相中我？你家小姐虽然容貌如花，温柔贤淑，善良多才，但是一个坏得流脓的纨绔，一个郡王府的世孙，同时来提亲，话本子都不能这么写。是真的，小姐，你去前院看看就知道了，人就在老夫人院子里呢，等着咱们答复呢。
我去，真的呀？玩呢？小姐，你这怎么弄的？做噩梦，被小鬼掐的。小拉一看就成这样了。改天咱们去寺里烧烧香，驱驱邪气。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伺候我更夜，我看看去啊。娘亲别慌，不就是提亲吗？又不一定非要答应，看看再说吧。这孩子长大了，遇事不慌，很有为娘年轻时的风范。关心则乱，是娘心急了。咱们一起过去。淮南郡王府倒是好说，长公主府想干嘛？恶心谁呢？那种糟烂之地，寻常人家姑娘都不嫁。想娶我女儿，亏她想得出来。娘亲慎言，好歹是皇家人，被人听到总是不好。长公主估摸着想娶我进门，慢慢搓磨我呢。这一下碰到赵锦南也来求婚，对咱们来说是好事啊。想想也是，要不然怎么拒绝长公主府？又是一件头疼的事儿。你觉得郡王府怎么样？既然来提亲，可见是有诚意的，是一门好亲事啊。萧天爱却不这么想。只见过一面啊，人是长得好看，性格才学都很好，但是嫁人得看他的家族，而不是单看他一个人。毕竟不是两个人关起门来过日子，王府内部什么情况，肯来娶我一个门第不高的小姐，其中莫不是有什么隐情？他能想得这么周到，说出这样的话来，将来到了婆家就吃不了亏。好，娘亲派人好好打听打听，这事儿不着急定下来，好事多磨，这才刚开始呢。他才不觉得只和赵锦南相处一次就一见钟情，要死要活的非要娶自己，有点心动是可能的，但是直接就来提亲，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心中反而警惕起来，对赵锦南的好感一落千丈。就算他真心喜欢自己，招呼都不打就上门提亲，可见他骨子里对自己的轻视。或许在人家看来，肯娶自己是天大的福气呢，自己还得感恩涕零的打包一下送上门去。沈氏和萧天爱走进来，媒婆眼睛顿时亮了，纷纷起来行礼，夸赞的话不要钱似的冒出来。两位的来意我们也都清楚了，事情来得突然，容我们商议一番。哎呀，好说好说，咱做的就是跑腿的活，今日得见二小姐一面，已然是不虚此行了。二太太养的好女儿呀，以后且有的福气享了呢。不求女儿大富大贵，夫妻和睦，相敬如宾就好。母亲，谁家的亲事都要相看一番，抬头嫁女不急的呀。这就把媒人打发走了。两府一比较，傻子都知道要选郡王府的吗？还不趁势定下来，免生变故。两位慢走，管家好生送送他们。老夫人客气了，我等先告辞了，静候二小姐的好消息。弟妹呀，郡王府呢，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亲事，爱爱好福气呢，先恭喜你了。比得上太子府吗？你可别说话了，成不成？自然比不上，不过也是顶好的亲事。你这孩子，大伯娘也是为你高兴呢。喜从何来？就是因为是郡王府，就是好亲事。齐大非偶，郡王府招呼都没打，人也没相看，就来提亲，这是吃定我们了吗？沈氏，你什么打算？莫非还不满意郡王府？母亲不是不满意，而是要再看看。郡王府是不错，但是咱们侯府也不差，不是有大小姐这个太子妃呢吗？咱们总得矜持些。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骤然上门提亲，媳妇儿心里不大踏实。不着急，女儿家不比男人，一步错可就是终身呢。那就再看看。二丫头，最近别出门了，外面不定怎么传呢，消停些的好。祖母说的对，孙女记下了。
去了弟弟萧天洛的院子里，看看他在屋里玩什么呢。哎呀，二少爷，您倒是安心读书呀，老是瞅着奴婢做什么？奴婢做针线都分心了，好几次扎着手指头了呢。扎着手指头就去抹点药膏，我让你回自己房间做针线，你非要在这儿打扰我读书，我都没怪你，你还倒打一耙，忒不讲理了。走走走，该干嘛干嘛去。袁秀也真是的，留你在这儿干嘛呢？叽叽喳喳的，连那只鹦鹉都比你安静讨喜。萧天爱无声大笑，想不到自家傻弟弟还有钢铁直男的潜质呢。二爷，你就是喊二大爷也不行。姐，你可来了，自己出去玩都不管我在家里多闷得慌，我什么时候才能出门啊？萧天洛对外说可是伤筋动骨，怎么着也得养2月，对活泼好动的他可是煎熬透了。我没看出来你怎么闷啊，这么标致的丫鬟伺候着，温声软语，红袖添香，你侬我侬的，神仙一般的日子呢。你下去吧，没一点眼力劲儿。没见我和姐姐正说话呢吗？大伯娘也真是的，非要让云秀领这么个人回来，我院子里又不缺人，整天来烦我，一点丫鬟的自觉都没有，没调教好就派来伺候，大伯娘管家可不太行啊。哼，大伯娘的人。是啊，让云秀帮着带几天，云秀推不过，只好让她留下，可她呢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哪是个丫鬟呀，这就是个祖宗。他能怎么办？侯夫人下令，自己要是勾搭不到二爷，就要被卖到勾栏里。他不想被卖，只能按照侯夫人的话去做。姐，有什么问题吗？不知道该庆幸还是发愁。庆幸傻弟弟没被他勾搭走，发愁这不开窍，女孩子都不会追，钢铁直成这个样子也是世间少有，将来娶不到媳妇儿可怎么办呢？问题大了，大伯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这么烂的招都能使出来。云秀呢？她管你的院子伺候的人都跑哪儿去了？偌大的院子见不到几个人。东梁吩咐下去，1刻钟我要看到所有的下人，没来的以后也不用来了。萧天爱是真的恼了大伯娘，对付自己也就算了，居然把手伸到弟弟这儿，他就没法忍了，去把娘亲父亲找来，今儿个咱就彻底和大伯一家掰扯清楚，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啊？姐，不就是一个丫鬟，至于吗？那是你蠢，但凡心思多点可就上了大伯娘的套，这是要绝了咱们二房的后呢，这仇结大了。他是大伯娘派来杀我的，这也忒狠了点儿。哼，是啊，不过不是杀你，是杀你的万子千孙，杀你一个没啥用。纯洁的可怜孩子愣是没听懂他姐姐飙的车说的啥意思，总感觉不是好话，也没好意思继续问。二小姐来了，奴婢知错，不该离开二爷这么久。既然知道不该，你还是做了，而且没有安排好人手，枉费了母亲对你的信任。去院子里跪着。你叫什么名字？小姐，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之后的处罚，不管是挨板子还是发卖，我都保你一命，送你一份丰厚的嫁妆，找个好人家嫁了吧。你是聪明人，知道该怎么办。要是忠心耿耿，我也成全你一片忠心。奴婢明月也是逼不得已，求二小姐给奴婢一条生路。奴婢知道二小姐是好人，可是好人都是用来背锅的，不偿命的。我呀，可不是对谁都好的，想害我的人，我会让他悔不当初。爹爹，娘亲，坐，咱们说说我的好伯娘。几天没敲打，手又痒了，这次祸害到弟弟身上。爹爹，你还打算息事宁人，任凭他欺负我们姐弟的吗？爹爹是那样的人吗？谁敢欺负你们姐弟，哪怕天王老子，爹爹拼了命也会保护你们的。你先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
难怪姐姐这么说呢。我的个妈呀，居然冲着我的清白之身来的，太残忍了。哼，带着人，咱们去老夫人院子里，让她评评理去。我近几日一直忙着爱爱的婚事，没顾上天落。大嫂倒是心眼好，替我关心上了。以前也没见您多关心啊，心里都是姐姐。现在看到了吧，男孩子更危险，姐姐精得跟猴似的，我才是需要关心的那个。娘啊，您确定不生了？就生我一个儿子吗？你都这么蠢，老娘再生，准备气死我的吗？老娘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货？阿言，别生气啊，回头我教训他。还没说你呢，都是随你，一肚子草包，满脑子浆糊，蠢死算了。得，我也挨骂了，没出息的东西，都怪你。真想离家出走，活着好难呐。啊，你留下，伤还没好呢，这事儿交给娘和姐姐。祖母要是拿不出章程来，以后咱们二房就能公中分出来。爹爹也别打理侯府的产业，只管娘的嫁妆就行了。累死累活的养肥了他们，为的是坑害我们更方便的吗？就依爱爱说的办，是大嫂不仁义在先，咱们没什么好顾虑的。二老爷、二太太，是夫人要整理院子，指派奴才们干活，说是大小姐出嫁，院子不能有一点不好，奴才们不敢不听，只好过去帮忙。哼，你们还觉得冤枉了？先问问自己，谁是你们的主子？如此行为等同被主。我还在府里呢，来我院子里问一声都做不到的吗？说白了，心里还是想着八戒大小姐，她变成了凤凰，日后可是要母仪天下呢，好去沾沾人家的喜气儿呢。奴才们低下头，不敢狡辩，尤其是今日的纳采之礼，礼部派人主持，他们都想去看看热闹。太子娶亲呢，一辈子能有几次？礼部负责纳采事务的主事都还没走。平儿，有事等忙完了再说，没看大人还在的吗？请母亲安，见过这位大人。没事，你们忙，媳妇儿等着就是，怎敢打扰大人做事呢？大人好，小夫人留下，不妨碍您做事吧？啊，不妨碍，这位是二太太，沈家姑奶奶，久闻大名。刚才本官还问老夫人，没见二老爷和沈太太呢。这位是二小姐吧？真正是真静温顺，温柔大方，老夫人好福气啊！孙女儿个个出色。大人夸奖了。那个死丫头，莫不是敢把自己招出来了？她不想活了吗？因为他们的到来，原本喜气和睦的气氛顿时冷了下来。家丑不可外扬，清官难断家务事。礼部主事给属下使了个眼色，加快速度完事儿，赶紧告辞了。生护女就是登不上台面，就算是天大的不满，你就不能等人家大人走了再来？丢脸丢到侯府外面去了，你是吃定老身好脾气，不会罚你的吗？母亲，今日之事都是儿子的错，是儿子要来的，跟阿言无关。母亲要骂就骂我好了。这个时代做女人真的很难，丈夫犯了错都是媳妇儿不够贤惠，婆婆舍不得骂儿子，搓磨儿媳妇儿那是毫不手软。反了，老身还不能管教你媳妇儿了，你给我起开，今儿个我非得好好立立规矩不可。以前看在孩子都长大了给你留脸，倒是纵得你越发肆意妄为了。沈氏骨子里是那种吃软不吃硬的人，越是训斥管教越是不服气。这些年在侯府已经收敛自己的脾气，此时被老夫人劈头盖脸的训斥，一把年纪的人哪里能忍？吵吧闹吧，闹得越大，自己做的那些事儿就不叫事儿了。祖母啊，您可要为孙女儿做主啊！吓得老夫人一跳，想要发火，又想起郡王府的提亲，硬是忍下来。你好好说，谁欺负你了？在这府里还有人敢对主子不敬？
是大伯娘，你是不知道，他往弟弟屋子里塞人。今儿个我要是去晚了一刻，我弟弟的清白可就葬在卑贱的丫鬟手里了。大伯娘怎么下得去手啊？爱爱说的可是真的？你真的插手二房的事儿了？哪有，我忙着天兰的婚事呢，哪有闲心管侄儿房里的事儿？天爱，大姑娘家的可不敢胡说呀。这种事儿本就说不清楚，她好心派丫鬟给侄儿使唤，丫鬟自己想攀高枝爬主子的床，自己能管得着吗？谅你也不会做出这种糊涂的事儿。二丫头，许是误会了，你大伯娘管了一家子钟馗，又要张罗天兰的婚事，许是有不到之处，可没你想的那么坏。是啊，这种事情是说不清楚，一笔糊涂烂账。那我斗胆问问大伯娘，府里是没钱买人手了，还是缺少教养嬷嬷了，以至于把没有调教好的丫鬟让云秀带着，还经常使唤弟弟院子里的人？弟弟可是还养伤呢，偌大的院子人影都没有一个。大伯娘既然忙着大姐出嫁的事儿，那我们二房就不劳烦大伯娘费心了，免得累着你。你这是什么意思？想分家的吗？万万不可！如此大逆不道的想法，你怎么敢有？大伯娘，你听到了吗？这是大逆不道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侯夫人给七个倒仰，分明是你自己说的呀。不是你说不让我管二房的事儿的吗？这不是分家是什么？我只是为大伯娘分忧，可没说分家。祖母、孙女的意思是，二房的人手分配我们自己管，采买饮食也都自己来，这样大伯娘也轻松些。像今天这样人手不够，今个调走2粒的奴才，明儿个是不是要我院子里和娘亲院子里的人了？父亲管的是府中庶务，咱们侯府不至于连采买人手的钱都没了吧？那大伯娘管的账目可要查查，那么多的银子长翅膀飞了不成？这丫头一招比一招狠，从分家说到账目，哪一样都是她的软肋，经不住细查。你这是忤逆长辈，二弟弟妹，你们就这样看着他胡闹？爱的话就是我们夫妻的意思，宫中的支出我不知道，但是每年进的账目我是清楚的。别说侯府几房人，就是亲王郡王府都能养得起。不能怪我们有意见，是大嫂你做得太过分了。哎，你甭管这些，娘亲跟你大伯娘说，女孩子家的该操心些胭脂水粉、衣裳首饰的，是娘亲无能，还要女儿来护着娘亲，护着弟弟。是我的错，阿言，你别伤心，我不出门了，哪儿都不去，就在府里守着你们母女。好端端的，你守身到侄儿院子里干啥？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眼皮子浅的东西，无非是想在天洛院子里安插自己的人，生怕天洛成了气候，将来压着大房，趁早毁了他的。内宅里常用的手段，当谁不知道呢？好了，别哭哭啼啼的了，好好的运道都要哭没了。方氏，人手不够就去采买，府里的小姐哥儿都到了说亲的年纪，应酬也多，不能短了人手。沈氏，天禄那边也没事儿，家和万事兴，别斤斤计较，没得让人看笑话。都散了吧，还是偏袒着大伯母呢。老夫人最是势利虚荣，天兰可是太子妃，只要不是杀人放火，这个家还是自己的天下。以往都是如此，大嫂掌管钟馗，屡有不公，母亲都让自己不要斤斤计较，她是没什么，可受委屈的还是妻女，今天必须要个说法。母亲，祖母，若是我有证据，大伯娘处心积虑谋害我们姐弟，祖母还要我们忍吗？家和万事兴是有兄弟恭，母慈子孝，劲儿往一处使，而不是由着某些人站着嫡长压着全家人来供奉他那一房人。他怎么会有证据呢？冰儿，你怎么说？非是儿子不孝，而是他们欺人太甚了，不管爱爱做什么，
当父亲的都会支持他，我怎样都行，可妻女是我的命啊，我不会容忍任何人欺负他们，尤其是来自亲人的不公，儿子更不能忍。二弟，你非要忤逆母亲，搅得家宅不宁吗？我和你兄长就算偶尔做的不对，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呀。晚辈顺从长辈，方是孝道。天爱年纪小，你也不懂事的嘛。大伯娘，听您这话的意思，年纪长的就有理了哈。那乌鬼王八活得还长呢，也没见他们做啥贡献呢。你，萧天爱，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大伯娘的吗？非要搅得家宅不宁才满意的吗？你自己说说，这才几个月，你惹出多少事儿？有那闲心思，还是想想自己的事儿。谁家小姐跟你一样，两家人来求亲，脸都给你丢尽了。大嫂，我家爱爱规规矩矩，清清白白，怎么就丢人了？你不说你极度小气，心胸狭隘，有话你摆在明面上说，老在背地里搞些小动作，你真当我二房好欺负呀？一家有女百家求，人家来求亲，说明本小姐优秀，这是荣耀，哪里丢人了？侯夫人夫妻俩被他俩的无耻惊呆了，半天想不出反驳的话来。奴婢明玉拜见老夫人、侯爷、夫人，求夫人救我！二爷一心向学，我实在没招，您别把我卖进青楼，奴婢当牛做马都行，求您发发慈悲。大嫂，你真舍得下功夫呢，找这样的丫鬟没少费心思吧？我替我家天洛可谢谢你了。这小贱人肯定被二房收买了，还没审问就把自己供出来了。侯爷，我没有，他血口喷人，是二房收买了他，我什么都没做。小蹄子，你胆真肥，污蔑主母，拖出去乱棍打死。大伯娘，这就是急着杀人灭口了吗？污名污蔑你，查查不就清楚了？凡事讲究个理字。你说我们收买他，这人是我们跟你要的吗？天禄性子豁达，脾气好，下人伺候的好不好，从不放在心上。有时候自己洗漱穿衣，我娘亲没留着他娇惯的毛病。大伯娘就是把院子里的奴才都弄走，他都不会在意的。这样狐媚的丫鬟，是祸非福，找人牙子发卖了吧。二房分出去单过，一应开销自理，交给宫中的钱减2成，算是你那一房的开销。2成？这怎么可以啊？母亲，2成的收益，你知道有多少钱的吗？二房怎么能花销那么多钱？侯夫人当即炸了，府中的产业都是萧斌在管理，每年给宫中的收益至少50万两，少2成的话就有10万两。一想起来就跟割他肉似的。你给天蓝操办婚礼，动用了宫中1年的钱，我说什么了吗？他们一房4个主子，天爱和天洛的嫁娶不需要钱的吗？你要是有意见，给你2成钱，这个家让沈氏来管，我瞧着他能做得更好。掌家权是他最大的骄傲，身为侯夫人不能掌家，他都没脸出门。谢母亲，您最疼我，儿子一直是知道的。知道就好，管好你那妻女，别来气我，我就高兴了。祖母最是公正，孙女成婚定省，一定好好孝顺祖母。这么好的祖母，孙女才舍不得气您呐。气你个鬼哟！若是不公正，你是不是又要气我？等回吧，我也乏了，一天天的不让人安生。宋祖母，你慢点啊！你满意了？怒气冲冲走了，留下侯夫人一个人，呆坐许久，欲哭无泪。至于明玉，萧天爱给方大勇传递消息，让他买下来，是回家还是找个人嫁了，随他乐意。沈氏没想到他还能亲自掌管自己的家，心中涌起了无数豪气，一身的本事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搞定了大房，萧天爱发愁自己的婚事，因为赵济南托人给他递了帖子，约他出去游玩。萧天爱头疼，去还是不去是个难题。小姐还是不要去的好，现在风声正紧，你要是去了就是认定了他，非他不嫁了，有失矜持。
东陵不愧是小姐的贤内助啊，就是这么个道理。你说赵锦南来这一手，是不是也打着这个主意啊？细思极恐啊，人不可貌相，清风朗月的外表，说不定内里有颗黑心呢。渣男都长得好看，要不怎么骗了女孩子的心呢？赵锦南满怀欢喜的等着和萧天爱见面，却没想到等到的却是拒绝。我家小姐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定下婚事不宜和师孙见面。师孙要是真为小姐考虑，就不该提出这样无理的要求。侯府是比不上郡王府尊贵，但是抬头嫁女，也希望师孙多想想小姐的处境。僭越之处，师孙勿怪，奴婢告辞。侯府没有答应求婚，反而对这个女子更加好奇了。她果然有傲骨，不贪慕权贵，这才是他想要的女子，才能配得上自己。男人都贱，要是一口答应了求婚，反而觉得寻常，就算喜欢也没有这么强烈。东陵回府，习惯性的给了窝在墙根的乞丐几十文钱。谢谢姑娘，能求姑娘一件事吗？你说吧，我能做到的就会帮你，做不到也没办法。我的腿伤势恶化了，要是不治，性命难保。能否请姑娘帮我治腿啊？我这条腿就是姑娘的了。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这得多疼啊！你等着，我的私房银子有几十两，我都拿给你。几十两怕是不够，我也懂些医术，穷文富武，习武之人从小在药水里泡大的。要是想治好我的腿，起码500两，需要上好的药材，所以之前没和你开口。现在实在是拖延不得，若是没法子，姑娘也别伤心，这是我的命。明天我会离开，和姑娘道声别。这么多，你能去哪儿啊？找一个无人的地方，静静等死呗。临死前能见姑娘一面，死而无憾了。说什么死不死的，我求求我家小姐，她心肠最好了，肯定会帮你的，你可别放弃啊。小姐，人命关天的事儿，您可行行好，帮奴婢救一个人好不好？小姐，我又不会起死回生的医术，怎么救啊？毒死人给人家一个痛快，这倒是会。那个乞丐的腿恶化了，需要找大夫治疗，需要500两银子，否则人就会死，撑不过2天。小姐可以从我的薪水里扣，一条人命呢，奴婢真的不忍心。哈，合着让小姐我拿钱呐？你不知道你家小姐的钱跟命一样重要吗？小姐，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罢了，谁让你是我最得力的丫鬟呢？小姐，我总得给你面子。500两够吗？可别打水漂了，能买10几个丫鬟了。败家丫头哟！东陵无奈，知道他心疼钱，陪着笑脸，可别一不高兴又反悔了。他家小姐翻脸可是比翻书还快。第二天，宫里来人，给萧家2位小姐都下了帖子。原来是陈贵妃寿辰到了，皇上恩宠要大办，所有有品阶的诰命夫人都会出席。二丫头，进宫可得收敛你的性子，万万不可惹祸。陈贵妃的父亲深受皇上器重，他本人你也见过，倾国倾城都不为过，皇上更是疼爱有加，皇后都得让他3分。陈贵妃骄持傲慢，也就对皇上皇后尊重一些，其余的嫔妃都不放在眼里，可不敢惹她呢。孙女晓得了，祖母放心，孙女不是没有分寸的人，最老实温顺呢，这还不是有大姐陪着呢吗？祖母无需担心。孙女会看着二妹，不让她乱跑，祖母放心。陈贵妃的生辰又是洛城一件大事，城里的绸缎铺子生意都火得不行。不过对叶王府倒是没什么影响，他家没女眷，当然生辰宴席还是要去的，他不露脸，宫里那位不定怎么想呢。王爷还疼呢，要不要请陈院守来看看，可别逞强哈。你调查的怎么样了？那人什么来路？
说来也奇怪，没听说有哪个门派有这样的高手，别的地方也没有那人的踪迹，好像是突然出现在洛城里的呢。莫不会是城州哪个家族的子弟？偌大的洛城，上百万人口，有几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也难说。那就是没有了。你的办事能力可差了许多，10天之内，我要这个人的所有资料，查不到，你自己看着办吧。是，属下遵命。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又不能借助官府之力来调查，自己那点人手也不敢动作太大，真不好办呢。谁让你接王爷短的，活该。本来没把人拿下，王爷心里就不痛快，你非要往枪口上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幸灾乐祸呢。不过王爷的身手，他们俩一块都比不过，虽然现在受伤，可也有5、6成的战力，在这洛城里硬横着走，被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给打败了，圣人都有火气。淮南王府这门亲事，你们怎么看？论门第，二小姐是高攀了，可是这内里并不见得好过。累世大族想活得好，没有七巧玲珑心，骨头渣子都能让人碾碎了。二小姐那么单纯善良，郡王府太复杂了，属下以为不是良配。可是萧家的意思是属意郡王府的，估摸着这次生辰宴之后就会有好事传来。这样啊。燕王久久没说话，两个亲卫对视一眼，都猜不出他的想法来。很快到了生辰宴这天，小贝做寿辰，太后是不会出席的，皇后也懒得看他得意的样子，只赏赐了一些礼物。两个正主都没来，陈贵妃就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参见陈贵妃娘娘，恭祝娘娘生辰快乐，容颜永驻，岁岁有今朝。哼，是未来太子妃呀，赐座吧。谢娘娘。萧儿，这位是淮南世子妃，你该认识一下呢。赵锦南的母亲。萧天爱恍然，未来婆婆呢？见过世子妃，这是舍妹天爱，年幼无知，世子妃多包涵。你倒是随时不忘贬我几句呢，看来是毒打挨的手了。二小姐怎么不说话呀？我大姐不让我多说话，怕得罪了贵人，我胆小无知，说错了怕惹祸，不敢说。没关系的，你年纪还小，即便错了也没人会责备。本宫第一次见你就觉得喜欢，这副镯子赏你了。萧天爱眼眉不动，世子妃夫人看似对自己很欣赏，可脸上笑容僵硬，眼底的遗憾隐忍，分明不大看得上自己，让他很是好奇，明明看不上，干嘛非要娶自己呢？人渐渐到齐了，皇上和太后、皇后的赏赐在午膳之前送来，气氛到达了最高峰。燕王到，楚王到，淮南郡王世孙到。惊动几位给本宫贺寿，本宫可受不起呢。都是自己人，无需见外，咱们用午膳吧。午膳之后，本宫请了吉秀楼，商凤鸣的戏曲唱得真不错，大家一起听听。娘娘，还有一人没来呢。哎呀，瞧我这气性，可不是还有一位难得一见的贵女呢。咱们稍等一下，玲珑，你去催一下。谁呀？劳驾娘娘你等，可是不一般呢。人来了，世子妃就知道了，肯定会是惊喜呢。锦南，收敛一下，人家小姑娘胆儿小，被你看得不好意思了。等娶回家，想怎么看都成。还别说，你眼光不错，小姑娘挺有意思的，可得好好招待人家。那是自然，只是萧小姐还没答应呢，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不太安稳。待会儿还有劳堂兄给我找个机会，让我们说几句话，弟弟先谢过了。好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女孩子都矜持，怎么也要求上一求，别太矜持了。
这追女孩子要舍得下脸，甜言蜜语的不能少。楚王可是秦楼楚馆的常客，自然是情场高手，此时不遗余力的给他传授经验。我的老天爷，怎么把这位给弄来了？谁啊？是宣瑶。这是哪位啊？怎么把他喊来了？不知道啊，陈贵妃闹哪样，玩的有些过火了，人家都出家当道姑了，还不放过人，过分了啊！贵妃娘娘寿辰，贫道愿为娘娘诵经祈福，消灾解厄，祝愿娘娘青春永驻，福寿安康，早得贵子。燕王端着茶盏的手明显用力，差点没捏碎了，泛着白芒的眸子直直看向陈贵妃的位置。多谢宣瑶师傅，来呀，搬一把椅子，让宣瑶师傅坐在本宫身边，本宫跟师傅有好多话要说呢。谢娘娘恩典。施宣瑶刚坐好，太子居然匆忙赶来，眼神像是粘在他身上似的。哎呦，这下有乐子瞧了。这事儿闹的，皇叔，咱们去外面转转吧，实在没法看了。参见太子殿下。众贵女起身行礼，莺声燕语，像是要唤醒太子似的。都起来吧，孤今日也来为贵妃祝寿，不请自来，贵妃勿怪啊。哪里，太子能来，臣妾的荣幸呢。哦，楚王他们也都在，太子正好坐一起，让楚王替臣妾好好招呼殿下。好，陈贵妃啊，你忙，无需管顾。自始至终，他的眼神都没有看过萧天蓝一眼。萧天蓝尴尬又羞恼，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哼，费尽心机做个太子妃，岂不知在别人眼中就是个笑话呢？看你会不会后悔。不过此时也不是让别人看侯府笑话的时候，萧天蓝丢脸就是侯府丢脸呢。姐夫好呀，您这贵人是忙，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儿啊？太子妃也在，怎么不来和姑说话呢？这是你妹妹，真可爱呢。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无需和姑见外。赵倩，把姑前儿得的那些好物件，待会儿送给太子妃。你也很不错，回去吧，得空了姑找你说话。谢太子少，小妹无状，殿下勿怪她无礼。无需多礼，舍妹很好啊，姑怎么会怪呢？你们好好玩。萧天爱对这个堂姐也是无语了，帮她还不如帮条狗呢，不贬低自己一下他就不输她呀。这还没完，太子之后，皇后和兰贵妃联袂而来，又是一番见礼。陈贵妃笑容更甚，一个妃子过生辰，满宫的大佬都来了，面子不可谓不大，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除了没有皇后的名分，她在后宫才是最大的那个。长公主殿下到。这宴席跟唱戏似的，一折一折的，主角登完配角登场，真是不一般的热闹呢。抱歉，本宫来晚了，都是为了我家那个孽障，沾沾陈贵妃的喜气儿。皇兄开恩，让他来给贵妃磕个头，祝寿。长公主客气了，倒是我考虑不周，没给你下帖子呢，不敢劳烦贺少跟我拜寿。我年纪轻，按说不该这么隆重，姐妹们摆上几桌说说话，热闹热闹就是了。皇上非要大办，唉，皇上厚爱，我只能愧受了呢。喂，陈贵妃花儿一样的人儿，那是皇兄疼你，受得起，绝对受得起。20也是整寿，理应大办，这一点心意不成敬意。陈贵妃对贺思远没什么好感，只挥挥手让宫女去安排，客套话都没说一句。人可算到齐了，到了吃午膳的时候，工人忙碌地端上饭菜，轻柔的音乐响起来，教坊似的舞女翩翩起舞，边吃边欣赏舞姿，满店其乐融融。午膳过后，漱口奉茶。咱们去御花园赏花听戏吧，
散散步消消食，请了商凤鸣来唱呢，还有杂耍班子，热闹热闹。真的吗？商凤鸣唱的是真好，我家老郡王最喜欢他了，今儿个咱们都有耳福了。萧天爱对他印象更加不太好了，堂堂世子妃，又是陈贵妃的长辈，年纪又大一轮，捧着他的臭脚也不嫌跌份儿。睡莲开得好，咱们过去看看吧，也就是宫里，外面的莲花早败了呢。好啊，咱们也看看宫里的莲花。为什么宫里败得晚呢？大姐，你要不要一起？啊，瞧我，你习惯午休，累了吧？秋完，伺候小姐去偏殿歇一会儿。分明是不想自己跟着。不用，你自己去玩吧，别惹事儿。我听会儿戏，你早点回来。是啊，大姐把心放在肚子里，有郡主在呢，与其担心我惹事儿，不如想想你自己吧。湖边凉风习习，无边荷花开放。真的呢，外面的荷花早已凋零，宫里的花匠是怎么做到的？太神奇了。其实没什么，说穿了也就那么回事儿。湖水的温度决定荷花的开放期，若是温度适宜，即便是冬天也能培养出茂盛的荷花。不信你们摸摸看，湖水是不是比外面的温度高呀？真的吗？哎，你懂得可真多，我摸摸看。啊，还真的挺暖和的。冬天要是能开的话，肯定会被奉为神迹，祥瑞之兆。萧小姐果然博学多才，不愧才女之称啊！相请不如偶遇，一起去水榭喝茶赏花可好？楚王邀请他们，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一行人去了水榭。哎呦，父皇赏赐我2斤好茶，在我母后宫里。锦南，你和萧小姐替我去取一趟吧。萧小姐，可以吗？萧天爱觉得有些话还是说开了好，点点头答应了。瞧这架势，咱们快有喜酒吃了，两人挺般配的，肯定会恩爱幸福。皇叔，咱可要准备好大礼，祝贺他们呢。天爱还没我大，我都要喊他嫂子，怪别扭的。楚王和燕王差不多大，不是喊他皇叔，辈分在那摆着呢，别扭什么呀？人家那些娶了续弦，儿子比母亲还大的，该喊母亲还是得喊，我才尴尬呢。萧小姐，你这话说的在理。小时候我可追在皇叔屁股后面叫了好几年哥哥呢，那时候小，总是不乐意喊皇叔，没少挨母亲教训。小姐，有件事我觉得奇怪，心里有些猜测，得说给小姐听。嬷嬷说吧，关于郡王府的，对不对？小姐聪明，刚才世子妃赏给小姐的镯子，我收起来的时候觉得分量不对，仔细一看，空心的呢。外表看着好看，实则内里空虚，小姐可要慎重。哦，我想我明白了。想起世子妃的神情，明明看不上自己，还非要娶，看来又是冲着自己那位首富外公去的呢。连打赏人的镯子都是空心的，可见府里的亏空有多大。果然，男神还是远远看着，放在心里仰慕才最长久。这下跌落神坛，瞧着他那张脸，顿时不喜欢了。也就那样，还没燕王好看呢。萧小姐，最近还好吗？师尊觉得我过得好不好呢？是我给你造成困扰了吗？换做世尊突然给你定下一门亲事，不管这个人是谁，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对不住啊，此事是我考虑不周，对你来说有些突然，但是我是真的心悦小姐。世尊的心悦就是把你的意志强加给我，世尊的心愿真够霸道的。当然，或许在世尊眼里，肯娶我已经是极大恩赐了，我该感激涕零，迫不及待地扑进您怀里，惊喜万分地准备做你的夫人。世尊这是吃定我了，所以才没有问过我的想法，因为我的想法根本不重要。不是的，
我是想着咱们多相处，以后再说婚事儿。难得母亲同意我娶你，父母之命，我也心愿于你，水到渠成的好事儿啊！你不知道，我这些天多想见你一面。你看，你也觉得我配不上你，世子妃能答应是格外开恩了。不过，我现在明确告诉你，我萧天爱虽然比不上郡王府的门第高，但是也有自己的尊严，不接受人家的施舍。还有，世孙最好还是问问世子妃，到底是为了什么才愿意屈尊降贵，娶我一个商户女呢？你这样的身份，大房嫡女方能配得上，我这个二房次女高攀不起。对不起，提亲的事儿是我考虑不周，我向你道歉。但是我的心是真的，将来一起生活的是咱们两个，我母亲怎么样不重要的。他可不是恋爱脑，为了爱情什么都能抛弃。这种话也就骗骗真正傻白甜的女孩吧。成婚定型，侍奉婆母，立规矩，哪一样能绕开你母亲？你跟我说不重要，该说世孙你天真呢，还是觉得我好骗？母亲温柔和善，断不会为难于你的，你担心的事情不会有的。那是对你，亲儿子自然温柔了，对我这个家世人品样样比不上世孙的女人，能和善就见鬼了。现在人家就觉得娶我这么一个女的，世孙受了大委屈，将来能好？别说你护着我的话，你越是护着，世子妃就越是看不顺眼，娶了媳妇忘了娘，又添一层不满。所以这门婚事对你对我都不是好事，还是算了吧。头次遇到这样直接拒绝他的人，还是真心喜欢的女孩，赵锦南有些不知所措，想为自己辩解都想不出理由来。以往的聪明才智好像都离他而去，我不陪着世孙走这一遭了。瓜田李下容易遭人画饼，世孙是男人，可以无所顾忌，我一闺阁小姐，名声比天大，不能不顾虑的。告辞，祝世孙重新找到合适你的那个人。萧天爱不管他心里想什么，本就没有开始，也谈不上分手什么的，转身往回走，留下他慢慢想清楚。二小姐好，终于找到你了。商老板，你不用登台唱戏的吗？找我有事吗？我是压轴，最后登场，是我师妹想见见你，感谢那次你的仗义相助。哎，她在长公主府过得也不好，我这个做师兄的只恨自己无能，没办法救她出苦海。这个师妹倒是把她拿捏得死死的呢，她想见自己，动机怕是不简单啊。那好吧，我就见见她，劝劝她，都是女孩子，有些话好说一些。谢谢你，萧小姐，你真是个好人呐，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的恩情。小姐和一个戏子有说有笑，让人看到了又该说闲话。去的地方还真够偏的，难为彩云能在宫里找到这样的地方。哎，到了，这是宫女换衣裳休息的地方，彩云求了贺思远才得来的机会，陪她进宫来呢。闲杂人等不能进去，能让小姐进，奴才已经担了天大的干系了呢。欺负我们没见识少呀，这种地方除了你们这些奴才，贵人是不会来的，怎么就不能进了？骗谁呢？小姐，咱们不去了，为了个戏子冒险，犯不着。嬷嬷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你家小姐都没说话，你做人奴才的要守本分。好的奴才时时刻刻为主子操劳，小姐年纪小，我老婆子眼里可不容沙子，你非要小姐只身犯险，是何居心？老婆子不是看不起戏子，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别觉得我家小姐好脾气，蹬鼻子上脸，到底是谁不懂本分？好了，别吵了，在宫里呢，闹大了咱们都不住。嬷嬷，等我一炷香时间，我要是不出来，你就进去寻我。这是在宫里，能出什么事儿？我心里有数。放心啦，嬷嬷，小姐太单纯了，宫里才是最危险的地方，每天抬出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多的是让人无声无息消失的法子。可是没等他劝阻，萧天爱已经进去了，只能干瞪眼。彩云，
萧小姐来了，你出来吧。一股子甜腥吸入鼻端，脑子一沉，萧天爱赶紧捂着鼻子。彩云怎么没在？怎么会这样？今儿何该爷艳福来了，萧小姐，爷的正式夫人非你莫属了。你想嫁给赵锦南那个小白脸儿，你得问问爷答不答应。商凤鸣，爷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你拿师妹搪塞爷，爷干脆收了你们师兄妹，也是一桩美事啊。商凤鸣呲牙剧烈，可惜浑身酸软，除了眼珠子能转动，哪里都动不了。他那么疼爱信任的师妹，居然利用他，也背叛了他，为什么？师兄，你是不是想不明白？事情到了此时，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咱们做戏子的，总要为自己谋个出路。你自己不想攀高枝儿，还总想绝了我的路，这就不能怪师妹心狠了。难得贺少看得上你，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抓着，为了一个破戏班子，让所有人都受苦受累，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也不怕你知道，戏班子里起码一半人想要离开，只可惜卖身契在你手里，只能吃着这碗下九流的饭。你知道多少人在恨你吗？商凤鸣的愤怒变成了哀伤和自责，他被贺思远糟蹋了无所谓，可是连丽萧小姐也被毁了，万死都难赎他的罪孽。此时顾不上和彩云掰扯这些恩怨，能放了萧小姐走，他做什么都愿意。只可惜贺思远下的药是最上等的好药，别说动一动，话都说不出来。焦急悔恨煎熬他的心，硬生生吐出一口血来。哎呦，怎么吐血了？小美人儿，伤在你身，痛在我心呢。你放心，入了我的院子，我肯定会疼你的。只可惜啊，荣君柏是母亲的禁鸾，我吃不到，找你来代替，也算了了一桩心愿。今儿我不碰你，没那时间。最重要的是伺候咱们的萧二小姐，我明媒正娶的正式妻子。管她是谁，爷捷足先登，就是爷的人了。二小姐也会很温柔的，委屈你在这简陋的地方破了身子呢。你敢打我？打你怎样？打你都是轻的呢。过来啊，姐姐我等着你来伺候呢。你怎么没事？不应该啊。贺思远看着不能动弹的商凤鸣，说明药是有用的，可他一点事都没有。要不是他本身不怕蒙汗药，要不就是提前服了解药。进门的时候就料到会有危险。贺思远越想越恐怖，一张脸麻木的都没知觉，这是一般女孩子能有的力道吗？萧小姐，误会，都是误会，我错了，我鬼迷心窍，只怪你太美了，我日思夜想都想着你，既然你不愿意嫁我，就当我自作多情，再也不会骚扰你的。待会儿回府，我备了重礼，亲自和小姐赔罪道歉，你饶了我这一次吧。贺少怎么怕他一个娇滴滴的闺阁小姐？挨了2巴掌就求饶了，真不是个男人。萧小姐，乖一点，否则我的剪刀可是不长眼的。大家小姐又怎样，还不是和我一样伺候同一个男人？等你在他胯下婉转成花，我看你还怎么傲气。贺少，赶紧的，他已经是砧板上的肉了，多好的机会，你愿意错过吗？萧天爱对这个彩云倒是刮目相看，该狠的时候绝不手软，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都能利用，是个人才。只可惜心肠忒毒了点儿，留他不得。贺少，你难道没有遇到宁死不从的良家女子吗？女子的名节重于性命，你以为我会怕的吗？来啊，照着我的脖子扎下去，我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萧家小姐。你老实点儿，我真是敢下手的。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小姐，有命活着不比什么都重要啊。都照你这么说，那些贞节牌坊可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人若是没了廉耻，只知道吃喝拉撒，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别把你的下贱来衡量别人。你这种人不配商凤鸣这么好的师兄，对你还不如对一条狗好呢。黑心烂肺的玩意儿，挖出来喂狗，都是对狗的羞辱。萧小姐，你非得刺激他干嘛？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呀。彩云感觉剪刀像是刺中铁皮一般，居然扎不下去，赫然的脸都变白了。她不信剪刀都伤不了她，咬着牙狠狠扎下去。妖怪，你不是人！和尚，他不是人！刀枪不入，不是妖怪是什么？咱们来说说该怎么对付你们好呢？剪刀啊，是个好东西。贺思远，你不就是仗着多长2两肉，肆意侮辱我们女子吗？今天我就替天行道，毁了你的祸根，让你进宫伺候你的皇帝舅舅，好不好呀？不，我不要，有话好好说。萧小姐，姑奶奶，祖宗，我发誓再也不敢欺负女人了，你不要剪啊！一股子骚臭味弥漫开来，居然给吓尿裤子了。你恶心我啊，真是不想要了呀。不是的，我控制不住。姑奶奶高抬贵手，给我留着吧，我贺家可就我这一根独苗苗啊，不能绝了后啊。绝后就绝后呗，就凭你做的那些断子绝孙的事儿，留下后人继续祸害无数百姓的吗？趁早绝了干净。嗨，让你走了吗？正好，姑奶奶嫌脏手，你来剪，不是想害人吗？给你一个机会，不剪我就杀了你。你不是为了活命，什么丧尽天良的事儿都能做的吗？在你的命和他的祸根之间，你选一个。彩云悔的肠子都青了，他干嘛要拿这个剪刀呀？现在好了，不管剪不剪都难有活路。你尽管下手，就算长公主要你的命，我也有办法偷梁换柱，把你救下来，从此离开洛城，找个庄稼汉子，老老实实过日子吧。萧天爱给他压下最后一根稻草，那么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彩云都不愿意放过。捡起地上剪刀，就要对贺思远下手。你这个贱人，也为你花了这么多银子，也对不起谁？也从未对不起你啊！你居然下得去手！身不为己，天诛地灭。贺少，你为我花钱，我小意伺候，各取所需，别谈感情。咱们都没有那种东西，别天真了。我下手很快的，曾经杀过鸡，杀过狗，看着他们的血液慢慢流干，一点一点的失去生机，那种感觉真的是太美妙了。不过贺少，你是不会死的，宫里的御医会救你的。和命比起来，这2两祸根算得了什么？能剪下贺少的祸根子，我怎么这么高兴呢？疯子，你就是个疯子！救命啊！谁来救我？我不要做太监啊！好久没看过这么精彩的大戏了，这个彩云还真是个人才呢。彩云终于褪下贺思远的裤子，萧天爱眼睛亮了亮。哎呦，看一看不会长针眼吧？我去，这么小啊！贺少，你确定发育完全了？我看人家光着屁股的孩子跟这个差不多呢。你这不是祸害人吗？弄那么多小妾，结果就给人家玩这个，你亏心不亏心啊？早想给你剪掉，除了撒撒尿屁又没有。商凤鸣更是一副见鬼的样子。萧天爱的大胆师妹的放浪，彻底颠覆了他的三观。彩云还真是奇葩，剪刀时不时的靠近一点，像是在考虑从哪里下手。得亏贺思远尿了一回，否则又得尿。你可快点吧，脏不脏啊？小姐，你在哪儿啊？外面一阵喧闹，是秦嬷嬷闯进来了。彩云心一横，再不剪可就没机会了。救命啊！快来救我！可惜他的喊声更让彩云下手不留情，锋利的剪刀闪着寒光，咔嚓一下狠狠合上。贺思远抱着裤裆在地上哀嚎打滚，萧天爱已经跳起来躲在角落里，装作害怕的样子。哗啦啦，
大门猛然被撞开，居然涌进来一群人。皇后、陈贵妃、长公主打头，诸位大佬居然都来了。我的儿啊，你这是怎么了？都是死人嘛，还不快看看少爷找御医啊！是谁害的你？母亲诛他9族！母亲，快救我！这个女人她疯了，她居然剪掉了我的宝贝，咱们贺家要绝后了呀！什么？撩起他衣摆，当场就要查看。还在呢，儿啊，没事呢，好好的儿啊。长公主看到女儿还在，还上手摸摸，一颗心才落地，吓死她了都。萧天爱强忍着没笑出声来，肩膀颤抖着，低垂着头趴在墙角，忍得辛苦啊。他们之所以都会来，是因为有宫女禀告萧二小姐和贺少在幽会。皇宫大内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都已经算得上是秽乱宫闱了。陈贵妃心中不快，敢在我的生辰宴上搞事情，绝对不能忍了。于是浩浩荡荡一行人来捉奸看热闹了。萧儿，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在这儿？萧天爱心中奇怪，陈贵妃对她好像很有敌意，她没招惹她的呀。见过诸位娘娘，事情是这样的，贺少垂涎商老板的美色，图谋已久，设计引诱他来霸占。商老板的师妹不忍师兄遭此羞辱，愤而反抗，拿着剪刀就要剪了贺少。那啥，这不，贺少拼命反抗，师妹誓死也要剪了他。幸好你们来得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呢。太可怕了，吓死人了都。彩云傻眼儿，贺思远傻眼儿，商凤鸣同样傻眼儿。萧二小姐，您这编瞎话的本事真是张嘴就来，所有的事情都给推翻，彻底变成另一桩故事。彩云姑娘为了维护师兄，之前就不惜己身，舍身为妾，住了长公主府。现在得知师兄有难，也是豁出命了。如此兄妹情深，真正是让人感动呢。一顶大帽子扣下来，彩云想要辩解的话只能咽下去了。戏子虽不在乎名声，但是他有苦衷，被逼反抗总比主动加害贺少罪责要轻。垂下头默认了这个事实。贺少，我说的对不对呢？对，非常对，就是这样的。只要他的宝贝还在，别的事儿都不叫事儿。萧天爱的心思诡谲多变，手段更是出神入化的。他才知道自己这点手段人家根本不在乎，动动手指就把自己整得死去活来，彻底怕了他。燕王、太子等人也走进来，小小的屋子一下子挤得满满的。萧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多谢师孙关心。锦南，回来。赵锦南有些为难，萧天爱瞧着无助又可怜，正需要他的安慰，可是母亲的话又不能不听，纠结不已。母亲，回来。萧天爱倒是好奇他会怎么做，他喜欢自己的真心有几分。萧小姐，你别怕，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的，你等我啊。主要是萧天爱没觉得赵锦南是个能依靠的男人，可这一刻他最终选择了世子妃，心中还是一阵失落。燕王殿下好呀，几日不见，您风采依旧呢。燕王嘴角微微扯了扯，小妮子倒是识时务，知道谁能靠得住。皇后自是不想把事情闹大，无人伤亡就好办。他是怎么回事？萧小姐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启禀皇后娘娘，臣女很喜欢商老板的戏，之前就认识，遇到了说几句话，正好宫女来请，就一起来看看。结果商老板不行，中了暗算，今儿的戏都唱不成了。至于我嘛，原本我在外面等着，毕竟人家师兄妹说话，我在场也不方便。后来听着动静不对，进来一看，就是这个样子了，也就比大家早进来那么一丢丢的时间。贺少还得感激我呢，要不是我拦了彩云一下，您现在可能真的要横着出去。
下半辈子留在宫里给皇上尽孝吧。贺思远想了想，确实有东西打落剪刀，剪刀掉在地上，当时心慌意乱的，还以为真的被剪掉了呢，哪会认真去查看。多谢萧小姐援手，之前多有得罪，萧小姐海涵，明儿我亲自备了礼物登门道歉。要不是把你阉了，长公主得发疯，后果太严重，你当我想救你啊？不敢，只求贺少别打我的主意，我就谢天谢地了。不敢，萧小姐温柔贤淑，人美心善，我自己几斤几两心中清楚，给小姐提鞋都不配。挺识趣的嘛，什么纨绔子弟，都是毒打挨得少了，落在自己手里都得乖乖变成绵羊。当事人都承认了，事情一目了然，都是贺思远自己作孽。永安，你怎么看？贱婢敢害主，拖出去杖毙！彩云惊恐抬头看向萧天爱，他说会救自己的，这要是直接打死了还怎么救啊？都是1000年的狐狸，他居然真相信自己会救他，不知道漂亮女子的话最不能相信的吗？皇后娘娘，贵妃娘娘，奴婢也是被逼无奈，求娘娘开恩啊！你还有脸求饶？没将你千刀万剐可知足吧？皇后，咱们走，一个贱婢不值当咱们费心。唉，陈妹妹生辰不宜见血，赐一杯毒酒给她一个痛快吧。永安，思远进宫还夹带私货的吗？还不给那个戏子起了药性？皇上是宠着你，可你也要懂规矩，别给皇上添乱不是。是本宫教导无方，皇后娘娘说的对，以后会约束好这个逆子的。如此最好，皇上日理万机，殚精竭虑的，咱们都该懂点事儿。都回吧，挤在这里也不嫌闷得慌。我没事儿，你们看，全须全尾，头发都没有少一根呢。走吧，也不知道商老板能不能唱戏了，我等着看他呢。你倒是心大，这时候还惦记着听戏呢。有燕王殿下在，什么魑魅魍魉都得靠边站。待会儿我离您近一些，压压惊。把本王当门神了？您可不就是大燕的门神吗？战神，守护神，有您在，诸邪退散，大吉大利。呵呵，你倒是敢说，这么看得起本王，今儿这门神不当也得当了呢。谢谢王爷，我亲自伺候您，端茶倒水，领路当拐杖，随便你使唤。你说这爱爱吧，有时候胆子小得很，人家一瞪眼都吓一跳，可是对着燕王倒是胆儿大，我躲都来不及呢。站在他身边，大气儿都不敢喘，话都不敢说，他怎么就不怕呢？可是燕王对他的时候是很和气的，总觉得和对咱们不一样呢，所以爱爱不怕他了。妹妹啊，这次你可得好好帮帮大哥，帮大哥在萧小姐面前美言几句，大哥的终身幸福可就靠你了。母亲不是答应你上门提亲的吗？你还担心什么？需要我怎么美言？是萧小姐，她不愿意嫁给我，刚才我又没站在她身旁，我总觉得她生气了，你帮我道个歉，求求情啊。不是，你说什么？她还不大答应？爱爱性子软，胆子小，心思单纯，许是觉得君王府人口复杂，不愿意高攀呢。她既然拒绝，肯定有她的想法。师尊还是算了，重新挑选高门大户的小姐，反正想嫁给你的贵女多的是。可我喜欢她，就想娶她，她肯定有什么误会，哪里不满意，我可以改啊。夏小姐，你也帮我说说好话，拜托了。夏疏影心里有些复杂，你想娶她，刚才那么好的表现机会，为什么不站她身边？她处理这件事可不大高明，平白让燕王得了机会。这些话只能心里想想，毕竟自己也没有办法帮她做主，点点头敷衍一下，看情况再说呗。萧天爱说到做到，亲自给燕王斟茶倒水，坐在他下手，像是丫鬟似的。皇叔，行啊，能让萧小姐亲自伺候，我都羡慕了呢。少贫嘴，
女孩子脸皮薄，别吓着了她。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脸比城墙厚啊？他有些吓着了，待在这儿缓一缓。贺思远这小子真该打断他的腿才肯安分。我瞧着他也吓得够呛呢，差点被人给淹了，肯定受了教训，应该会收敛一些。活该。戏台子上再次开场，锣鼓喧天，他们说话都是头碰着头，方能听清楚。萧天爱也不自觉地凑近一些，突然察觉有的目光带着敌意落在自己身上，他不动声色，装作倒茶，看向目光的方向，居然是皇后那边。宫里最尊贵的3个人坐在一起，都是笑语晏晏，看不出谁在看自己。至于长公主那怨毒犹如实质的目光，他直接给忽略了，不管是对燕王还是对自己，都跟他不对付。要是温柔和善的样子倒是奇了怪了，皇后没立场针对自己，好歹自己名义上还是太子的小姨子呢，算是他的晚辈。兰贵妃就更没有来往了，话都没有说几句。而且楚王和燕王交好，他没理由怨憎自己啊。剩下的就只能是宠冠6宫的陈贵妃了。可是为什么呢？萧天爱想不大明白，又看了看主位，这位燕王曾经的恋人落得这样的下场，他再次看到燕王，未免太淡定了点。世人都传他是为了燕王才出家的，此生非燕王不嫁，为此惹得太子跟燕王势同水火，到现在还不曾放下。所有人之中他最无辜，萧天爱觉得这女的不像表面的那么纯洁无害，手段挺高的呢。他有心试试2个人的反应，尤其是燕王对自己这个白月光是个什么想法。燕王殿下，那位师道姑在看你呢。小姑娘别那么大的好奇心，我和宣瑶不过是年少之时有过一点交往，并不像世人传的那个样子。她是个傻的，其实嫁给太子也不错，起码太子对她是有几分真心的。切，王爷，您说这话就有点渣了。太子骨子里就是自私凉薄之人，倒不如说他不甘心，求而不得，丢了他的脸，这样他得手，宠2年，遇到新鲜美人，又给忘到脑后了。萧天爱对燕王这个态度不大满意，人家一片真心，他反倒是劝他跟别的男人好。要是搁现代，这种男人他一巴掌给呼墙上了。小小年纪懂得倒是不少，要是像你说的，谁对我倾心，我就得真心回报，那我的心得分成多少份啊？他倾心他的，我也有我的选择，两情相悦才是长久，剃头挑子一头热，也非良缘啊。王爷哟，恕我直言，您太自恋了点儿，好像除了这个出了家的师道姑，没姑娘喜欢你，为你要死要活，公公撞大墙的哈。这姑娘咋净说大实话呢？什么词儿啊，还公公撞大墙的，脑袋不要了。王爷哟，您保家卫国是好手，这追女孩子招女孩子喜欢，委实不咋地。本王，你这丫头哪根筋不对啊？你冲我这儿撒气呢，变着法来气我呀？聊什么呢？让我也听听呗。我说啊，兰贵妃娘娘啊，该减肥了。瞎话张嘴就来，看来贺思远那事儿还不定是怎么回事呢。谁要是信他，把人卖了还得给他数钱呢。为什么？我觉得挺好的呀，母妃毕竟有年纪了，发福一些也难免啊。哎呀，你看看，这就不懂了吧？你这话跟你母妃讲，会被打出来的。哪个女人愿意被人说发福上年纪了？身材管理是一辈子的事儿，哪怕白发苍苍，我依旧优雅窈窕，是最美的那一个。知道陈贵妃为啥受宠吗？年轻漂亮，还能为什么？宫里年轻漂亮的又不止她一个，嫔妃之间的争宠，要是只靠着外表，早死800回了。你看啊，人家宦官去抬陈贵妃侍寝2个就够了，抬兰贵妃那得8个。燕王听到这儿，
实在忍不住了，小姑娘的嘴忽悠人的鬼，一口茶没忍住，罕见的喷了茶，难得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失态了。哎呀，王爷您别动，放着我来，我给您擦擦，要不要我伺候您换身衣裳啊？他亲自帮燕王擦衣襟的茶渍，挨得极近，眼神瞄着主位那边。皇后和兰贵妃满是好奇，陈贵妃却是双眸喷火，盯着自己在燕王身上上下其手，呸！清理污秽的手，恨不得剁下来才好。哎呦，皇家真乱，他不会对燕王有那么点意思吧？至于施宣瑶还算平静，不过眼神复杂，也盯着燕王，看不出喜怒。萧小姐，差不多得了，皇叔的衣裳都被你擦烂了，你是擦衣裳呢还是搓皮呢？还有脏的是下摆，你老是在皇兄胸口上擦，是什么操作啊？你不会觊觎我皇兄的美色吧？偷偷占便宜？手滑啊！楚王殿下，看破不说破，您给我留点面子，把我说哭了可是很难哄的呢。你还会哭的吗？怎么个难哄法啊？我倒是想领教一番，你哭一个给爷瞅瞅。你让我哭我就哭，我岂不是很没面子？我的眼泪可是金豆豆，一滴泪一颗金瓜子，拿来我就哭给你看。你要是这么聊天，我可要跟我母妃说，你说她胖，8个太监抬不动，然后……楚王殿下，我错了，您可不能告状，会出人命的。我给您倒茶赔罪，胖点多好呀，皇上抱着不会硌手，冬天还能当暖炉。兰贵妃有您这么好的儿子，心情舒畅才会发福，好事呢。小样，还治不了你了。他们一桌子笑得热闹，除了吸引陈贵妃等人，还有一个人心里是酸胀难受的要死，他就是赵锦南。原来他也是凑到这一桌的，却被世子妃给喊了过去，让他陪在自己身边伺候。赵锦南没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却没有生出违背母亲的命令，跑过去和他们一起玩的心思。哼，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瞧着温顺老实，手段倒是高，左右逢源，2个王爷都被他吸引了。女孩子要矜持端庄，她这个样子成何体统？满园子的人各怀心思，等到商凤鸣登台，才纷纷收敛，认真听他唱戏。好！叫好声不断，也有贵女往台上扔荷包打赏。一会儿的功夫，台上就落了一层的荷包。你不赏点什么？听说你也是商凤鸣的戏迷呢，还帮过他。戏迷算不上，倒是挺欣赏他这个人的，难得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打赏就免了，他也不知道哪个是我赏的，等见了面我亲自赏他啦。哎，说实在的，这种咿咿呀呀的戏曲我实在听不下去，拖得太长了，听得肠子都打卷了，不前不后来这么一褶子，根本看不懂前因后果。我敢打赌，这些小姐们没几个听得懂的，都是在馋商老板的脸。你听听，净说大实话，也就跟着咱吧，换做别人准得挨揍。所以他才巴结讨好咱，挨揍的时候能有个靠山，不至于被揍得太惨，小聪明多着呢。谁让我这么弱小又可怜呢？只能找金大腿抱了。2位王爷尊贵无比，人也仗义大方，肯定不会看着小女子被人欺负的啊。说不定我会踩上一脚呢，嘴这么损，挨揍也活该。我哪有？不如我去和母妃说一下，你说他8个太监抬不动的事儿。别呀，你说了我也不承认，没证据不能冤枉人的。萧天爱抵死不认，当然也知道楚王是开玩笑的，并没有放在心上。商凤鸣压轴，他唱完，这次生辰宴也就结束了。众人纷纷行礼告辞，萧天爱也回到萧天蓝身边，引来的又是他翻着白眼，一顿训斥，直接无视。太子，你送萧家姐妹俩回去，必须送到府里啊，要是出了岔子，
母后绝饶不了你。太子只好答应一声，这么多人看着他，就是有一肚子的话也没办法和心上人说，除了贪婪的看他几眼，什么都做不了。太子妃，走吧，姑送你。谢殿下。等一下，萧二小姐可曾许配了人家？承蒙娘娘关心，未曾。哦，这是为何呢？本宫可听说长公主很满意你呢，这桩婚事可是不错，不如本宫出面求皇上给你们赐个婚，给个体面。萧天爱越发肯定他对自己的敌意是因为燕王，不过用这种办法来毁了自己，未免太过恶毒了，白瞎了他那张漂亮脸蛋。多谢贵妃娘娘厚爱，婚姻之事一向是父母做主，臣女可不敢做不孝之人。贺少一时心血来潮，说不定他已经改变主意了呢。当然，贵妃娘娘若是屈尊降贵来保这个媒，贺少没意见，我们侯府也会拜谢大恩，感谢娘娘的恩情。您都肯舍下脸做那下九流的事情，我们全家不得谢谢您8辈祖宗啊！大胆放肆！他可真敢说，又讽刺自己自甘下贱，还问候自己8辈祖宗，绵里含针，好犀利的一张嘴。媒婆在古代也是贱业，讽刺皇贵妃做媒婆，除了她也是没谁了。贵妃娘娘，臣女哪里说错了吗？是您主动要跟我保媒的，我谢谢您8辈祖宗还不够的吗？要不我给您打个板子，1日3炷香，给您供起来。你住口！陈贵妃抓着手里的盘子就砸向他。萧天爱正低着头，察觉到了风声，嘴角泛着冷笑，脑袋故意往前一凑，哎呦一声。贵妃娘娘，你为什么要打人呢？我哪里说错了？你说出来，我改还不行吗？哎呀，我头好晕。话还没说完，人已经倒下去了。皇后乐得看陈贵妃吃瘪，身为贵妃，动手打臣子之女，嚣张蛮横都不足以形容。这姑娘也是嘴巴损的，换做自己，估计也会忍不住动手的。去看看陈院守在不在，先让太医院派个太医过来，给萧小姐看看。陈妃呀，不是本宫说你，你这脾气也太差了点儿。人家小姑娘又没怎么着你，你发这么大火气干嘛？她还是太子的小姨子呢，你这么做，将太子置于何地呀？逮着错处，皇后也是个狠角色，自然要狠狠数落她，下她的面子。别以为皇上宠着她，她就能为所欲为了。哎，她装的，本宫就没用多大力气。来人啊，给我泼冷水，我看她能装到什么时候。萧天爱心中骂了陈贵妃18代祖宗，居然敢泼自己冷水，走着瞧，总有一天把你摁进水里，报了今日之仇。够了，陈妃，你太过分了。谁不知道萧二小姐身体弱，你砸人家脑袋上本就错在先，还想怎么样？云海侯可是朝廷股肱大臣，你如此羞辱他，这是不把皇上的臣子放在眼里了。你若不服，本宫就赔你面圣，咱们请皇上制裁。这是怎么了？我去，萧二小姐，刚还好好的，怎么晕了？在哪里？请御医了吗？地上呢，你脚前3步远。燕王抱起了萧天爱，浑身的冷气犹如万年寒冰一般。先找御医来，救人要紧。陈贵妃，萧小姐可是朝中贵女，由不得你喊打喊杀的，请你想想，怎么和云海侯交代才好。说着迈步，楚王赶紧领路，抱着他去偏殿休息，等着太医来。萧天爱心中松了一口气，还是燕王靠谱，那么多人就干看着姑奶奶躺在冷冰冰的地上，一个比一个心肠黑，更加坚定了要抱紧燕王大腿的念头。好好的生辰宴变成这个样子，尤其是燕王的训斥，陈贵妃气得杀人的心都有了。那些贵女们也没人管了，这么大的热闹，谁也不舍得离开，都等着看戏呢。
陈院守没在宫中，派了一位老御医来诊脉。老御医颤颤巍巍诊了半天，觉得没什么大碍，就是气血虚了点儿。但是这人总晕着也不是个事儿。他到底怎么样了？这都昏半天了，别落下后遗症来。气血有些亏损，开些药慢慢养着，这个急不了。至于人为什么不醒嘛，如果不着急，等他休息好了自然会醒。要是着急的话，需要外界刺激，比如掐人中。开药去吧，多开点。萧小姐身子一向不好，多补补总没坏处。老御医自然没意见，反正是宫里的药，又不需要他出钱。人参、鹿茸、灵芝、天麻，直接开了1个月的量，慢慢补着吧。老御医一走，燕王沉默了，心里犹豫着要不要掐人中。她那么娇滴滴一小姑娘，肯定怕疼，下不去手啊。没等她纠结出结果来，秦嬷嬷已经下手。时间不早了，再不走，真在宫里过夜不成。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谁掐我？一睁眼看到的就是秦嬷嬷面无表情的脸。嬷嬷，我头疼。楚王和燕王等在屏风外面，里面有动静了，估计快出来了。外面有小厮探头探脑。你是哪儿当差的？懂不懂规矩？小的是淮南郡主世孙的小厮，我家世孙担心萧小姐，让小的过来看看。嘿呦，景南这小子动真格了，这么上心啊？哼，这就算有心了。他要是真担心，为什么自己不来？派个下人问一句，就是有心。世孙不是伺候我家世子妃脱不开身吗？萧小姐宽宏大量，善解人意，肯定能理解我家世孙的难处。呵呵，赵济南选的小厮倒是不错，伶牙俐齿的很呢。郡王府是奴才不够使唤了，还是品仪郡主不孝顺？需要他做儿子的鞍前马后的伺候着，这晚上是不是还得留下吃口奶才睡得着啊？燕王久在军中，将士们都是糙汉子，骂人的混话张口就来。只是他很少骂人，没人知道他的毒舌的功力。皇叔注意形象，堂堂燕王，嘴巴别太损了。嘴巴损，总比做事损要好吧？赵济南分明是不敢忤逆世子妃，堂堂男儿，长于妇人之手，能成什么气候？别拿孝顺说事儿，全国的男儿都跟他似的，非得跟着娘屁股后面转才算孝顺，早他妈忘过了。我更看不上他的没担当，屁事儿没做，夸赞人家小姐2句善解人意，人家就得接受他。合着人家若是不接受，就是不够善解人意了。里外都是他做好人，学问做得多好啊！这样的男人也不是良配。皇叔，行啊你，头次听你说这么多的话，侄儿甘拜下风。不过呢，人家感情的事儿咱都别管，谁家日子不是这么过的呢？女子贤良淑德，侍奉相公婆婆乃是天经地义，锦南这么想也没错。哼，是没错，但是他祸害别人家的小姐我不管，想着把萧小姐弄到他内宅那么搓磨，我就不能坐视不理。那小姑娘善良温软，又信任本王，本王有义务为她找一门好的亲事。赵济南出局了。不是，皇叔啊，你又不是人家亲爹，还管人家的亲事啊，手伸太长了。萧天爱在里面听到他们的谈话，心中为燕王暗暗喝彩。这家伙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这个金大腿太靠谱了。听到这儿，让东陵扶着他走出去。楚王一看，差点从椅子上滑下来，捂着肚子叫得直不起腰来。实在是他的造型太雷人了，脑袋上缠着一圈白布，不知道从谁的身上撕下来的呢。被砸的地方一块血迹，瞧着还真像那么一回事儿。楚王是亲眼看着他抱进来的，皮儿都没破，你包成这个样子，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伤得厉害呀。
也不怕穿帮了。萧小姐，我家世孙忧心小姐，特派小的来看望小姐，小姐可遭罪了，世孙不定怎么心疼呢。你倒是个忠心的，回去跟你家世孙讲，小姐，我还剩半口气儿呢，一时半会儿死不了。他这样的心疼，我可受不起，非亲非故的，不敢劳他费心，还是伺候好他的好娘亲吧。好胳膊好腿的都离不开儿子，这要是磕着碰着，更是片刻不离身呢。燕王说的对极了，可不敢断了奶呢。小的先告退了，萧小姐多注意身体啊。哼，本小姐还没那么惨，需要你一个奴才来关心我。我这人最讨厌空口白话的，你骗鬼还得收点纸呢。哦，说几句好听的话就指望我感恩戴德，是他赵锦南太高傲呢，还是我萧天爱太廉价？滚吧，跟你一个奴才我犯不上，一字一句的说给你家世孙听。就说我萧天爱高攀不起，求他别来打扰我。小厮涨红着脸，一句话都不敢多说。萧小姐真正是口舌如刀，她怕了，乖乖退走了。要不要这么夸张啊？你是非要气死陈贵妃才甘心的吗？她都要我的命了，我不能气她。放心了，祸害1000年，那么容易就气死，她也坐不稳这个位置。咱们出去吧，谢谢2位王爷仗义援手，我还撑得住。赵锦南不是良配，你也看清楚了，不管是谁逼着你，你都不能嫁给他。有件事儿我得让你知道，他后院的一个通房怀孕了。什么？正妻还没进门，通房先怀孕了，谁能受得了？皇叔啊，你连这种事儿都打探清楚了，真够费心的。萧小姐啊，刚我还说我皇叔都快成你亲爹了，萧二爷都没他操心的多。那感情好呀，要不我喊你一声爸爸，不枉你为我操心一场。他还真敢说。燕王爸爸，谢谢你罩着我，亲爹不敢喊，我爹得吃醋，要不喊二爹，仅次于亲爹呢。为了抱紧爸爸的大腿，他也是豁出去了。燕王嘴角剧烈抖动，心中天雷滚滚。你可闭嘴吧，老子才20来岁，你还真喊我爸爸呀？我可无福消受你这么大的闺女，实在没脸看了。小姐，咱留点节操行吗？东陵倒是最平静那个，小姐发起疯来，天上下红雨都不算稀罕事儿。走了，外面都等着呢，早点回府，免得府里担心。二爹，我的天哪，他怎么想出这个词儿来的？恭喜皇叔，你喜当爹了，虽然是个二爹。哎呦，我不行了，太可乐了，他怎么能这么可爱啊？笑点太低了，至于吗？到了大殿，陈贵妃差点没气晕过去。你做出这副样子给谁看呢？皇后娘娘，是我不好，怪我不够皮糙肉厚，经不住陈妃娘娘轻轻一下子。我没事的，一点小伤，只怪我身子太弱，跟贵妃娘娘没有一点关系的。你是个好孩子，本宫晓得你的委屈，回府好好养着，本宫会为你做主的。这丫头不进宫里来宫斗都屈才了，随便给一个机会都能利用彻底，人才呀！带着皇后赏赐的一堆补品，还有太医院1个月分量的补药，值不少钱呢。萧天爱依依不舍地出宫了，满载而归呀！皇宫真的是福地呢，下次有机会再来。天蓝，你抽空多去青云观走走，拜祭道祖，听听道经，捐些香火钱，别老闷在家里学那些老石子规矩，没什么大用。等你嫁进太子府，除了父皇母后，姑和太后需要你行礼的人没几个，趁着在闺中还自在一些，多玩玩，散散心。他是要借自己的手和施宣瑶再续前缘的吗？他又把自己这个太子妃放在何地？
萧天蓝低头不语，沉默表达自己的抗拒。太子姐夫，我姐信佛不信道的啊。二小姐，姑看你们姐妹关系挺好的呀，一起进宫来享福。都说小姨子的半拉屁股是姐夫的，姑也尝尝这种滋味。这都不能说是渣男了，是畜生了，敢坏姑的好事。沈家的钱财，姑惦记也不是一天两天，正好把你也收了。萧天蓝心中大惊，他一开始就防备着这个妹妹，最不希望的就是她嫁进太子府。原以为太子已经放弃了，现在怎么又提起来了呢？太子，爱年纪小，不懂事儿，你交代的事情亲身自我去做，你别跟他一般见识。爱，还不和太子道个歉？还没嫁呢，骨头都这么软，将来还不是被这个男人吃得死死的？哎呀，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将来他怎么惨都是他一手作出来的。当自己和他一样好欺负，太子可打错算盘了。太子刚才说的话是我才疏学浅，实在不大明白，想来皇后娘娘应该知道的，我问问去。我这个人呢，有个毛病，遇到不明白的事儿，晚上会睡不着的。大姐、姐夫，你们先走，不用管我。宫门要是关了，我就到皇后宫里叨扰一宿，想必不缺我睡觉的地方。太子脸色大变，萧天蓝傻眼了，他怎么敢？为什么不敢？他敢说，我就敢把天捅个窟窿。也就是皇帝见不着，否则敢找皇帝问问去。什么小姨子的半拉屁股是姐夫的，这是堂堂太子说的话吗？今儿个要是不让你丢这个人，你就不晓得姑奶奶的厉害。楚王二，要我问你们一件事哈，你们说说小姨子的半拉那啥是姐夫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那啥是啥？你这没头没尾的说什么呢？哎呀，人家不好意思说的嘛，就是这个时候自然不能崩了白莲人寿。谁家小姐说屁股跟喝水似的？启禀楚王，是屁股啊。是太子刚才跟我说，我不大明白，所以想着去问问皇后娘娘。皇后要是也不知道，那我只能去问问皇上了，或者去翰林院，那么多大儒，想必能为我解惑的啊。太子也是闲的，没事你惹他干啥？没看陈贵妃都要气死了，贺思远差点进宫做大总管，这位乔枕人畜无害，小白兔似的，祸害大着呢。喏，太子追来了。二爹，你可得救我，我才不要见他呢。惦记我半个屁屁，什么时候啊？没了半个屁屁，人还能活的吗？宫里的人太可怕了，惦记人家小屁屁，再也不要进宫了呢。你不喊这个什么爹的，咱们还能商量。我不想听到这个称呼。好吧，燕王爸爸。燕王斜睨他一眼，心累，不想说话。楚王像是吃了耗子药似的，乐得停不下来。太子看到他们俩，脸色那叫一个黑。见过太子，请太子安。免礼，小二，跟姑走。宫里不是你能放肆的地方，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还当真了呢。母后事务繁忙，你休要去打扰她安宁。开玩笑呀，我就说呢，堂堂一国太子，国之储君，怎么会惦记人家姑娘的屁屁？倒是贺思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呵呵，谁说不是呢？你太金斗了，没得让人笑话。太子妃还等着呢，姑送你们回府。好的呀，我心里总是不大踏实，我这个人爱较真儿。太子这么说，真的吓到我了呢。要不太子给我点保证，我安心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你想让姑怎么给你保证啊？发个毒誓吧，要是对我心怀不轨，让你今生登不上皇位，身败名裂，不得好死。大胆！好你个萧二，敢让姑发这种毒誓，你以为你是谁啊？太
太子既然是开玩笑的，对我没有一丝觊觎，为什么不敢发誓呢？觉得我年纪小，好骗呀？是啊，我年纪小，但是上面有长辈，太子不能保证，那我就跟皇后娘娘说道说道，实在不成还有皇上呢。太子不敢发誓，是不是想早早坐上那个位置呢？你住口！再胡言乱语，姑撕了你的嘴！哎呀，被说穿心事，恼羞成怒啊！太子也成年了啊，皇上春秋鼎盛，怎么着也得长命百岁。太子想继位，总得有个30-50年要等的吧？等不及也是情理之中。自己振臂一呼，万民臣服，哪愿做那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你住口！姑从未这么想过，姑对父皇至忠至孝，日月可见，岂容你屡次肆意污蔑？你可真是姑奶奶祖宗，句句戳着太子的心窝子，心中暗暗发誓，这辈子惹谁也不能惹他，做他的敌人太难受了。那太子就发誓啊，誓言都不敢发，说什么忠心孝顺，合着天下人的忠心都是靠嘴巴说出来的，那没有监察院有何用呢？太子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拿萧天爱没有一点的办法。太子生命无状，妾身替他赔罪，求太子宽恕他冒犯之罪，妾身回府一定好好教导于他。太子满肚子的火气，正没地方撒呢，他这一求饶，顿时找到出气筒，居然抬脚踹在萧天兰肩上。众人谁都没想到，太子居然当众殴打太子妃，都张大嘴巴不知作何反应。太子哪是打萧天兰，分明是打他萧天爱的脸。太子殿下好大的威风，您这哪是打太子妃呀，分明是打我们云海侯府的脸呢。人还没过门呢，你就这么糟践，就算我们身为臣子，就没有尊严的吗？皇后我也不见了，咱们直接面圣。哼，谁看到姑打人了？分明是和太子妃开个玩笑而已，我们未婚夫妻玩闹不行的吗？倒是你小小年纪，喧扰宫廷，顶撞本宫，姑还没有治你大不敬之罪呢。萧天爱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肺都要气炸了。想着燕王能帮自己，心中泄气。他是瞎子，看不到的。至于楚王，他直接无视了，人家没道理为自己一个小女子和太子交恶。僵持之际，萧天兰被丫鬟扶起来。二妹，你闹够了没有？还嫌不够丢人的吗？殿下，妾身告退，你息怒。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他可真是闲着萝卜淡操心呢。大姐教训的对，妹妹知错了，咱这就走了。太子姐夫，祝你和大姐恩爱幸福，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太子眯起眼睛，心中遏制不住的杀意。他哪里是祝福，分明是诅咒。明知道他不喜欢这个女的，喜欢的是施宣瑶，这是想让自己生生世世都得不到自己所爱的吗？想打我呀，你打呀。要是不大敢，你就是懦夫软蛋，还想登基做皇帝，想屁吃呢。你真当姑不敢打你的吗？萧天爱嘴角的嘲讽笑意更浓，要的就是你打。姑奶奶豁出去了，陪你好好玩玩。你不过在地上求我饶恕，我就每天搬着病床躺在宫门口，看看谁输得了。太子息怒，可使不得啊！皇后的贴身宦官秦良走出来，阻止了太子挥下去的巴掌。太大胆了，从未见过这样敢跟自己叫板的女子。要不是在宫里，铁定揍得你妈妈都认不出来。皇后娘娘有令，请殿下您站在原地反省，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离开。什么？姑为何要反省？整个人都不好了，却不敢违背皇后的命令，气鼓鼓站在原地。皇后早在萧天爱过来的时候就知道外面发生的事儿，只是想看看他们闹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出面。只是没想到
这犹豫，太子就做蠢事儿。这要是传出去，轻则行为不检，重则人品有缺。云海侯要是不依不饶，闹到朝堂上，那些御史能放得过他吗？皇后娘娘，我们姐妹差点见不到您了呢，您可要为臣女做主啊！太子要杀臣女，他太可怕了！你先别哭，太子跟你开玩笑呢，哪能杀你呀？你呀，就是胆小，小题大做了。来人，扶二小姐起来，都是自家人，有话好说。这是要和稀泥给太子洗白呢？怎么弄的这事儿？那个孽障作死呢！这么好的人，他可下得去手？你放心，母后定会重重责罚他。身上哪里不舒服啊？要不要母后宣御医啊？要是想宣，早宣来了，用得着问吗？就请客吃饭，抢着买单，架势摆得足，却死活不掏钱包一样呢。不用劳烦太医，没大碍的，就是摔了一跤，母后无需担心。是的呢，是姐姐身子骨弱，不扛揍。萧二小姐真是会开玩笑。是的呢，太子也爱开玩笑，说什么小姨子的半个屁屁是姐夫的。皇后娘娘学识渊博，六宫表率，肯定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皇后彻底变了脸，紧咬着牙，都想狠狠抽太子2巴掌。这种混话是他堂堂太子能说的吗？你可闭嘴吧，都说是开玩笑的，你还当真了？这里是宫里，不是家里，由不得你胡闹。娘娘，二妹口无遮拦，您别跟她一般见识。是的呢，开玩笑呢，是我小题大做，经不住斗了啊。不说这个了，也不知道哪个奴才碎嘴教太子这些混话。太子妃衣服脏了，本宫年轻时有不少衣裳没上身呢，你去挑一件来换上。还有，本宫那套点翠翡翠头面给太子妃戴上。遵旨，太子妃请随奴婢来吧。姐姐，我也来帮忙吧，谢皇后娘娘赏赐。萧二小姐活泼可爱，赏那套珍珠篦子给她，小姑娘戴着最好看。皇后又出一次血，姐姐赏了，妹妹没有，不大好看。换好了衣裳，戴好了首饰，萧天兰千恩万谢的告辞了。这次终于顺利出了宫，分别乘坐各自的马车，晃悠悠到了侯府。二妹留步，我有些话想和你说。你们都后退一些，我和二妹说些体话。你说。二妹，我想了一路，要是太子实在对你有意，咱们姐妹一起进了太子府，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以前是姐姐太狭隘了，有些极度自私，今日之事让我觉得咱们姐妹互相帮衬。停，打住 ！What？ 你脑子进水了还是我幻听了？你居然让我给那个渣太子做小妾！萧天兰，是不是我给你2分颜色，你就觉得自己能开染房了啊？你想作践自己，我不管。敢把主意打在我身上，我会让你知道后悔的滋味。二妹，你就不想想，今日你已经把太子得罪了，若是不让他满意，整个侯府都会被他迁怒，大家都没好果子吃。你自己犯的错，我想办法帮你弥补，你还矫情傲气了。不如咱们去找祖母评评理，听听祖母怎么说。只要祖母点头，你嫁也得嫁。你敢打我？现在确定了，就是打你了。妹妹，我好心给你一个对称。反了！你敢打我，我找祖母告你去！你眼里还有长幼尊卑没有？哼，除了告状，你还有点别的吗？要不要找你娘吃点奶去啊？打你是让你长记性，少算计我。你自己乐意犯贱，别拉上我。你不会忘了吧？没有我帮你弹琴，皇后能选中你，让我嫁给太子也行。不过我只会是正妃，你想做小妾，都得看我高不高兴呢。你不是答应我不往外说的吗？那是我高兴，乐意看你踏进那个泥坑里，
看你苦苦挣扎，绝望痛苦。当年我被人掳走的事儿，还没有找你算账呢，你真当我忘了吗？360行你不练，非要练下贱，我只能提醒你记一下了。周围的丫鬟都惊呆了，恨不得捂着自己的耳朵。这种秘密，他们听了会不会被灭口啊？老夫人一直等着2个孙女从宫里回来，心里一直不大踏实。那可是皇宫啊，别惹怒了贵人，侯府都得受牵连。侯夫人看到沈氏和萧天爱母女款款走近，自家女儿红肿的脸，衣裳都换了，一副虚弱至极的模样。天哪，兰儿，你这是怎么了？伤着哪儿了？谁打的？母亲剥了他的皮！大伯娘这脑子照例不在线呢，你好歹问清楚再撂狠话。太子动的手，大伯娘赶紧的剥了太子的皮哈。什么？所有人都变了脸色，老夫人更是摇摇欲坠。太子为何打你？是不是你忤逆了太子，惹他生气了？平日怎么教导你的？恭顺贤良，宽容忍让，都学哪儿去了？祖母还要我怎么忍？太子要我接近石宣瑶，他都出家了，还勾着太子的心。他还看上二妹，让我们姐妹共侍一府。二妹不从，他就拿我撒气，我能怎么办？你们知道这个太子妃多难做的吗？都来怨我，我做错了什么了我？共侍一夫又不是多稀罕的事儿，你做主不就是了？男人都是喜新厌旧，能惦记石宣瑶多久？就算他答应，皇后也不会答应。你做好你的分内事儿，能有多难？沈氏当即炸了，一把扫落桌上茶盏。谁让我女儿做妾，我就一把火点了这个家，大家一起玩玩。哎，咱们走。打女人的太子连个男人都算不上，白送给咱都不要。他们不疼女儿，娘亲疼你。这还没过门呢，就这么作践人。别说太子，皇帝咱也不稀罕。女儿就知道娘亲最疼我了，您放心，女儿才不稀罕那什么劳神子的太子呢。娘亲，你今日发火是痛快了，可顶撞祖母、大伯母要是抓着不放，咱们也不好办呢。秦嬷嬷欲言又止，沈氏心头一动。秦嬷嬷也不是外人，有话就说吧。谢太太，那我就说了。今日太太摔了茶盏，侯夫人在煽风点火，说您气倒了老夫人，太太就被动了。不如您和二小姐自罚入祠堂，剩下的就看二老爷的了。这个主意好。来人，多准备厚衣裳，炭盆暖炉也都准备着。哎，好好吃一顿，咱们今晚就住在祠堂了。好啊，我想吃烩三鲜、人参炖鸡，还有烤羊排。都有，皇家还能不管饭？瞧你饿的。是管饭，可惜太少了，一碟子2筷子就没了，就是摆着好看，根本不是给人吃的。那些皇家人住在里面也怪可怜的，被可怜了的皇帝皇后出人们，他们好像没那么惨的吧。一家子7云俩主子。大夫进门，心里忍不住嘀咕：侯府发生什么事儿了？老夫人还好些，气急攻心，扎几针就醒了。老夫人人老还挺抗造，轮到萧天蓝就不淡定了。太子那一脚基本是挨着心口的位置，伤得着实不轻。加上萧天爱那2巴掌，一整天的惊惧交加，煎熬委屈，彻底爆发，人已经发起了高烧。这大小姐怎的伤得如此之重啊？老夫开1剂药，今晚吃吃看，若是不退烧，侯夫人还是另请高明吧，老夫无能为力了。不可能，怎么会这样？大夫，哪有那么严重啊？心脉都伤着了，这是内伤，你说严重不严重？恕老夫直言。
大小姐身子本就不好，又伤成这样，扛不过去，香消玉殒都不意外。老夫没让侯夫人准备后事已经不错了，您有心思搁这儿伤心，不如进宫求求御医，若是陈院守出手，或许能保住性命。告辞，侯夫人早做准备吧。我苦命的女儿啊，怎么会这样啊？云海侯回到府中，有些傻眼儿。早起出门好端端的，一天时间，老娘女儿都躺下，难不成他出门是1年，不是1天？侯爷呀，大夫让天兰准备后事，可怎么办才好啊？天兰早起出门还好好的，咋就要准备后事了呢？他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哭有什么用啊？亏你是一家主母，你都乱了心思，这个家不是都乱套了吗？大夫怎么说的？天兰进宫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查清楚了吗？老子摊上你这么个愚蠢妇人，造了什么孽呀？宫里，对了，天爱说是太子打的天兰，侯爷您看着。来人，去把天爱请来，本侯仔细问清楚。回禀侯爷，二太太说她顶撞了祖母，罪孽深重，和二小姐自罚去祠堂了，为老夫人祈福，为他们赎罪。什么？乱了，全乱了！谁伺候的小姐？把她找来！还有，派人去找二老爷，家里这么大的事儿，他跑哪里去了？秋文跪在云海侯面前，战战兢兢说了宫里发生的事儿，听得云海侯夫妻俩脸色那叫一个精彩。小姐脸上的巴掌是怎么回事？是二小姐打的，不知道大小姐跟她说了什么，二小姐很生气。她居然敢打我的女儿，不行，我找她算账去。你给我回来！还嫌不够乱的吗？现在最要紧的是天兰的伤，大夫既然说了去找陈院守，这才是当务之急呀。姐妹们拌嘴打闹，什么时候不能解决呀？陈院守在宫里呢，这么晚了，宫里也都落锁了，咱们能请得动吗？派人去打探一下，陈院守今天当不当差？不必了，我已经问清楚了，他今夜当值，在宫里呢。二弟，你说该怎么办呀？大哥还是先跟我说说，谁让我家爱爱给太子做妾的？有这回事吗？刚你怎么不说？怕是没脸说吧？大哥犯不着巴结宫里，妄想更进一层。老话常说，过犹不及，富贵有定数，强求只能招来灾祸。今天我看在天兰是大哥嫡亲的女儿，帮你一次，可谁要是害我女儿，别怪我不顾骨肉亲情。太子选中了我家天兰，这是我们的福气，怎么就是强行夺取了？二弟，你要是找来陈院守，才是真的帮我女儿，否则别来说这些风凉话。大嫂，你说这话心不亏？难道你为了争夺太子妃，什么都没做的吗？要我跟你较真，彻查清楚。我帮你查到陈院守的行踪，不是帮忙的吗？大嫂，别把别人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大哥自己掂量着办，咱们各自成了家，你管你的妻女，我管我的，各自凭本事吧。你不张嘴会死吗？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摆那臭架子？女儿要是有事儿，你也滚回娘家，老子休了你这个蠢妇！侯爷呀，你说这样的话，让妾身情何以堪？我为你生儿育女，打理内宅。再敢废话，现在就滚！备马车，进宫。景佑帝听完侍卫的禀报，面色不变，让张院守去给萧天兰看病，从内库取些补品带过去，同时传朕的话，那个孽障，朕会好好管教。萧爱卿
受委屈了。啊，老奴会好好安抚侯爷的，陛下放心。顺便把那个孽障给朕喊来，让他跪在殿外，没有朕的吩咐，不准他起来。太子足足跪到3更天，景佑帝批阅完所有的奏章，才让人喊他进来。哼，才跪这么一会儿就撑不住了？你当这个国家是那么好管理的吗？朕一夜一夜的，哪天3更天之前安置过，5更天又要上朝，你是好日子过多了，有些飘了啊！知道错哪儿了吗？不该说那些混账话，不该打人。还有呢？是宣瑶，儿臣不该心存妄想。哼，知道就好。你要是真敢存了这样的心思，朕3尺白绫赐他一个了断。你真当他是什么好人，不敬皇家，踩着你的名声为他博清明，到了现在还勾得你朝思暮想的，这样的女子就是祸国之兆，朕绝不容她。太傅倒是教导出个好女儿，可惜呀，不稀罕做皇家的人就是不忠。明日你亲自去侯府探望太子妃，人是你选的，不管喜不喜欢，该有的体面必须得给，动手打女人，把你能耐的。你是生怕那些御史抓不住你的小辫子的吗？儿臣知错了，当时怒火攻心，失了分寸，只怪那个死丫头太气人了，儿臣一句玩笑，她要死要活的。你先撂的人家，还不许人家发脾气了？小姑娘家的，有什么说什么，趁早歇了这个心思。寻常人家纳妾还得正妻进门3年呢，你让太子妃的脸往哪儿放啊？就是白给，儿臣都不要她，怕忍不住掐死她。萧天爱还不知道太子想要掐死他呢，当然知道了也不在乎，谁掐死谁还不一定呢。王爷，宫里有动静了，陈院守去给萧大小姐看病，太子罚跪，可有的苦头吃了呢。二小姐呢？她怎么样？家里人有没有责怪她呀？责怪是肯定的，二太太还顶撞了老夫人，说是谁让她女儿做妾，就点了一家子同归于尽呢。二太太这脾气怪火爆的呢，难得生出二小姐这样温顺可爱的姑娘来。哦，萧二爷也护着二小姐呢，王爷不必担心。不过老夫人被气晕了，二太太和二小姐去祠堂罚跪了呢，多少得吃点苦头。罚跪了？哼，云海侯要是萧斌来做，侯府也不至于这副不死不活的样子。你再去探探，二小姐现在怎么样了？祠堂阴森恐怖，她一个姑娘家的怎么受得住啊？不是有二太太陪着吗？我就是去看了又能怎么样？总不能给他们送些吃食被褥吧？夜闯侯府就为了送这些啊？有何不可？东西不再贵重，有用就行。好吧，那我送了。说什么？王爷很关心二小姐，二太太会怎么想啊？算了，别折腾了，帮这些小忙治标不治本，帮他找个靠谱的夫婿才是最要紧的。这次的事情闹出来，他虽无辜，但是那些趋吉避害的势力家族肯定不会娶她的。多好的姑娘啊，可惜命运多舛。那么关心人家，干脆您娶了好了，咱们王府也有了王妃放在身边，不是更放心啊？放肆！不可胡言，咱们不能连累了她。更何况她把我当作长辈，并未有情爱之心啊，我岂能有如此禽兽不如的念头？这个话题休要再提。燕王想起他喊自己那个二爹爸爸的，腮帮子就疼。第二天一早，太子拖着疼痛的双腿亲自登门，
看望萧天蓝。参见太子殿下。不敢当您拜姑，应当姑给您行礼才对。太子仁厚，但是礼不可废，先君臣后论亲，自古如此。太子请进。好，老夫人您先请。天蓝怎么样了？姑特意来赔罪的。昨儿是姑太生气了，失了分寸，万不该动手的。姑一夜懊悔，要不是宫中封门，早来探望他了。侯爷、侯夫人，姑跟你们赔罪。天蓝受委屈了，姑保证，日后绝不动他一根手指头的。啊，不敢当太子如此大礼，小女已经无碍，早上退了烧，还要感谢皇上派了陈院守来给他治病，都是误会，误会。那就好，姑也放心了。来人啊，把姑的礼物送到太子妃房中，待会儿姑去看她。怎么没看到二小姐呀？啊，别提那个不听话的侄女儿了，惹怒殿下，目无尊卑，臣罚她去祠堂反省了。无需如此，二小姐年纪小，心直口快，是姑无礼在先，怪不得她呢。罚跪什么的就免了吧。心里却想着最好跪3天3夜，跪死你算了。谢过太子殿下开恩了，臣女还想着拜见了殿下，回去接着跪呢。无需客气，姑没有怪罪你。大伯、伯母，你们都听到了，太子说了不怪罪了，你们不能罚我了呀。老夫人瞧着他们一家子格外的不顺眼，昨个审视敢跟自己摔了茶盏，长脾气了他。祖母，您说呢？太子宅心仁厚，你也好自为之，恪守规矩，不可莽撞行事。祖母教训的对，孙女儿记下了。萧天爱兴致勃勃地看着太子，等着他继续说。太子有些不自在，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姑去看看天蓝，你们随意吧。恭送太子殿下。啊，太子，您腿脚不太麻利，这是受伤了吗？哎呀，那可不能忍着，陈院守还没走呢，要不请他帮您看看。萧天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用了，姑没事儿，谢谢你关心了啊。说是谢谢，总感觉咬牙切齿的。我是真的关心你呢，咋不识好人心啊？咱们也回院子休息吧，昨晚上没睡好，祠堂真不是人待的地方。应付完太子，二房众人也不愿意和大房的人应酬，直接走人。只是萧天爱今日注定没办法休息的，因为贺思远来了，亲自登门，还带了一车的礼物，直接奔着他来的。沈氏和萧斌吓得要死，不会是来逼婚的吧？姓贺的都敢找上门来了，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姐，你别怕啊，他要是敢放肆，我就抽死他。真是姐姐的好弟弟啊！不过呢，贺思远不敢欺负姐，说不定是来给姐姐赔礼道歉的呢。萧天洛一脸不信，贺思远什么人呢？纵横洛城这么多年，没他不敢惹的人，也就皇子们还给些面子，那些公啊侯啊的公子哥照样敢揍，能给他姐赔罪？这么着，咱打赌，他要是来赔罪的，你每个月的零花钱给我一半，要不是我的零花钱都给你。成交，就这么说定了。娘亲，你做见证啊。这儿子不能要了，你姐有过零花钱吗？从来都是看什么买什么，都是老娘付钱，根本不存在零花钱这么一说，还觉得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似的。就是赢了，你1两银子都拿不到啊！说话间，贺思远已经走进来了。小兄好啊，晚辈贺思远给二爷二太太请安。二小姐好啊，我给您送补品来了，都是上好的人参燕窝、鱼翅鲍鱼，我家库房都快搬空了呢。二小姐您先吃着，不够了您说话，我进宫找我皇帝舅舅要去。贺思远没吃错药吧？瞧这样子把他姐当亲娘孝顺呢。
也不对啊，对他亲娘长公主也没这么孝顺。那些鱼翅鲍鱼的就不用了，都是食材，我要的是补气血的珍贵药材，这些多多益善。今天先这样吧。你今儿来干嘛呢？不会还想提亲娶我吧？不敢，我什么人自己知道，哪儿配得上二小姐？您说这话埋汰我呢？以后您把我当小弟使唤，指东我不敢打西，保您满意。没事儿，我先告辞了，您留步。二老爷、二太太，晚辈告辞。肖兄啊，改天喝酒，我请客啊。礼数周全，谦逊客气，二房众人都不知所措。这还是贺思远吗？弟呀，零花钱的一半哦，记得给姐姐送来。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我逛街去了。那些补品药材搬到我库房，其他的搬到娘亲那儿，让小厨房做了吃了。喊了夏疏影去了霓裳阁选衣裳。小姐，燕王的护卫求见。属下一看是侯府的马车，就想着是不是二小姐呢？几日不见，二小姐更漂亮了呢。我们王爷在百味居吃饭，属下厚着脸皮请二小姐一起过去吃。是你家王爷请我，还是你自作主张呢？都一样，我是王爷的贴身护卫，没人比我更了解王爷了。他自己吃饭多孤单呢，二小姐能陪着，肯定多吃一碗饭呢。我就不去了，我和闺蜜一起呢，改天我请你家王爷啊。这样啊，二小姐慢走，我替王爷应下了，你可要记得啊。哎，要不你去吧，我自己回家就好了。你惹了太子，燕王待你一向不错，你多求他帮你说说话。也好，正好蹭顿饭，我请客还得自己花钱呢。好姐妹，省了银子，我给你买东西吃。你快去吧，燕王要是走了，你的饭可蹭不成了。哎呦，可不是嘛。那你路上慢点啊，我去也。萧二小姐，好巧啊。不是你要请我吃饭的吗？怎么是巧呢？燕王心中叹气，知道是俩属下做的好事儿，不过听着他的声音，心情都觉得开朗几分。看看合不合你口味啊，喜欢什么让他们去做，不必拘束。燕王话音没落，萧天爱已经又点了2道菜。王爷，你刚才说什么？没什么，你继续。合着他的话白说了，人家根本就没打算客气，心中不免泛起涟漪。他这样的信任和依赖，总是直冲冲撞着他那颗沉稳无波的心，面对他总是难以平静。昨天的事儿你做得很好，无需委屈了自己。回到家，长辈可有责罚于你啊？我祖母那个老糊涂都给气晕了，他居然也有让我给太子做小的心思，我就不明白了。好歹是侯府，又不是小门小户的，怎么就一点傲气都没有？趋炎附势，也不怕人家笑话。3代富贵，方能养成大族气度。大燕开国数百年，云海侯不过承袭2代人，你家曾祖父是从马夫做起来的，深得圣祖皇帝信任，得了个侯爵，所以后辈人眼界不够开阔，也是难免。你今天能出门，可见你祖母气消了。哦，昨儿我自请去祠堂罚跪，趁着太子来访刷刷脸，太子总不能怪我，还得跟我赔不是，祖母自然不能罚我了。他呀，看到皇家人那副谄媚样，我是没眼看的呢。哎呀，不说了。啊，对了，你不是说赵锦南的丫鬟怀孕了吗？怎么处置的？我是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呢。严峰，进来，王爷有何吩咐啊？赵锦南的丫鬟是你跟进的，现在怎么样了？淮南世子妃也是狠的，那丫鬟偷偷换了避子汤，想借此上位，世子妃自然容不得，一碗堕胎药给打了，人也发卖了。赵锦南的？嗨，毕竟是他的孩子，就没做点什么啊？世孙没反对，也没暗地里帮他。好歹伺候他一场，给人安排一个好的归宿也行啊，
哼，看来赵锦南骨子里就不是个重情义的人，幸亏我只馋他的脸，没走心。属下告退。看人不能只看外表，男人要的是人品才学，脸好看有什么用？你挑夫婿不能这么选。赵锦南，你别惦记了，不是良配。我给你说几个不错的世家子弟，你可以考虑一下。等会儿，王爷，您刚说什么？您帮我选了夫婿，给我挑？您真打算抢了我爹的差事啊？你是我救回来的，我自然是希望你能过得好。你放心，我不会害了你的。家世人品都是千挑万选，数百人里才选出这么几个。对了，这次秋猎你跟着我，我让你见见人。那个王爷呀，我要是出嫁，让你跟我爹坐一起成吗？就凭您为我操的这份心，就不枉我喊您一声爸爸呢。燕王想起他穿着嫁衣，俊朗的新郎官笑得傻兮兮地牵着红绸和他一起跪别父母，那画面怎么想着就想揍人呢？算了吧，以后再说，现在想这些还早。啊，对了，你马术练得怎么样了？啊，糟了，我还没学呢。吃饭吧，待会儿我要带你去我的马场，下午教你骑马。幸好今日遇上了，要是秋猎那天你还不会骑，可真麻烦了。哎，没关系的，我想好了，让我弟弟帮我控马，我俩共同骑一匹马，有弟弟使唤不怕。还是我教你骑马吧，别祸害你弟弟了。萧天爱突然伸出手，在燕王眼前挥舞几下，吓得燕王不自觉地后退。你干嘛呢？王爷，你看得到啊？萧天爱一张脸杵在燕王面前，认真观察他的眼睛。电视剧里都演的，大脑残废不见得是真残废，有的是装的，有的最后被治好。他不会是装的吧？这个心思一起，甚至想要扒开燕王眼皮好好看一看。本王习武多年，哪怕瞎了，感官还在呢。别说你一个小姑娘，就是来几个杀手，想杀本王都难。你在我眼前挥手，我能感觉得到的好不好？退一万步讲，就算我真是装的，你这样揭穿我，不怕我杀人灭口吗？萧天爱看着近在咫尺的高挺鼻梁，下意识捏了捏，燕王不自觉地红了脸，仓促后退，耳朵尖儿都是泛着可疑的红色，瞧着很是可爱呢。你姑娘家的，洁身自好，动手动脚，成何体统？你送上门来的，我不动一下，对不起您这张英俊的脸。咱不是去骑马的吗？天色不早，晚了就回不了城了。走吧，都怪你，幺蛾子一出一出的，打乱我的思绪。出城10里就是燕王的马场，大燕皇族血脉里有一部分异族人的血缘，不过几代同化，和中原人一样。好帅的马术啊！参见殿下。起来吧，这位是萧二小姐，你选一匹温顺的母马，找2个女子，教她学骑马。啊，我以为您亲自教我呢。男女授受不亲，再说了，我一个瞎子怎么能教你啊？这里的人是我以前征战西北收拢的一个小部族的人，看他们可怜，留在我身边为我效力。他们族中之人不管男女，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教你完全没有问题。乌兰云朵，你们来教这位小姐骑马，学不会没关系，摔着了小心老子抽你们。燕王和胡莽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在凉棚里说话，不断地看向他那里。王爷，您不用担心，萧小姐骑得很好，正好有一匹游春马，萧小姐天分不错，已经跑了几圈了。不过恕属下之言啊，萧小姐长得是漂亮，可是性子软，娇滴滴的，做您的王妃不大般配呢。谁说我要娶她了？
当小辈照顾呢，别多想，让人家小姐听到了会不好意思的。小辈啊，那就好。我说呢，王爷娶妻也不能是这号的。这号怎么了？挺好的呀，活泼可爱，机智善良，谁要娶了她才是几世修来的福气呢？胡莽，看人不能看表面，小丫头胆儿大着呢，你要是小瞧她，早晚得吃亏。王爷不大对呀，不说是小辈吗？干嘛这么护着？不能说他一句不好，几个意思啊？萧天爱骑着游春马回到这里，虽不累，太阳晒着，出了不少的汗，渴了呢。哎呀，渴死我了！不行，下次带着木梨来，都给我晒黑了呢。王爷，你这么好的地方，开个赛马场呗，肯定赚大钱。养这么多人和马，肯定要不少钱呢。这要是开了赛马场，这些马也有用武之地，还能赚钱，一举两得呢。赛马场能赚什么钱呀？我就是自己养着玩的，没想过赚钱。那个燕王爸爸，我的天哪，王爷玩什么呢？我以为你是找媳妇儿，合着你把人家当女儿养啊？这个王爷呀，这不大合适。您养女儿自己生啊，不是白给人家未来夫婿养的吗？咱多亏啊！大叔，您太老土了吧？此爸爸非彼爸爸。那不都一样，都是爹呀。金主爸爸能给我带来好处的，比你厉害，让你能抱大腿的，都是爸爸。反正你是不可能有人喊你爸爸的，大叔倒是可能。大叔，您歇着去吧。我和金主爸爸有事要谈呢，你别来打岔，我可谢谢您嘞。那个，我今天请客，百味居、樊楼、东来顺，你们随便点，酒菜管够的。哎，这个不错，属下不客气了，小姐真大方，老子好久没痛快吃肉喝酒了呢。燕王，你不喊爸爸，我们还能聊下去。他算是看明白了，有事儿喊爸爸，棘手的事儿就喊二爹，没事儿就是燕王。这要是以后再熟悉点儿，估计连名带姓一起喊了。嘿，我有一个赚钱大计，你有马场，有人手，我有点子，咱们把这儿打造成吃喝玩乐、赌嫖一体化的大型娱乐场所，保管赚大钱。把那个嫖去了，咱们还有得了。装什么正经人啊，说的好像您不喝花酒，不去青楼找姐儿玩似的。燕王深吸一口气，压下心中的火气，噌的一下站起来，就要打算走了。别，爸爸，你别走啊！我错了，我不说还不行吗？您洁身自好，清风明月，高山白雪，那些庸脂俗粉，你哪看得上啊？不开青楼，这个话题咱们接过去，就说赛马场的事儿。萧天爱下意识地抓着他的手，燕王却像是被火烫着了似的，猛地甩开他的手，脸上发烫，耳朵间也是泛着可爱的粉色。不是，燕王过分了，我好歹是个女孩子，你就不能温柔点儿？我不要面子的吗？燕王重新坐好，有话说话，拉拉扯扯，成何体统？你要是不生气走人，当我稀罕拉你啊？谁让人家是金主呢？我忍。回头我写一份计划书，把这里做个规划，要是有温泉更好了，还能加上洗浴泡澡，更完美了。哎，咱们说说这个利润，55分成，您觉得怎么样？萧天爱大致讲了一下对马场的安排，燕王沉思许久，只是手指无规则地敲着桌面，久久没有说话。燕王，您觉得可以吗？82分，我8，你2。不是，燕王爸爸，咱俩这关系你也砍得太狠了点吧？64也成啊，直接82，我连汤都喝不上，费那么大力气，我冤不冤啊？喊爹也没用，在商言商，你费什么劲儿了？地方是我的，人手是我的，钱也是我的，你就出了个点子，
给你汤喝已经不错了，而且你已经把底牌都讲给我听了，我觉得你好像没啥用了。燕王，我那么信任你，掏心掏肺的对你，你拿走我的点子，良心不会痛的吗？不是给你2成了吗？对得起你的点子了，就这么说定了，交给你来规划，要钱要人，我都满足你。做人要知足，真的办好了，2成的利润，养活你侯府满门都足够了。将来出嫁算是你的嫁妆，在夫家也能横着走。别介，您不能这么对我。七三也好啊，巴尔真的是太狠了，您不去经商都屈才了呢。燕王笑眯眯的，却坚决不改主意，气得萧天爱都想挠他了。我算是看错你了，想不到你是这样的燕王。回去的路上，燕王嘴角一直带着笑意，许知安和宋延峰对视一眼，他们王爷是当局者迷。照这个架势，您真的舍得把萧小姐嫁给别人？他们也不说，只等王爷什么时候被打脸吧。萧天爱虽然觉得燕王下狠手，做事不留情，却对这个马场上了心，亲自打造出来一个大型娱乐场所，看着他日进斗金，想想就觉得美呀。2成就2成吧，燕王说的对，他什么都没有付出，都是人家的，肯给2成已经是不错了呢。萧天爱沉迷赛马场大计，拿出前世高考的劲头，头悬梁锥刺股的，书房被他挂满了图纸，还差遣人不断去马场丈量位置，调查四周环境。她也是个坏心眼的姑娘，暗戳戳地买下附近村子的几百亩荒地，这些地种田不成，贫瘠多食，很容易就买下了，没花多少钱。她还是没放弃开青楼的打算，就算自己不开，也可以租给别人开呀，做个包租婆，美滋滋。宁静日子被萧天洛打破。姐，你没事吧？躲屋里孵蛋呢。你才孵蛋呢，跟谁学的不正经？姐姐我给你赚钱娶媳妇儿呢。说吧，什么事儿？你说什么事儿？后天就是秋猎了，咱明天就得启程了。你要骑哪匹马？这么快啊？我都没准备呢。还不行，我看看我的骑马装，挑一匹颜色相配的马来。快找小姐的衣裳来。早给小姐准备好了，奴婢做事儿，小姐尽管放心。哎，这个好，我也想要呢。和你这个一比，我的骑马装都没法看了。姐，亲姐，你真没给我准备吗？你说呢？姐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你呀，早让人送到你院子里去了，还是白色的呢。鲜衣怒马，白衣少年郎，多少女子都会看上你，哭着喊着嫁给你呢。得了吧，我可无福消受，伺候你一个就够累心的，再来一个我还能活吗？我回去了，明天早点起，还要出城呢，猎场在山上，离着几十里地呢。哎呀，也不知道谁有福气能做我弟媳妇儿。第二天一早，整个侯府也不对，是整个洛城的勋贵世家、高官重臣，府里都忙活起来，大包小包，一个个箱子抬上马车。主人们出行，尤其是秋猎这种大事儿，需要准备的东西可多了去了。这2房2个主子，足足2马车才装得下。萧斌是次子，没资格陪同。萧天蓝身子养得差不多了，说什么也要跟着。只是秋猎到底耗体力，夜宿野外，更寒露重，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扛得住。午膳过后，终于浩浩荡荡地出发了，马车一辆接着一辆，连绵不绝，直到傍晚才到了秋猎的皇庄。萧天爱在自家的位置准备好，远远看到了景佑帝，他身边陪着的不是皇后，居然是陈贵妃。还是看俊郎小哥哥们养眼。四处一瞅，哎，还别说，小哥哥没看到，金主爸爸倒是找到了。燕王殿下好呀，您大帐在哪里啊？我得了空过去做客呀。别乱跑，
姑娘家的稳重些，老往别人帐子里跑，让人看到了像什么话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督察院少督主的小公子少廷，年方20，和你年纪相近，你们可以多接触一下。见过萧小姐。少公子，我知道啊，跟着武安侯家的屈从云一起欺负我们姐弟来着，我记得真的。萧小姐，都是误会，我和屈从云就是一般朋友，偶尔一起玩玩。那次的事儿我一直拦着他呢，可不赞同他欺负人。那倒也是，不过屈从云实在不是东西，你以后甭跟他玩了，近墨者黑。瞧你也是个单纯孩子，别被他给带歪了。你都没我年纪大，这副教训的口吻怎么听怎么别扭。哎，萧小姐，你今年贵庚啊？燕王，您呢？您贵庚啊？本王是在问你年纪吗？哪来的资格说人家是孩子？你自己才是孩子好不好？少家家风清正，掌管全国督察，刚正不阿。少廷人也不错，你们多玩玩。这人居然是燕王给自己介绍的未来夫婿，心中好笑，他还真是说到做到呀。不过他心里年龄可是老阿姨了，对少廷这样的单纯小弟弟实在是无感。当朋友玩着还行，当夫婿还是算了吧。好的吧，您还没说您贵庚呢，干嘛指问我呢？好叫小姐知道，我们王爷年方24了呢，12月初8生辰，到时候欢迎小姐来府里做客呀。这么年轻吗？我怎么觉得30、40都有了呢？那么老成，稳如老狗的性子，怎么可能只有24？许志安，你这狗奴才，忘了你是谁的人了，领30鞭子去。吃里扒外的奴才，也合适过过生辰，你把人弄来自己招待去吧。生气了吗？心眼真小。去吧，我晓得了。许志安摆摆手，连忙跑远了，否则真得挨鞭子了。萧小姐，少什么来着？你找我弟弟玩去吧，明儿个咱们一起狩猎，多照顾我弟啊。好的，一定会的。留步，回见了。少廷心里发苦，这是把他归类到弟弟行列了，谁能教教他该怎么办呀？今天见还是有几把刷子的。第二天秋高气爽，凉风习习，不冷不热，是个极好的天气。萧兄啊，那是令姐吗？瞧着像又不太像呢，你还有别的姐姐吗？我的天哪，亲姐，你这也太妖孽了吧！怎么样，姐漂亮吧？漂亮就是太漂亮了，我都不想让你出门了。姐，你诚心的吧？没看大堂姐牙都要咬碎了呢，恨不得给你扒下来穿她身上。哼，平时装的温顺乖巧，骨子里还是个狐狸精，要不怎么能勾搭那么多男人？别说了，出门在外就是一家人，不能被人看笑话。咱们过去吧。二妹这身奇装倒是别致呢，我怎么没见过呀？可不敢让大姐见到了，否则还能穿在我身上吗？哦，天哪！哎，你这个妆是怎么画的？不行，我也要！我偷偷画样子好好看，你怎么弄的呀？简单，你不说我也给你画。我这个是荷花的，给你来个梅花吧。你的口脂呢，用同颜色的最好看。天爱，你正经的大姐在这儿呢，还不帮你大姐也画一画？待会儿见了太子，他更喜欢不是？但我是你家使唤丫鬟呢，你要是好好说，我也不吝啬这点功夫。可你这么聊天的话，我这小暴脾气还真不伺候了呢。可别，太子喜欢端庄稳重的，我们小姑娘闹着玩的，可不敢亵渎未来太子妃呢。退一步讲，他喜不喜欢的关我什么事儿啊？他心眼黑着呢，万一不死心，想让我做他小妾，大伯娘是不是还要劝着我主动送上门给他糟践啊？
算了，轻浮放荡，白给我都看不上。咱们走，父亲还等着呢。切，德行，只是个太子妃，尾巴都翘天上去了。要是做了皇后，还不得飞起来？地球都容不下她。爹，姐的马呢？这儿呢，还是姐你帮我买的那匹大青马，威猛高大，真正的神骏啊！我都舍不得骑，让姐姐你骑呢。萧天爱得意洋洋，看到萧天兰母女还愣着。堂姐，要一起走吗？走什么走？跟在你身边做陪衬的吗？不用，你们先走，咱们也不顺路。下巴微抬，满是得意。他是要去皇后那边的，他再出风头，在贵人们眼中也是跳梁小丑，以此博人眼球罢了。真正的贵妇人，谁会出这种风头呢？咱们走吧，人家可是皇家儿媳妇儿，咱们这些小臣子家的姑娘，哪配跟人家走在一起呢？那可是户部尚书的女儿，真正的二品大员，朝中古宫，深得皇上器重，自家侯爷见了人家都得客客气气，称呼一句尚书大人呢，可不敢惹。夏小姐言重了，天蓝没那个意思，玩得开心点儿，有空来我这儿吃点心。侯夫人也言重了，我这人有口无心的，您别介意哈。走了啊。此时景佑帝也骑着马，他们就是帝国的下一代，有他们在，帝国方能绵延万代，长盛不衰啊。皇兄所言极是，少年强则国强，少年们崇尚弓马阵法，喜欢上阵杀敌，举国少年都受感染，投身军伍，报效国家为荣耀，大燕必能海晏河清，四海升平。哈哈哈！九弟所言极是啊，你可是年轻一代的骄傲。提起燕王，谁家少年郎不是崇拜敬佩啊？皇兄言重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臣弟一介莽夫而已，往日荣耀不敢再提。崇拜臣弟的少年虽不少，但更多的书香门第，更热衷科举报国，为皇兄效命，学的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不管文武，都是为了皇兄的赏识器重，什么崇拜敬佩的，都是面子功夫，不值一提。谁说九弟寡言少语，不善言辞的？听听，说得多好啊！那些御史都没有这个口才好呢。皇上，您老说些朝政的事儿，多出来玩还不忘这些，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啊？臣妾都等不及了呢。今天臣妾也要下场，给皇上亲自打猎物，让皇上见识见识臣妾的本事。好，爱妃有心了，朕等着爱妃的猎物，那就开始吧。稍等啊，皇上，那是谁啊？打扮得好漂亮啊，臣妾都心动了。这是城里最新流行的衣裳和妆容吗？臣妾问问啊，皇上给臣妾一刻钟，马上就好。来人，去把那位小姑娘喊来，朕看看是谁家丫头这么有才啊，贵妃都惦记了。诺。萧天还不知道陈贵妃这个死女人又闹幺蛾子，景佑帝都注意到自己了。啊，喊我的吗？是的，就是你，赶紧的，陛下和贵妃娘娘还等着呢。萧天爱一听贵妃娘娘，牙有些疼了，又是这个死女人。臣女云海豪嫡次女萧天爱参见陛下，祝愿陛下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万事如意。没人教过他怎么见驾，自己瞎说呗。不错，萧爱卿家的姑娘都很好呢。太子妃的妹妹，说来咱们还是一家子呢。你这衣裳挺稀罕的，贵妃都瞧上了呢。啊，是吗？臣女自己做的呢。大家都说漂亮英气，出来骑马就要利索爽利，方便打猎嘛。皇上，您贵庚了？他们都说您到了知命之年，臣女瞧着能有30吗？哎呦，小姑娘有意思，朕今年可是40有5了，可不快到知命之年了吗？真有那么年轻吗？
绝对有，白头发都没得一根呢。说您是太子兄长都有人信。萧天爱吹牛不打草稿，未来的皇帝得留个好印象，不能抱大腿，也得罪不得。萧二小姐这嘴皮子一如既往的厉害呀。你这什么衣裳，不男不女的，有失体统。还有额头上画着什么玩意儿，哗众取宠。女孩子还是要端庄贤淑，你这妆太过艳俗了。贵妃娘娘教训的对，是臣女的错，这就擦掉了，您别罚我。皇上，臣女碍着您眼睛了，能退下吗？秋猎大事，臣女不敢耽误。是你说人家衣裳好看，还来了一顿痛斥。女人呢，真是多变，人家小姑娘多无辜呀。你看你这么严厉干嘛？朕看着挺好的，待字闺中的少女就该活泼俏丽，出阁了端庄也不迟。好了，别哭了，是个懂事的好孩子。下去吧，今晚狩猎完了，来朕这里，朕赏你些好东西。谢皇上，臣女也要去打猎，给您打个大猎物回来，不能白要了您的赏。哎呦，今儿真是好日子，朕的爱妃和晚辈都要给朕送猎物呢，朕就等着看你们谁打的猎物更厉害。好的呀，臣女肯定能赢。陈贵妃气得要死，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死丫头，这是公然跟本宫叫板呢。自然是好事儿，可是太过自信就是自大了。既然这么有信心，咱们就来点彩头。娘娘头上的流苏簪子臣女很喜欢，配上我的白玉冠更好看呢。不如娘娘就拿这个当彩头吧。好得很，你输了呢，拿什么做彩头？萧天爱想了想，什么都舍不得和他赌。看到燕王在场，燕王殿下，借点彩头呗。燕王从他过来，一颗心就提得高高的，这可是皇上啊，他还真不怕。无奈取下腰间一块玉佩，这是我祖父在世亲手雕刻的松柏长青玉佩，分量足够了。你要是输了的话，扣你1成份子。啊，别呀，燕王大大，您这也太狠了。那就算了，女人打赌，本王才不想掺和呢。一言为定，我一定能赢的。笑话，到了我的手里，能给你还回去吗？小姑娘，你跟九弟很熟吗？熟啊，他救过臣女的命，跟我爹似的爱操心，脾气还不好，心眼小。哎，皇上，你有这样的弟弟，肯定不省心啊。你呀，除了你，没人敢说堂堂燕王了。朕这个弟弟还真没让朕操心过呢。怎么会？就算他是王爷又怎么样，那也是您弟弟啊。不过比起我弟弟来，燕王算好的了。我弟老惹祸，我都想揍他了呢。燕王要是不听话，你也揍他，该管教的时候就得管。景佑帝听他侃侃而谈的，都不知道作何表情了。小姑娘自来熟得很，都跟朕讨论怎么教导弟弟了。这一下，所有人都同情地看着燕王，人家小姑娘教唆皇帝揍你呢。燕王更是无奈，该说他心大还是傻呀？陈贵妃更是双眸冒火，好有手段的死丫头，是个劲敌。从现在起，倒是要花心思好好的对付她了呢。皇兄，时辰不早了，秋猎该开始了。啊，许久没人跟朕聊得这么开心了，朕晓得了。弟弟跟半个儿子一样，该揍就得揍。你先下去吧，朕回头得空啊，再找你聊。好的，臣女告退。您等着臣女的大猎物，我尽量抓活的呀。糟了，忘了问我弟有没有给我带弓箭了。哼，给你弓箭，你拉得开吗？我弟弟能拉开就是了呗。有事弟弟扶其劳。陈贵妃，你是嫉妒我，我知道的，不会跟您计较。你，皇上，他老是挤兑我，您帮我说句话呀。
哼，你还不是有事找皇上？咱们半斤八两都一样，你靠皇上，我靠弟弟，谁也别说谁。好了，他还只是个孩子，性子单纯，你是长辈，别跟他计较。来人啊，取朕的弓箭来，赏给小姑娘。啊，对了，你叫什么来着呀？臣女萧天爱，父母希望臣女一生顺遂，上天都会宠爱我，所以叫天爱。你喊我爱爱就行了。哦，好名字，天爱，爱爱，确实不错。你父母疼孩子，难怪能养出你单纯活泼的性子来，还受不得一点委屈。这把弓箭赏你了，丑话说在前头，猎不到猎物，你可得还给朕啊。您放心，赏给我的就不能给他还回去。不打扰你们了，我真的走了呀。陛下，等我的好消息啊。可算走了，朕看他呀，就是来讹朕的长弓呢，不到手不肯走。还不是觉得皇上脾气好，得寸进尺。好了，传朕旨意，秋猎开始，朕的龙渊剑作为彩头，前3名赏武军都督经历司经历一职。陈贵妃在娘家就很喜欢骑马，云州靠近西北，民风没这么保守，人人都会骑马，她的骑术弓箭都很厉害呢。她的好心情在看到太子和萧天蓝顿时消失殆尽，因为萧天蓝穿着同样的红色骑马服，同样骑着白马，虽然样式不一样，但是陈贵妃就是觉得不舒服。萧小姐，衣服不错呀，是你去换还是本宫换呀？只听说陈贵妃脾气不好，谁都不放在眼里，可真的被她刁难，才知道她有多么的蛮横不讲理。回头看着跟在她身边的太子一眼，希望他能帮着自己。天蓝，你就去换了呗，别惹得陈贵妃不高兴，这满皇宫谁不知道父皇最宠陈贵妃呢？太子，愣着干什么？不就是一身衣裳吗？摆这副脸色给谁看呢？待在帐子里就算了，一点都不懂事儿。好吧，臣妾去换。太子你别生气。慢着！萧天蓝能认怂，他可不认。这死丫头又想干什么？参见太子，贵妃娘娘好呀。有心了，没你的事儿了，退下吧。堂姐，这是要去哪儿啊？未婚夫妻多好的培养感情的机会呢，堂姐可不能放弃啊。无需你管，你玩你的去吧。哼，你当我想管的吗？除了会窝里横，堂姐还有别的本事吗？你不嫌丢人，侯府还有脸呢，谁都知道你和太子一起呢，还没开始打猎，灰溜溜回去了，人家怎么看咱们侯府啊？小二，姑的家事你也要管吗？哎呀，太子姐夫，别生气啊，咱们可是一家人呢，你家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刚才我都看到了，这衣裳是得换，不过不是我堂姐去换，而是陈贵妃，你应该去换才是。哼，凭什么呀？你算什么东西，也管得着本宫头上？别得寸进尺，真当本宫好脾气，奈何不了你的吗？哎呀，我好怕怕呀！贵妃娘娘，不要这么凶嘛，女人要温柔才讨喜呢。就凭你是个妾，而我姐是堂堂太子妃，你就得换。正红色可是只有正室夫人才能穿的，妾室穿红色就是坏了规矩，是大不敬。陛下宠你，你怎么穿没人计较，可既然撞衫了，那作为妾室不该避让的吗？太子姐夫，都是夫妻一体，妻子被人欺负，你不维护妻子，反而维护外人，难不成太子觉得你爹小妾的半拉屁股也是你的吗？萧天爱，你好大的胆子，胆敢污蔑姑！姑何时有过这样的念头？你休想拿屎盆子往姑头上扣！没有吗？谁家丈夫让妻子给姨娘避让的？能觊觎小姨子的人，未尝不能觊觎老弟的姨娘，这是人品问题，
有前科的呀。要不咱们找大家伙来评评理？疯子，我错了，惹不起，我躲得起。太子妃，咱们走，以后别让我看到你这个妹妹。谁家小姐有她这样的，牙尖嘴利，无理扰三分，搬弄是非，孤倒要看看谁敢娶她。好女不愁嫁，多谢太子关心。对了，堂姐，以后就穿正红色，谁也不用避讳。皇后娘娘现在喜欢紫红，更端庄。只要你穿，整个大宴的夫人们谁都得避让着，看谁敢跟你撞衫。陈贵妃也不占理，恶狠狠地瞪他一眼，一鞭子拍在马臀上，眼不见心不烦。走啦，晚了猎物都被人抢光了，我可是和陈贵妃打了赌呢。再看到某人犯贱的样子，我怕会吐出来呢。回去吧，跟他们一起抢猎物，没得掉价。太子一挥鞭子，先一步走了，萧天蓝紧跟其后。你堂姐怎么这样啊？以前看着挺好的，知书达理，落落大方，怎么选了太子妃，反而畏畏缩缩，满是小家子气啊？哼，他那点本事，全都用在了对付我身上，对着外人，怂得跟鹌鹑似的。要不是一笔写不出2个萧字来，我管他丢不丢脸呢。哎呀，不说这俩糟心玩意儿了，咱们打猎去。哎，对了，你会拉弓吗？你家侍卫本事怎么样？你不会拉弓，没带护卫，话说那么满，跟你是弓箭高手似的，还跟人家打赌啊？输人不输阵，气势不能输。再说，不是还有你吗？哎呀，希望运气好吧。这种秋猎也就装装样子，凶猛有危险的猎物都给清理了，只剩下一些獐子、兔子、野鸡什么的，打着热闹。想胜东南，没关系，就算输了，皇上还能真把弓箭给要回去啊！这可是御赐的弓箭，装逼的利器，只这样我就不亏。妹妹，我突然发现你有点不要脸。脸有什么用啊？能有弓箭香吗？得，当他什么都没说，夏疏影甘拜下风。突然，前面一道白光闪过，啊！跑得这么快，好像是一只狐狸呢！天哪，白狐哎！谁要是抓到了，肯定是头彩。咱们快点儿，本宫要那只白狐，要活的！不管你们想什么办法，给本宫活捉了他！萧天爱顿时不乐意了，他抓着了，自己岂不是输定了？你们自己玩，我抓白狐去了。别犟，哎，山高林子密的，可不能冲动。那白狐岂是那么好抓的？没关系的，我会找天洛来帮我，他带的家将多，放心啦，我有分寸。你们也小心点儿，等我的好消息。你们俩跟着过去，听从萧小姐吩咐。山高林密，眨眼间的功夫，侍卫就跟丢了，急得团团转。萧天爱跟大青马一样，都脱了缰了，跑得那叫一个畅快。白狐没追着，倒是把自己给追丢了。哎呀妈呀，老虎呀！马大爷扛不住啊！麻溜跑吧，凭着马大爷的大长腿，总能逃出去的。快，老虎啊！大家伙，遇到了就是缘分呐，可不能让他跑了，冲上去！很快看到了死伤的护卫和马匹。这衣裳看着有些眼熟啊！萧天爱看着殉职的护卫，突然瞳孔紧缩，这不是侯府的护卫吗？糟了，是天洛！再也淡定不了，直接跃下大青马，灌木丛密密麻麻的，骑马不如自己跑得快。救命啊！不要吃我！满天菩萨神佛，谁来救救我呀？我不要被老虎吃！姐，救我！还是不要了。姐来了也是为老虎的命，吃我一个好了。爹娘，孩儿不能给你们尽孝了。萧天爱心中感动，比起那些熊孩子，他家弟弟简直是稀世宝藏了呢。爹啊，坚持住，姐来救你了！萧天爱喊了一声，几步冲上去，顿时看到萧天洛惊喜愕然的脸，还有一只成年的斑斓猛虎，足足2米多长，金黄的树瞳闪着冰冷的光。姐，快跑！这可是老虎啊！
萧天洛觉得老天不保佑他，姐姐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萧天爱大惊，离着萧天洛还有10几米的距离，怎么都快不过老虎。难不成要看着弟弟在自己面前被老虎咬死吗？脑子最快速度运转，身边一棵孩子大腿粗的树木，沉腰下马，一声娇喝，双手抱着大树，来了一个倒拔垂杨柳。萧天洛觉得今天是自己过得最玄幻的一天，先是看见老虎扑向自己，冷静面对死亡，眼里的余光又看到他娇滴滴的亲姐来了一出女汉子倒拔垂杨柳。孽畜，敢伤我弟，找死呢！500斤重的猛虎愣是被他拔下来的大树直接给扫出去了，周围的灌木直接扑倒，像是经历了一场暴风雨似的。萧天洛难以置信，这是他姐吗？老虎也是懵的，我在哪儿？虎大爷的猎物呢？谁敢打我虎大爷？哎，活着就好，臭小子，算你命大！老虎嘶吼一声，萧天爱猛然回头，小乖乖，胆挺肥呀，伤了我的护卫，害我弟弟，你说扒皮熬骨也没冤枉了你吧？一跃而起，直接扒到了老虎的背上，一拳拳砸在虎头上，砸得老虎哀嚎连连，用尽力气甩着脑袋，可是怎么都甩不掉，无奈卧倒在地上，想要翻滚把他压倒，凭着体重碾压这个小人儿。姐，小心啊！这一招有效，萧天爱果然被他压倒在地上。老虎心中一喜，哼，看虎大爷压不死你！可是紧跟着他觉得两边的树木不断升高，自己也在变高，身子好像浮在空中。萧天洛嘴巴张成 O 型，他看到了什么？狠狠地掐了自己一把，不是做梦吧？他姐居然一只手把500斤的老虎硬生生给举了起来。扑通，萧天爱才不惯他毛病呢，心里还残存着对弟弟即将遇害的后怕之中，狠狠把老虎摔在地上。还没完呢，萧天爱一跺脚，跃上虎背，骑马似的骑他，小拳头虎虎生威，一拳拳砸得老虎凄惨嚎叫，怎是一个惨字能形容的？敢不敢了啊？姐，这是一只老虎，你让它开口说话，强虎所难了，差不多了吧？再真打给打死了。哼，打死了正好，不打死了留着害你啊！带刀子没？姐扒了他的皮，虎胆给你吃，补补胆子。啊别，我不吃，真弄死啊！不弄死留着过年吗？虎大爷也是求生欲极强，两只前爪抱在一起，像是作揖似的，一点一点，希望这个女暴龙能饶他虎命。姐，你看他还会求饶呢，成精了吧？太好玩了，他能听懂咱的话，肯定能养，活着多好玩啊，多有面子啊，咱就留下了呗。养是能养，但是呢，万一伤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哎，有办法了，牙给他拔了，就算咬人也死不了啊！张开嘴，我看看。老虎委屈巴巴的低吼了一声，他不想拔牙的呀，没牙的老虎还有威风吗？臭死了！这么尖的牙，拔了怪可惜的，拿矬子磨平吧。他本不是狠毒之人，人家这么听话，自己也不好折磨人家，回家盖一个虎园，圈养起来给弟弟玩。不是说秋猎的时候大猎物都被清理掉了吗？怎么还能有老虎？弟弟啊，姐要是来晚一步，你的小命可就没了呀。说说吧，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多护卫都死光了，就剩你一个？我也不知道，追着一只麋鹿，渐渐和大家失散了，护卫领的路，之后就遇到了老虎，那是我命好命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谢谢姐。可是你不该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啊？以前可是走路都喘呢，要不是模样没变，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我姐了。好吧，
我摊牌了，咱娘当年生了双胞胎，我是你二姐肖小爱，从小被送到山上习武，一程下山专门保护你和爹娘的。姐姐我10年练剑，受老大罪了，你可要孝顺姐姐啊，比亲娘都要孝顺。说人话，弟弟我不傻。得了一门功法，我一直偷偷练，吃那么多补品都是为了练功。正常人谁能那么补啊？早流鼻血流死了。我能练吗？我也想像姐姐这么厉害呢。成啊，改天教你，学点功夫保护自己也不错。不过消耗太大，穷文富武，补品成车吃。正好，姐我找了一门赚钱的买卖，等姐赚了钱，足够你练功用的了。什么买卖呀？不是我瞧不起你，逛街买衣裳、胭脂水粉、首饰吃食，你是行家，赚钱吗？你长这么大，给家里赚过1个铜板吗？你赚过？姐弟俩互相扎心，之后默契地接过这个话题。人间不拆，半斤8两，谁也别说谁。同僚传回消息，林中居然出现老虎，皇上大惊，派出禁卫军，务必保护好诸位少爷们的安全。二少爷、二小姐，你们还好吗？萧天爱眼珠子转了转，白眼一翻，直接晕了过去。萧天洛跟他姐姐处了这么些天，默契十足，马上抱着他：姐，你挺住啊！话音刚落，感觉一阵风擦身而过，再看，居然是燕王运起轻功，落在萧天洛身边。发生什么事了？你姐还好吗？有血腥味儿。萧天洛咽了一下口水，紧张的要死呢。天哪，是战神燕王，他最崇拜的大将军呢。说话！我姐胆儿小，被死人吓晕了。给我。哦。萧天洛下意识地把怀里的亲姐交给燕王，燕王大横抱起，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了。怀里的人儿轻飘飘的，怎么这么瘦啊？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腌制味道，只有淡淡的清香，说不出来的味道，却很好闻。岂不知此时的萧天爱呕得要死，这个弟弟不能要了，就这样把亲姐交给别的男人，不怕他占你姐的便宜吗？许志安，你留下来善后，调查清楚。严峰，你去把御医背来，给二小姐诊治。燕王很快做出安排，指挥禁卫军。搭个棚子，二小姐总不能被这么多人看着吧？是，卑职马上去做。禁卫军的速度很快，等萧天爱躺在柔软的蒲草上，身上盖着燕王的披风，甚至感觉到了他的炙热气息，眼皮直抖，太有压力了。燕王爸爸，不用对我这么好的吧？燕王轻轻握了他的手。别怕，我在呢。萧天爱偷偷睁开一条缝，哎呦，好撩啊！爸爸，你该不会对我有什么不轨之心吧？怎么办？我是接受呢，还是接受呢？见他的脸就够他馋的了，虽然年纪大了点儿，但是大叔控也是很流行的呀。比起年下小狼狗，这样的大叔让人感觉更踏实，更靠得住，有钱有颜有权，好心动啊！王爷，是人为的，有人收买护卫，暗害二少爷，事情败露了，被灭口了。彻查，无非是今日一起来狩猎的世家子。二少爷怎么说？可有怀疑人选？没有，二少爷还小，平日只读书玩乐，从不与人结怨。还有件事好叫王爷知晓，属下都觉得不可思议。什么事儿？二少爷把那老虎给收服了，还说要带回家养呢。他能有那本事？属下刚开始也是不信的，可那老虎就在二少爷脚边，还摇尾巴，乖得跟猫似的，属下摸着都不咬人，挺好玩的。想着许志安手又痒了，人家撸猫，他撸老虎，说出去都牛逼的不行。那是他的事儿，看来是个有福气的，多派护卫照料，万不可伤着人。属下遵命。二小姐怎么样了？还没醒，肯定吓坏了。雨衣呢？还没来。这里离这营地好远呢，就算骑马，来回也得大半个时辰呢。
又有人赶到了，这次是一些世家子弟。听到消息，有关心的，有来看热闹的。看到萧天洛脚边的老虎，都是惊讶又羡慕的。二小姐呢？我听说她也在场，她还好吗？虎大爷看他拉扯天洛，无视自己，抬头嚎了一嗓子：“虎大爷还在呢，你敢拽我家男主子？”少廷也被吓了一跳，任谁看到这么大一家伙都要犯怵的。安静点儿，吓嚎什么啊？萧天洛一巴掌把虎头拍下去，引得众人一阵惊呼，纷纷后退，生怕老虎被激怒撕了在场所有的人。结果虎大爷只翻了个白眼儿，继续趴好，懒洋洋的很好脾气的样子。众人酸了，萧天洛可以呀，以前没啥存在感，一闹就是大动静呢。此刻萧天洛的名字被各大家族所熟知。多谢关心，我姐还好，只是胆儿小晕了，已经去请御医了。少廷也看到了草棚子，燕王的护卫在外伺候着。敢问帐内可是燕王殿下？在下少廷，二小姐可好？睡着呢，不方便打扰。你和二少爷玩去吧。在下担心二小姐，女孩子本就胆子小，就在这儿等她醒来。宋岩峰做事靠谱，直接把陈岸守背来了。陈岸守被马颠的老骨头差点散架了。等他把了脉，脸色比树叶子还绿，定定看着燕王。晕了，你不会掐人中吗？犯得着把我弄过来？燕王爷，老夫求求你了，我好歹堂堂太医院院守，这点小毛病你能别折腾我吗？这丫头气血旺盛，壮得跟牛犊子似的，比老夫都健康，掐几下就能醒了。你多大岁数了？半截身子入土了，他还年轻，自然比你健康，这个没法比。他被吓着了，你开些安神的方子来。女孩胆子小，跟身体无关。再说了，哪有晕了就掐人中的，很疼的，他能受得了吗？掐他2下就受不了了，老头子我起码半个时辰就能受得了。又不是你闺女，瞧你那心疼样，不掐也行，扎针啊，不疼能醒吗？取出最大号的银针就要扎人中，萧天爱眼皮微微掀开，心中暗骂：糟老头子坏得很，居然对这么可爱的我下这么狠的手，我就不行，看你怎么办。陈院手一针扎下去，老眼顿时瞪圆了，难以置信地举起银针，银针居然弯了。可是人中之上一点印子都没有。陈院手要不是拿着变形的银针，都以为自己老糊涂了，做过的事儿转头就忘。哼，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陈院手心一横，直接取出一把小刀来，刀尖泛着寒光。哼，不愧是做大夫的，下手真是狠呐。等他的刀子刚要落下的时候，眼睛猛地睁开了。你要干什么？天哪，莫非想要杀我？燕王，你在我身边可太好了，爸爸救我！糟老头子拿着刀子，他要害我！陈月手举着刀子，蒙圈了。这事儿寸的，他的一世英名就这么丢了，真正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呢。屋漏偏逢连夜雨，帘子被人掀开，少廷听到惊呼声，身子反应快过理智，直接掀开了帘子。于是也看到举着刀子的陈院手。陈院手，您这是想干嘛呢？给他扎人中啊！不愧是院手大人，您扎人中都用刀子的，这一刀下去，嘴皮子可能都拉开了。老夫认栽，活了大半辈子，头一次遇到这种事儿。以后这姑娘列入老夫拒绝看的客人之中，老夫伺候不起。陈院士收拾医药箱，想起那根银针是证据，以后有机会跟燕王解释一下。可他收起银针的时候，居然看到银针完好如初，好像刚才变弯是他的幻觉似的。他麻木着一张脸，见鬼了！拎着医药箱，头也不回地走了。
燕王，臣院守这是生气了，可我什么都没做呀。那针自然是他趁机掰直的了，证据可得消灭干净。他说出去，别人只会当他是老糊涂，没人信的。不用理他，上年纪了，脾气古怪。你还好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燕王关心的话让萧天爱极为受用，蹭了蹭他的胳膊。结实的肱二头肌跟铁似的，真想看看脱了衣裳有多好看呢。不愧是习武之人，身子就是结实。少廷脸发黑，二小姐这么依赖信任燕王的吗？二小姐，你怎么样了？还好的吗？没大碍的，脚有点软，歇息一会儿就好了。少公子，容我整理一下衣裳。少廷看了看燕王，对不住，是我思虑不周。王爷，您是不是也……燕王不用，他看不见的。燕王刚抬起的脚又放下来，合着眼睛看不到，还有这样的好处呢？这孩子没点眼力劲儿，难成大器。他也是关心你，一片好心。好心也分人，分场合，我跟他还没熟到那个份上呢。走啦，出去吧，我好了。王爷呀，你怎么会来啊？你眼睛看不到，留在营地陪皇上呗，出来多危险啊！本王能自己照顾自己，你很聒噪。关心你还有错了？我人眼睛瞎了，自尊心受不得打击，好心当成驴肝肺了。都没事了，今日狩猎到此结束，回去等皇上旨意。参见王爷，卑职石鹏飞，此次修猎是我负责，卑职有失职之罪。知道失职就要彻查，你还是想想怎么和皇上交代吧。卑职一定尽力。刚走出林子，陈贵妃带着侍卫出现在众人面前，看着依偎在燕王身边的萧天爱，眸子顿时闪过厉色，阴恻恻的满是杀意。听说你们遇到老虎了，可有猎回来？本宫瞧你这都走不稳的样子，估摸着也是没戏。没胆子就坐在大帐里绣花玩，少出来丢人现眼的，还连累别人受累救你们，累赘一窝。萧天爱这小暴脾气能容得了他这么嘲讽自己，自然是不能够的。对不起啊，是我们不好，娘娘教训的对。敢问娘娘，您累到什么宝贝啊？虽说我们姐弟怂得很，也知道愿赌服输，您让我们开开眼，我们也输得心服口服呀。哼，本宫满足你的要求。来人，给他们开开眼。那只可怜的白狐腿上被射了一箭，奄奄一息，还有一只麋鹿，两只锦鸡，若干野兔，最珍贵的是一只紫貂，漂亮的皮毛泛着柔和的光，僵硬着身子，死得透透的。小二，你的呢？哎呀，娘娘也知道遇到了意外，能活着就不错了，哪能猎到东西啊？不过活的倒是抓了一只，勉勉强强拿得出手。活的？哪儿呢？本宫倒是要看看你们能抓到什么猎物。要是兔子、松鼠这类小玩意儿，就别取出来现眼了。哪能呢？我又不傻。爹呀，弄出来呗。来了来了，娘娘长长眼。哪儿呢？天哪，他看到了什么？不是做梦吧？陈贵妃冷不防被马屁股撅倒在地上。啊！燕王，拉本宫一把。对不住，男女授受不亲，本王也看不到，娘娘带着护卫呢，本王不好越俎代庖了。萧天爱太满意燕王了，简直是钢铁直啊！任何绿茶白莲遇到他这号的都得傻眼。可以走了吗？二小姐受惊了，等着休息呢。娘娘，你慢慢起，我们先走一步哈。至于胜负，我没放在心上的，你也别在意哈，放宽心。女人生气多了容易老呢。陈贵妃气炸了肺，她好大的胆子啊，故意讽刺自己呢。
打猎的少年们陆续回来了，第一时间和皇上问安，献上自己的猎物。因为山中惊现老虎，所有人都回来的比较早，很快占据了这片草地。人群涌动，看着别人的收获，私自讨论一番，倒也热闹。萧天洛激动不已，人越多越好，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家老虎。从此之后，谁不知道他打虎少年萧天洛呀？老虎来了，快护驾！皇上别怕，臣等誓死保护皇上。禁卫军如临大敌，哗啦哗啦的抽刀声不断，老臣们更是颤颤巍巍的上前，张开枯瘦的双臂，视死如归。孽畜，休想惊扰圣驾！皇上，臣誓死保护皇上，除非臣死，绝不会让这孽畜靠近皇上半步。如果他们站得更靠前一些，更有说服力了。你老往人家禁卫军身后躲，就不要脸了。统领史鹏飞气得要死，老家伙们净添乱，打乱了他的部署，真想一个个扔出去喂老虎算了。别慌，都别慌，老虎它不咬人的，是我抓回来的。虎大爷痛苦低吼一声，举起前爪，萧天爱正想一巴掌拍开他，还添乱，真是要剥皮熬骨了呢。却看到他的前爪鲜血淋漓，顿时吓了一跳。你受伤了？二小姐别动，放着我来。居然是铁钉子，难怪他这么暴躁。这么长的钉子哪儿来的呀？真的是意外扎到虎子的吗？还是有人故意算计？哼，好歹毒的计策呀！哼，萧天爱，看你怎么死！最好咬死几个人，别说太子岳父家，就是太子本人都扛不住。景佑帝倒是不慌，多少大风大浪没见过，区区一只老虎而已，这么多禁卫军都能伤着自己，他这个皇帝也不用当了。情况危急，顾不上多想，萧天爱爬在老虎背上，深吸一口气，大喊一声：啊！尖利刺耳的声音，不少人下意识地停下脚步，看向了他。苏家，老虎是被驯服了的，不咬人，倒是你们四处乱跑，毫无章法，没人真正站出来抵御老虎，看似忠心护驾，实则都是在添乱而已。皇上，臣女的弟弟驯服了一只老虎，想给您惊喜的，哪知道成了惊吓，你们吓着吧。臣女思虑不周，惊扰了圣驾，你处罚我吧。你一个女孩子家都没吓着，朕堂堂帝王能被一只大虫给吓着了？你太小瞧朕了。臣女看您沉着冷静，坦然无畏，运筹帷幄，就知道您没吓着。这不是先请罪认错，想着您能宽容几分，罚得轻一点儿。都让开了，让皇上瞧瞧萧家送给皇上的礼物，一个个的胆子还没有我一个女孩子大呢。老虎怎么了？你们这么多人，一人一刀都能变成肉泥，慌什么慌呀？石鹏飞终于把人群分开，控制住了局面，看着虎背上的萧天爱，眼神复杂。她到底是个怎样的女孩子呀？你弟弟怎么驯服的她呀？让她上前，朕看看怎样的少年英才能驯得了猛虎啊！小子萧天洛参见皇上。说说吧，这老虎真是你驯服的？看来身手不错嘛，给朕说说，怕不怕呀？萧天洛身子颤抖，是他姐训的，可没法说呀，这个锅只能自己来背了。是我的侍卫和我一起驯服的，并非我一人之功，侍卫都殉职2人，小子情愿不要这份荣耀。不错，赤子之心，体恤下属，是个好孩子。朕看着这次球猎没人比得过你了，这次冠军非你莫属啊，只是年纪小了点儿。平时都有读什么书啊？4书5经都通读一遍，在博雅书院就学，学子之中排中等吧。博雅书院多出人才，
好好学，朕记住你了。先去督军府挂个副职，学业有成，朕再用你。臣谢主隆恩，定不负皇上厚爱。陈贵妃一脸难看至极，原以为万无一失的计策都被他躲过去了。哼，小蹄子命真硬啊！越是这样，心中越发坚定除掉他的念头。皇上原本想让胡宝给您表演个节目呢，可是回到营地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个缺德冒烟的家伙乱扔钉子，扎到我家胡宝的小脚脚了，流了好多血呢。臣女都心疼坏了。原本小事一件，不值当跟您说的，可是又怕万一别的地方还有，扎到马匹猎物冲撞了皇上，那可就不好了。告状的事儿得趁热打铁，萧天爱时机掌握的贼溜。有这等事儿？可怜的胡宝儿，那么长的钉子，硬是忍住没发疯，就怕冲撞了皇上呢。臣女没见过这么通人性的老虎呢。皇上，我家胡宝儿肯定很乖的，你千万不要让人害了他，臣女保证他绝对不会伤人的。胡宝？皇上，您别看胡宝儿长得大，其实还是个宝宝呢。胡大爷翻着白眼儿，哼，你才是宝宝呢，咱是胡大爷，媳妇儿都能找了。既然如此，朕就准你养着他的，但是如有伤人命，必须处死。谢皇上，臣女就知道您是历代历朝最英明、最仁慈的皇帝了呢。皇上下旨了，他就能堂而皇之的养着老虎，府里的祖母和大房一家都不能阻止。皇上，既然大家都回来了，咱们早点开席吧。臣妾的鹿肉鹿血都准备好了呢。皇上啊，臣女和贵妃娘娘打赌，臣女带回了胡宝，算不算赢了呢？那么贵妃娘娘的金簪子，言下之意，愿赌服输，簪子该给我了。老虎不是你弟弟猎来的吗？皇上都赏了，你还有脸继续讨要？应该是你怀了皇帝御赐的弓箭才对，你可是空着手呢。皇上，小姑娘心太贪了，您甭理她，大家都等着呢，她已经耽误了太长时间了。起身吧，贵妃说的有理，小丫头，朕对你够宽厚了呢。是，臣女知错了。萧天爱没招了，只能适可而止。皇兄稍等，二小姐的猎物在这儿呢，既然有赌注，还是愿赌服输的好。宋延峰和许志安从马背上扔了一地的猎物，足足比陈贵妃的多了2倍，还有2只山羚羊，肉质细嫩，最是美味。陈贵妃眼里满是愤怒，还夹杂着委屈和不解。她为了这个小蹄子，居然亲自出面帮她。萧天爱感激地看着燕王，不愧是燕王爸爸，果然靠谱。九弟，你对这个小丫头倒是有心了，朕可从未见过你对哪个女孩子这么好呢。小丫头挺乖巧的，又懂事儿，嘴甜。臣弟好歹有过几面之缘，不忍看她被人欺负，举手之劳，哄她高兴，算不得什么。萧天爱眼神晶亮，一只金簪子他不稀罕，只是不想看陈贵妃得意的丑恶样子。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一定要保护好燕王爸爸，不能被他霍霍了。皇上，爱妃别晃了，朕都被你晃散架了，不给他咱不给他，不过欺负人家小姑娘也不合适啊。这样，江公公取朕那块灰雁来，赠给小姑娘吧。朕记得小姑娘才华不错，诗书双绝呢。白得一块上好的砚台也不算亏。萧天爱喜滋滋地谢了恩。生篝火加上烤肉，今日咱们君臣同乐，不醉不归。下弦月高高挂起，锦幽帝有些累了，陈贵妃伺候着休息，众人也都渐渐散了。萧天爱回到自家帐子里，慵懒地斜倚在榻上。
胡宝儿远远躺在大帐门口，萧天爱想让他躺在自己榻边，他不乐意，生怕姑奶奶睡迷糊了，被他一脚踩断了骨头。轻松惬意的气氛被肚子的咕噜声打破。为了保持淑女的形象，他不好意思吃肉。天知道，那么喷香的烤肉，看着不能吃，该有多煎熬啊！看好门啊，我回来给你带骨头吃。胡宝爪子糊着脸，女主子竟不干人事，你吃肉只给我吃骨头？虎大爷从不吃骨头的好不好？熟练躲过巡逻的护卫，钻进林子深处。前面有火光一闪而过，萧天爱好奇心大作，悄无声息地凑近。有阴谋，这是要搞事情啊！你在这儿干什么？背后突然传来冰冷无情的声音，萧天爱居然没有察觉到有人靠近，顿时吓出了一身的白毛汗，眼神陡然转亮，双拳握起来，猛地转身，先下手为强。燕王爸爸，吓死我了呢！可算遇到活人了，我迷路了。燕王浑身散发着浓浓的无奈，大半夜的迷路，本王像是这么好骗的吗？大半夜的，你跑这儿来，不怕被野狼吃掉吗？回去吧，我送你。不要啦，既然出来了，咱们聊聊天呗。萧天爱肉还没有吃到呢，自然不肯放过。在这儿，你确定？这里很好啊。啊，你的护卫呢？抓些野味来，咱们烤着吃，边吃边聊嘛。您是不知道，我睡了一觉，肚子饿，又内急，那种滋味实在是太痛苦了。内急好解决，可一泡尿撒完就更饿了。幸好遇到您，您真的是我的福星呢。萧小姐，说话文雅点儿，这样子怎么嫁得出去啊？你想娶我吗？萧天爱真正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丝毫没想着自己的话对燕王心里造成多大的震撼。这不可胡言乱语，本王眼瞎了，非人一个，没想过娶谁家姑娘跟着我遭罪。那不就结了？你没打算娶我，我也没想着嫁给你，咱们跟朋友一样。我心里更是把您当半个长辈，说话自然要随意一些了。难不成私底下相处还斯文客气，斟词酌句的，累不累啊？燕王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不是这个意思，吓死他了。可鼻子里闻到他身上与众不同的香味，心中涌现出淡淡的失落，让燕王黯淡了神色。许志安速度很快，猎物居然是兔子。烤兔子啊，二小姐吃不吃啊？吃，怎么不吃？麻溜的，饿死了都。先声明，兔脑壳留给你，本小姐要吃兔子腿儿。很快处理好兔子，火堆升起来，架在火上烤。宋岩峰跟着回来，也带了不少猎物。萧天爱不客气地指使他再次点燃一堆火，这样烤起来更快。燕王，你也吃啊？我不饿，别撑着了，小心积食。积食？在我这儿不存在，你放心好了。谢谢你今天帮我，那块砚台我送你好不好？好吧，估摸着你也用不上了。啊，王爷，瞧不起人呢！我读书很厉害呢，夫子都教不了我，含羞辞职了呢，换了宫里的楚辞女官来教呢，不信你可以去问问。你确定不是夫子被你气走的吗？既然这么有自信，本王考考你。这么一问一答，萧天爱发现燕王学问还真不错，琴棋书画、经文典籍信手拈来，大战厉害，读书都这么好，这个男人堪称完美呢。不过他也不差，燕王的话题都能接得上，甚至还加上以下现代的先进理念，燕王对他也是刮目相看。两人不知不觉聊了1个时辰，夜色更深，快3更了。王爷，
你好厉害啊，简直是上马能管兵，下马能管民呢。您这么好的才华，当个闲散王爷，真正是可惜了。哎呀，身份高贵，能文能武，长得还好看，真不知道谁家姑娘能有福气嫁给您呢。一个残废而已，再多的本事有什么用啊？别这样说，眼睛看不到有看不到的好处呀，我觉得挺好的。起码不用见到漂亮女人就抬不动脚，你家王妃也不怕年老色衰，反正你也看不到，在你心里她永远18岁呢。哼，你倒是会安慰人，承你吉言，希望本王能找到不嫌弃我的那个人。那我也祝你早日如愿，儿孙满堂。宋延峰和许志安默默对视一眼，都扯扯嘴角。萧小姐是没开窍，小姑娘性子，王爷是不想拖累人家，两人这么熟了，还说些你婚我嫁的话，他们看着都着急。萧天爱吃饱喝足，神不知鬼不觉地爬回去，管他外面天翻地覆，睡得香甜。吃喝玩乐，萧天爱没心没肺，狠狠玩了几天，颇有些乐不思蜀。只可惜景佑帝毕竟有了年纪，住在郊外，再怎么样也比不得宫中。5天之后，秋猎结束。萧天爱依依不舍地看着林子，丫鬟们忙着收拾东西。下午就要回城了，扯着胡宝的耳朵，懒洋洋晒着太阳。突然，外面一阵骚乱，禁卫军手持长枪包围了整个营地。姐，石统领调查四方猛兽进围场的事儿呢，你猜怎么着？屈从云一帮人都被喊去问话，看来要动真格的了。走，咱们看看去。统领有请二位，劳烦二位带上您家老虎，统领有用。2人1虎到了营地中间，屈从云等人阴沉着脸，他们的护卫聚集在一起，都被缴了兵器看管起来。父皇有旨，派本王旁听。统领继续，能抓出歹人，也了了父皇一桩心事啊。可不是嘛，能把猛兽放进猎场，谁知道是冲谁去的？萧天洛倒霉撞上了，万一冲着皇上去的呢？这就是谋逆了。本官调查了所有的护卫，事发当时都能说清楚行踪，也有人证作证，只有诸位的护卫行迹最可疑，今日只好得罪了。若是说不清楚，不好意思，刑部大牢等着你们呢。此时若是坦白，本官自会求皇上从轻发落，可要是等我查出来，那就是牵连你们的家族，不只是少年之间的义气之争了。石统领已经认定是我们做的，还请找出证据来，别说这些吓唬人的话，咱也不是被吓大的。好叫屈公子知道，动物的鼻子可是很灵的，只要是接触过它们，气味是瞒不住的。这老虎既然被驯服了，自然能认出那个人的气味来，挨个一闻，这人可是藏不住的。石统领，你也说了，老虎是被萧二少驯服的，万一受他指使，故意栽赃于我呢？屈公子，我都没说是你做的，在场这么多少爷呢，怎么就只会逮着你栽赃呢？再说了，萧二少怕是连自己的护卫都认不全，更别说是你家的护卫了。这里有40-50号人呢，他怎么就知道谁是你家的护卫？屈公子，雁过留痕，你这事儿做得并不高明，本官就让你心服口服。萧二少，请吧。胡宝，去闻闻，你认识谁的味道，就把人扯出来，待会儿奖励你酱肘子吃。胡宝低吼一声，酱肘子一定很好吃呢。别给他吃太多盐，会掉毛的，而且猛兽吃多了熟食，捕猎的本领就会退化，最终只能变成空架子。你别瞎养，好好的猛虎让你养废了。没了野性更好呀，我当大猫养，废了就废了呗，养着玩呢。男人和女人想的天差地别，他想着保留野性能发挥他最大的价值，人家却当玩具玩。算了，他也是白操心。胡宝儿迈着优雅的步子
走在站成3排的护卫跟前，挨个闻了闻。护卫个个脸色发白，双腿发软，只差没吓得尿裤子了。屈从云故作淡定，不错眼地看着胡宝。没有被老虎扯出来的，可以离开了。石鹏飞话音一落，过关的护卫如蒙大赦，慌忙跑回自家主子身后。哎呀妈呀，太吓人了！最后3个护卫气势格外冷冽，眼神平静，好像没有人的感情似的，不带一点慌乱。终于，胡宝走到他们身边，他们不像一般的护卫那样颤抖冷的凌然无畏，稳如磐山。还好胡宝甩甩脑袋，没有把人扯出来。屈从云长长吐了一口气，他就说嘛，畜生就是畜生，都过了这么些天了，能闻出来什么呀？我都说了，我没做过。石统领，我们可以离开了吗？行李都没收拾呢，没时间跟你磨叽。来人，把他们几个统统带走，彻查祖宗18代。石鹏飞，你这是何意啊？屈六少，你不觉得你家护卫太过镇定了吗？什么人才能面对猛虎面不改色呢？只有死士。简单2个字犹如一柄闷锤，锤在他的心脏，脸色白得跟鬼一样。让老虎辨认是假，让自己护卫露出马脚才是真的。一般护卫都是有家有老小，总是惜命的，死士就不一样了，他们是不在乎人命的，别人的包括自己的。武安侯养死士想干嘛？带着来猎场又是想杀谁？细思极恐。石鹏飞确认这一点已经足够给锦佑帝交差了。六少爷，跟本官走一趟，有什么话跟皇上解释吧。统领大人，我招，我全都招了，我承认，是我想害萧天洛的，他害我关禁闭，害我表妹伤心，我心中不忿，一时糊涂，才想要了他的命呢。我真的没想过对皇上不利，求大人明鉴呀。他的表妹是哪位呀？这里面的水怪深的呀。这些话六少爷留着和皇上说吧，本官只负责调查。楚王爷，您还有什么交代的吗？你表妹是哪位啊？萧天暗赞同地看了楚王一眼，我辈中人啊，关注点都是一样的，这也是他想问的呢。换做一般人，更趋向以表忠心，而不是问八卦。偏生这位楚王不是一般人，皇家能生出这么一个奇葩也是不易。啊，是严大学士之女严玉娆，钦定的太子侧妃。咦呀，这一声尾音拐了几个弯，格外的意味深长。萧二小姐，口下积德，我只是为表妹不值，她才华人品，凭什么屈居于侧妃啊？你萧家那位是什么品行啊？你不比我更清楚的吗？我什么都没说呀，屈六少，你可不能冤枉人呐！我堂姐很好呀，皇后娘娘亲自选的人，你不服大可找皇后理论，迁怒于我们姐弟是何道理？带走。石鹏飞才不管这里的弯弯绕绕，不是每个男人都像楚王这么八卦的。连同死士都被五花大绑，捆在临时做成的木笼子里，押送回城，等候锦佑帝发落。一路无话，终于回到城里，各回各家，各找各妈。沈氏早早等在侧门外，在外还习惯吗？母亲放心，都很好，带了很多好吃的给您呢。林子里可好玩了，下次有机会咱们一家子都去。秦嬷嬷脸颊抖动了一下，一家子都去，还不得翻了天呢？胡宝儿单独藏在马车里，免得吓坏了百姓，惹出事儿来。山林里能有什么好吃的？有这份心就行了。快进家来，好好洗洗。你外祖母写信来，有2年没回去看他们了，外祖父想你了。你带母亲回去尽尽孝心，小住几个月，可好？啊！萧天爱眼睛眨巴眨，去外祖家住，他没这个计划呢。不行的吗？沈氏眼中闪过黯然，女儿从小被侯府那些人影响，不大看得上生户，和外祖家总是不亲。
行啊，我没说不行，只是有些意外，我也该去外祖家看看了。那好，3天后出发，娘亲帮你准备好东西，你也收拾一下，3天时间足够了。这么快？萧天爱心中疑惑，总觉得哪里不对，好像掉进娘亲的坑里了。快吗？你有什么事儿啊？没有，那就听娘亲的。二妹，路上小心点儿，不年不节的，怎么突然想去外祖家了？去外祖家还用挑时候的吗？外祖父想我了呗。还是大堂姐好呀，外祖家离得近，去一趟不用这么麻烦。不过我记得堂姐好像很久没去看你的外祖一家了吧？做了太子妃啊，就是不一样，外祖家都少走动，不知道的还以为堂姐心气儿高，看不上外祖家了呢。你，萧天爱，你太过分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呀，实话不让人说，别委委屈屈抽抽搭搭的样子，让人看到了还以为我怎么堂姐了呢。当家主母要大度端庄，哭哭啼啼博人同情，是小妾做派。未来太子妃呢，可不能这么点度量。怼了萧天蓝，心情大好的爬上马车。哎呀，好像有什么事儿给忘了呢。陷入熟睡之前，萧天爱迷迷瞪瞪的想着，随即抛在脑后，陷入沉睡。能忘了，肯定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差一刻快到午时了，燕王府的马车出现在了侯府巷子口。许志安递了请帖，萧天爱写好的赛马场的策划书，有些地方属下看不懂，燕王邀请他出门吃饭，顺便问一下。沉稳肃穆的燕王坐在逼仄的马车里，从容喝茶，心里想着见了萧二小姐不能夸她，她这个人容易骄傲，经不住夸，尾巴还不得翘天上去，得打压着来。王爷，二小姐有事不能出府？不是的，二小姐不在府中，出远门了，去了金陵外祖家，估计得几个月，说不定到年前了。哦，知道了，回府吧。车帘子啪的一声摔了下来。二小姐也真是的，出了门招呼都不打，亏得咱们王爷待她那么好，真正是没良心。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又不是至亲，什么关系都算不上，人家凭啥跟咱们打招呼啊？哎，怎么没关系了？他都喊咱们王爷爸爸呢，合着用不上爸爸就丢一边了呗？你才看出来啊，二小姐那个人小孩子性子，有事儿喊爸爸，没事儿喊燕王，闹着玩的，你也信啊？不过冷不丁的走了，心里有些空落落的，每次遇到他都有新鲜事儿，好玩的很呢。你俩很闲吗？这么爱八卦，要不要送你们去楼子里做龟公，让你们说个够？两人对视一眼，吐舌头翻白眼儿，不敢再说了。爷这是生气了。人算不如天算，原本计划好天黑之前能到下一个镇子，正好住店。可是天空飘起绵绵细雨，虽没有夏天的暴雨倾盆，这也耽误了行程。幸好找了一间破庙，暂时栖身。属下失职，小姐受累了。没事儿，不怪你，天要留人，谁也没法子。早点安顿好，你们也歇着吧。热茶奉上，刚喝了一口，外面一阵马蹄声响起，一行数人走进来。燕王，怎么是你啊？你这是……他突然看到许志安给他狂使眼色，心中奇怪，什么意思啊？想不明白就不想了，这种鬼天气还能遇到熟人，萧天爱还是很高兴的。别离那么远，给燕王也倒茶。哎，您这是要干嘛去啊？不用了，这位小姐，咱们不熟，不好喝你的茶。萍水相逢，各过各的，挺好的。男女授受不亲，还请小姐自重。萧天爱嘴巴张得老大，脸上的表情直接裂开了。不是，什么鬼啊？瞧着燕王生人勿近的冰冷表情，一脑门子雾水。他这是生气了？许志安仰头望天，自家主子玩得高，
是谁突然发疯，一大早带着人来追，现在找到了又冷嘲热讽的，真让人猜不透啊。宋岩峰也不敢看萧天爱，干脆去准备吃食。主子要硬气，不吃人家的东西，他们就得准备着。燕王啊，谁惹了您了？气性这么大。小姐，请自重，本王和你认识吗？萧天爱如遭雷劈，仔细看着他，不放过一点的变化。哪知道燕王稳得很，完全一副不认识自己的样子，让他兴致更高了。哎呦，有意思啦！排除掉电视剧里演的狗血剧情，就算他失忆了，俩属下总不会也失忆了吧？那就只能是生自己的气了。可他没做什么呀，秋烈回来面都没顾上见，怎么惹着他了？小姐，饭菜好了，可以吃了。好，给燕王他们也送一些，让人多做一些来。不必，本王还吃得起饭，无需小姐施舍。嗟来之食，不吃也罢。啊，你这人阴阳怪气的，装什么阴阳家呀？有事说事，跟女人似的，小气罢了，耍什么小性子？是不是男人啊？本王是不是男人，好像跟小姐没关系的吧？嗨，热脸贴了冷屁股，萧天爱也有火气，冷哼一声，回自己位置了。燕王那边也点燃了火堆，轻微取出干粮，放在火上烤一下，就着冷水对付一顿。荒郊野外的都是军中糙汉子，早习惯了这种辛苦。王爷，您吃一点儿。许志安烤好一块烧饼递给燕王，让他先吃。小姐，先喝碗鸡汤垫垫，待会儿还有烤羊排、素炒三鲜、清炖乳鸽、红烧肉。您吃米饭还是馒头呀？还有点蟹肉，要不给您包了蟹黄包子吃吧？许志安等人眼珠子都瞪出来了，萧小姐真会享受，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酒楼里呢。还蟹黄包，哈，谁家出门能吃上这东西啊？吃米饭吧，蟹黄包子和粥，明天早上当早餐吃，让大家都好好吃，不用减少。大冷天的，吃顿热乎饭才是人过的日子呢。哎，不是还有酒吗？每个人喝3两，驱驱寒气，别贪杯了，醉了没办法当差了。萧天爱越说，许志安等人眼睛越亮，忍不住咽了一下口水，手里的饼子顿时咽不下去了。不错，乳鸽软烂，红烧肉更是香呢，汤汁就在米饭上，太好吃了。小姐，我能吃3碗。哈，小羊排烤好了吗？多放孜然胡椒，味道更好。萧天爱边吃边满足地感慨道，还偷偷瞄着燕王的脸色，只觉得他的下颌线绷得更紧了。吃好喝足，真舒服啊！待会儿炖一锅肉汤给对面送过去，谁没失忆认得本小姐的都有份儿。至于那失忆不认识本小姐的，咱也别讨人喜爱，人家有骨气，咱也别去诱惑人家，让人堕落。许志安都要欢呼出来了，冲他伸出大拇指，萧小姐够义气。东林带着小丫鬟给他们送去，每一个都会问一句：认识我们小姐吗？青伟哭笑不得，看向宋岩峰，天知道王爷想要干什么呢？这一趟出来匆忙，也不说什么任务，只顾着闷头赶路，合着是追着女孩子来了。宋岩峰微微点头，王爷正怄气呢，做下属的没必要跟着饿肚子，反正也不是外人。萧小姐一片好意，他们要是再不领情，和王爷就真的闹掰了。萧府2小姐自然是认识的。装饰请用，还有刚出锅的烙饼，要不要来2张？你这饼子硬得跟石头似的，能吃吗？谢谢姑娘了，那个酒能给2两吗？好的，稍等片刻。王府缺你们的酒喝了吗？一个个没出息的样子，本王的脸都被你们丢光了。
本小姐赏的，谁不喝就是不给我面子。你们王府的酒现在喝得着吗？有我的好喝吗？甭搭理你们主子，他抽风呢，抽完了就没事了。萧天爱，本王的人还用不着你来管。啊，你喊我呢？敢问你哪位啊？咱们可不熟，这么连名带姓的喊人，很不礼貌呢。男女授受不亲，这位爷请自重啊。哼，好男不跟女斗，本王不跟你一般见识。说完，塞进嘴里一口烧饼，也不嫌干硬，一口一口吃着。天皇贵胄、养尊处优的大燕王爷，一点不在乎干粮的难吃，对任何环境都能适应，破庙也能做出高堂明屋的感觉来。看看这样的燕王，不悲不喜，淡泊悠然，萧天爱莫名的有些心疼了。这个男人，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之前的屡次帮助，包容他的一切小脾气，这次突然的生气，让他有种男人心海底针的感觉。就这样僵持住了，该怎么破局呢？萧天爱最不喜欢冷战这种事儿了，太浪费时间了。可是他主动去讨好，太掉面子了，一步退了就会步步退，彻底落于下风了。萧天爱偷着腮，眼珠咕噜噜转了几下，计上心来。燕王吃完烧饼，喝2口水，闭目养神，没打算搭理那个小没良心的。天知道他这几天有多纠结，想着他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真把自己当抹布了，用过就丢啊！有事喊爸爸，没事喊燕王，怕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吧？亏他为他操心劳力那么多天，真是比他爹都操心。合着他一点都没把自己放在心上，甚至连朋友都不算。越想越觉得一肚子的不甘，真想问问他，在他心里自己算什么？可不甘之后，开始担心起来。这一路上山高水远的，侯府就放心她一个闺阁小姐自己出门的吗？那些个护卫走过远路没有啊？遇到山贼劫匪怎么办？实在坐不住了，带了护卫骑马追了上来。燕王打定了主意，冷他2天，绝不妥协。谁知道耳边传来低低的抽泣声，心顿时乱了。小姐，咋哭了呢？哪里不舒服吗？我的心好难过，我都这么累，还挨雨淋，吃不好睡不下的，他还凶我。我强撑着想对他好，可人家不领情，我的心啊，给伤得千疮百孔，痛得难以呼吸了。哼，不让你主动来赔不是，哄着姑奶奶，姑奶奶白穿一场了。许志安等护卫对视一眼，纷纷别开目光。你还吃不好呢？3碗米饭吃得精光，这叫吃不好？谁家小姐有你这么好的胃口啊？不过小姐真厉害，燕王怕是要栽呢。有好戏看了呢。燕王果然睁开眼，虽然看不到，却能听到他娇软悲伤的哭诉声，一颗心顿时揪起来，好像是他小心眼了呢。不就是没打招呼吗？许是忙得没顾上，出远门可不是说说而已。东林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合着是为了燕王呀。东林，你别管我，我就是心里难受，哭一场就好了。谁让我想着尽孝心独自出门呢？没人疼没人爱的，还让人戳着心窝子，活着可太难了。哭了更大声了，还打了个哭嗝。主子上啊，萧小姐哭得老伤心了，您伤的人您不得哄吗？好了，是本王的错，不该凶你，别哭了。哭声更大，
燕王顿时一个头两个大，哄女孩子他觉得比打仗都累。咱们都歇了啊，分一队人出去巡逻，越是这样的天气越不能大意。宋岩峰安排人守夜，东陵那边取出屏风挡住两人，众人好奇的目光也都被挡在了外面。你想怎样？我都道歉了呢，你不辞而别，我都不能生气的吗？再说我也没凶你啊。萧天爱哭声一顿，我去，合着是为这个？燕王，你这么爱计较呀？怪不得他出城觉得少了点什么呢，原来是忘记和小伙伴们打招呼了。你说不认识我，比凶我都伤人。就算我不对，你骂我两句就是了，干嘛说不认识？好吧，如你所愿，咱们划清界限。你是高高在上的燕王，哪里会在乎我一个小丫头？就是自己错了，也得把锅甩出去。就是这么任性娇气，女孩子的特权不用浪费。燕王被他这么一说，也觉得自己做的挺伤人的。小姑娘欢欢喜喜看到自己，结果一盆冷水给泼上去，搁谁都会受不了的。好吧，我道歉，别哭了，我都不追究你让他们喝酒吃肉，不管我呢，就算扯平了吧。燕王长这么大头次跟人道歉，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头次觉得女孩子哭起来让他失了分寸，措手不及。哼，你别说我可没你那么没良心。东陵，端过来。别说你吃饱了吃不下啊，塞也要塞进去。我一开始就准备了2份，想和你一起吃的。你吃冷饼子都不肯和我一起吃，在你眼里不是那么没良心的人吗？你出门都带着厨娘食材的吗？亏我还担心你了，合着你准备的倒是周全。都是娘亲准备的，我倒是没操心。燕王，你这是干嘛去啊？皇上给你派了差事，眼睛不方便还使唤你，他的心得多黑呀！一点私事，皇兄巴不得我闲着呢。我一出城，他今晚都睡不着了呢。萧天爱果断结束这个话题，知道太多的人一般下场都不好。咱俩缘分还真不浅，上次你救我的命，现在又偶遇在破庙，好巧呀！不是巧合，是我追着你过来的，知道你出远门，怕路上不安全，顺道来看看你。萧天爱心中一颤，抿着唇。如果你肯嫁给我，我发誓，除了你，不会有别的女人。我是将士，最看重的就是忠诚，我会忠诚婚姻，忠诚于你。你这算什么？表白吗？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你的誓言又能维持几年？你不要跟我说这些，皇家太复杂，我不想嫁进皇家，咱们之间不可能在一起的。咱们可以去封地啊，远离皇家，我的封地很富庶，足够养活咱们的。苏阳杭3州都是我的封地。真的吗？苏杭熟天下足，真是好地方呢，丝绸织造更是发达，如此富庶的地方居然是你的封地，可以啊。是父皇在世的时候就封的，我立下那么多战功，父皇恨不得把天下分给我一半。不过我没要那些赋税，都捐给皇兄充实国库了。你做的对，树大招风嘛。听说藩王要留下质子在皇宫呢，没有诏书不能进京，还是不好，孩子多可怜呢。可以找别的孩子代替呀，总会有办法的。苏杭风景最美，民风淳朴，人杰地灵，比洛城住的舒服。你觉得好，我就开始建造燕王府，咱们常住那里。我没说好啊，你爱建是你的事儿，不用问我。赵武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呀？说说嘛，我想听。记不住了，你喊我二爹爸爸，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这么信任我崇拜我，我怎么着也要护着她呀，护着护着就不想她受一点委屈，
想听他的笑声，听他在我耳边说着话，慢慢的就不舍得放手了。原来那时候你就打我的主意了，我把你当爹爹崇拜，你居然想睡我，赵无疆，你好意思吗？没有想，那什么，只是想保护你，不舍得看你被别人欺负。那时候真的当晚辈看的，你别误会。赵无疆，你好可爱啊！那你现在想不想睡我了？没有，未曾成婚，我不会亵渎你的。哎，你等着我，我会给你最隆重的婚礼，比公主都隆重。萧天爱起身，不逗他了，万一他觉得自己轻浮，可就得不偿失。古人都含蓄，他满肚子带颜色的话题，等着婚后解锁。